靖远侯府。四妹，大表哥身上恶疾，已经活不了几天了，求求你去跟三姨娘说，我不要嫁给他。胡说，大表哥龙精虎猛，就等着跟你入洞房了。哼，快换嫁衣，韩家的花轿已经在门外候着了。那你不是一直很喜欢大表哥吗？不如你嫁……闭嘴！哼，找死！环翠，给他换上嫁衣，若再不从，往死里打。是，大小姐，你还是从了吧。真把你打出个好歹来，那也是你自己活该。死了！不好了，小姐！啊，这是什么地方？迷路了？你能听懂我说话？不是迷路，为什么跑到这里来？哼，楚寒征，你任人欺凌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既然替你活了下来，我就要活出本该属于你的精彩。方才那珠子是你给我服下去的？什么鬼东西啊！你就给我吃啊？不过瞧你颇通人气，应该不会害我。小姐，大小姐死了，不是正好吗？更加不会坏了您的事。你懂什么？她好歹也是侯府嫡长女，死在韩家也就罢了，若是突然死在府中，总是一桩大麻烦。希望她还有一口气。人呢？不可能，方才还在的。小姐，你谁？好快的动作！快些，快些！就要误了时辰了，都收拾好了吗？好了，环翠点头。刘妈妈放心，小姐已经为大小姐服了些药，保证她一觉睡到大天亮。有劳了。好啦，出来吧。有人。反应不慢，不过方才我如果要杀你，依然有无数机会。我该谢谢你的手下留情。楚寒征。灵狐是你的？怎见得？他身上带着你的气息。传言中的楚寒征并非如此。世人看我一帘相隔，不提也罢。你吃了我的赤眼丹。我方才被人所害，半昏半醒之时，这灵狐喂了一颗东西给我，不知道是不是赤眼丹。你我虽不知道你的灵狐为何将你的赤焰丹给我，但我知道你是想拿它解冰魂血魄之毒。从我10岁之后，便再也没有人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伤到我。楚寒征，你很好。我并无恶意，你戒备心未免太重。无论如何，你总该让我把话说完。说。赤焰丹并不能解冰魂血魄，只能暂时压制毒性的发作，延长剧毒发作的间隔。但它毕竟也算世间珍品，千金难求，所以作为补偿，我会尽全力配置出真正的解药。我凭什么相信你？那么你现在杀了我，开膛破肚，或许还能找到赤焰丹。赤焰丹入腹即化，已经不可能找到。不过数日之后，药性便会全部溶解在你的血中，细致依然有效。好，如果配不出解药，你就吸我的血，压制毒性。男子默然片刻，突然穿窗而出。唉，你这个小东西害死我了。不过说也奇怪，非亲非故，为何偷了那么珍贵的丹药给我？哎呀，算了，事到如今，配出解药赔偿人家是正事。大半夜的往外跑什么？打你屁股！他居然能解冰魂血魄，这种剧毒根本没有人认识啊！这怎么可能？所以小白半夜3更跑去找他，绝非无缘无故，更不可能偷了赤焰丹给他。你也知道，他从来不允许任何女子靠近，可惜他始终无法开口说话。这岂不是只有谜面，没有谜底？大清早的不在房中，这死丫头跑哪儿去了？娘！段希如吃惊不小，韩君，娘，快说呀，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我一觉醒来就发现睡在大表哥床上。什么？昨夜是韩君跟韩俊言成了好事，跟着再度昏死过去。完了，什么都完了。哼，活该！四姨娘乔雅秀幸灾乐祸地讥笑着，仗着早过门几天便想压在我头上，结果怎么样？三小姐楚寒笛同样笑得阴沉。哼，可笑四妹还以为只要除掉了大姐，便能在太子妃大选中脱颖而出，却不知太子殿下对我早就一见倾心了。那白痴与太子殿下还有婚约，万一……万一什么？那婚约早就走不得数了，不可掉以轻心。只要没有休书，那白痴就依然是名义上的太子妃。这好办，爹爹陪太子殿下外出公干，早已说好明日回京之后来府中吃顿便饭，到时咱们请他写下一纸休书就是了。你说写就写啊？皇上和皇后都不曾下令，太子殿下凭什么听你的？凭什么？就凭他亲眼看到了不得不写下休书的事实。什么意思？楚寒笛不答，只管嘿嘿地阴笑着。媚药应该起效了，快点！你怎么不快点？想想他那张脸，我就想吐。钱都拿了，不做怎么行？一起上！哎，人呢？找我吗？你是谁？那个白痴，那个大小姐呢？谁让你们来的？我的耐性不是很好，同样的问题最好不要再让我问第二遍。装的挺像那么回事嘛。不过大小姐别怕，今儿咱们定会让你遇见。白眼一翻，昏死过去。你想死还是想活？大小姐饶命！要活，我要活呀！要活就好好回答我的问题。是三小姐让我们来给大小姐下药，污了大小姐的清白，之后大小姐就会下身大出血。这个时候三小姐和太子殿下就会带人来看好戏，让所有人都以为大小姐已经与人做了苟且之事，服药正在服药堕胎。还有什么？没了还有，三小姐给了我们这个，说大小姐闻上一口就会变成淫娃荡妇。后花园的凉亭内，楚玉琪，臣再敬太子殿下一杯，请。殿下请。上座的男子正是当今太子高元昊。都安排好了吗？放心吧，一会儿绝对有好戏看。太子殿下，您找我有什么事吗？这戏码不对呀。太子殿下，您为何不说话呀？你先坐吧，本宫的确有事跟你说。好，那咱们边吃边聊。楚寒征，你别不要脸了！我警告你，不要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是配不上殿下的。三姐，你怎能这样说呢？我是皇上钦定的太子妃。闭嘴！你才不是，我们才不会让你这个下贱的丑八怪嫁给太子殿下，丢了侯府的脸。三姐，你够了！殿下面前如此无礼，该当何罪？寒笛无礼，自罚一杯，请太子殿下恕罪。没有人看到一点微弱灰尘的粉末轻轻落入了他的酒杯。好热呀，怎么这么热？热不是让你小心些吗？你怎么还是……快抱我，殿下，快抱我呀！放手，你冷静些。冷静什么呀？又不是第一次了。告诉你哦，我已经怀了你的骨肉，你可要尽快娶我为妃。作死的混账东西！来人，送三小姐回房歇息。我的肚子好痛，救命啊！血，三小姐流了好多血。来人，叫太医，快！好痛，我好痛啊！我的孩子！四夫人，三
小姐她小产了。不，我的孩子不会有事。好痛啊！救命啊！可是大人，照情况看，三小姐不止胎儿不保，以后恐怕也无法有孕了。怎么会这样？这个不争气的东西！殿下，你居然跟三妹做了这种事，你对得起我吗？哼，少不要脸了！实话告诉你，本宫叫你过来，就是为了给你一纸休书，从此你我恩断义绝。可是为什么？殿下嫌我丑吗？可是我的医术已经大有进步，就快恢复容貌了。你当本宫是那么浅薄的人吗？哼，即便你美如天仙，本宫也不稀罕。来人，去文房四宝。大功告成，以后终于不必装出那副战战兢兢的样子了。接连2位小姐发生意外，不少人都说有妖鬼作怪。一派胡言，分明是有人背后下了黑手，哪里来的什么妖魔鬼怪？吩咐下去，哪个再敢胡说八道，本侯割了他的舌头！我可怜的寒笛啊，妾身可怎么办呀？真不知是哪个颠杀的混蛋，竟然将韩君害成这个样子，妾身这后半生可全都毁了。你根本就是自作自受，本想害韩征，却害了自己的女儿。老爷，话不是这么说，我原本是想着韩征这样子最是无人问津，若是能治好君言的病，也算成了一桩好姻缘。好姻缘，既如此，就让你的女儿好好享受这份好姻缘吧。哎呀，这可怎么办？赔上了2个女儿，居然还是未能将那个白痴除去。玄真道长的预言还真是一点都没错。晋升，这句话若是被老爷听到，你我都别想好过。老爷也真是的，明明就是个白痴废物，不过就是占着嫡女的名头。呸！什么嫡女？还不是因为他娘亲容雪蛋那个狐狸精，老爷才爱屋及乌。哼，幸亏那贱人死得早。唉，也真奇怪，为什么每次都有人暗中帮着那个废物？三夫人不好了，四小姐她身上有好多大疮。什么？哎呀，韩君怕是感染了韩君言的怪病，这才是真的完了。快让开些，右丞相府的人过来了。哎，怎么回事啊？是要办丧事吗？右丞相的大儿媳难产而亡，一尸两命，正要将尸体送到乱坟岗呢。啊，这么惨啊！可不，他们夫妻2人一向恩爱非常，大少爷为了少夫人立誓终生不纳妾，却想不到，哎呀，听说大少爷已经哭昏过去好几次了。不中用的奴才，若是惊扰了若素的亡灵，一律杀无赦。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少爷饶命啊！快把若素扶起来！别动，快让开！白纱遮住了容颜。姑娘，请让开，否则休怪本将军不客气。来人！他还活着，他腹中的孩子也活着，我能救他们？这人是疯了吧？就是，整个太医院的太医都到齐了，却还是回天乏术。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居然大言不惭！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丫头，居然大言不惭？不是疯子就是活腻了，居然敢拿大将军开玩笑，就不怕大将军将他拿下问罪？可惜了，瞧这身段，这气质，想必是个美人，却要死在这里了。你年纪轻轻，怎敢口出狂言？速速退去！本将军念你是一片好心，可以不予追究。我能救他们，尊夫人只是陷入了假死状态，还抢救得急，若再耽搁，才是真正的一尸两命。但不知姑娘会如何救若素？太医说她腹中的胎儿是横胎，根本无法生产。剖腹取胎，正常生产已不可能，唯有如此，方能母女平安。一派胡言！太医早已说过，剖腹取胎只在上古医术中略有提及，是真是假，根本无从查证。若素已经不幸殒命，本将军绝不允许有人再凌辱他的尸体。来人，将他赶走！明王道。少峰，王爷，我已尽力，可终究还是若素福薄。你能救？我能，只是
若再耽搁下去，纵使大罗神仙驾到，也是枉然。把握大吗？方才若尽快动手，母女均安。耽搁了这许久，我只能尽力而为，但至少7、8成把握还是有的。若结果还是一尸两命，你怎么说？算我亵渎少夫人遗体，我自裁谢罪。好，你就，你可有意见？一切但凭王爷做主。好，我信得过之人，你没理由信不过。白将军，方才耽搁过久，情况不容乐观，不敢请问，若到了万不得已之时，保大人还是保孩子？这，你方才说母女均安。我是说，若立刻施救，方能母女均安。只可惜白将军横挡树拦，这才耽误了最佳抢救时机。请问将军，保大人还是保孩子？我不。快些，及早抉择，我至少可以保一个，否则2个一起完蛋。我保，我不知道，保我。若是让我选，保最有可能保住的那一个。话音落地，他才突然发现说话的并非他一个人。蓝夜云的话与他说的一模一样，一字不差。多谢指教，姑娘请。生了，真的生了。恭喜母女均安，只是不知白将军是否喜欢女儿？均安，母女均安，我喜欢，我都喜欢。只要若素没事，莫说是女儿，就算不是人我也喜欢。我喜欢，我都喜欢。若素没事。天哪，真的救活了，活神仙呐！是啊，这到底是哪家的姑娘，居然如此厉害？神医，真是神医！孩子还未降生，便知男女了。对呀，厉害！大恩不言谢，以后姑娘若有差遣，白少峰赴汤蹈火，万死不辞。白将军不必客气，快请起。尊夫人身体极为虚弱，快将她带回去，小心静养。请问姑娘贵姓芳名，家居何处？我也好登门拜谢。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不必言谢，告辞。来人，快去请问神医芳名，速来禀报。我家王爷说交给他了，请白将军照顾夫人和孩子要紧。是。这手术说大不大，说小却也不小，又是由我一个人完成，还真有些吃不消。宁王，上马，我送你一程。你楚寒征，你虽白纱遮面，我却认得你的眼睛。上马。原来你早就认出我了，不敢当。蓝夜云眸子一冷，跟着衣袖一挥，楚寒征便感到一阵腾云驾雾，再回神时，居然已经稳稳当当地坐在了马背上。世人谁不知蓝夜云生性有洁癖，绝不允许任何人动他的任何东西，尤其是这匹世所罕见的至宝流云驹，更是不容旁人触碰，否则手碰了剁手，脚碰了剁脚。可是现在我坐在马背上了，这岂不是要把我的屁股给剁了？宁王恕罪，我……别动！蓝夜云突然翻身上马，坐在他的身后。我耐心不好，记住，不要挑战我的底线。唉，宁王生性爱洁，我这一身血污怎能……我说能就能，洁不洁在于心，不在衣裙。这是什么意思啊？是说我心洁？你也认出了我？我说过，你的清冷孤傲，世间无双。我原本不希望你这么快便知道那个人是我，但也觉得恐怕瞒不过你。既如此，你为何不将你的气息改变一下？我不必。好个霸者无双，佩服。我是灵狐的主人一事，不希望别人知道。啊？灵狐？什么灵狐啊？我怎么没见过？蓝夜云表示满意。我不是在求你。我知道你在威胁我嘛，我打不过你，只好受你的威胁喽。你的医术是从何人？自学，本是为了解闷儿，从未想过做什么神医。若是别的，没事。没事才怪，倒也不打算追问。若是能说，蓝夜云自会开口，否则问也没用。咱家主子一向爱干净不说，关键是惜字如金，冷酷无情，却从不近女色。今儿怎么全都破例了？难道主子今年命犯桃花，春心终于开始萌动了？你怎么知道秦若素和她腹中的胎儿还活着？下人失手，白夫人的遗体掉落在地，恰好被我看到她腹中的胎儿在动。再综合其他一些症状，我便知道他们或许还有救。那你又怎知胎儿是个女孩？因为我用电子芯片给她做过 B 超了呀。靠经验判断，对经验丰富的医者而言，这一点并不困难。
不过宁王又怎知我一定能救他们？因为我怎么看你都不像活得不耐烦的样子，应该不会自寻死路。是，多谢宁王，请。别忘了，你还欠我什么？我知道，冰魂血魄的解药嘛，忘不了的。虽然从未与宁王见过面，却也知道他不但生性爱洁，而且从不与任何人亲近。今日怎会如此破例？难道是因为怕我出了意外，无法帮他配置解药，才会施以援手？或者瞧他与白少峰关系匪浅，莫非是因为我救了他妻女的缘故？不久之后，楚寒征才知道蓝夜云与白少峰的确关系匪浅，而究竟匪浅到怎样的程度，却是他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了。什么？楚寒征救活了秦若素母女？什么？宁王与那个丑八怪共成一计？正是高元昊异母同胞的亲妹妹高雨蝶。游泽安，你给本公主说清楚，宁王果真与那丑八怪共成一计？是，属下不敢欺瞒公主。本公主不相信，你一定是看错了。宁王怎么可能看上那个废物白痴丑八怪？不可能，不可能！泽安，消息可靠吗？秦若素可是被太医院所有太医判了死刑的，怎么会母女平安呢？千真万确，如今整个都城恐怕都传遍了，右丞相府更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简直比大过年还热闹呢。当日写下休书时，那丑八怪说他一直在自学医术，很快就能恢复容貌，我还嗤之以鼻。想不到他果真有起死回生的本事，恢复容貌岂非大有可能？不过那又怎样？瞧他那整天战战兢兢、哆哆嗦嗦的样子，即便恢复了容貌，也未必美到哪里去。太子哥哥，我先走了。死心吧，你没机会的。蓝夜云如果看得上你，又怎会等到今天呢？启禀殿下，靖远侯求见。让他进来。殿下，这么长时间了，您为什么不来看我？叫我好等。汉邸不得无礼，臣参见太子殿下。不必多礼，不知靖远侯此番前来有何指教？请殿下恕臣无礼。不知殿下打算何时娶小女过门？靖远侯也听到那天令爱当众说了些什么，何况他如今这个样子，让本宫如何娶她为妃？殿下，这是在怪我了。那我倒要问一问，那些药是从何处而来？又是谁让张氏兄弟给大姐下药？我腹中所怀又是谁的骨肉？若不是殿下给的药如此猛烈，我又怎么会变成如今的样子？此处没有外人，本宫便直言不讳了。本宫所做的一切，还不是为了与你的将来吗？可你毕竟当众羞辱本宫，又叫本宫如何在人前立足？殿下，我是被人陷害的。殿下若不负我，我们便可统一口径，就说是有人对我使用了摄魂术，我才会胡说八道。才怪，这样倒是个办法。如今也只能尽可能保证知道此事的人越少越好，免得你再受人议论。殿下放心，我知道，当时在场的也不过寥寥数人，他们绝对不敢乱说的。那就好。既如此，你早些回去歇息，本宫一定会尽快将你接进东宫的。敢威胁本宫，找死！殿下真的要娶她吗？娶她？行，除非本宫脑子有毛病。启禀太子殿下，11号那边有密信传来，快呈上来。蓝夜云表面看起来清高的不得了，背地里居然也会做这种事儿。殿下怎么了？有好戏看。泽安，你听着。声音突然低了下去。尤泽安一边仔细聆听，一边不住地点头。他拿起那块洁白的毛巾，轻轻捂在了肿块上。没错，就是他，一切都是因为他。难道之前正是因为这颗珠子导致他经脉不通？否则为何珠子刚刚取出便畅通无阻了？这笑话解释废柴不是？4星5星了不起是不是？姐就是一步登天，练个9星给你们看看。韩哲，果真是你救活了白将军的妻女？昨天的事了，你才知道？是。天哪，原来你的医术已经……那边是白将军刚刚派人送来的谢礼，还说以后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派人通知于他，他随叫随到。没有必要，送回去吧。白将军说了，让你务必收下，还说你如果不收，他便上门跪谢，直到你肯收下，他才会起来。不至于吧？
矫情，不知道怎么走了狗屎运，瞎猫碰到死耗子罢了。哼，若是把人家妻女治死了，我看你……安迪，不许胡说！韩正，没想到你果然自学成才了，真是可喜可贺。不过说起来，我怎么觉得你似乎又变了些？是吗？是啊，瞧着走路特别轻，这气质嘛也更优雅了，简直胜过了你娘亲年轻的时候。不说了，吃早饭吧。宁王一向孤高清傲，很少与人来往，尤其不近女色。万一他不肯见，烦请通报。晋国大小姐，大小姐请进。哎，这位大哥，你认识我？啊，认识。白将军之事以后，一身白衣，白纱遮面，已经是大小姐的招牌。旁人模仿得了这身装扮，模仿不了大小姐的气质风华。这么悬？听闻宁王一向不愿见客，纵然你认得我，是否也该通报一声？万一……没有万一，这是王爷的吩咐。王爷一向不愿见客是真的，但早已吩咐属下，若是大小姐来访，直接放行，时间不限。为什么？属下不知，大小姐若想知道，直接去问王爷。有了。这么快就找到了这里，本事不小。宁王过奖了。找我有事吗？冰魂血魄乃世间奇毒，解药的配置自然需要一定的时间，好搜集药材。而且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位9星女子高手的几滴血作为药引，且这女子必须是处子之身。9星高手？是啊，涅槃大陆虽然崇尚武德，以武为尊，却很少见到9星高手，更何况是女子。不过宁王走遍天下，见多识广，想必知道一些风尘艺人的下落，我才特地前来请教。此事交给我，你只管搜集其他药材。是我不该吃了你的赤焰丹，怎能让你跋山涉水？就这么定了，有关我自己的性命，还说什么跋山涉水？那就有劳宁王了。我太子殿下到。宁王，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是楚寒征？正是臣女，见过太子殿下。这怎么可能？雪白的面纱遮住了容颜，却遮不住清雅高贵的气质。这女子简直就是一朵天山雪莲，洁净清雅，如此绝代风华，怎么可能是个战战兢兢的丑八怪？臣女告退。站住！楚寒征，你可知罪？臣女何罪之有？你分明早就与宁王暗通款曲，才故意装成原先那副卑微怯懦的样子，好让本宫以为你没有资格做太子妃，从而与你解除了婚约，是不是？殿下，臣女佩服你的想象力，只不过纵然臣女有此痴心妄想，宁王却是心比天高，岂是臣女想攀附就能攀附的？你当本宫是白痴吗？你二人若无私情，你怎会偷偷摸摸出现在宁王府？青天白日，臣女堂堂正正上门拜访，何来偷偷摸摸？总之你欺瞒本宫，本宫绝不轻饶。来人，将楚寒征带回东宫，听候本宫发落。动一下试试。蓝夜云，你想造反？不想，只不过你与楚寒征已经解除婚约，自此婚迎嫁娶各不相干，他与谁有情，岂非他的自由？世人皆知你从不近女色，今日却对楚寒征诸多回护，还不承认你们之间有私情。既如此，我不妨回护到底，也好坐实暗通款曲的罪名，免得你再费心捏造其他的证据。所以你今日想带走楚寒征，不可能。你蓝夜云，你简直大胆放肆！王爷，怎么了？蓝夜云的贴身侍卫苍漠，灵力修为7星，是蓝夜云不可替代的左膀右臂。今日若不是冒昧来访，也不会给他惹来这么大的麻烦。既然事情因我而起，自然该由我负责，不敢累及宁王清誉。太子殿下，臣女跟你走就是。算你识相。来人！殿下，出事了。什么事？适才属下等在府门口等候殿下，不想与府中的侍卫发生冲突，一语不合，双方便交了手，却不小心毁坏了府门口的影壁墙。毁了便毁了，难道本宫赔不起吗？不是的，问题是影壁墙的一角塌落之后，居然从里面掉出了一些什么人骨。影壁墙的夹缝中藏有一具已经成为骷髅的尸体。骷髅尸体？什么？有这种事？蓝夜云，你居然杀人藏尸，该当何罪？太子殿下这话说早了吧？就算尸体出现在宁王府，又怎见得一定是王爷所为？说不定是有人蓄意陷害。大胆！此处哪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宁王府戒备森严，
莫说是人，连这苍蝇都飞不进来。谁有那么大的本事，可以在宁王的眼皮子底下蓄意陷害？走，去看看。王爷，怎么办？哪来的骷髅尸体啊？稍安勿躁，看看再说。启禀太子殿下，原来夹缝中有2具骷髅尸体。什么？2具？蓝夜云，你果真心狠手辣，居然做出这种事情！你杀人藏尸，证据却藏，还有什么话说？人不是我杀的，尸体不是我藏的，我有什么话说？大小姐，王爷的意思是让属下保护于你，免得你被无辜牵连。我知道，可是证据就在眼前，你当然没话说。身为王爷却如此草菅人命，简直罪不容诛。你宁王府所有人更脱不了干系。来人，将宁王及其属下全部带回，送官查办。等等，太子殿下忘了吗？王爷是有免死金牌的。好，蓝夜云有免死金牌，本宫动不得，其同谋却难逃一死。来人，将所有人拿下问罪，查抄宁王府。你们好像忘了这是什么地方？说话间，他一直垂在身侧的右手缓缓抬起，指缝间白芒闪烁，逼人的寒气瞬间射向了四面八方。殿下小心，是参云冷月诀。可是今天他却一出手就是足以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残云冷月诀，足见的确动了真怒。蓝夜云，你敢？本宫身为太子，你敢妄动？我不敢，只不过是你逼我的。放肆！你杀人藏尸，他们却隐瞒不报，分明是同谋。你要护短不成？你不知道护短是我唯一的优点吗？所以总得发挥的淋漓尽致一些。皇上驾到！残云冷月诀，宁王，你这是？快保护皇上！父皇，蓝夜云要谋杀儿臣，他要造反。造反？是，儿臣无意中发现他杀人藏尸，要将他拿下问罪，他却因此恼羞成怒，仗着一身绝学要杀儿臣灭口。这不是造反是什么？你当皇上是白痴啊？这种鬼话也说得出口？杀人灭口，这怎么可能？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证据确凿，没有误会。父皇您看，这就是被蓝夜云杀掉的2人，尸体一直藏在隐蔽墙的夹缝中。宁王，你可有什么解释？大小姐不要去，残云冷月诀不比其他，一旦出手，不见血绝不空回。你若贸然上前的话，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宁王，其实我能证明你是冤枉的，你能息我一次吗？他连本宫的命令都不听，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能？你是楚寒征？参见皇上，臣女楚寒征，臣女有事请教宁王，这才登门拜访，却被太子殿下误会臣女与宁王有什么私情，正纠缠间，又意外发现隐蔽墙的夹缝内藏有已变成骷髅的尸体，才导致如今这局面。既是登门请教，说什么私情？元昊，你也太莽撞了。父皇，他们……父皇教训的是，儿臣不敢了。这2具骷髅尸体到底怎么回事？回皇上，臣女已发现一些端倪，只是证据还不够充足，皇上能否恩准臣女再详细瞧瞧？朕已说过，宁愿相信这是一场误会，便等你片刻。多谢皇上。父皇搞什么鬼？不是早说过宁王留不得吗？不借此机会将他彻底铲除，居然还给他翻盘的机会。难道父皇也是顾虑免死金牌，才不愿轻易与蓝夜云撕破脸？可他又为什么那么相信楚寒征？他说瞧瞧，就让他瞧瞧。果然军心难测，实在太莫名其妙了。这女人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她以为是在缝衣绣花吗？居然对着一地人骨玩得津津有味。更可恨的是，这一切都是为了蓝夜云，为了她连如此恐怖的事情都做得出来，还敢说没有私情？分明早就勾搭成奸，才故意骗本宫解除了婚约。你等着，本宫绝不会善罢甘休。好了，皇上请看。楚寒征，你居然能完整的拼回原状？是，皇上有所不知，这些年臣女一直在自学医术，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若非熟知人体结构，臣女如何治病救人？有道理。那么你所说的证据在何处？便在这里了。根据臣女的经验判断，这2人死了至少已有20年，不知那时宁王多大？5岁，我今年25。皇上相信一个5岁幼童能够杀死2个成年人，再将尸体藏在隐蔽墙的夹缝中。原来，谁说5岁幼童杀不了人？他杀人之后，完全可以指使旁人藏尸，无需亲自动手。
太子殿下说的有道理啊，但据臣女所知，这座府地是7年前皇上才赐给宁王的。不知20年前宁王如何指使旁人将尸体藏到别人家的隐蔽墙内。也就是说，这2人被藏入夹缝中时，在此居住的人是周景昭，难道杀人藏尸的是他？是不是他，臣女不知。不过臣女发现尸体上有一些细微特征。这具尸体身形娇小，从骨骼的发育状况来看，是个20岁左右的年轻女子。皇上请看，这女子口中缺了一颗牙齿，左臂臂骨和左腿腿骨均有断裂过的痕迹。不过因为医治得当，恢复的还算不错。你说什么？不知骤然想起了什么，高林诺居然瞬间变了脸色。你没有看错？绝对不会，这3处特征都显示得十分明显。还有，她的下肢骨骼显示，此女生前应该很喜欢骑马，或者因为某种需要常年骑马。再看这2处断骨的特征，臣女认为她可能是在骑马之时不慎跌落，才会伤到骨头。高林诺的脸色居然已经开始发白。还有什么？还有，这女子颈骨断裂，显然是被高手重击所致，而这正是她死亡的原因。继续。接下来是她，这具尸体体型高大，从各方面特征来看，是个30岁左右的年轻男子。与这名女子一样，他也曾常年骑马，所以下肢骨骼与普通人略有不同。而他死亡的原因则是头骨碎裂，同样是重力击打所致，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伤痕。不过这男子有一个比较异于常人之处。何处？脚。皇上请看，这男子的右脚有6根脚趾，乃是天生的足部畸形，不过并不影响日常生活。皇上，莫非你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身份？退下。宁王，你一向聪明绝顶，也已经猜到他们的身份了吧？温贤妃。什么？就是那个与太医私奔的贱人？闭嘴。不错，如果楚寒征所说属实，这2人应该就是本已私奔的温贤妃和太医霍七言。既然是他们，便说明当年之事另有隐情，他们恐怕是被人所害。这件事朕定会查个水落石出，但若有一字泄露出去，臣会守口如瓶，否则以死谢罪。楚寒征，他若出了纰漏，算在臣头上，臣一样以死谢罪。他是为了帮臣洗清冤屈才牵扯进来，臣有这个责任。好，楚寒征，你虽是柔弱女子，这份胆识却是不输给任何人，朕佩服。臣女不敢。父皇，就这么算了吗？不然呢？说什么请朕来看一场好戏，顺便出了朕的眼中钉，这就是你说的好戏？儿臣怎么知道楚寒征竟然会在，还坏了大事。若不是他，蓝夜云难逃杀人藏尸的罪名，就算杀不了他，废为庶民也够他受的。看他还能掀起什么风浪来。父皇，其实您何必听楚寒征胡说，就说是蓝夜云杀人藏尸，看他敢不敢。你当朕像你一样没脑子吗？单凭2人已经死了至少20年这一点，蓝夜云就没有杀人藏尸的条件，何况骨骼上的细微特征同样瞒不过蓝夜云。若硬指他杀人藏尸，未免难以服众，还会引起他的警觉。都怪楚寒征这个贱人。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从哪里学到的这手本事？儿臣敢打赌，整个太医院都没有人能将2具骷髅恢复原状，更不可能发现那些细微特征。难道他的医术果真到了如此神奇的地步？总之你以后少跟蓝夜云正面冲突，不是朕瞧不起你，你根本就不是他的对手，小心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儿臣知道了，多谢父皇。可是父皇，您就任由蓝夜云？这些事朕自有定夺，无需你操心。当务之急是将此事彻查清楚，朕倒要看看是谁在朕眼皮子底下翻云覆雨。父皇，儿臣显然是被骗了。楚寒征分明是跟蓝夜云勾搭成奸，才故意装出那副卑微怯懦的样子，骗儿臣跟他解除了婚约。儿臣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请父皇恩准。准什么准？你给朕消停点。你与楚寒征既已解除婚约，他与蓝夜云有没有私情已与你无关，就算果真是他骗了你，也是你不够精明，活该被骗。可是父皇……好了，这也算是教你学个乖，以后做事别那么莽撞。至于楚寒征，你就别再记挂着了。莫名其妙，真是莫名其妙。不就是个女人吗？给我就是了，说那么多干什么？父皇今天怎么这么奇怪？进去坐坐。不敢打扰了，险些连累宁王清誉，实在抱歉，告辞。清者自清，怕什么连累？
今日之事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日后若有需要，只管开口，只要我有或者我能做到，无有不应。宁王，你受了伤？是内伤。大小姐，属下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残云冷月诀一旦出手，不见血绝不空回，要么是敌人的血，要么是自己的血。自己的血？是，残云冷月诀必须全力施为，若是半途收回，内力反挫之下，必定震伤自己，见血方休。宁王恕罪，我委实不知。只是既然如此，你为何如此相信我能替你洗刷冤屈？万一做不到，岂不是白白受伤？我已说过，你冰雪聪明，绝对不是喜欢自找麻烦的主。何况若是没有几分真本事，没人敢在我面前指手画脚。所以这个险值得一冒。过奖了。其实就算没有我，宁王也不能对太子做什么，顶多将他吓退而已。宁王有伤在身，还是休养为要。告辞。王爷走远了，那么舍不得，方才怎么不挽留啊？留得住的无需挽留，留不住的挽留何用？话说回来，大小姐是真的了不起啊！至少我就做不到，将一堆人骨哗啦哗啦摆成2个完整的人形，简直是……我说的不对吗？对，至少我也做不到。嘿嘿，所以说，大小姐为你也算是豁出去了，你却只有一句空话，是不是太不够意思了？至少得拿出点实际行动来。有道理。此番立功不成，是不是觉得很可惜？11号，原来王爷早就认出了我，既如此，为何一直不曾揭穿？能让你知道的都不是秘密，真正的秘密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既如此，我为何要揭穿？既然知道我的身份，你去吧，不值得我动手的人，我向来不杀。回去告诉你的主子，想对付我，你这种级别还远远不够。你以为这句话我不曾说过吗？只是太子殿下不肯听从罢了。夜月华如水，楚寒征刚要上床歇息，鼻端却突然传来一股熟悉的清冷。宁王，宁王营夜来访，有何吩咐？这个给你。什么？啊，好漂亮啊！喜欢就好，收着吧。这玉戒是我贴身之物，见他如见我。不管你有任何需要，凡宁王府所属，莫敢不从。我不能要，无功不受禄。你有功，何况我送出去的东西从来不会收回。宁王何必如此？我那只是举手之劳。你那是会者不难，不是每个人都有拼骨成人的本事。何况我这样做不只是为你，也为了我自己。哦，你医毒双绝，胆识过人，又身负配置冰魂血魄解药的重任，就算是为了我自己这条命，你也不能有丝毫差错。人这一辈子，谁也不敢说永远求不到别人，留在身边，至少可备不时之需。既如此，我便恭敬不如从命了。记住，不必太高风亮节，即便是为了你自己，宁王府的大门也永远为你敞开。是，我知道了。宁王不俗，在你面前，我也不敢矫情做作。何况你说的对，人这一生，谁也不敢说永远求不到别人，有人可求，总比走投无路强得多。孺子可教，其实你该知足了。至少从小到大，我还从未跟哪个人说话说到口干舌燥。我也听闻宁王一向惜言如金，正奇怪现实与传言怎的不符。不是不服，是为你破例。没办法，拿人手短，普天之下我只欠你一个人的。一次说这么多话，还真不习惯。反正长夜漫漫，宁王来都来了，不如我帮你习惯习惯如何？继而一声冷笑。呵，给你几分阳光，你真敢灿烂是不是？知不知道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不是吧？说翻脸就翻脸了？知道啊，只不过我有玉戒在手，你有求必应，我还有什么好怕的？我说过，普天之下我只欠你的，所以你是我唯一的债主，我非买你的账不可。想怎样？没什么，我只是有些好奇，想问问温贤妃是怎么回事。屡见不鲜的争宠戏码罢了。好恶毒的妇女，为了一己之私，竟杀人藏尸，毁人名节，实在该死。尤其香贵妃还享受了那么多年的荣华富贵，温麒麟却含冤莫白，真是太不公平了。这个世界本就不公平，很多人都占据着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照样心安理得。哼，世间万物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即便暂时被人拿走，早晚也得还给他真正的主人。小到富贵荣华，大到整个天下都是如此。你怎么知道我知道温麒麟的事？你是威震天下的宁王啊，我想这天下间你不知道的事情恐怕不多。你倒看得起我，记住，玉戒不要随便展示给外人，免得惹麻烦上身。我可不是爱贪小便宜的人，
大不了等配出解药，连他一起交给宁王。韩正，如今你可是咱们京城的大红人了。那皇上赏给你的，说你为温贤妃平反有功，特赐嘉奖。又是一箱珠宝，足够开一家珠宝店了。我哪用得了那么多啊？叫人抬到库房，谁喜欢谁用吧。哼，谁稀罕你的东西？有什么了不起？闭嘴，没什么了不起，怎么不见你有这样的本事？韩正，快去换衣服，我们立刻入宫为皇后贺寿。哦，贺寿，难怪一个个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往年我都不曾去，是皇后特意嘱咐的。皇后说想见见你这位起死回生的神医，特意嘱咐我务必带你一起入宫。快去更衣吧。楚寒正无奈，只得回房换了一身浅蓝色的素雅衣裙，依旧白纱遮面，打扮得这么妖，你这是打算去勾引谁啊？不许胡说，走吧，时辰差不多了。楚云霄，哎呀，太子殿下若是看到大姐这般样子，恐怕会后悔退婚的决定吧。很有可能，不知道这丫头究竟怎么回事，一夜之间居然完全变了一个人。若是被太子看到又怎么样？我才不怕，他再怎么样也是个丑八怪，以为换身新衣就变成仙子了？哼！也是，丑八怪始终是丑八怪，看到那张脸就想吐，说什么后悔。母女二人当时兴致缺缺，没了挑拨的兴致。原来是大小姐，少峰有礼了。救命之恩不敢或忘，少峰生生世世铭记于心，以图厚报。将军免礼，举手之劳罢了。幸亏上天垂怜，我才幸不辱命，否则真不知该如何向将军交代。不，萍水相逢，大小姐却甘冒奇险，少峰佩服。昨日少峰对大小姐多有不敬，还不曾当面谢罪。将军不必客气，当时情景换作是谁都难免心存疑虑，实乃人之常情。多谢大小姐体谅，幸亏王爷及时赶到，否则少峰只怕要懊悔终生了。当机立断，令出无人敢为，霸者本色。在大小姐看来，王爷是霸者？不止。哦，还有什么？勇者无惧，霸者无双，智者无虑，仁者无敌。宁王是兼而有之，所以王者无华。天地间万事万物，只有他不想要的，没有他得不到的。大小姐就不怕这些话传到皇上耳中，祸及王爷不说，还会累及己身？我不会自找麻烦，你不会出卖宁王，这些话永远没有机会传到皇上耳中。怎见得我不会？或许连你自己都不曾发觉，你在看着宁王的时候，眼中有着誓死守护的不离不弃，你们之间一定还有一层不为人知的关系，而这层关系决定着你随时准备为宁王去死。虽然怎样？虽然你知道比起为他死，宁王更希望你为他而活。宁王不俗，他必定知道人只有活着，不离不弃才成为可能，所谓守护也才具有真实的意义。大小姐，真正不俗的是你，少峰佩服。不敢，希望我没有多嘴。见过白将军，大小姐，老爷有请。他真的这样说？千真万确。怎么样？有没有一种被人揭开面具的感觉？何止哦，根本就是被人脱光了衣服才对。王爷，那您打算怎么办？很简单，他脱我衣服，我脱他衣服，他看到我多少，我看到他多少。我这个人做事一向公平。哎，那你可得悠着点儿，别把人家姑娘吓坏了。敢背后议论本王，他胆子不小。哼，楚寒征，我会让你知道，敢来招惹我的人，通常都要付出不小的代价。楚寒征，见过太子殿下，臣女还有事在身，失陪。站住！不用去了，不是靖远侯，是本宫找你。殿下有何吩咐？少给本宫装傻，你瞒得了父皇，瞒不了本宫。说，为何装出那副卑微的样子，骗得了本宫一纸休书？还来，你有完没完？殿下误会了，臣女因为经历非常，一贯战战兢兢是真，之所以变成如今的样子，正是因为殿下所赐的一纸休书。怎么说？唉，臣女承蒙天恩，被皇上钦点为太子妃，如此恩宠，本应万分珍惜。可是臣女却因为容貌丑陋，又不能习武而自暴自弃，这才受尽欺凌嘲笑，到最后更令太子殿下颜面尽失，赐下一纸休书。这个时候，臣女才猛然醒悟，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了。果真如此？正是，如果再不改变，我将继续被人看不起。莫说继续得到，就连原本属于我的也会失去。太子殿下不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吗？
之前你跟本宫说正在想办法恢复容貌，如今怎么样了？啊，臣女正在尝试，不知能否成功。揭了面纱。臣女刚刚尝试着把宠块切除，如今的样子仍然十分恐怖，不敢惊扰太子殿下。本宫不是那么胆小的人，本宫是念在你我的旧情上才对你如此客气。你既不领情，那本宫就自己动手了。太子殿下何必强人所难？你我已经解除了婚约，臣女容貌究竟恢复得如何，似乎与殿下无关吧。说话间，一点细若微尘的粉末倏地凝没在了高原浩的袖口。婚约虽已解除，但若要恢复，也只是本宫一句话的事。你若识相，趁早……一股突如其来的奇痒突然自手臂上泛起。哎呀，好痒！怎么回事？哎呀，太子殿下，怎么了？要不要宣太医前来？你闭嘴！痒死了！楚寒征，你给本宫等着，本宫还会再来找你的。殿下，怎么了？这衣服有古怪，快回去查查是哪个不要命的，敢暗算本宫。是。此药名为抓心挠肝，虽不致死，却足以令人痒到发狂。楚寒征何在？臣女在。你是楚寒征？本宫听闻你医术超绝，能够起死回生，特请你前来一见。我乌马帝国人才济济，真是可喜可贺。臣女不敢，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臣女也是尽力而为，不敢说医术超绝。神迹在手，却不恃才傲物。好，来人有赏。其实今日邀众位爱卿前来，除了给皇后贺寿，更是为了了却朕的一桩心事。心事？宁王为国征战多年，立下无数汗马功劳，却一直孑然一身。尤其如今的后果，还是因为朕的失误造成的。朕每每思之，往往夜不能寐。皇上言重了，是臣不是朕的责任，朕不会推卸。为了弥补朕的过失，朕已求大祭司允准，当着众位爱卿的面找出你的真命天子。来人，请大祭司。皇上这又何必？臣一定要。几年来，这件事如同朕心上的一块巨石，让朕日夜难安。幸好大祭司提醒说，阿依莲应该并非你的真命天子，朕才想用这样的法子找到你此生的良人。只要你二人过得幸福，朕心愿已足。大祭司，开始吧。稍安勿躁，静观其变。高陵诺，你究竟想做什么？高雨蝶心中不停地尖叫：是我，一定是我，只有我才配得上蓝夜云，是我，怪，是我。镜面上终于缓缓浮现出了一个名字：楚寒征。楚寒征，怎么回事？难道天之镜果然如此灵验？不可能，胡说八道！那个白痴废物丑八怪怎么配得上宁王？简直是笑话！不得放肆！此乃天之镜占卜的结果，是天意。说什么不可能？还不快快退下！父皇，这个信不得！宁王人中龙凤，唯有儿臣这样的身份才配得上他，哪里轮得到那个丑八怪？分明是天之镜胡说八道，混淆视听。依儿臣看，八成是那个丑八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早已暗中买通了大祭司，让他在占卜时作假。大胆，一派胡言！大祭司乃我乌马帝国的守护神，连朕都要心存敬畏，你居然亵渎于他，实在罪该万死！来人，掌嘴20，以敬校友。皇上，雨蝶他……求情者同罪。来人，掌嘴。父皇，你疯了！儿臣是您的女儿，您不能……死奴才，你敢打本公主？小心！哼，敢对大祭司不敬者，这便是下场。无论什么人，朕都绝不轻饶。是，臣等不敢，皇上英明。朕教女无方，实在惭愧之极。宁王，大祭司已经占卜出了你的真命天子，你意下如何？好，你答应？臣不想被掌嘴，所以不敢质疑大祭司的占卜结果。你还真是什么话都敢说。楚寒征，你的意思呢？我也不想被掌嘴，先答应再说吧。既然天意如此，臣女也不敢辜负，唯有尽力恢复容貌，以免太过亵渎宁王天人之姿。好，盼你二人彼此怜惜，不要辜负了这份天赐的姻缘。
楚寒征与传言中似乎有些不同，尽管遮住了脸，气质却是不俗。单就这一点而言，倒配得上宁王。宁王聪明绝顶，难保没有起任何疑心。就算他再聪明，又怎么能够想到被世人奉若神明的大祭司竟然会在天之镜上做手脚？若非1年之内，天之镜只能帮同一个人占卜1次姻缘。朕倒真想知道宁王的真命天子究竟是谁？真的是你吗？可为何你的命盘性格如此奇特，竟连我都无法完全看透？但愿我不曾看错。靖远侯，你先走一步。先说好，我绝对不曾买通大祭司。还用你说？莫说是你，连我都没可能买通他作假。但当公主质疑大祭司的占卜结果，并说他作假时，皇上的反应未免太大了些，好像被踩中了痛处一样。这说明什么？说明可能真的有人作假，只不过这个作假的人不是我，而有可能是……没事，别那么聪明，容易短命。宁王比我聪明得多，早已想到这一点，怎的不怕短命？我有说过不怕吗？那你又没是那么聪明。苍墨啊，那个主子，您有什么吩咐啊？没有，这门婚事你怎么看？不能改变吗？皇命难违，怎么？你介意我心里有别的女人？唉，或许全天下都相信了你的故事，但请恕我直言，你根本不懂情爱。那个女子也从未走进过你的心里，至少目前为止，你根本不曾为任何女子动心动情。如果我没有猜错，这个故事应该是你刻意编造出来的，用这样的障眼法来达到某种目的。别逼我杀你。你不会的，否则早就动手了。不过你如此杀气腾腾，是否说明我摸到了真相？我猜你现在两手冷汗。猜对了。不是不怕死吗？腰杆挺得那么直。除了死人，没有人是真正不怕死的。但我并不想窥探你的秘密，只是想告诉你，我希望取消这门婚事，只是因为我根本配不上你，而并非介意什么。怎见得配不上？你是皓月当空，我这区区萤火之光，哪有资格与你齐辉啊？我这人或许一无是处，但至少有自知之明啊。那是天之镜占卜的结果，是天意。情之一字，问的是心，不是一面镜子。心若不答应，天也勉强不得。何况那究竟是不是天之镜的占卜结果，还有待证明。不过既然圣意难违，不如我们约法3章。说来听听。互不干涉对方与真正喜欢的人在一起，互不干涉对方要做什么，互不探望对方的隐私，如何？那么肯定我不是你真正喜欢的人。恰恰相反，是我不是你真正喜欢的人。击掌为誓，你从哪里看出我不懂情爱，更不曾为任何人动心动情？眼睛，眼为心之窗，你的眼睛折射出了内心的冷酷，这一点很多人都看得出来。但是为情所伤之后的冷酷和从未动心动情的冷酷是不同的，你恰恰属于后者。你可以走了，不过记住，没事别那么聪明，真的容易短命。是，受教了。宁王请。我还以为你就是世间最冷酷的人了，想不到这位楚姑娘比你还冷。她不是冷，是凉薄，根本不在乎任何人，更不在乎我。我是妻妾成群，还是从未动心，对她来说都没有任何区别。我至于她，与陌生的路人并无两样。这话味道不对啊！主子莫不是对楚姑娘感兴趣了？这种心性的女子的确是第一次见到，不知关于她卑微怯懦的传闻是如何广为人知的。不要拆话题啊！我问你，是不是对她感兴趣了？再问一次。算了，事不过三，属下懂规矩。太长时间没有收拾你，我看你是忘了规矩了。楚姑娘不拿你当盘菜，又不是我的错，拿我出气干什么？宁王，你给本宫站住！公主，你闭嘴，滚开！本公主要与宁王当面谈，你这个贱奴才还不配跟本公主说话。主子，您看这，叫他让开。宁王，你别太过分！本公主是给你面子，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还不快快下马！公主，王爷请你让开。大胆奴才，你敢无礼！本公主偏不让，你能如何？主子，他不让。好痛！宁王，你敢对本公主动手？你这不就让开了？走。公主！韩正，这可怎么办？宁王对阿依莲一往情深，你又是这个样子，他怎么可能对你好？我这个样子嫁给谁都一样，无所谓。怎么能无所谓呢？这可关系着你一生的幸福。不过你与宁王的姻缘是大祭司占卜出来的，照理说不会错。这楚寒征又笑了笑，什么也不曾说。回到靖远侯府，
有什么了不起？宁王喜欢你才怪。哼，宁王再厉害，也不过是臣，太子殿下是君。宁王再不喜欢又怎么样？那可是大祭司占卜出来的。哼，大姐，恭喜你得到了一桩美满姻缘，希望你们百子千孙，长命百岁。多谢妹妹吉言，我做了宁王妃之后，定然不会忘了你们的好处。从前你们是如何对我的，我必定会加倍奉还，绝不会让你们失望。三娘，既然我很快就会出阁，我娘留给我的嫁妆，我想清点一下。不行，为什么啊？我是说不用清点了，都好好的呢。这些年有劳三娘帮我保管，真是辛苦了。不过我出阁在即，清点整理一下也是应该的。你既不放心，去清点清点也好。不过今日天色已晚，我瞧你也面有倦色，不如先好好休息一下，明日一早再行清点如何？好，那我就先回去歇着了，你们聊吧。本以为韩正一生就这样度过了，想不到居然还有这样的姻缘在等着他。希如，明日将雪带留给韩正的嫁妆好好清点清点。是，老爷，我知道了。可恶，拍桌子有什么用啊？还是快想想办法吧。那些珍宝去了哪里，你我都心知肚明，难道还能吐出来吗？哎呀，这可怎么办呀？如果老爷知道嫁妆被我们拿走了，会不会把我们全都赶出去啊？那怎么办啊？这个白痴是不能留了。三姐，你也真是的，这么点小事你自己完全没问题，何必把我也叫来？这事儿是咱们姐妹一起商议的，你别想置身事外。走。哼，好了，动手。走。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来人呐！好好的怎会起火？糟了，韩正！老爷不可，火势太猛，小心伤了身子。韩正不会武功，哪有本事火场逃生？我要去救他。为了那个废物，你居然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怎不见你对另外几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如此用心？韩征固然要救，老爷深悉整个靖远侯府，更是出不得丝毫差错，让他们尽力抢救也就是了。快去！若能平安救出韩征，赏银1万两。韩征，快出来！出来！小姐，小姐，你怎么样？天哪，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这火是如何烧起来的，大小姐一直未曾出来，怕是……不会的，小姐吉人天相，得上天庇佑，绝对不会出事。我要去救她。我就在这里，你要去哪里救我？小姐，你没死。你也说我是得上天庇佑的，哪有那么容易死啊？太好了，小姐没事。啊，小姐，奴婢怎么觉得你好像不太一样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既然没死，有人恐怕就很失望了。啊，你居然没死！哼，很失望。我想失望的应该不止你一个人吧？那么厉害的迷药也会失效，这死丫头到底有多命大？韩征，原来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快告诉爹，你有没有怎样？要不要叫大夫？我没事，爹。这场大火烧得蹊跷，必须查个清楚。没错，一定要查清楚。来人，五妹要去哪里啊？莫不是做贼心虚？你说放火之人是云霄，这怎么可能？好好的他为何？是啊，爹，你别听他胡说，分明是这个贱人栽赃。我只是丑，但不贱，别再让我听到这个字。楚寒征，你太过分了！纵然云霄出言不逊，也只是因为你诬赖他在先，他才……这种霹雳弹，那江南烽火堂出品，御风即燃。但它有一个很大的弱点，便是接触过它的人，12个时辰之内，肌肤上会留有残迹，遇水泛黄。你扔进我房里的霹雳弹，虽然大部分爆炸燃烧，但仍被我接住了几颗。爹，劳烦您打盆清水。如果假手他人，五妹定会说我动了手脚。是与不是一验便知。如果是韩真胡说，我让他向你下跪认错，要杀要剐随你便。反之，要杀要剐，韩真说了算。爹，真的不是我，居然真的是你，混账东西！韩真，交给你了。不要！老爷怎能只凭几枚霹雳弹就定了云霄的罪？我看这根本就是栽赃嫁祸。如何栽赃？就算霹雳弹是韩征自己准备的，他如何神不知鬼不觉的让云霄碰到？这玩意儿御风即燃，危险之极，没有人会冒着生命危险拿在手中把玩。爹，说出来不怕你生气，火是我跟三姐放的，但我们却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靖远侯府。爹，五妹说的对。
一派胡言！你们当我是白痴吗？爹，不久之前我们姐妹几人出门游玩，曾偶遇玄真道长。然后呢？当时我们也是一时好奇，便请玄真道长替我们测算一番。结果他说，我们府上有一位小姐命格奇特，她的存在将会阻挡我们府上的运势，甚至会给我们带来灭顶之灾。有这种事？正是，当时我们也吓了一跳，立刻追问他这个人是谁。他虽然说不出姓名，却准确地说出了大姐出生的时辰。为了靖远侯府，我们才想化解这场劫难。江湖术士之言，岂能相信？靖远侯府之所以有今天，正是因为韩征，他怎会带来什么灭顶之灾？哎呀，爹，是真的！玄真道长可不是什么江湖术士，他预言奇准的。老爷，您可不能因为血债就放任楚寒征继续威胁靖远侯府啊！你们确定除掉我是为了靖远侯府？哼，我的存在阻挡的是靖远侯府的运势，还是你们的运势？什么？你怎么知？当然是靖远侯府。玄真道长如今就在云来客栈，我已查清楚一切。你们偶遇玄真道长是真，只不过他说我命格奇特，乃大富大贵之相，只要有我在，便会压住你们的运势。为了破解这一点，自然必须除掉我。韩征一向与世无争，哪里会阻挡你们的运势？心肠如此恶毒，我岂能容你们？韩征如何处置？你说了算。根据我朝律例，谋害嫡女者当送官查办。不行，谁敢动我的女儿，我跟他拼命！三娘，谋害嫡女你也有份，你自顾尚且不暇，哪有功夫撒泼呀？你，来人，将楚寒嫡、楚寒萧送官查办。你跟我来，我有话跟你说。三娘是想求情？是。韩征，我知道这事儿我们做的不地道，不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也不想再辩白什么，只想跟你做个交易。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关于你娘亲的，你只要答应不将韩萧送官查办，留他一条命，打他一顿出气也可以。如果筹码够高，可以商量。这一切都怪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你6岁那年，你娘因病而逝，不久便隆重下葬。但正是因为老爷给他置办的随葬品太丰厚，早已引得很多人的觊觎。你弟弟盗了我娘亲的墓，你先别生气，是他自作主张，我可什么都不知道啊。他进去之后，发现墓室内一切如常，但棺椁内什么都没有，娘亲的遗体不见了。是啊，随葬品一件不少，且整整齐齐，足以证明他是第一个进去的人。所以我怀疑你娘亲很可能还在人间。怎见的？或许只是他的遗体被人带走了。那当然有可能，不过我弟弟是盗墓老手，他一眼就看出棺盖是被人从内部打开的。这个人只能是你的娘亲。这件事还有谁知道？对天发誓，只有我和我弟弟。若是让老爷知道了我弟弟扒了你娘亲的墓，他还不得扒了我的皮？今日若不是为了韩萧，我一定会把这个秘密带进棺材里，不要让第4个人知道。我知道，我还想多活几年呢。那韩萧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现在你跪下求我。什么？有个转折，免得他们起疑，做个样子就好，不会阻止你的。大小姐，你就行行好吧。三娘，进去再说。韩征不必心软，居然为了一己之私，连亲姐姐都不放过。我没有这样的女儿。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谁也不愿意旁人挡了自己的阳光大道。他们这样做也算是人之常情。怎么，你……方才三娘险些给我跪下，念在她心意还算诚恳，不如小惩大戒，暂时不必惊动官府了。会不会太委屈你了？算是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每人杖责50，以儆效尤。啊，50？岂不是半条命都没了？何况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被一个白痴打板子，以后这面子往哪搁呀？你敢？哼，我不敢。杖责80。你韩萧，你给我闭嘴！大小姐肯饶你一命，也是格外开恩。你要真的想死，我不拦着。哥几个结结实实的打，若敢私下放水，与2位小姐同罪。几人连连点头。是。娘，救我！宁王，怎么你也来了？就是他要来，原本睡得好好的，突然就窜到这里来了。想我啦？我确定你是男孩子不假，不过你口味是不是太重了点？你怎样？没事，你都看到了。杖责80，你未免太……怎样？太狠？太残忍？太仁慈，
我以为依你的决，他们此番性命不保。决？我？论手段，你好像比我决得多吧？我决在手段上，你决在骨子里。楚寒君和楚寒迪就是最好的例子。你怎么知道是我做的？那晚你易容成环翠时，我已在窗外。至于楚寒迪，是我猜的。别告诉我，我猜错了。恭喜你，猜对了。你会去告密吗？就算只是名义上，你也已经是我的人。无论如何，我会护着你。别说这样的话，我会动心。为什么不愿动心？没有誓言，就没有背叛；没有托付，就没有辜负。所以心若不动，就不会伤。你心比天高，胸中自有一片天下，不是谁都有资格分享。为你动心，除非我嫌自己死得不够难看。若有需要，到宁王府找我，任何时间都可以。快走吧，你家主人脾气不大好，小心他打你屁股。咻！还不走？哦，调皮鬼，又大半夜往外跑。小白不对劲，他似乎可以感知楚寒征的状况。那么悬，难道楚大小姐才是小白真正的主人？我看你是思春了，忘恩负义的玩意儿。唉，完了，小白变心了。不过幸好你和大小姐很快就是一家人了，你的就是她的，她的就是你的，所以小白还是逃不出你的魔掌。嘿嘿嘿嘿，派一批暗影卫轮流护着他些。什么？暗影卫不是你的杀手锏吗？自己都舍不得用。嘿嘿，看来冰山要化了，可这也化得太莫名其妙了吧？你要见我什么事？这些我已经知道了。不过既然一切都是在应该发生的时候发生的，你又慌些什么？小白似乎叹了口气，又嘶嘶地说了些什么。哼，守护他们是你的职责，谁更需要你，你就留在谁的身边，这还用纠结？自己想办法，你已经不是孩子了。这个习惯还没改吗？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的。小姐，大小姐已经搬进了清雅居。我就知道，一定是他动了手脚，我不会放过他的。说也奇怪啊，那白痴根本连碰都没碰你一下，难道还能给你下了毒？要下毒，未必一定要碰到我。真正的用毒高手下起毒来，可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这么多年了，从来没听说过那白痴会用毒。我怀疑根本是上次把三姐调包的那个人暗中在帮他。这倒是有可能啊，不过那就更奇怪了，有谁肯这么不遗余力的帮一个丑八怪？莫非那白痴给了他什么好处？我不管，总之他让我颜面尽失，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否则难消我心头之恨。爹，我听下人说你搬回到清雅居了，过来看看。若不是五妹六妹烧了阁楼，我也没心思与他争这个地方。哼，这里原本就是你的，物归原主，天经地义，何况自作孽不可活，这是报应。唉，韩征，我知道并不是我的错觉，你与从前简直大不一样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三娘想让我嫁给大表哥那晚，我撞到脑袋晕了过去，醒来之后就觉得脑中一团清明，再也不像从前那样浑浑噩噩了。或许就是那一撞帮了我的忙。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倒算得上是因祸得福了。不过那个暗中帮你的人你可知道？当时我昏死过去，直到天亮还未醒来，根本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算了，既然他是帮你，那就暂时由他去吧。你既然平安无事，我也算对你娘亲有个交代。五妹他们火烧阁楼，是因为不想让我发现娘亲留给我的嫁妆已被他们挥霍不少，毕竟那些珍宝价值不菲。哼，贪财害命，死不足惜。东西再好，那也是你的，岂能据为己有？自古财帛动人心，不是谁都能抵御如此诱惑的。我倒是有些好奇，这些珍宝是娘亲从哪里得来的？自然是从你外公家带来的。你娘亲来自海外的人鱼部落，是族长最心爱的女儿，自然不会亏待了她。哦，既如此，娘亲过世之时，外公他们可曾前来？没有，雪代临死之前告诉我，不要将她去世的消息告诉他们，因为这是人鱼部落历来的规矩，嫁出去的女儿如同泼出去的水，无论生老病死都不得传消息回去，免得她的亲人徒增伤心。还有这种奇葩的规矩？真有这样的规矩？旁人也是这样说的？不知道，当初雪代嫁给我时，你外公外婆便再三叮嘱，只要我带她离开了，便再也不准回去探望。
如果机缘到了，他们会来看我们。这也是人鱼部落的规矩？我当时虽然也觉得奇怪，但既然这是他们的规矩，我自然应该遵从。那你当初跟娘亲是如何认识的？那年我出海公干，在一座孤岛上偶遇雪代，她说她是人鱼部落的公主，驾船出海游玩时不慎触礁，船沉入了海底，而她已被困孤岛2天1夜。我将她带上船，在她的指点下去了人鱼部落栖身的小岛，并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因为我跟雪代彼此一见倾心，你外公外婆也愿意成人之美，我便将雪代带了回来。那你可还记得去往人鱼部落的路？相当模糊，那条路我只往返过1次，还是在雪代的指点之下。如果让我再走一趟，恐怕根本找不到。人鱼部落的栖息地如此隐秘，想来是不愿轻易被人打扰。有可能，人鱼部落虽也属涅槃大陆的一份子，却向来独居海外，不受王朝管制。怎么突然对人鱼部落这么感兴趣？没有，娘亲毕竟来自人鱼部落，我想多了解一些。如果雪代看到你如今已恢复正常，不知会有多高兴。可惜对了爹，当年你去哪里公干才会巧遇娘亲的？明安郡，中间必须经过海上，才有了那次巧遇。眼见他已起疑，楚寒征自是不再多说。莫非容雪代根本不是什么人鱼部落的公主，未免身份被揭穿，才以这些奇葩规矩为借口？那么她到底是什么人呢？炮制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臣女楚寒征参见皇上，他怎么也在？免礼。楚寒征，想必你已经猜到朕选你入宫的原因了吧？我上哪儿猜去啊？臣女愚钝，请皇上明示。害羞了，好吧，朕就直言了。宁王想早日娶你过门，又担心你依然放不下那段前尘往事，因此朕要当面再告诉你一次，你们的姻缘乃上天指定，你大可放心。这怎么，你还是不相信大祭司的占卜结果？楚寒征，你可知道无论哪个人的姻缘都不能随意窥测，一旦天之镜给出了结果，就必须遵从，否则大祭司定会遭受天谴。皇上息怒，臣女并无此意。依臣女的条件，若能嫁得这样的夫婿，实在是3生3世都修不来的福气。臣女只是替宁王委屈。委屈？是，宁王人中龙凤，非云中仙子不能配。臣女实在是自惭形秽。大可不必，不妨告诉你，这一切宁王都不在乎，只要你不在乎他曾经心有所属就好。臣女不在乎。好，你2人尚未成亲，却已如此全心全意为对方着想，岂非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宁王，如今你大可放心的回去筹备婚事，朕与大祭司等着喝你一杯喜酒。是。另外，朕还有一事要说。宁王，你也知道雨蝶早已对你倾心，立誓非你不嫁。虽然你已经有了楚寒征，不过男子3妻4妾实属平常，因此他也是臣的真命天子吗？这倒不是。那就不要，臣只要楚寒征，请公主另觅良人。宁王是否再考虑一下？雨蝶对你确实一片真心。不必考虑，臣不要。蓝夜云，你放肆！本公主纡尊下嫁，你是莫大的恩宠，你居然不识好歹！皇上若无其他吩咐，臣便回去准备大婚仪式了。蓝夜云，你竟然侮辱本公主！不是她侮辱你，是你自取其辱。不是我侮辱你，而是你自取其辱。我是什么心性你知道，接受大祭司的占卜结果已是底线，其他的免谈。臣告退。蓝夜云，本公主给你时间考虑，你若够聪明，应该知道怎么做。你站住！是不是你从中作梗，宁王才不敢答应？公主了解宁王，就凭臣女这点本事，威胁得了他吗？哼，你知道就好。告诉你，本公主会是宁王的正妃。不过你放心，本公主大人有大量，只要你安分守己，不要妄图在宁王面前邀宠，本公主会留给你一个侧妃的位子。那就多谢公主了，臣女告退。可恶，一个残废的丑八怪而已，横什么？朕早就说过让你死心，宁王是不会答应的。儿臣就不信这个邪。父皇，您就干脆下一道圣旨，将儿臣指婚给他，看他敢不敢抗旨。不用看，他敢。别忘了他有免死金牌。还反了他不成？这乌马帝国总不至于成了他的天下。皇上为何如此心急，屡次催促我们完婚？他不是说了吗？若不遵从天之镜的旨意，
大祭司就会遭受天谴。大祭司能够预知乌马帝国的未来，皇上怎会容许他出世？哦，什么？你没说实话。因为事情我也不知道。那怎么办？娶你，要想知道皇上的目的，这是唯一的办法。好主意，就这么办。你不生气吗？为什么要生气？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啊。我把娶你当作验证皇上目的的手段，你应该知道，这无关情爱。有什么关系啊？你我之间的一切从来无关情爱，何况你总该记得我们已约法3章。你的心够狠，我倒有些好奇，你动心之后是什么样子？彼此50不笑100步，你的心比我更狠。楚寒遮，你知不知道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因为我的手段比我的心更狠。所以你高处不胜寒。无论怎样，我没有冒犯亵渎之意，你大可不必如此杀气腾腾。我的戒备心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我明白，所以才提前跟你约法3章，而且绝不违背。信不信你再提一次约法3章，我便将这个约定彻底废除。为什么？因为你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不要对你有任何痴心妄想，所以我不介意让你知道，只要我想，你随时随地都会真正成为我的人。所谓约法3章不过是一纸空文。你怎么会这样想？我重申约法3章只是为了告诉你，我绝对不会不知好歹的闯入你的世界。我的世界有谁，由我决定。我不想要的人，死都踏不进半步；我想要的人，谁都逃不开。即便死了，也只会是游荡在我的世界里的鬼。我现在只有一句话想说。说。如果天之镜的占卜结果是真的，那该有多好。怎么说？何须多说，你太过完美，恐怕注定曲高和寡，所以不会痴心妄想的是我。但若有朝一日我有了足够的资格，那么我宁死也要成为游荡在你的世界里的鬼。所谓的资格不包括容貌，不管世人怎么看，在我眼里你清丽绝俗。回见，我已说过不愿为你动心，不想现在就打自己的脸。好，快得过我的月影乱，只管跑。月影乱极品轻功，涅槃大陆早已失传1000年的绝技，一旦练成，速度堪比闪电，当世无人能及。自高原浩答应娶楚寒笛为妃，乔雅秀狂喜之余，又禁不住万分担心，生怕这只是他的缓兵之计。然而事实证明，他的担心似乎是多余的。几天之后，高原浩便派游泽安前来。侯爷夫人，请过目，若有不当之处，尽管开口。乔雅秀早已眉开眼笑，没有不妥，没有不妥。小女能与殿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咱们便都放心了，其他的都不重要。多谢皇上皇后恩典，多谢太子殿下。听着，从今儿开始，寒笛就是太子妃了，你们一个一个都给我小心着点儿，若是冒犯了太子妃，绝不容情。娘，不要这样嘛，我虽然也是太子妃，但只要他们安分守己，我是不会跟他们计较的。哎呦，好，果然有太子妃的风度。乔雅秀眼都眯成了缝，你们几个还不多谢太子妃？多谢太子妃。寒笛呀，多吃点儿，你马上就要成为太子妃了，不把身体养好，怎么经得起折腾呢？大婚仪式可是很累人的。段祺如除了暗中咬牙，面上尽量没有任何表情，免得让他更得意。娘，你这是干什么呢？若是把我喂成了大胖子，太子殿下可就不喜欢我了。这怎么可能呢？太子殿下对你可是真心的，无论你变成什么样子，他都会待你如初。四娘，你说三妹马上就要成为太子妃了？哼，大小姐未免也太不关心自家妹妹了吧？哼，白日里太子殿下已经送来聘礼清单，言明会尽快娶寒笛过门。大小姐，我知道这太子妃的位子原本是你的，可你与太子有缘无分，这可怪不得任何人啊！当然你放心，寒笛成了太子妃之后，也绝对不会忘了自己的姐妹的。寒笛，你说是不是啊？报答就免了，三妹的状况咱们都知道，只要四娘和三妹能够确定太子殿下是真心实意就好。你闭嘴！殿下对我当然是真心的，我抢了你的太子妃之位，你心怀怨恨，所以才来诅咒我是不是？告诉你，我和殿下一定会百子千孙，双宿双栖的。三妹，你误会了，我与太子殿下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我也从未想过要做什么太子妃，只是你我毕竟姐妹一场，我担心太子。闭嘴闭嘴，我叫你闭嘴，你根本就是在诅咒我，我警告你立刻闭嘴，否则我跟你拼命。既然话不投机半句多，我先走了，你们慢慢吃吧。
太子殿下对我是真心的，你这个白痴怎么会懂？你再敢胡说八道，我饶不了你，饶不了你！韩征也是一番好心，何况他说的没错，太子为何答应娶你，咱们都心知肚明。韩征会有这样的担心也是正常的，你不领情也就算了，何必说些不干不净的话？爹，你就知道偏向那个大姐。殿下要娶我，当然是因为对我倾心，我看就是偏袒他，也觉得我抢了他的太子妃之位，是不是？楚玉琪冷冷地看了他一眼，丢下一句不可理喻，便拂袖而去。你们一个个的都，我一定会成为太子妃，一定会！夫人，太子殿下来了。啊，在哪儿？快去迎接。刚到府门口，马上就到了。好，快去请三小姐。是你？臣女参见太子殿下。哼，这找到靠山的就是不一样，说话也硬气了，腰杆子也挺直了，倒不像从前那么战战兢兢了。多谢殿下夸奖，臣女告退。站住！无论如何，今日本宫必须看到你的真面目。谁知就在此时，整个身体已经落入了一个温暖宽厚的怀抱。宁王，你怎样？我没事。哼，原来是你！见了本宫还不行礼？见过太子殿下，老远看到有人意图非礼韩征，我还以为是哪个登徒浪子，如此不知死活。得罪之处，还望殿下恕罪。非礼？楚寒征本来就是本宫的太子妃，何来非礼一说？本宫……太子殿下真是贵人多忘事。蓝夜云淡淡的打断了他。你与韩征的婚约早已经解除，如今她是我的王妃。楚寒征有意欺瞒本宫，本宫绝不会轻饶。你若是想趁早离开，否则休怪本宫不讲情面。任何人想动韩征，问过蓝夜云一双手。你敢造反不成？本宫命令你立即把楚寒征交出来，否则……没可能，楚寒征已经是我的人。你，蓝夜云，你有种！楚寒征欺瞒本宫，罪同欺君，本宫一定会禀明父皇，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你若不想被牵连，最好离这个女人远一些。你真的没事？只是连累你得罪了太子，小心他会挟私报复。哼，若连自己的妻子都不能保护周全，我枉为男儿。哎，你怎么会来？要不要去清雅居坐坐？我特意来找你的，为了聘礼之事。聘礼？真的决定娶我了？不怕被人嘲笑？你风姿绝世，气质不足，旁人羡慕都来不及，说什么嘲笑？所以必须先把生米煮成熟饭，免得你反悔。不及某人，只怕到时候反悔的是你。不过你放心，我不打算煮米盛饭，只要你开口，我们的婚约随时可以解除。这是聘礼清单，你先过目，还想要什么尽管开口。你决定就好，我没意见。好，你歇着吧，我先回去了。太子若再来骚扰你，只管下手，后果由我一力承担。我？你灵力之深厚远高于太子，他根本不是你的对手。只要你好好的，把他揍成什么样子都无所谓。我说过，后果由我一力承担。你怎么知道？方才我抱着你的时候，已经觉察到了。世人皆言你经脉不通，无法修习灵力。我原本也一直以为那是事实，不过现在看来，这恐怕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你选择不告诉我，那是你的自由，我不会强求。何况这对你而言是一件天大的好事。你是第一个看穿这个秘密的人。宁王果然聪慧无双。既如此，你也替我保守秘密好不好？可以，以后多穿一点。刚才抱着你的时候，你的身子好凉，希望下一次是软玉温香抱满怀。想不到楚寒征不知整个人的气质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说不定连容貌也早已恢复正常了。想想也是，若不是他有些过人之处，一向眼高于顶的蓝夜云怎么会答应娶她为妃，还不够丢脸的呢？早知如此，就不该那么着急退婚的。楚寒征，你逃不出本宫的手掌心！哈哈哈！日前早朝时，本宫听侯爷说韩迪的身体还虚，特意备了一些补品送过来，让他好好补补身体，不要误了大婚仪式。多谢殿下，多谢殿下，请殿下放心，咱们绝对不会误了大婚仪式的。既然侯爷和夫人对此已经没有任何意见，过几天本宫便带人来下聘礼。来人，侯爷夫人，这霞影纱乃是沿海部落的贡品，现在已经渐渐绝迹，整座皇宫也不过还有这么3-5匹罢了。母后特意赐了一匹给韩迪，好让他缝制嫁衣。
风风光光的成为太子妃。多谢皇后，多谢太子殿下，这真是愧不敢当啊！既如此，本宫便先回去了，还望侯爷夫人尽早将嫁衣赶制出来，本宫等着看韩迪穿上嫁衣时的样子。好，好，好。不过太子殿下何必急着离开，留下吃顿便饭吧。不了，本宫还要去准备聘礼，改日再来打扰吧。娘，你看到了吗？太子殿下连侠影纱都给了我，我就要成为太子妃了。看到了，你本来就要成为太子妃了，这还用说吗？这些补品是太子殿下的一番心意，可不能浪费了。我这就叫人给你炖了吃。想跟我抢太子殿下，做梦！见过大小姐，这边请。公主在何处召见于我？御花园。公主说了，御花园内荷花开得正好，她要与大小姐一边赏花一边交谈。这么有雅兴。公主，大小姐到了。臣女楚寒征见过公主，免礼，坐吧。臣女不敢，不知公主召见有什么吩咐？叫你坐你就坐，那么多话干什么？本宫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先坐下。多谢公主。本宫要跟你说的事是什么？想必你早已猜到了。还真不愧是妇女啊，说话的风格挺像的。臣女斗胆猜测，公主想必是为了宁王。哼，楚寒征，人贵有自知之明，你应该知道，像宁王那样的人，不是谁都能配得上的。是，臣女知道，所以也曾屡次推辞，怎奈何皇上总是拿大祭司的占卜结果来。大祭司的占卜结果是不是准确，姑且不论。不妨告诉你，本宫早已是父皇指定的宁王妃，而且本宫从小就是这个脾气，凡是本宫的东西，任何人都休想碰到一根指头。宁王既然已经是驸马，原本本宫是绝对不会与任何人分享的。臣女明白，像宁王这样的人，原本也只有公主才配得上。你知道就好。哼，不过本宫也不是不明事理的人。大祭司既然占卜出你与宁王有一段姻缘，本宫也不能逆天而为，可准许你做宁王的侧妃。何况本宫和宁王身边也需要有个手脚麻利而且勤快的人伺候。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安分守己，不要痴心妄想，本宫也不是容不下你。臣女认为公主倒不如想办法请皇上收回成命，更能一了百了。废话，要是可以，本宫何必跟你浪费这些唇舌？这就是你不懂事了。大祭司既然冒着遭受天谴的危险占卜出了你的姻缘，你岂能由着自己的性子胡来？这件事就这么定了，本宫为正妃，你为侧妃，你我共侍一夫，怎么样？本宫也算对得起你了吧？多谢公主，谢就免了，只要你时刻记得自己的身份，不要惹本宫生气就好。是，臣女明白。好了，正事谈完了，本宫今日心情不错，你便陪本宫一起赏荷吧。我哪有那心情啊？既然公主已经没有其他吩咐，臣女便先……怎么？刚才答应本宫什么，这么快便忘了？本宫的吩咐你也敢不听？这是非要惹本宫生气不可吗？臣女不敢，公主请。哎呀，原来那边的荷花已经开了，快走，快去看看。好美啊！那当然，这可是宫中的花匠费了好几年的功夫才种植出来的。宫中仅此一处，绝无分毫。哎，你快看，那一朵好奇特呀！公主说的是哪一朵？那一朵，哎呀，就是那边那一朵。哎呀，你站在那里看不到，来，站到本宫这个地方，快看！公主，救命啊！快救救臣女！哎呀，你怎么那么不小心？来人，快来人！救命啊！救命啊！快来人！救命啊！这个贱人真是命大，怎么还没有被淹死？居然离岸边越来越近了，不行，绝对不能让他爬上岸来！救命啊！快来人！救命啊！公主，发生什么事了？楚寒征失足掉到水里去了，快去把他救上来，否则本宫如何向靖远侯府交代？是，公主莫急，奴婢这就去把大小姐救上来。大小姐莫慌，咱们来救你，来，抓住奴婢的手。楚寒征他早已手指轻弹，瞬间封了两人的穴道。多谢二位救命之恩，快先上去，两位姑娘小心，别只顾着我，小心！好你们两个贱蹄子，本宫让你们下去是为了将这贱人弄死，你们居然敢救她上岸，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你们这两个贱婢是怎么做事的？本宫要你们救楚寒征，免得他被淹死了。你们到底在干什么？若是办事不力，小心本宫要你们的命！多谢二位救命之恩，公主，奴婢闭嘴！该死的贱婢，连本宫的话都敢不听，那就不必上来了。什么？难道要咱们泡死在池中？公主这是怎么了？他们救了臣女，本是大功一件，怎么……哼，他们本该在一旁伺候，却害得你那个跌落池中，算是保护不力。本宫岂能饶了他们？臣女认为……行了，不用说了。本宫一向御下甚严，这次犯了这么大的错，必须给他们一个教训。既如此，公主能否容臣女先行告退？臣女已浑身湿透，这荷花是赏不成了。你这个样子如何离开？先随本宫回去换件衣服再走吧。不敢劳烦公主，臣女还是要你去就去，否则你这副样子被人看到，旁人还以为本宫苛待于你，或者穷到连件衣服都没有。废话少说，随本宫来吧。怎么办呀？难道我们就这么死了？不会的，公主不会那么狠心的，她会饶了我们的。希望是，可是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不知道，简直就是见鬼了！怎么办啊？我不想死！来人，带楚寒征进去更衣。过来。公主，这怎么？本宫的命令也敢违抗？方才有两个贱婢办事不力，本宫已经将他们丢入荷花池喂鱼了。不知你们两个有没有兴趣啊？属下不敢，谨遵公主吩咐。这还差不多，办好此事，本宫重重有赏。去吧。哼，想做宁王侧妃，下辈子吧。楚小姐，公主说她有些乏了，先回房歇息。您换好衣服之后，便自行回府吧。啊，多谢。人呢？公主不是说就在房中吗？难道已经走了？不会是听到了公主的话，逃之夭夭了吧？逃了更好，免得连隔夜饭都吐出来。这剧情也太恶俗了吧？就不能有些新鲜的桥段吗？真是没意思透顶。走了，回去跟公主交差。上次高元昊给楚寒迪让他对付自己的媚药还剩了不少，这次就便宜高玉蝶了。如果你知道楚寒迪如今的下场是因为谁，你就不会做出这样的事了。好痛啊！你们干什么？滚开！狗奴才，滚！天哪，谁能来告诉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不是宫廷秘方所制的媚药吗？怪不得这两个贱奴才如此胆大包天。来人，快来人呐！滚！你们给本宫滚开！来人！这是怎么回事？你们太子哥哥，快救我！快，救命啊！玉蝶，你这是？太子哥哥，杀了他们！我被他们给害了，快杀了他们，把他们剁成肉酱！玉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太子哥哥，我完了，我什么都完了，都怪我下手太快了，否则应该可以问出是谁指使他们这样做的。指使？对了，楚寒征，是那个贱人，是他做的。太子哥哥，快去杀了他，给我报仇！楚寒征，他怎么会？就是他，一定是他！太子哥哥，你不知道，这两个人本来就是为他准备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居然把我……能不能说清楚些？楚寒征入宫了，来干什么？是我让他来的，谁让他要跟我抢宁王？我原本是想……太子哥哥，你说不是他是谁呀？快去把他抓起来！不可能是楚寒征，他无法修习内功，灵力为零，怎么可能对付得了这两个3星高手？那你怎么解释如今的一切？还有，好好的，这两个人怎么会中了宫廷古方媚药？你说什么？哪种媚药？就是苏蛊，他们没那么大的胆子，敢对我！太子哥哥，你还在磨蹭什么？快去把楚寒征抓来！无凭无据，怎么抓？怎么没有证据？我就是证据。总之，
你快去把他抓来，这会儿他应该还走不远，快去啊！好，我这就去，你等着。不过记着，你已非清白之身一事，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再不能让第三人知道。哪有你说？这2个贱奴才已经被你给杀了，不会有人知道。我还要做宁王妃呢。宁王妃，下辈子吧。你以为你我不说就能够瞒得过蓝夜云？就算瞒得过，他也不可能娶你。楚寒征，给本宫站住！这位也来了，参见太子殿下。殿下这是……哼，少装糊涂！来人，将楚寒征拿下。是。殿下这是何意？臣女究竟犯了什么罪？犯了什么罪你心里清楚。总之不必废话，带走。不要！救命啊！楚寒征的声音听起来并无异常，却是带了灵力的，保证御书房内的高凌诺绝对可以听到。闭嘴，不准喊，否则本宫将你就地正法。臣女所犯何罪？殿下若不说明，臣女死不瞑目。来人！救命啊！快来人呐！闭嘴，否则……何人在此喧哗？太子殿下，宁王妃，你们这是……公公，快救救我！太子殿下要杀我！什么？杀人？太子殿下，刘公公误会了，本宫只是有些事情想找楚寒征问清楚。不是的，公公快救我！我想恐怕是太子殿下对我有所误会，烦请公公禀告皇上，请皇上为民女主持公道啊！楚寒征，你主持什么公道？又是谁误会了？参见皇上！参见皇上！儿臣参见父皇。可恶，刚才怎么就没有发现这里离御书房那么近呢？早知如此，应该等楚寒征走远一些再下手。到底怎么回事？楚寒征，你告诉朕，到底怎么回事？启禀皇上，臣女实在不知道。原本臣女正打算出宫回府，太子殿下便突然带人赶到，说臣女犯了大罪，要将臣女就地正法。元昊，你在搞什么鬼？楚寒征什么时候犯了如此严重的大罪？给朕详细说来。儿臣说，你是不是仍然觉得楚寒征与太阳的婚事有些不妥当，所以又来纠缠？儿臣不敢，这件事情与儿臣无关，儿臣绝对没有。与你无关，那与谁有关？还不给朕从实说来。父皇，这恐怕是个误会，儿臣其实……你们2个随朕到御书房来。元昊，此处已经没有外人，先给朕说清楚，楚寒征究竟犯了什么大罪，要被你就地正法？儿臣……是不是雨蝶？父皇说什么？雨蝶？你当朕是聋子？你方才明明说是楚寒征害的雨蝶，害得他怎样？再不说清楚，朕就亲自去问雨蝶。父皇容禀，其实儿臣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方才儿臣路过雨蝶的寝宫，顺便进去看了看，他便告诉儿臣说楚寒征犯了大罪，要儿臣将他抓回来，儿臣便带人追过来了。大罪？楚寒征可有此事？臣女不敢。你先别说，来人，请公主御书房见驾，朕要你们当面对质。楚寒征，我要杀了你！公主，您这是怎么了？臣女到底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您？你要派人追杀臣女，你还敢说？我非杀了你不可！我要把你碎尸万段！太子哥哥，你快让开！我要……雨蝶，你给朕住手！朕还在这里，岂容你如此放肆！父皇，你别管，儿臣非杀了这个贱人不可！放肆！元昊，将他拿下！雨蝶，你冷静一些。我不要冷静，我要杀了他！够了，雨蝶，你若再敢胡闹，朕先杀了你再说。父皇，你疯疯癫癫成什么样子？到底怎么回事？给朕说清楚。儿臣……楚寒征，你来说。是，回皇上，今日一早，公主便派人请臣女入宫，说有要事相商。臣女入宫之后，才知道公主恩典，说要与臣女共侍一夫，许臣女做宁王的侧妃。然后公主邀臣女一起赏荷，谁知臣女笨手笨脚，居然失足跌进了荷花池。幸亏公主派人将臣女救了上来，并准许臣女跟她回宫换件衣服再走。回到宫中，臣女正在换衣服，便有侍女来报说公主有些乏了，先回房歇息，让臣女换完衣服之后自行回府。给公主添了这么大的麻烦，臣女本就过意不去。
换好衣服之后，便独自离开了。谁知刚刚走到此处，太子殿下便派人追了过来，说臣女犯了大罪，臣女委实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你胡说，分明是你！是臣女什么？请公主明示。是你！玉蝶，楚寒征所说的可是实情？当然不是，他分明……天哪，救救我吧！接下来的话我该怎么说？不说出实情，难以定楚寒征的罪。可是说了出来，我也就毁了。实在不行，就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先放过这个贱人，然后再找机会收拾他。他分明趁着换衣服的时机偷走了儿臣的金钗，儿臣岂能饶他？高凌诺眉头一皱，区区金钗，何至于闹到要杀人的地步？可是那金钗是父皇所赐，儿臣一直舍不得带，将它视为最珍贵的宝贝。如今居然被楚寒征趁机偷走，儿臣当然必须追回来。玉蝶，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楚寒征身为靖远侯之女，什么金银首饰不曾见过，又怎会觊觎一只小小的金钗？那金钗价值连城，谁见了都会起占有之心。何况当时房中只有他一人，不是他拿的是谁？所以儿臣才请太子哥哥将他追回来。既然如今他就在此处，儿臣要搜身。臣女并没有拿公主的金钗，公主若不信，请尽管搜。怎么样，公主？如今可以证明臣女的清白了吧？谁知道你是不是藏在别处了？本宫这就回去好好找找。如果仍然找不到，你的嫌疑还是最大的。如此看来，这不过是误会一场。楚寒征，你受惊了，朕替玉蝶向你赔个不是，还望你不要计较。皇上言重了，臣女万万不敢。想必公主对皇上所赐的金钗十分重视，才会如此着急。何况当时房中的确只有臣女一人，也难怪公主会如此怀疑。总之，这就是一场误会，你先回去吧，不必理会。公主也是小孩子脾气。不过倒也无妨，以后有的是机会，本宫一定要弄清楚楚寒征到底是真傻还是假傻。父皇若没有其他的事情，儿臣……朕给你一个机会，把实情说出来。父皇的意思是跟朕玩心眼，你们兄妹二人的火候还不够。玉蝶分明将楚寒征当做了不共戴天的仇人，若只是为了一只金钗，怎会如此？父皇英明，儿臣……怎么还要继续欺瞒？朕刚才说过了，你只有这一次机会，若是错过了，便是后悔莫及。父皇息怒，不是儿臣刻意欺瞒，而是玉蝶她实在是太……接着，他将高雨蝶遭人陷害、失身于侍卫之事简单讲述了一遍。什么？居然发生了这种事？如此说来，玉蝶岂非已经不是？正是，而且最糟糕的是，害她失身的是2个下贱的侍卫。普通百姓家的女子遇到这种事情都生不如死，更何况玉蝶她贵为公主，竟然被人如此糟蹋，自然恨不得将楚寒征碎尸万段了。那2个侍卫呢？还不将他们剁碎了，丢出去喂狗？儿臣已经将他们当场处死，以免消息外露。但是现在除了儿臣和雨蝶，还有楚寒征知道真相。朕倒是觉得这件事情并非楚寒征所为，他没有那么大的本事。这何以见得？世人皆知楚寒征无法修习灵力，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试问他如何能够打败2名身手绝佳的侍卫，还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将众人全部迷倒？又将2名侍卫送进了雨蝶的房间。万一楚寒征那副弱不禁风的样子都是装出来的呢？怎么装？灵力测试是骗不了人的，这件事情绝对并非楚寒征亲手所为。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2人是高雨蝶的心腹，绝对不会背叛他，做出这种自寻死路的事。若是留下活口，此刻只怕早已问明白了。儿臣当时一见到那副情景，早就气得头昏脑胀了，只想着把那2个畜生碎尸万段，哪里想得到要留下什么活口。倒也不能完全怪你，不过如此一来，玉蝶恐怕就只能吃了这个哑巴亏算了。这怎么可以？玉蝶贵为公主，难道就这样白白被人毁了吗？除非你能找出幕后主谋，否则也不必太过担心。就像你说的，她毕竟贵为公主，只要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朕仍然可以为她挑选一个好驸马，保她一辈子荣华富贵。父皇，
儿臣始终觉得这件事情一定跟楚寒征有关，不如将他拿下，严刑拷打，不怕他不招。要想严刑拷打，至少总要有一点真凭实据，否则如何服众？她毕竟是靖远侯之女，又是未来的宁王妃，轻易动不得。只要经过一番严刑拷打，不就有真凭实据了吗？当时只有楚寒征在场，不是他搞的鬼才怪。所以雨蝶根本就是咎由自取，何况他今日设计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楚寒征的命，就算被楚寒征绝地反击，也是他技不如人，活该如此。父皇，你怎么能这样说雨蝶？她可是您的亲生女儿啊！哼，那又怎么样？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就是这样残酷，强者为王，败者为寇，不管你是谁的女儿都一样。元昊，永远记住一点，只要有足够的本事，你就可以将任何人都踩在脚下。如果本事不到家，你就只好被别人踩在脚下，怨不得天，尤不得人，甚至没有资格哭泣喊疼。是，父皇英明，儿臣受教了。此事已是死无对证，便到此为止。至于雨蝶，朕会好好安置她的。楚寒征，你居然将朕的女儿害成这副样子！如果不是要留着你去，朕一定要让你生不如死，生生世世不得轮回。雨蝶，为了乌马帝国的大好江山，为了高氏一族能够千秋万世永远主宰这片大陆，朕只好暂时委屈你了。你放心，等计划成功之后，朕一定会把楚寒征交给你，任由你折磨。呵呵，不要装了，我知道你已经发现我了，不打算尖叫。为什么要尖叫？因为你很英俊。你的意思是我不英俊？沉鱼落雁，若非我定力还算不错，恐怕真的会尖叫。沉鱼落雁似乎是用来形容女子的。你的美不分性别，男女通杀。我不喜欢仰着头与人说话，你下来还是我上去下？哼，怎敢劳烦姑娘上蹿下跳？这等粗活理应由我来做。看起来你是特意在这里等我。我们认识吗？刚才的戏演得不错。哪一场？每一场。总有一场最精彩的。呵呵呵，不分轩轾，姑娘方才这出戏可谓一气呵成，场场精彩，令人忍不住拍案叫绝。过奖了，只是不知公子从哪一场开始看的？荷花池。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是在想如何杀人灭口，免得我将秘密泄露出去？怎么能呢？像你这样的绝世美男，若是杀了，未免太暴殄天物了。何况你既然能看到我的秘密而不被我察觉，便说明我根本杀不了你，何必白费心思？我只是在想，即便你将这些说出去，会不会有人相信呢？若是别人说了，或许没有人相信，但若是我说了，他们就一定相信。为什么？因为我是沈醉欢，十绝公子，南门北宫，东较西城，9天一阁，笑傲苍穹。其中南门北宫东较西城绝对属于在涅槃大陆上横着走的角色，而他们一旦遇到9天阁，却必须俯首称臣，不敢有半分轻慢。身为9天阁现任阁主，没有人知道沈醉欢究竟从何处而来，其身世、来历、师承等都是无人知道的秘密。所以与其说他是个人，倒不如说是一个庞大的谜团。尤其是那身独步天下的武功，至今未逢敌手，人送外号十绝公子。我早该想到的，这只玉笛就是十绝公子的标志，人在敌在。那么现在你还怀疑我的话吗？我哪敢啊！现在我在想啊，怎样才能贿赂贿赂公子，好让公子替我保守秘密。那你可曾想出好方法来了？没有，不过公子既然在此等候，应该不只是为了揭穿我的秘密吧？被你看穿了。其实我在这里等你，与你的秘密没有什么关系，只是为了看看你。然后呢？公子看到了什么？看到了蓝夜云肯接受你的原因，难怪他会为你破例。若不是一个像你这样的女子，还真配不上他。我是否配得上宁王，与公子有什么关系？有关系，因为我跟蓝夜云曾经打赌，看谁第一个为情所困，所以听说他居然有了王妃，我自然必须亲自来看一看。结果证明你输了？不，我赢了，谁先为情所困，便算谁输。既然赢了，为何如此愁眉苦脸？因为如果是你，我也想输。你说什么？你好一个楚寒征，放心，刚才的事情我会为你保密，而且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怎么回事？刚才为什么觉得他的眼睛变得那么诡异，竟仿佛能够控制我的神智？若不是前世受过特训，意志力极强，还不定会发生什么。话又说回来，他与宁王连这样的赌都打得出来，应该能说明他们至少是朋友吧。朋友妻不可欺，就算只是名义上的，我现在已经是宁王妃了，他对我绝对不会有什么龌龊心思的。果然不愧是宁王啊，交的朋友也都是世界一流的极品。不过他特意跑到这里，真的只是为了看看我吗？居然能够抵御我的勾魂夺魄，这女子好清冽的心。蓝夜云，这下可有好玩的了，你准备好接招了吗？蓝夜云，你来了，不是你让我来的吗？在忙什么呢？你知道的，虽然已经研究了无数次，但我不得不承认，仅凭这幅图根本进不了凤凰岭。你猜我刚才看到谁了？想必是个很有趣的人，否则你不会兴奋成这个样子。猜对了，那个很有趣的人就是你的王妃楚寒征。你怎么会碰到她的？原本只是巧合，我在来宁王府的路上看到她被人带往宫中，便想着正好见识见识你这位王妃究竟有多厉害，居然可以令你破例。没想到一路跟进宫中，居然看了一场好戏。总之，你这位王妃说话做事的风格很合我的脾胃，所以我跟她说，我们曾经打赌，看谁先为情所困。虽然明显是你输了，但如果是她，我也想输。不要以为我有求于你，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呵，真的打算认输了？原本我还以为是一场误会，这岂不是说我又多了一个要挟你的筹码？蓝夜云，你会被我折磨得很惨的。这个觉悟我早就有，不过你最好乞讨，不要有把柄落在我手里，否则我也不会手下留情，会把你折磨得更惨的。这个觉悟我也有，所以如果你已经抓住了我的把柄，尽管放马过来，愿赌服输，公子我绝对认账。既然你已经看到他遇险，为何不曾出手相助？如果连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他怎配做你的王妃？何况如果要有资格留在你的身边，非千锤百炼不可能。我这是给他一个锻炼的机会，你应该感谢我。好，我谢谢你。7月15马上就要到了，这一阵子你就留在宁王府。不管怎样，这次我不会急着走了，因为我突然发现这里也有很好玩的。楚寒征，我说过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小姐，我已废了他，把他送到官府了。不过您怎么不问问是谁派他来的呀？问不出来的，他是职业杀手，宁死也不会透露雇主的情况。一定是三小姐他们。哼，他们见小姐变得如此高贵迷人，嫉妒之下雇凶杀人。我倒觉得他们未必想得到这个法子，说不定另外有人想浑水摸鱼。不过我已经想好了，这次先放他们一马，我也好清静几天，完成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啊？保密。听着，现在你这样做。救命啊！有刺客！小姐，你不要死啊！哪里来的刺客？寒征，你怎样？大量鲜血立刻染红了面纱。小姐，小姐，你不能有事。爹，刺客刺中了我的心口，我不知道能不能冲过这一关。不许胡说，你会没事的。放心，爹马上叫太医来救你。不用了，爹，你忘了吗？我就是大夫，我已经上了药，就看能不能熬过去了。一定会的，你医术那么高明，绝对不会有事。寒征，你一定要挺住。我会尽力。夏薇，刺客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是让你好好保护小姐吗？导演，那刺客一看便知是个顶尖杀手。奴婢赶到的时候，他已经把小姐刺伤了。奴婢立刻上前与他打斗，并且大声呼救，他才不得不离开的。他立刻吩咐夏薇好生照顾，并严令任何人不得打扰。小姐，他们都走了。你也回去歇着吧。小姐，你方才假装吐血，吐得可太逼真了，连我都险些相信了呢。不逼真怎么能骗过他们？去吧，久等了，进来吧。怎么，又是小白要来？不，这次是我要来。怎么回事？还不清楚。是你的人告诉你我出了事？发现你灵力深厚之后，我也想到你早已察觉到了他们的存在。如今看来，他们的保护已是多余，一会儿我便将他们带走。辛苦了，替我谢谢他们。你既无恙，
为何装作伤重不治？图个清静，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也没办法。再说这样不是很好吗？让皇上知道我性命垂危，便不会逼你娶我了。却又为何你不愿嫁？是你不愿娶，郑成没有正当理由拒绝，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既是天意，我自会遵从，别多想。关键就在于那并非天意，你我都心知肚明，天之镜的占卜结果未必真实。故老相传，天之镜从未出过差错，更不可能作假。即便大祭司是他历代相传的主人，也做不到。也罢，横竖只要大婚仪式一过，我们便可知道皇上的意图。先让我清静几日再说。你的灵力快要突破第8重了。宁王果然是高手，佩服之极。你假装重伤是为了避免任何打扰，否则万一突破第8重的关键时刻发生类似方才那样的事情，后果不堪设想。宁王目光如炬，我没话说，别问为什么。好，我不问。终有一天你会主动告诉我，为什么所谓的经脉不通，竟是千年不遇的练武奇才？知不知道刺客是谁派来的？不知道，不过我想很可能是高雨蝶。你怎么知道？是了，这天底下哪有你不知道的事？再说你跟石觉公子还是朋友，想必他早就告诉你了。不过即便他不来，我也会知道，因为宫中也有我的人。既然那里有你的人，怎的不来帮忙？怕我一个人演戏演得那么辛苦？再说你就不怕我应付不来，落得高雨蝶那样的下场？如果连高雨蝶都对付得了你，你便不是楚寒征了。我一向相信自己的眼光，凡是能被我看中的人，我都不会看错。你这是在夸我，还是在夸你自己啊？见而有之，楚寒征，你并非池中之物，莫说是高雨蝶，就连我都完全看不透你。这你放心，至少在整个涅槃大陆，没有人能真正完全的看透。既然你跟石学公子是朋友，他应该不会把我对付高雨蝶之事告诉别人吧？不会，你信得过我，便信得过沈醉欢。即便他会，不是还有我吗？何况高雨蝶要对付你，起因是我，你不过是受了池鱼之殃。无论如何，我会护你周全。这人倒讲理。不过有一点很奇怪，虽然没有抓住任何证据，我却看得出皇上对我并不是没有丝毫怀疑，但他却没有任何追究的意思，是不是有些说不过去？或许只是因为没有证据。是吗？我猜的，你可以不信。这天底下不是没有你不知道的事吗？那是你说的，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这个人虽然狂妄了点，却还不至于如此不知脸红。算了，随他。我这个人虽然笨了点，但有一个好处，就是从来不钻牛角尖。我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到了该知道的时候，答案自然就浮出水面了。这心态不错，接着吧，我先走了。原本打算明日将聘礼清单送来给靖远侯过目，不过瞧你这样子，至少还需要3-5天才能突破第8重，我便再多等几日。然而就在起身的一瞬间，宁王，你心急复发了，身边应该带有应急药，快服下去。好些了吗？你怎么知道我患有心急？除了我愿意告诉的人，这一点还是个秘密。看出来的，别忘了，这些年我一直在自学医术。不过你放心，即便我知道了，它也依然是秘密。记住你的话。怎么？你原来你果真已经恢复了容貌。这般仙姿绝色，若是被太子看到，他必定后悔的一头撞死。他不配看到。他不配，那我呢？你不屑看到。我几时这样说过？难道你不曾看出我已意乱情迷？但你的眼睛不是这样说的。你不懂情爱，更对我无益，所以我美如天仙还是丑如鬼魅，对你来说都没有任何区别。你只是为了弄清楚皇上的目的才想履行婚约，所以这张脸无论多美，都只在你眼里，不是在你心里，甚至只是过眼云烟，根本不曾在你眼中停留。我虽不如你聪明绝顶，至少这一点还看得出来。哼，说我不懂情爱，我承认，但你又何尝懂？在你眼中，我是天上的皓月，还是地上的蝼蚁，同样没有任何区别。不是的，你太过完美，我只是不想加入一场必输的赌局。如果一定要加入，那么我唯一的筹码就是不动心，心不动就不会伤，心不伤就不会输。原来你对我的了解比我以为的多。那是因为你的赌注也比你以为的多。还有，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完美。如果你有机会看到我的阴暗面，你的自信心必定瞬间飙升到顶点。想必宁王也看得出来，我生性凉薄，并不喜欢伤筋动骨、汹涌澎湃的感情，而只愿平平淡淡、细水长流。楚寒征，相不相信终有一天，我会让你为我动心？我想我会死守着这唯一的赌注，
以免输得体无完肤，甚至尸骨无存。宁王虽号称冷酷，其实根本是一团火。无论如何，我不想做扑火的飞蛾。我就偏要让你做一只扑火的飞蛾。不过你放心，即便你是飞蛾，我也只会融化你的凉薄淡漠，不会伤你分毫。宁王是不是有所误会？我所说的一切都绝对没有欲擒故纵之意，更不是为了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好借此引起你的注意。我知道，你若果真有这样的心思，瞒不过我的眼睛。这倒是。所以我现在觉得，或许你才是一团火，而我是那只扑火的飞蛾。过奖了，宁王风华绝代，即便背生双翼，也是一只翱翔9天的凤。小小飞蛾，怎能承载你骨子里沉淀了千百年的气质风范？我若是凤，你便做我的凰，我们比翼齐飞如何？不如何？你志在9天，凭我这对飞蛾的翅膀，哪敢和你比翼啊？只会飞得越高，摔得越重。哼，楚寒征，我要定你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喂，拜托你不要误会好不好？什么？得手了？是，属下打探到楚寒征被刺客重伤，还不知道能不能熬过今晚。很好，只要这贱人一死，本公主就可以得偿所愿了。记住，将另一半的酬金放在事先约定的地点，阎罗殿的杀手会自己去取的。是。楚寒征，你把本宫害得那么惨，本宫绝对不会放过你。想嫁蓝夜云，做梦！你没有那个命。只要你死了，这世上就再也没人知道本宫已经……本宫仍然会是宁王妃，一定是。救命啊！有刺客！快来人啊！救命啊！不用叫了，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来人呐！抓刺客！救命啊！救命啊！快来人！抓刺客！饶命！救命！抓刺客！快！抓刺客！刺客在公主房中，快！黑衣人见势不妙，眨眼间逃之夭夭。公主您怎么样？可恶的刺客！若是让本公主抓住，必定将他碎尸万段！痛死本公主了！笨蛋，快传太医啊！哎呀，到底是哪个杀千刀的，敢这样作弄伤害本宫的女儿？本宫一定要将他五马分尸！难道是他？谁？快告诉母后是谁！母后将他五马分尸！这可怎么办？怎么办？说呀，是谁？到底是谁如此胆大包天？没有，儿臣是想说，会不会是阎罗殿的杀手？哦，就算是幕后主谋又是谁？儿臣不知道。母后，儿臣累了，想休息。怎么办？到底是不是蓝夜云？如果是他，如何让他罢手？如果不是他，又是谁跟我过不去？抓刺客！不要！饶了我吧！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回去告诉他，我不敢了！求求你饶了我！仿佛终于听到了最想听到的话，身形一晃，穿过大内侍卫的枪林弹雨，转眼间消失无踪。走了？也就是说，我的猜测没有错，这人就是蓝夜云派来的。呵呵，主子，我回来了。辛苦了，愿意为主子效劳。黑衣人苍漠。不过主子，高雨蝶应该猜到你是幕后主谋了。怎见得？嘿嘿，连续3天，他已经被折腾得够呛，方才向我求饶，让我回来告诉你，说他再也不敢了，让你饶了他。还不算笨，有胆子尽管上门兴师问罪，无凭无据，他才不敢呢。否则把他雇凶刺杀大小姐的事情掀出来，看皇上的脸往哪儿搁？这次就点到即止，算是教他学个乖，去歇着吧。嘿嘿，主子啊，你为大小姐如此劳心费神，就不打算告诉他吗？说不定他一感动就以身相许了。哼，他天性凉薄，冷心冷情，天生没有感动这根筋。那你还为他做那么多啊？父皇！儿臣参见父皇。玉蝶，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刺客……别管那刺客了，父皇，儿臣要您立刻下旨，将儿臣指婚给蓝夜云。你觉得可能吗？当然可能，您是皇上，您的话就是圣旨，就算蓝夜云有免死金牌，也不敢抗旨不遵，抗旨不遵就是谋逆，连免死金牌都没用。玉蝶，朕明白你的意思，可是你要知道，
蓝夜云不是傻子，你的事瞒不过他的。父皇，你说什么？儿臣有什么事瞒着他了？儿臣就是想嫁给他。那天的事，朕已经知道，所以你根本不可能瞒过蓝夜云，你是做不成宁王妃的。是谁胡说八道？儿臣什么事都没有。玉蝶，还是算了吧。其实做宁王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朕会尽快替你选一个好驸马，保你一世荣华富贵，何必去看蓝夜云的白眼？不，儿臣不甘心，儿臣就是想要蓝夜云。就算儿臣已经又怎么样？连他也不敢嫌弃，否则儿臣杀了他。说什么傻话？若连你都杀得了他，朕何必如此费劲？总之你趁早收了这个念头，朕会给你选个好夫婿的。什么好夫婿？除了蓝夜云，这世间哪里还有什么好夫婿啊？天下的男人都死绝了吗？你非要一棵树上吊死？总之嫁给蓝夜云你就别想了，快回去歇着，朕这就替你选驸马。玉蝶，朕可都是为了你好。说得好，有些人呐，就是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以为穿个云锦绸就能变美人了？笑话！一道雪白的影子却突然闪电般急射而来，直扑楚寒征面门。楚寒征蒙面的白纱便嗖的直飞出去，一切都快得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那是什么玩意儿？啊！你的脸！小白，他从哪里冒出来的？为何突然揭了我的面纱？寒征，你真的是你？唉，是我已把脸上的肿块去除，还好不曾留下太明显的疤痕。天哪，你的医术果真如此高明，而且你真是跟你娘亲一模一样，只是比她还要美得多，美得多，真是一模一样啊！雪黛，我又看到你了。刚才那道白影是什么东西啊？我瞧着像是一只猫啊。那不重要，难怪宁王又是聘礼又是云锦绸，我就说他又不是有毛病，怎么会对一个又丑又不能洗我的肺的女人那么用心？有道理，幸亏太子殿下早就与韩征解除了婚约，否则太子妃哪里还有别人的份啊？不就是说，我看太子根本不知道大姐已恢复容貌，否则……你敢？我警告你，不许见太子殿下，更不许勾引他，否则我饶不了你。这你放心，我对太子没兴趣，你想要尽管拿去。我累了，先回房了。人影一闪，高元昊已经出现。楚寒征，真的是你？臣女见过太子殿下。免礼。原来你真的将脸上的肿块去除了。是，原本一直在尝试，侥幸成功了。可恶啊！原来所谓的丑八怪竟是如此倾城美女，与她一比，楚寒蝶之流简直还不如丑八怪漂亮。若是能与这样的女子共度春宵，想必……殿下，你与大姐已经解除了婚约，她如今可是宁王妃了。本宫当然知道，所以她做她的宁王妃，你做你的太子妃，彼此各不相干。真的？这还有假？当然，本宫承认楚寒征容貌之美，世所罕见。不过本宫当初已经说过，之所以解除婚约，并非容貌问题，只是性情不投罢了。太子殿下果然不凡，不愧是未来储君。殿下如此英明神武，那些心怀不轨之人自然无机可乘了。侯爷夫人，聘礼已经送到，只等黄道吉日一到，本宫便将寒笛迎进东宫。是啊，多谢太子殿下。一番寒暄客套之后，高元昊告辞而去。楚寒征，你很失望吧？就算你再倾国倾城，太子殿下也完全不瞧在眼里，所以我警告你，太子殿下是真龙天子，你不要妄图勾引于他，免得自取其辱。是否倾国倾城姑且不论，我只是不明白，美玉在手，你为什么会觉得我依然会对顽石感兴趣？你什么意思啊？曾经沧海，天下再没有江河，除却巫山，天上再没有云雾。极品美玉在眼前，我若还要揪着顽石不放，岂不是跟你一样蠢？你敢骂我？还有，你说谁是美玉，谁是顽石？你敢这样说太子殿下，小心我让他灭你九族！哦，这么狠啊！不过你好像忘了，我的九族也包括你。总之我是太子妃，
你只不过是区区宁王妃，我是君，你是臣，我要你死，你就不敢不死，所以我警告你，不要动什么歪心思，否则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哦，原来做太子妃这么神奇啊！那我还是考虑考虑，要不要请太子殿下收回成命，立我为太子妃吧。你敢！我会杀了你！我一定会！楚寒征，你这个……行了，你看不出韩征是故意气你吗？韩征性情高洁，从未想过与你争什么太子，偏偏是你，一见到他便如临大敌。他最好没有这个心思，否则不是他死就是我亡，我跟他势不两立。真是朽木不可雕。你说谁是朽木？你们才是朽木！我是太子妃，等我成了太子妃，我把你们……行了，歇一会儿吧，等你成了太子妃再回来耍威风，看谁还敢对你不敬。来，补品炖好了，趁热吃。太子殿下送来的补品就是好，瞧你这脸蛋红润的，都是富贵相，天天吃这些东西，着实有些腻味了。赶明儿换换口味。我的肚子好痛，快叫太医！血！三夫人，太医说三小姐不行了，不要！韩迪，你不要走！怎么会这样？为什么？奴婢听得不清楚，似乎是三小姐吃错了补品，导致什么大出血。奴婢先告退了。不要，韩迪，你不要走，睁开眼睛看看娘，韩迪呀！小姐，出事了！我也听到一些喧哗声，怎么了？方才吃饭的时候，三小姐突然腹痛流血，太医赶到时已来不及救治，三小姐她去了。什么？去了？是，四夫人已经哭晕了好几次，倒是十分可怜。太医可曾说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说了，好像是太子送来的补品与四夫人平时给三小姐吃的补品相冲，导致三小姐本就虚弱的身体会出血不止而亡。高元昊一定是他做了手脚。是你害死了韩迪，是你！我要杀了你，给韩迪报仇！我要杀了你！韩迪明明是误食补品儿，与韩征有什么关系？你可不要乱说。我没乱说，就是他。如果不是他诅咒韩迪，韩迪怎么会出事？就是他害死了韩迪！我要杀了他！四娘，你冷静一些，并不是我诅咒三妹，而是我一直觉得太子对她并非真心。闭嘴！你闭嘴！就是你这该死的诅咒，韩迪才会出事。太子对韩迪不知道多好，就是你的诅咒害死了他。我一定会杀了你，一定会。韩征，你四娘情绪激动，什么都听不进去的，你还是先回去吧，免得误会更深。高元昊，你未免太狠了，为了一己之私，竟如此草菅人命。想什么那么入神，连我来了都不曾发觉。幸亏你不是我的敌人，否则我早已死了千百次。身体不舒服，只是有些累，没事。这次是你要来，还是小白要来？小白不见踪影，我以为他来找你了，还想走的时候顺便带着他。没来过，要不要去别处找找？不用，他经常三更半夜消失，一般天亮之前就会回来。倒是你看起来半死不活的，还是先担心下自己。我就当你这是在关心我，只不过你就不能说的委婉一些？找我什么事？关心你，不过看着你这孤独无助的样子，我好开心，因为这就表示我有机会了。我说过，任何时候有需要到宁王府找我。可是靖远侯府虽然发生了那么多事情，到今天为止却不见一人芳踪。当你需要一个人，我希望你的第一个选择是我。我现在需要。说，万死不辞。不用，肩膀借我靠靠，我挺不住了。不借，只借胸膛。好累啊。自找的，我又不是个摆设。我说过，不必太过高风亮节，即便是为了你自己，宁王府的大门也永远为你敞开。不是让你多穿一些吗？怎么抱着还是这么凉？你的胸膛原来是暖的，而且你身上的味道好香。软玉温香4个字，你倒是只查温了。我从来不知道女儿家的身子原来软得这么让人……怎样？
爱不释手，欲罢不能。谁让你撒手的？我还没报够。多谢。不用，我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每个人面前都会有很多路，不管选择哪一条，他都只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到底。怨不得天，尤不得人。我知道，可太子未免太狠了些。晋升，真相如何？你知我知就好，谨防隔墙有耳。我只是替三妹不值，不过如你所说，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这次出事的虽然不是你，林可绝境，却总不如未雨绸缪。出来。王爷、王妃，这两人是暗影卫中的佼佼者，灵力修为虽然不如你，至少还算机灵，留在身边以备不时之需。王妃有事尽管吩咐，属下万死不辞。宁王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不用麻烦。知道我是好意就收下，只是心灵有什么用？知道你是个有本事的，不过百密总有一疏，身边多个人我也放心些。我想，一定要挑战我的底线吗？我应该跟你说过，我耐性不好。你耐性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你脾气实在不够好。最亲不过枕边人，你已是我的王妃，你如果真那么在乎形势，明日我便娶你过门。别，这两个人我要了。待他如我。是。我先走了。除了宁王府的大门，我的怀抱也随时为你敞开，什么时候想借只管开口，不要利息。你家主子一向这么幽默吗？从来没有，王爷的幽默只有王妃一个人看得到，咱们也是沾了王妃的光，才见到这千年难遇的奇观。这么夸张？贵姓？不敢，暗影卫都不用真名实姓，全都跟着王爷姓蓝，属下蓝风，他是蓝痕。辛苦了。不辛苦，咱们早就听说王妃容颜倾城，医术无双，且聪慧过人。今日一见，果然是闻名不如见面，能跟着这样的主子，属下三生有幸。过奖了，宁王精才绝艳，天下无双，跟着他才是真正的三生有幸。嘿嘿，要不说王爷与王妃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除了彼此，再没有第二个人配得上彼此。罢了，我哪配得上他呀？若非皇上强行赐婚，宁王怎会管我是哪颗葱哪瓣蒜啊？违背了我的命令，你还敢来见我？胡闹！一切自有定数。你强行揭去楚寒征的面纱，可知会带来多少本可避免的波折？你以为你这样做是在帮楚寒征的忙？所有的一切都是他傲视苍穹之前必经的历练，何况区区几句嘲笑，这些原本不必我教你。是不是你在人间待得太久，凡心已动了？有没有私心，你自己知道。你的使命尚未完成，我不能带你离开。但你如果不想落个魂飞魄散、灰飞烟灭的下场，最好不要再插手你不该插手的事情。去吧。到底还是个孩子，真拿你没办法。切，我失眠是老毛病，你没事夜什么游？等你知道你失眠，本想陪你聊聊，谁知道你不在。这么好，能让当世无双的宁王如此放低身段的，天底下恐怕还没有几个吧。有求于你，我没办法。何况既然是名动天下的9天阁主，也没什么丢脸的。跑哪儿去了？以前你失眠都是踢开我的房门，拉着我陪你练几招的。放心，我已经找到了更好的去处，以后你可以美美的一觉睡到大天亮了。你去靖远侯府了？果然是聪明绝顶的宁王，佩服佩服。不妨告诉你，我这次去找楚寒征，居然有个意外的大收获。看来这趟是去对了，以后还得经常去。你说的收获就是楚寒征可以治好你头痛的救急。喂喂喂，要不要这么聪明？楚寒征说他可以为我做开颅术，那不是很好？至少你不会再有后顾之忧。是啊，原本我一直觉得你心痛我头痛，一对病秧子凑一起能做出什么事来，现在才知道那不过是因为有楚寒征这样一个人在等着我们。话又说回来，你的心急他也能医吧？不知道，没问过。守着这么好的机会，你居然宁肯错过？你怕？你知道的，如果答案是否定的，我那么你不如我。我虽然也怕，但好歹问出了口，结果是皆大欢喜，不如我替你问问。不用，他是我的人，我随时可以问。名义上罢了，其实从你本心来说，从来不曾接受过他。那又怎么样？不怎么样，只不过你不接受，不代表别人也不能接受。这个别人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看似风流多情，但如果论冷酷无情，根本不亚于我。怎会对一个刚刚谋面的女子动心动情？若要动心，不需要任何铺垫，更不需要多少时间去酝酿，往往只是刹那间的事。还记得当初我们打赌时苍墨说过的话吗？号称绝不会动心，只不过是因为那个足以让我们动心的人还未出现。你的意思是，
那个人已经出现了。呵呵，如你所见，出现了你只管动心，告诉我做什么？因为我要光明正大的把楚寒征抢过来，只有这样你才会输得心服口服，我才能赢得光明磊落。当然，你认识楚寒征在前，他对你也十分信任。如果你告诉他我是你的仇人，他便不会……哼，这你放心。蓝夜云或许冷酷，或许无情，或许心狠手辣，唯独不龌龊卑鄙。也就是说，你接受我的挑战？不接受。楚寒征是人，不是一件东西，更不是我们打赌的筹码。不管我内心是否接受，他都已经是宁王妃，我必须护他周全。我知道了，你不敢，因为你怕输。激将法，不好意思，我偏不上当。那没办法了，只好各凭本事，看谁最终赢得美人归。当然，我不会客气的。还是那句话，不要以为我有求于你，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别忘了，我要拿你的身份压我。若是如此，我没话说。我什么时候拿我的身份压过你？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忘了正事，而那件正事关乎的，不止你我。小白呢？提前探路去了，有人来了，快走！我们在隐身结界里，鬼都看不到我们一根头发。还不大习惯。谁让你刚刚练成没多久？你练个快的给我看看。果然厉害，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制造隐身结界？等你恢复凤族人的体质再说。你不也没有恢复凤族人的体质吗？不过谁让你已经是9星灵力呢？照样可以制造隐身结界。有人来了，等等，那不是你的王妃？暖绒草、七阳花、苏心根，在找药材，不是冲灵气来的呀。叶云，王妃既然可以起死回生，也可以为醉欢做开颅术，你为什么不问问她能否治愈你的心疾？我已经为你的心疾奋斗了10年，却依然一筹莫展。她若真的可以，我一定要拜她为师。这个男子正是看出沈醉欢脑中有肿瘤，却偏偏束手无策的东陵凌风，如假包换的东陵世家七公子。我不敢。你还有不敢做的事？你知道的，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但你不去尝试，怎知结果一定是失望？先等一下，你确定王妃看不到我们吗？我怎么觉得她往这边来了？楚寒征出现在风月洞天，却突然有了一种极为奇怪的感觉，仿佛感应到了什么存在一般。皱了皱眉，他站定脚步，眼前却只有一块巨大的岩石，岩石上空无一物。可是为什么那种奇怪的感觉正是来自于此？仿佛感受到了冥冥之中的召唤，定定地看着面前虚无的空气，他突然伸出手，如同抚摸着倾心相爱的恋人。这什么都没有吗？可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有什么在？天，怎么会这样？他看不到，却能感觉到。别慌，既然看不到，就说明隐身结界没有消失，或许只是因为他的感觉比一般人敏锐。希望如你所言，你在这里等着，我去看看小白。楚寒征，你究竟是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明明就觉得有东西，却什么都摸不到，难道只是幻觉？我真的很想知道你究竟是谁，为什么你身上会有这么多的意外和惊喜？那么你的出现，于我和我的秘密而言，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醒了，没事吧？没事，是你救了我。不，应该说恐怕是你救了我，否则的话，我早已粉身碎骨，甚至尸骨无存。这怎么可能？先想办法离开这里再说。这是什么鬼地方？不是鬼地方，是鬼住的地方。方才那个水潭名为锁龙潭，据史书记载，潭底某一处有一座凤凰陵，距今有3000多年。3000多年，凤凰陵。你也知道，涅槃大陆原本由凤族人统治，统治者被尊为凤王，凤王之妻便是皇后。既是凤凰陵，怎会空无一物？莫非遭人盗墓了？不可能，锁龙潭乃是进入这座凤凰陵的必经之路，此潭连神龙都能锁住，何况是普通人？3000年来，无数盗墓者因为相信这里有奇珍异宝而试图闯入，却无一人生还。这么厉害，但我们为何捡回了一条命？所以这是前所未有的奇迹，而这个奇迹的创造者是你。或许我们会成为第一个从这里生还的人。走。去哪里啊？找出口。据史料记载，主墓室在前边，去看看有什么线索。宁王，你刚才说锁龙潭是进入这座亡灵的必经之路，你想说原路返回？不可能，这座亡灵的精巧之处就在于此，进来的必经之路不是出路，反之，出路也不能成为入口。结冰，冰魂血魄。
原来你说什么？我没有恶意，我只是突然想起来，锁龙潭中含有剧毒冰魂血魄，是不是？我忘了，你是用毒高手，凑巧认识这种剧毒而已，算不上高手。我看得出你中的剧毒正是冰魂血魄。之前我无意中提及，你险些一把将我掐死，是不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你曾接触过锁龙潭？不是，这么说你中的毒来自别处？别逼我杀你，其实我的秘密你已经知道的太多了。有吗？别以为我看不出来，这一点对你而言根本不是什么秘密。你真正的秘密绝对惊天地泣鬼神，这件事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否则你杀我灭口就是。我怎么舍得？别忘了，我们已经肌肤相亲，今生今世你都是我的人了。那个不算吧，只是借你的胸膛靠了靠，别的什么也没做，不用说的那么暧昧吧。楚寒征，你不要碰我，好痛啊！痛，走开！不要，你走开！你醒了，觉得怎么样？宁王，我怎么了？你不记得？我记得我们在找出路，我看到木门上有一只黄，然后我就看到你了。没事，这里毕竟是潭底，空气不够流通，你方才有些抵受不住，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起来吧，小心些。看来这位凤王十分相信锁龙潭的威力啊！快停下！入口上有死神结界。你进去了？你居然进去了？有什么问题啊？你不是说里面没有机关吗？里面是没有机关，但是入口有死神结界，至少3000年来还从来没有人能够成功穿越结界而安然无恙。那么厉害？当然，否则你以为入口为何不设机关？不管灵力修为有多强，只要碰到结界，就会立刻被冻成冰块，人不死，兵不化。可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确定冰块在哪里啊？你又出来了！你宁王，你吃惊的样子好可爱。依我看呢，是所谓的史料危言耸听，如此便可阻止那些人前来盗墓，惊扰凤王的亡灵。不，绝不是危言耸听，除非……难道你已经……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封印还没有，绝不可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什么封印？我已经什么？没事，我只是在奇怪，为什么你竟然能够安然无恙的穿越死神结界。我也不知道，不过总是一件好事，先进去看看有没有出路。我进不去，只好辛苦你了。若是强行乱闯，我的下场跟这柄飞刀一模一样。你想说什么？对了，你不是说任何人或东西都不能穿越死神结界吗？那为什么小白可以？或许是因为他的体质和你一样特殊，所以才不受结界的控制。是吗？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只要我握着他的手，就可以带他穿越结界。小白之言未必100%可靠，你不如留在此处等我。堂堂7尺男儿，岂能如此胆小怕事？小白若判断错误，我陪你一起死。不必，是我自己要冒险，与你无关。准备好了，走。下一刻，他已迈步穿越了死神结界。是灵气。然而，就在他的手碰到灵气的一瞬间，原本安安静静的灵气居然嗖的一下消失无踪，仿佛从不曾出现过。难道并非灵气，只是一个影子？那实体又在何处？不是影子。据典籍记载，这座凤王陵中有一件上古灵气，唯有有缘者才能得到，否则一旦触及，它便会逆去形体，只留下一团虚无。如今看来，必定是他无疑。有这种事？那这件灵气究竟有何用处？不瞒你，我就是冲着这件灵气来的。但是它究竟有什么用处，我……了解，我们曾约法3章，互不干涉对方的私事，所以我不会多问一个字，放心。可惜我拿不到它，一切都是枉然。再试一试，你既然能来到这里，应该是有缘人吧？没用的，方才拿不到，便说明我就算累死了，也只能摸到他的影子。不过，啾啾，哥哥，啾啾，又怎么了？别跳了，当心掉下去摔个嘴啃泥。啾啾，你让我去拿？啾，拿到了，居然拿到了。这么说，我就是所谓的有缘人。我虽然不能告诉你它到底有什么用处，但却可以告诉你，它的威力大到你无法想象。只要有了它，或许你连整个天下都可以得到。我要天下做什么？它若果真有这样的用处，岂不才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但你又怎知我不是想用它颠覆天下，满足一己之私，从而导致生灵涂炭，血流成河呢？因为你的眼睛，虽然里面装着太多秘密。
秘密？我的眼睛虽然有很多秘密，但怎样？很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的眼睛像九寨沟的水，碧蓝澄澈，晶莹剔透，看似明丽见底，却又幽深如潭。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干净的让我嫉妒，就是因为你这双眼睛，莫说是一件灵器，无论我有什么，都可以放心的给你。你也别说这样的话。为什么？因为我也会动心，是你说的，心不动就不会伤。你心如冰雪，岂会因为区区几句话就轻易融化？现在也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找出路要紧。九寨沟在哪里？这些年我几乎走遍了涅槃大陆，似乎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若能活着出去，想必有机会见到。好，找机会带我去看看。糟了，这个玩笑可开大了，我怎么才能带着你穿越时空，畅游九寨沟？不会真的出不去了吧？不会，这里一定有出路，否则当年建造这座凤王陵的人，岂不都要成为陪葬？你歇着，我再找找。你放心，即便真的出不去了，我也会在临死之前把你变成我的人。今生无缘做夫妻，总得在你身上留下我的印记，来世再续前缘。你开什么玩笑？我很认真。今生既已无缘，说什么来世？何况你我都心知肚明，你我的姻缘根本不是天意，而是人为。等着我，这地方虽然不够奢华，总算干净。如果真的找不到出路，这里就是你我的洞房。你现在不需要洞房，需要冷静。错，我现在不需要冷静，我只要你。或许你并不知道，其实你是一个让男人无法冷静的女人。谢谢，太过奖了。一团金黄色的光芒已经骤然射出。冥王，你快看！有缘人，你既已拿到凤魂引，便立刻离开，不要打扰死者的亡灵，否则必定后悔莫及。原来出路在这里，也太不好找了吧！原来这件灵器叫凤魂引，好奇怪的名字。既然出路已经找到，我们快出去吧。是不是很高兴？不用现在跟我洞房了。楚寒征什么都来不及说出口，便感到脚底下突然一空，跟着眼前一黑，整个身体已经直坠而下。楚寒征，醒醒，醒醒！我们离开亡灵了。不必看了，我也是刚刚醒来，根本不知道出口在何处。何况即便知道，出口也不能成为入口。我知道，我只是在想，那个建造亡灵的人也太了不起了，居然设计得如此巧夺天工。凤魂引是你拿到的，我不能白要。你想要什么，我们交换。什么都可以？可以，只要我有。小白呢？可以，只要小白愿意，我没意见。我看得出来，他跟你比跟我投缘，或许你才是他真正的主人。跟我走。啾啾！这就是同意了。喜新厌旧。没关系，你的新主人很快就会嫁到宁王府，你早晚还会落到我的手中。今天的事情不要告诉任何人，尤其是凤魂引。我知道，我也不会告诉任何人曾经在风月洞天见过你。我正要说这个，还有，如果有人问起，就说小白是你在风月洞天发现的，顺便带了回去。了解。总之，今天我根本没有见过你，你放心。我现在的确无法跟你说的更多，但我可以发誓，我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更不是为了伤害任何不该伤害的人。你不用解释，我明白。忘了吗？我刚刚说过的，你有一双干净到让我嫉妒的眼睛。此处距离风月洞天的边缘已经不远，我们分开走，注意安全。放心，我现在厉害着呢。天快亮了，你快走。这一夜过得真像一场梦。不过好在我想要的药材都已经拿到了，接下来凤魂引真有那么大的威力吗？可是怎么就这么巧，偏偏被我拿到了？等等，你是不是故意带我去锁龙潭的？这么说，你知道我能拿到凤魂引？这是点头还是摇头啊？说，你怎么知道我是所谓的有缘人？还有，我是怎么到锁龙潭的？我只记得嗖一下晕了过去，醒来就在潭里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是一只小狐狸，不会说人话呀，不会说人话。哦，对了，你不会说话。行叔已经活着出来了，先饶你一命。至于这些谜团，想必早晚会解开的。谁？姑娘莫怕，在下东陵林峰，只是路经此地，绝无恶意。东陵世家七公子，果然闻名不如见面。公子好风姿。楚姑娘过奖了，愧不敢当。东陵公子认识我？放眼整个都城，不认识姑娘的人，只怕已经不多了。时候不早，我也该回府了。失陪。姑娘请。
小白怎么会在他手里？叶云又在何处？不行，我得快去找他。啊，你……姑娘是在叫我？楚寒征突然发现，这男子的头发居然泛着隐隐的幽蓝色，而这正是人鱼族特有的标志之一。公子恕罪，我认错了人，错把公子看成一位故交。原来如此，人有相似，原也并不奇怪。姑娘无需多礼。公子请。请。奇怪，韩征怎么还没回来？回不来才好呢，说不定早就被猛兽给连皮带骨的吞下去了。误闯噬魂结界的人还想生还，笑话！韩征，你总算回来了。这怎么可能？你明明……事情不对，难道是我眼花了？二娘想说什么？没什么。贺兰柳立刻摇头，拼命维持着表面的平静。我是想说，你毫无灵力，怎么可能回来的这么快？不算快了，我这不是回来的最晚吗？回来了就好，快去吃饭吧，夏薇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寒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楚寒征闯入噬魂结界，尸骨无存了吗？怎么？明明就是，我亲眼看到他被噬魂结界吞噬，绝对错不了。可是他回来了，一根头发都不缺。哼，会不会你看错了？怎么可能？那一片紫红色的噬魂花就是标志，难道我还会认错？那就奇怪了。难道楚寒征竟然不怕噬魂结界？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尤其是皇上和太子殿下，否则为了让楚寒征帮他们拿到最厉害的灵气，说不定皇上会重新立他为太子妃，他自己不会说吗？再说，他肯定已经从风月洞天拿到了什么宝贝，要在灵气大赛上一举夺魁。就算有也不怕，别忘了，你可是有杀手锏的。只要你顺利成了太子妃，他就没有机会了。难道真如玄真所言，他就是个大富大贵、母仪天下的命？否则为什么在他身上会发生那么多绝不可能的事情？哼，不要瞎想，没有的事。我说过，就算靖远侯府果真有一个人能够母仪天下，那个人也只能是你。夜月华如水。叶云，这个地方绝对安全吗？光线昏暗的密室内，蓝夜云对门而坐，左右两侧各坐着3个年轻男子，其中一个是苍墨，一个是东陵凌风，还有一个居然是楚寒征在风月洞天看到的那个来自人鱼部落的男子，而另外3个人则是沈醉欢、白少峰，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子。放心吧，老大，绝对安全。苍墨笑嘻嘻地开口：“此处乃是宁王府的地底密室，迄今为止只有咱们7人进来过。”东陵凌风，叶云，可以开始了。片刻后，被称作老大的男子一声低喝：“去！”叶云，快！成败在此一举。东陵凌风紧盯着颤动的凤魂引，语声急促。片刻后，一团耀眼的金光陡然爆炸开来，原本光滑的镜面上已经缓缓映出了一个模糊的人影，虽然看不清容颜，却是个女子无疑。快，马上就可以看到了。谁知就在此时，一团黑雾突然席卷而来，将镜中的女子遮了个严严实实。啊，这怎么会这样？焦急浮现在每个人的眼中，尤其是蓝夜云更忍不住轻轻咬牙，眸中冷意闪烁。就在此时，镜面上所有的一切突然消失不见，一切都恢复了平静。我们要找的人就是他。凤魂引中的女子就是凤族的救星，只要找到她，凤还朝计划就能够取得彻底的胜利。可是那团黑雾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遮住这个女子的容颜？难道凤魂引已经被乌马族人施了黑巫术？不可能，凤魂引已在凤王陵中封存了数千年，乌马族人根本没有机会见到他，就算见到了，凭他们的本事也无法对其施展任何巫术。那莫非是时机不到？我也这样想。须知一切自有定数，如果乌马族气数未尽，我们自然看不到救星的容颜，只需时机一到，黑雾自会散去。但愿如此。可是我们真的要找到他吗？须知他不仅是凤族的救星，更是你的生死劫。个人生死不足道，凤还朝计划必须成功。600年时限将至，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他。可惜他本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否则或许就可以直接找上我们。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东陵凌风苦笑，凤还朝计划原本就是更像一场捉迷藏，彼此不知道对方在哪里。无论如何，凤魂引总算已经到手，至少我们已经有了一半的胜算。
凤还朝计划若能成功，楚姑娘当居首功。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死神结界对她居然无效？没有人可以解释，或者，如果我们知道她为什么能够拿到凤魂印，就知道答案了。小白在她手里真的没事吗？没事，何况用不了多久，她就会带着小白嫁到王府，不必担心。这么说，你真的决定遵照高陵诺的安排，娶楚姑娘为王妃了？沈醉欢挑了挑唇，却什么都没说，只是眼中掠过一抹诡异的光芒。为什么？你怕抗旨不遵会激怒高陵诺，破坏我们的计划？你居然在犹豫？人鱼公子惊奇地挑了挑眉，也就是说，并不仅仅是因为高陵诺，更是因为楚姑娘本身让你不愿拒绝。不会吧？不会吧？你可是出了名的铁石心肠，更是从不近女色，难道高陵诺不会无缘无故地赐婚楚寒征给我？只有听从他的安排，我才能够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不多时，众人各自散去。只不过片刻后，伴随着一阵悉悉嗦嗦的轻响，本该与楚寒征在一起的小白居然从角落里钻了出来，右边的前爪上萦绕着一团淡淡的黑雾。原来是他，漆黑的眼中闪烁着晶亮的光芒。他很快钻出密室，站在屋顶上辨别了一下方向，跟着一路疾奔，很快停在了萨罗白塔门前。塔内居住着一位尊者，与天地同寿，与日月齐辉。已修炼成仙的他，不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且拥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只需吹一口气，便可覆亡一个国家；只需动动手指，便可建立一个崭新的朝代。在这里呢。慢点说，小心呛到。你觉得你整天东奔西跑的辛苦，却不知道我待在这里有多么的无聊。不如我们交换。很好，进展顺利，凤魂印已经被楚寒征唤醒，接下来的一切便都要靠他去完成了。小心守护着他，不得有误。去吧，若非绝对必要，最近一段时间不要再来见我。你的新主人比你想象中精明得多，小心被他发现端倪。看来我的直觉没有错，蓝夜云绝对是个有秘密的人，他所做的一切都神秘的有些可怕，所以有朝一日若是展现在人前，必定会震惊整个天下。还没睡吗？你不也没睡？怎么了？好像很累的样子。不是好像，是真的很累。蓝夜云绕过他，居然直接躺到了床上。事情进行的不太顺利。一切皆有定数，强求不来，有时候顺其自然，反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陪我躺一会儿。你什么？你有需要的时候抱着我不放，我有需要你就推三阻四。没，你有洁癖的吗？我还不曾沐浴熏香。熏什么香？不知道你的体香比什么香都令人神魂颠倒吗？这算夸我？是不是凤魂也没有起到你预想中的作用？你要我重复多少次？没事，别那么聪明，否则容易短命。不是，否则我会很没面子。当我什么也没说。蓝夜云哼了一声，也不再开口，二人就那么静静地躺着。你醒着没睡，困了就睡你的。我若想做什么，原也不必等你睡着。哼，这我知道。不过你就不担心你睡着之后我会对你做什么？求之不得。你要真想做什么，也不必等我睡着，就算清醒着，我也不会反抗。好了，不开玩笑了。你来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啊？没事，如你所说，凤魂饮并没有起到我预想中的作用，心里烦就来找你了。当你需要一个人的时候，第一个想起谁，就说明谁对你而言是不同的。难道蓝夜云对我真的已经开始变得不同了？奴婢见过大小姐，请大小姐见谅，皇后娘娘只见大小姐一人，其余人等请门外等候。好。王妃，属下此处乃皇后娘娘寝宫，我若在这里出了事，皇后娘娘岂不也难逃干系？既如此，王妃不要忘了那个名为云哨，可藏于袖中，若有危急状况，只需将盖子打开，便会发出尖锐的鸣叫示警。对蓝风和蓝恒而言，只要听到楚寒征发出的信号，莫说是皇后寝宫，就算是玉皇大帝的寝宫也照闯不误。我知道，只管安心在这里等着，我去就来。请大小姐稍后，奴婢这就去请大小姐恕罪。原本皇后娘娘有些女子月事方面的隐疾，想请教大小姐，却不想方才皇上突然传召，皇后娘娘临走留下话来，请大小姐务必在此等候。
好，大小姐若有什么需要，请尽管吩咐，奴婢先告退了。迷药，准确地说是掺杂着烈性媚药的迷药。他与皇后向来无冤无仇，为何无缘无故用如此狠毒的手段对付她？还是……骤然想到了另一种可能，楚寒征立刻双眼一闭，装作被迷倒的样子，缓缓趴在了桌子上，片刻后便一动不动了。高元浩，你这个人渣！楚寒征，本宫管你是装傻还是真正的傻子，都要先得到你的人再说。如此绝色尤物，无论如何不能便宜了蓝夜云。哼，只有本宫才有资格享受。谁知就在此时，他却猛然感到脑中一晕，眼前的一切骤然变得模糊起来。然而那声来人刚刚冲到喉口，他便白眼一翻，重重地栽倒在了床上。喜欢闻媚药是不是？好，本姑娘就让你玩个够，而且是被人玩。还别说，宁王这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挺好用，至少特别解恨。糟了，虽然灵力深厚，又精于用毒，对媚药却偏偏无可奈何。咬了咬牙，他强撑着冲出了寝宫。王妃，你还好吧？好才怪，我快撑不住了，快走，回府。蓝风干脆一矮身，将他背在背上，一阵急行狂奔。王爷，王爷快出来！一路飞奔进入宁王府。快，王妃不好了！怎么回事？属下也不知究竟怎么回事。王妃她……宁王，你怎么会在这里？这里是宁王府，我不在这里在哪里？宁王府？我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不是让蓝风他们送我回靖远侯府吗？他们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会中了销魂猎？你看出来了，高元浩这个杀千道的混蛋，居然设局阴我。看来他的日子是过得太舒坦了，居然敢动我的人。好，别，他没有占到我任何便宜，反而被我折腾得够呛。别插手，免得惹麻烦。你很难受吗？废话，换你试试。我劝你还是快些出去，否则你这算是在看我的热闹？没，我是在想你怎么还撑得住。你从哪里看得出我还撑得住？有没有法子帮我把药性解了？有。真的？什么法子？你开什么玩笑？没有，我很认真。要不要？销魂猎药性猛烈，如果不尽早解除，你将全身爆裂。所以你最好立刻做决定，要么一起活，要么一起死。一起活，只要你不在乎。我有什么好在乎的？何况我早就说过，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这是什么功夫？残云冷月诀。蓝夜云轻轻催动灵力，耐心地化解着药性。我本事不到家，只能用残云冷月诀强行帮你把药性化解掉，而这个过程你会痛苦万分。药性解了之后，你更会虚弱的下不了床，非得睡上3天3夜才能恢复元气。只是如此而已。灵力吐入经脉，除了寒意彻骨，你更会感到痛苦不堪，不亚于被销魂猎折磨，不死也会脱层皮。没关系，我可以。既然这样便可以解，无论怎样的痛苦我都能承受。我还以为什么？没什么，是我想多了。放心，我如果真的想要你，一定是你心甘情愿的委身，让你知道我比任何药物都让你欲罢不能。霸气。又是这句。哎呀，我还是闭嘴吧。好了，药性已经全部化解。我还活着。你昏过去7次，但是毫无疑问，的确还活着。你还没有告诉我究竟怎么回事。还能是怎么回事？高元浩那个混蛋，痴心妄想罢了。听他将事情经过简述一遍，尤其听到他只是封了高元浩的穴道，蓝夜云表示非常不满。只是如此而已，不行，太便宜他了。放心，便宜不了。穴道虽然很快就能自行解开，但我给他下的药比销魂猎厉害得多。他害我睡3天3夜是不是？那种药却必须连续7天与女子行房才能慢慢化解，求死不能。只是这样？不止哦，7天之后他会因纵欲过度伤到要害，至少3个月之内休想再碰女人。我要让他以为自己已经变成废人，吓不死他。3个月不够，换做我至少3年，或者干脆一辈子。算你比我狠。我突然发现你这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真的挺好用，只不过高元浩不知道我已是8星灵力，万一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你的账本来就是我的账，什么叫算在我的头上？何况如果你不这样做，我只会做得比你更狠。但
事情是我做的，不能让你背黑锅。我愿意，这件事你不用管了，后续有什么问题我会处理。这件事并非蓝风和蓝恒的责任。再说，他们既然已经是我的人了，就算是有过错，也该由我来处罚。你就不要插手了，好不好？好。尤泽安怎么还没来？是，属下在。参见皇后。免礼，快过来，瞧瞧元后究竟是怎么回事。快说，究竟怎么了？启禀皇后娘娘，殿下是被人点了穴道，才会动弹不得。只是如此，那还愣着干什么？快解穴！这，请皇后娘娘恕罪，此人是个高手，他的点穴手法十分高明，属下解不开。解不开？没用的东西！去找解穴高手来，快！不过片刻，便将大内密探中的顶尖高手全部带了过来。解不开，还解不开！废物，废物，都是废物！人家能点，你们为什么不能解？殿下不是要跟楚寒征那个绝世美人颠倒鸾凤吗？人呢？为什么只剩下了他一个人不说，还如此狼狈？能说话？也对，那人似乎并没有封住殿下的哑穴。出去，都出去！出去！元昊，退下，退下，都退下！子安，是，殿下有何吩咐？快！本宫难受，找女人。殿下的意思是？意思你个蠢货，没看到本宫被贼人暗算，中了媚药吗？快去替本宫找几个，小心不要让旁人知道，否则本宫活剐了你。是，属下马上就去。元昊，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来不及多说了，母后还是先回避一下，等儿臣好点之后再细说。可你被封的穴道无法解开，如何行那事？即便可以，难道要永远这样躺在床上？不会，此人点穴手法虽然高明，但过一段时间之后，穴道便会自行解开。母后放心。那就好。既如此，母后先出去，等你好了之后，再告诉母后究竟是怎么回事。母后一定将这个贼人找出来，碎尸万段。沈阁主，开颅术所需一切我已准备妥当，如今还需要看一看你的身体状况，看最近是否适合手术。好，我该怎么做？手给我就好。没问题，莫说是手，人给你我都不眨一下眼。沈阁主的状况非常不错，随时可以手术，不过这种事是越快越好。阁主若是方便，不如2日之后。可以，我还需要准备什么？稍后我会告诉阁主一些注意事项，其他的不需要特别准备。不过开颅术非同小可，只有在我靖远侯府的清雅居内可以进行。阁主晚上可以吗？不行，开颅术对环境要求极高，而且光线必须完全充足。好，我悄悄去找你，不让别人看到。其实你大可不必担心，只要进了清雅居，绝对没有人能看到你。有蓝风和蓝痕在，没有人敢乱闯的。可是不等他开口说话，突然听到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传来：“你还真是一路不等我，太过分了！又不是不认识来宁王府的路，等什么？何况你若跟我同行，必定多嘴多舌，让我玩也玩不好，吃也吃不好，啰嗦的要死。我愿意管你，我愿意管你！你这个没良心的！若不是怕你头痛发作，要死要活，我管你吃还是玩啊？既如此，痛死你活该！”哈哈，这你放心，再也不会了。我已经找到一位神医，他会替我解除这个痛苦。从此之后，我吃喝玩乐样样不误，更不用你这个啰嗦老太婆跟在屁股后面啰嗦了。九天阁副阁主玉凝眸。这位便是最近名动天下的宁王妃吧？果然倾国倾城，令人自惭形秽。见过宁王妃？不敢。副阁主英姿飒爽，才真是巾帼本色。你不如说她不像个女人，没有女人味儿，真是白瞎了玉凝眸这个柔情款款的好名字。呵呵，整个一男人婆，哪比得上你温柔似水？你再说，我若是像王妃这般温柔似水，你会听吗？早就头痛发作，一命呜呼了。你若会温柔似水，我佩服你。行了，每次见面都是这副德行，腻不腻？宁某也是担心你，才一路跟来。你不领情没关系，犯不着冷嘲热讽。哼，你什么时候才能像王爷一样？开颅术毕竟不是小事，有宁某在你身边照顾，大家都放心。你若是把他气跑了，吃喝拉撒，
一概自理。什么开颅术啊？等会儿跟你说。姑娘，其实我想问问你，蓝叶云的宁某远道而来，你有需要手术，这就回房歇息吧。哼，好，留给你自己去问。不过你最好确定还来得及，免得错过机会。不要忘了我们的约定，我好期待。我一点都不期待。什么约定？报答我。他说，若我能治好他的头痛，他以身相许作为报答，并答应为我做3件事。不是很好吗？九天阁主是名副其实的民间帝王，他能做的事，当今天子的未必能做得到。你若成了阁主夫人，地位又在皇后之上，我这一生怕是注定绝情绝爱，何苦误人一生？不过一句玩笑罢了，就算他想给，我也不能要。别误会啊，我并不打算误你一生，这不是为了弄清皇上赐婚的目的吗？只要目的达到，你我桥归桥，路归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冷酷无情的不要，邪魅不羁的不要，你究竟喜欢哪种款式的男子？你是面冷心热，沈醉欢是邪而不恶，你二人均是人中龙凤，天之骄子。女人对你们来说只是点缀和装饰，只有你们屈指点选，没有我挑3拣4。楚寒征，知不知道就凭你这几句话，我和沈醉欢便都没有资格以你为点缀和装饰，相反，怕只配做你的陪衬。这话说的也太抬举我了。总之我帮他只是因为他是你的朋友，也因为他命不该绝，其他的什么都没有。以身相许云云，更是玩笑一句，不值一提。唉，还是不相信我的医术吗？还是信不过我这个人？罢了，我再等等，这一步你必须自己迈出来。叹什么气？开颅术没有十足的把握吗？有，放心。啊，对了，还有一件事，今日前来原本是想将它还给沈阁主的，结果被玉阁主一打岔，居然忘记了。你待我还给他也一样。怎么会在你手里？沈阁主给的，说是定金。话说回来，这玩意儿究竟是什么呀？这玉笛是九天阁历代阁主的信物，只要信物在手，任何人都可以随意调动其门下数十万弟子，乃是世人求而不得的宝贝。这么厉害，我还以为是沈阁主喜爱玉笛，才造了这么个小玩意儿出来把玩。不过若是如此，就更得还给他了，我可要不起。要还也是你自己还，我不能代劳。为什么？因为沈醉欢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古怪，若是我去还，他是不会要的。好吧，我再找机会跟他说。先走了。不是让你回去休息，怎么又跑出来了？路过，为什么不告诉他那玉笛对你大有用处，让他留下给你？我不必，你了解我，我想要的东西一定会亲自去拿，而且会要你心甘情愿的给我，不必假手他人。那就好，那就好。哼，我原也知道你做不出来那种事儿，不过总要听到你亲口说出来才放心。这叫激将法，你懂不懂？哼，懂，非常懂。不过你也知道，我不那样做，是因为我本来就不会那样做。激将法对我通常不会太有效。哈哈哈哈，我当然知道，不过百密总有一疏，说不定哪一次你就会上了我的恶当了。那就让我们共同期待吧。阿柳，你不是在清源寺休养吗？怎么突然回来了？腹中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我不回来怎么行啊？老爷，几日不见，你可瘦多了，怎么那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唉，腹中如今是多事之秋，还说什么身体不身体？贺兰柳皱了皱眉，韩君和韩迪究竟怎么回事啊？说来话长啊。便在此时，楚寒征迈步而入。寒征见过父亲，见过二娘、二妹，一别数月，别来无恙。是不是觉得韩征跟过去有些不同？这事儿也是一言难尽，我慢慢再说给你们听。韩征，坐吧。啊，这……老爷，我这一路走来，很是听到了一些议论，不少人都说是什么诅咒害死了韩迪呀。一派胡言，韩迪的死尸以外，雅秀更要负一半的责任，何来诅咒？来人，传令下去，哪个再敢造谣生事，乱棍打死！原来是下人在乱嚼舌根，那就好。不过老爷说雅秀要负一半责任，这可不就是，不问青红皂白就给韩迪乱吃补品，韩迪才会血崩而亡。若是早问太医。事已至此，老爷还是节哀吧。韩迪命该如此，咱们也都尽力了。哼，真想不到废物也有翻身之日。瞧他如今的样子，与从前简直判若两人。尤其是那张脸，恐怕整个乌马帝国都找不出几个。哼，难怪三娘和三妹他们想尽办法要将大姐除去。
此人不除，恐怕必成大患。不过说也奇怪，究竟是谁暗中调了包？莫非真如玄真道长所言，那白痴命中有贵人相助？无论如何，我绝不容许他挡我的路，坏我的运势。哼，他敢！如果靖远侯府果真有一个人是大富大贵、母仪天下之命，那个人也是你。楚寒生微微冷笑，什么也不曾说。蓝夜云，本宫饶不了你！殿下怎知是宁王做的？当时明明四周无人，若连你都看得到，他就不是蓝夜云了。就算不是他，也是他安排的人。总之，本宫不会放过他。等本宫登上皇位，第一个就把他碎尸万段。恐怕没那么容易。殿下忘了吗？他有免死金牌。可恶！本宫就不信收拾不了他。对了，本宫让你查一查楚寒征是怎么回去的，查到了吗？查到了。靖远侯府的人说，当日楚寒征入宫之后不久，便被几名宫女送了回去，说他身体不适，突然昏倒。皇后娘娘特意派人将他送回去休养。蓝夜云，不是你做的，他见鬼了！看来我还是太低估了你的手段。你等着，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要把你。蓝夜云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明明将你折磨得生不如死，你却偏偏抓不住他半点把柄，奈何不得他。启禀太子殿下，皇上有旨，请您御书房见驾。殿下，您的身体，本宫没事。儿臣参见父皇。免礼，楚寒敌的事都处理妥当了。是，不知父皇召见，所谓何事？7月15已过，各路高手必定以齐聚风月洞天，寻找灵气，所以朕已决定8月初1举行一场灵气大赛。灵气大赛？为什么？因为大祭司说。高凌诺突然压低了声音，后面的话便只有父子2人能够听到。明白了吗？朕叫你来就是为了告诉你，到时无论获胜的女子是谁，你都必须接受。是，儿臣明白，但是父皇又怎知获胜的一定是你想要的那个女子呢？这你放心，有大祭司在，人选绝对不会出错。怎么了？有事吗？还是对此事仍有疑问？儿臣不敢。只是父皇，想必您也听说了，原来楚寒征不止气质不俗，更是个绝色佳人。容貌的确世间少有，气质更跟传言有些不同。或许他本来就没有那么不堪，只是世人以讹传讹才会如此。不，他是故意的。其实他早就跟蓝夜云勾搭成奸，才故意装出那副卑微怯懦的样子，骗儿臣跟他解除了婚约。怎么还说这种话？朕都说了不可能。蓝夜云冷漠孤傲，眼高于顶，怎会对一个不能习武的丑女动心？蓝夜云行事一向异于常人，谁知道他是不是另有所图？父皇，您别忘了，楚寒征虽然貌丑不能习武，出生时却天生异象，说不定蓝夜云就是冲这个去的。而且如今楚寒征已经恢复容貌，蓝夜云怎会不动心？没有的事，不要胡思乱想。就算楚寒征如今倾国倾城，蓝夜云之前却从未见过他，说什么勾搭成奸？不是的，父皇，蓝夜云真的别有所图，楚寒征更是包藏祸心。好了，退婚是你主动提出的，休书也是你写的，现在又来跟朕说这些，是何用意？儿臣就是受不了被楚寒征所骗，因此想求父皇将他重新赐婚给儿臣，儿臣好出这口气。不可能，楚寒征已经是蓝夜云的王妃，这一点不会改变。可您是皇上，只要您一开口，谁敢违抗？谅他蓝夜云亦不敢抗旨不遵。他是不敢。总之此事不必再提，楚寒征只能嫁给蓝夜云，你趁早收了这个念头，做好你该做的事，否则朕会很失望的。退下吧。是，儿臣明白，儿臣告退。你真的明白就好了。你知不知道，朕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留给你一个稳固的太平盛世。朕为了乌马帝国的江山心力交瘁，你居然只知道跟蓝夜云抢女人。元昊，你太让朕失望了。蓝夜云，楚寒征只能是你的，你只有娶了她，朕才会安心。有劳姑娘久等，真是罪过，罪过。
沈阁主肯将身家性命交到我的手上，这份信任不说世间唯一，至少并不多见，我自然不该辜负。自然是唯一，至少到现在为止，你是第一个让我把身家性命交到手上的人。房间外有蓝风和蓝痕守护，这里更有宁王和副阁主从旁照应，沈阁主完全可以放心，绝对不会有任何人打扰。我不要蓝夜云和宁谋留在这里。为什么？我以为有他们两个在，你心里会踏实一些。只不过虽然不曾看过开颅术是什么样子，也可以想象必定是鲜血淋漓，与开膛破腹差不多，自然极为丑陋。除了你之外，我不想被别人看到我那个时候的样子。这本就是你的隐私，任何人都应该尊重，我当然没有意见。我就知道你最懂我，你们两个出去吧，直到开颅术完成之前，绝对不许进来，否则我跟你们拼命。你们可不可以？楚寒征笑笑，我没问题啊，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如果真的没有把握，就算我不怕沈阁主的鬼魂来找我报仇，还怕被九天阁门下数十万弟子撕成碎片呢。我更没问题。现在你最好祈祷姑娘真的可以治好我的头痛，否则以后如果继续失眠，还是会踢开你的房门，朝你打一架的。我相信楚寒征的医术，所以你恐怕没有那个机会了。宁王说的对。哼，那还等什么？这就开始吧。你干什么？剪发？哦不，剃头。你要给我剪发？是啊，放心，我的手法十分纯熟，绝对不会伤害到你的。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真的要给我剪发？怎么，有问题吗？哼，没有。既如此，那就继续吧。可以放心了，手术很成功，沈阁主很快就会好起来的。真的吗？真的吗？阁主他真的没事了吗？真的没事了，只不过他现在还在昏睡，而且身边绝对不能离了人，你们一定要看好他。我先回去洗洗休息一下。好好，辛苦王妃了。王妃放心，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我送你。第4天早上，王妃，你快去看看，阁主他醒了。醒了，觉得怎么样？呵呵，好的不得了。这么看起来，我的病算是治好了吧？可以放心了，手术非常成功。从此之后，你将摆脱头痛的烦恼，并且不会再因此失眠。幸好我也不必担心被九天阁门下弟子撕成碎片了。你医好了我，从今以后我可就是你的人了。不过一句玩笑，不必放在心上。至于阁主说的3件事，之前的以身相许，或许只是一句玩笑话，可是你已经亲手为我剪了发，这你总赖不掉吧？是啊，我是赖不掉，但我已经说过那是开颅术的需要，不将头发剃光无法进行。怎么？你已经不是孩子了，所以你没理由不知道亲手为一个男人剪发意味着什么。冤枉啊，我是真的不知道。不管究竟意味着什么，都不能算数。毕竟我是为了替你治病，一切都可权宜从事。别的事情或许可以，唯独这件事情权宜不得。宁王，方不方便解释一下？我是真的糊涂了。涅槃大陆自古以来的规矩，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绝不可随意损毁，否则视为大不孝，将被世人唾弃。若哪个女子亲手为某个男子剪下一缕头发，则代表她已经以身相许，此生不渝，必须以死相守。当然前提是那个男子点头许可，如果是被强迫，则不算数。哼，我许可了，没有半分勉强。什么？还有这种事？反之，若男子亲手剪下女子一缕青丝，同样表示非亲不娶，生死相守。可我是为了给沈阁主治病，情况极为特殊，不必遵循这些旧制。这是历来的规矩，不分新旧。就算是为了治病，剪发一事你也可以假手他人，比如我或者苍墨他们。既然有这种规矩，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这不是坑我吗？我问过你3次，是否真的要给我剪发，你都毫不犹豫地点头了。那是为了治好你的头痛，何况你明知道我已经是皇上钦定的宁王妃，怎么可能再非你不嫁？其中分明有误会。我不觉得有什么误会，我说过，只要是生在这片大陆上的成年人，便没有人不知道这个规矩。你既然知道却还是这样做，代表了什么？不言自明。宁王只瞧热闹，不替我说说情吗？我可以当做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不过我不能哦。呵呵，你剃光了我的头发，必须对我负责到底。我治好了你的病，也救了你的命，你居然还拿这些旧制要挟我，让我难堪。我记得沈阁主好像还答应替我做3件事。你想怎样？很简单，第1件事拒绝我的以身相许。第2件事呢？康复之后离开京城。楚寒征，你以为你是谁？你什么都不知道，不许乱说，否则我可不饶你。宁王不必如此紧张，
不是我要赶沈阁主走，刚才我只是觉得，因为太过急于治好沈阁主的病，完全不曾考虑那些世俗常规，才造成了如此尴尬的局面。我是怕与宁王名声有损，这才想要想法子化解。既然宁王不在乎，那就无所谓了。楚寒征，我不必再说了，我都明白。沈阁主，我方才说的第一件事，你可答应？不是我不肯答应，而是剪发一旦成为事实，便不能改变。哪怕我此刻一命呜呼，你也不能够再另嫁他人。既如此，我不妨让事实更不容改变。这便赠你一缕青丝，你我从此永结同心，双宿双栖。不要，听我说，王爷。不过从我们相识到现在，你已经是第2次让我受伤了。这件事情可以慢慢再商量。臭姑娘，你先放手，蓝夜云不是你伤得起的。这我当然知道。高高在上、尊贵无比的宁王，我当然不配碰到一根指头。王妃，沈阁主不是这个意思，他不错，这并非是配不配的问题，而是蓝夜云他其实是沈醉欢，这是我自己的事，我会处理。可是王爷，王妃她……我没关系，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你们才是自己人，而我只不过是个外人，没有资格分享你们的秘密。你想多了，我并没有。可以了，沈阁主恢复得极好，各位不必担心。说完，他竟飘然而去，再也不曾看任何人一眼。姓沈的，你是不是太过分了？王爷与王妃两情相悦，你为何偏要横插一杠子？小心遭报应！我哪有？你都看到了，我明明什么都没做。就是什么都没做才讨厌！你明知王妃不能为你剪发，为何不阻止她？分明就是居心不良。楚姑娘人间绝色，气质又清雅不俗，连9天仙子都比不上。如此妙人投怀送抱，我为何要拒绝？再绝再妙，那也是王爷的人，与你有毛关系？我命令你立刻把王妃还给王爷，否则就不还。怎样？你这个宁某，你这话说的我好像不大爱听。从过去到现在到将来，楚寒征一直是我的，何须他还？不错呀，这才总算有几分王者该有的样子。你还说，跟了你那么多年，从来不觉得你是那么不懂分寸的人。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小心玩火自焚啊你！喂，我是阁主，记住了，你只是副阁主，在我面前不得无礼。那我不在你面前，总可以了吧？哼，众叛亲离，爽了吧？那又怎么样？至少美人在报了。呵呵，何况凡是跟着我的人都不会背叛我。我说你到底在想什么？难道你看不出来王爷对王妃已经动真格的了吗？看得出来啊，就是因为看得出来。哼，所以才比较好玩嘛。玩？你跟王爷玩抢王妃，小心玩火自焚。诗人牙慧，没创意。总之，楚寒征我抢定了，转告你家王爷，尽管放马过来，我不会手下留情的。你自己去跟他说，我还想多活几年呢。不过我还要告诉你啊，王爷和王妃一定会在一起的，我相信他们。这才叫众叛亲离。不过你们俩不会真的连这一关都过不了吧？那可就太让我失望了。放心，你没有对他以身相许的机会。宁王，你想怎样？不怎样，只不过你记住，这一生你只能是我的。原本以为我自己有一双前世练就的火眼金睛，可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一点都不了解男人，比如沈醉欢，比如蓝夜云。哼，失眠也会传染吗？大半夜的转什么圈？王爷，你回来了，怎么样？跟王妃解释清楚了吗？没有，回去睡觉。哎呀，我哪睡得着啊？你不是专门去找王妃解释的吗？怎么会没有？不准跟来，回去睡觉。哎呀，怎么回事嘛？说好了去跟王妃解释清楚，怎么看起来好像闹得更严重了？怪不得你喜欢大半夜踢我的房门，原来真的很爽。哎，被你发现了，那以后只好比谁的动作更快，看到底是我踢你，还是你踢我。拒绝楚寒征的以身相许。哼，我就知道你是为这个来的，我拒绝不了啊。你也知道，剪发一旦成为事实，红鬼雀，楚寒征不知道，我知道，剪发虽然已经是事实，但是只要你亲笔写下一纸断绝书，你二人从此便永无瓜葛。呵呵，但你也知道，写断绝书是有条件的，除非楚寒征犯有7出之条，否则写了也无效。这个难不倒你。总之一句话，写不写？我若不写呢？我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开出你的条件。呵呵呵，没有条件，我就是不写。你别逼我，我就是要逼你。怎么样？你到底想怎么样？这一点我早就告诉过你了。一开始我就说过，我看中了你家王妃，而且不会手下留情。我想怎样还用说吗？朋友妻不可欺。呵呵，我欺了怎样？你
想杀我，先手下留情。这样吧，我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要楚寒征还是要我？你说什么？我问你，要他还是要我？要楚寒征，我走；要我，放弃楚寒征。你明知道你对我而言有多重要，却仍然要为了楚寒征，将你我之间逼到如此绝境吗？我觉得他值得呀。呵呵，你若觉得不值，要我弃他不就好了？说吧，怎么选？我两个都要。哦，为什么不试试说要楚寒征？或许我见你为了他能够舍弃天下，一感动便会留下了。你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而我手中的赌注太少，赢面太低，我不能冒险。我不能为了楚寒征舍弃凤还巢计划，同样不能为了天下舍弃楚寒征。所以你和他两个我都要。但你可知道，你的选择太贪心了。哼，天下间的好事未必都能归于你一个人。我知道，但我仍然必须两个都要，因为无论舍弃哪一个，后果都是我无法承受的。我若是不答应呢？哼，可以，你有这个自由。记住，以后凤还巢计划就拜托你了。你疯了？好好的玩什么自断心脉？我没疯，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知道个屁！还说什么凤还巢计划拜托给我？你如果一命呜呼了，凤还巢计划就胎死腹中了，还拜托什么？那可未必。失绝公子精彩绝艳，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就算没有了我，也照样可以把凤还巢计划进行下去。你再说，信不信我死给你看？蓝夜云，我警告你，以后少在我面前玩这种鬼把戏，否则我饶不了你。是你先要玩的，我当然要奉陪到底。而且我看得出来，不把我这条小命玩完，你是不会罢休的。还说我看你才是个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伤得那么重，就别在那儿笑了，赶紧回去运功疗伤。你去哪里？哼，靖远侯府。不过放心，不是去跟你的王妃拜堂的，我去拒绝她的以身相许。刚才我如果不阻止，你真的会自断心脉而死吗？不会。这么说你根本就是在吓唬我。不是我不会死，而是你不会让我死。所以我尽管对自己下死手，因为你一定会阻止。就是说我还是上了你的当啊！姜果然还是老的辣。不，只能说你还不如我狠，而且我对自己比对你更狠。好吧，这一次我认命。不过下一次还有下一次。呵呵，怎么？你以为我会那么容易放弃吗？我说过，你会被我折磨得很惨的。小子，你最好祈祷不要有把柄落在我的手里，否则我让你不死也要脱3层皮。不过幸好这一关总算是过去了，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出来。王爷，你可真下得去手，那可是你自己的命啊！不下狠手，怎么能够逼退沈醉欢？你以为他像你那么心慈手软，好糊弄吗？啥？说我好糊弄？算了，看在你身受重伤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不过这次牺牲虽然大了点，却总算把王妃抢回来了。王爷，你真的没事吗？没事，不过我不是说过不许跟着我吗？我没跟着你啊，我是等你走了之后自己过来的。行了，回去休息。如此佳人彻夜难眠，是为新欢还是为旧爱？夫君深夜到访，实在是辛苦了，快请坐。哈哈哈，有个性，我喜欢。只是夫君刚刚做完开颅手术，无意太过劳累，要多多休息才是。你怎么？我说的不对吗？我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对，请夫君尽管说出来，我会改的。罢了罢了，你们两个一个来硬的，一个来软的，存心要逼死我是不是？来硬的？你说宁王？哼，想知道？不想。那么你一定会后悔的哟。那我想知道。你，哈哈，早就听说女人善变，可你这也太善变了吧？这不叫善变，只是善于听劝，听人劝，吃饱饭。这是个好习惯，要保持下去。告诉你，蓝夜云为了让我拒绝你的以身相许，不惜自断心脉。这又何必？我又不是他的谁。你太在意这句话，才会失去最基本的判断力。想必你也看得出来，蓝夜云是要做大事的人，我对他的大事至关重要。你如果把我赶走，所有的一切都将会蓝夜云不能不着急。这么严重？就是这么严重，而且我不妨告诉你，蓝夜云要做的那件大事，不是为了他自己，甚至不是为了你，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千千万万无数的人。这件事一旦失败，后果根本不堪设想。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吧？蓝夜云那句话，根本没有你认为的那种意思。是吗？是不是不要问我，要问你自己。你可知道，如果不是我阻止得快，他现在就是一具尸体。他现在怎么样？还活着，不过受了重伤，非要休养一段时间不可了。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你不是想
我当然想，但我不能因此就逼他死，因为蓝夜云也不是我能伤得起的。他到底是谁？你会知道的，你也会知道你赶走我为何令他如此紧张。但是无论如何，他宁死也不肯放弃你，你总该相信他对你的心。沈阁主，我不明白你做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分明不是对我有情。怎见得我不是？我就是看上你了。不过这次看在蓝夜云不惜自裁的份上，我先罢手，下次可就未必了。这是你想要的东西，有了它，所谓以身相许就全盘作废。告辞。这场闹剧总算彻底结束。怎么样，断绝书有没有送给王妃？你怎么知道我去送断绝书的？苍墨说的。哎呀，不说这些，我问你有没有送到？送到了，可惜啊，白白浪费了一个大好的机会，否则这会儿说不定我就抱得美人归了。是很可惜，可惜王爷差点就把你的脑袋揪下来，抱回一条命就不错了，你还想抱得美人归？我看你想美人想疯了吧？不就是说，更可惜的是你不是什么美人，否则整天面对着你也可以稍稍缓解我的饥渴呀。整个一男人婆，哎呀！你说我不是美人，这我承认，天底下不是谁都能像王妃那样清丽脱俗的。可你凭什么说我是男人 ？No， 你瞧瞧，身上女人该有的零件，我哪一样少了？我没胸吗？我没腰吗？我没……嘿，这句话说对了，你有。认识你这么久，总算见你诚实了一回。没错，你有胸，而且还是相当凶，凶的就像个男人婆。我杀了你！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你说你有胸，我都承认了，干嘛还要杀我？你还说，真要伤到了你，别怪我以下犯上。好晕。阁主，你怎么样？来，我扶你到床上躺一下。我这会儿可是跑不了了，怎么不杀呀？还乱说！你到底怎么样？要不要我去请王妃来看看？我没事儿，休息一下就好了。那你快睡吧，我在这儿守着你，有什么状况也好随时照应着。不用，你回去歇着吧，有事我会叫你的。可是……不用可是，我自己的身体自己心里有数，回去歇着。凤魂影说不定随时都需要我们，必须养精蓄锐。玉凝眸就是那晚密室中的神秘女子。那好，我先回去了，有什么不舒服随时叫我。阁主，以后你不会再去招惹王妃了吧？她是王爷的人，我不想看到你因为她受到任何伤害，不想看到你因为她伤害到王爷，也不希望你因为王爷伤害到王妃，毕竟她是无辜的。那么在我们3个人之中，你最不希望谁受到伤害？我。谁？你。为什么？我以为你会说是蓝夜云。因为你们3个人之中，你最容易受到伤害。哼，怎见得？王爷一身系天下之安危，特殊的身份早就造就了他超过常人的承受力，对他的身份而言却是利大于弊。至于王妃，我虽与他并无深交，但却看得出他同样并非池中物，他的承受力与王爷恐怕有一拼。唯独你，怎样？你表面看起来游戏人间，游遍花丛，仿佛对什么都不在乎，其实那正是因为你对伤害没有足够的承受力。其实说到底，朋友、兄弟、女人，谁的背叛你都承受不起，同样的伤害只能令王爷和王妃心痛，却足以令你崩溃。沈醉欢没有说话，不是不想说，而是根本说不出，因为这番话在他心中造成了怎样的震撼，恐怕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强迫自己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的你好像有多了解我一样，而且你未免也太小瞧我了吧？跟蓝夜云相比，会有那么差劲吗？我知道你不会承认的，那就当我没有说过。总之啊，你若不想害人害己，到时候后悔莫及，就不要再去招惹王妃，真的。我偏要去招惹她，你管得着吗？怎么不吃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呀？要不禀报王爷，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得让王爷来好好哄哄王妃。你们敢？我的事不需要告诉外人，都回去吧。我现在不饿，晚上给我做些好吃的送过来，去吧。好，我马上去。咱们怎么办？不能就这么干瞪眼吧？不然哭一场，那样就可以湿瞪眼了。我怎么不知道？原来你还这么幽默。想办法替王爷解释清楚啊！不必解释，我都明白。回去歇着吧，不然就直接回宁王府。二人无奈，只得摇摇头离开了。这算什么？蓝夜云嗖的出现，一身白衣，纤尘不染，恩断义绝。我跟你之间岂曾有过情爱？还在生我的气？没有必要，因为我已经想明白了，你我之间本该如你所说的那般，谁也不是谁的谁。这话你真说得出口？有什么说不出的？那本来就是事实。你我本就桥归桥，路归路，之前只是为了弄清皇上赐婚的目的，
才会一直维持着表面的关系。既如此，婚迎嫁娶本就各不相干。我其实不必怕你难堪而赶沈阁主走。你真的这样想？是，当时我没有想到这些，不过现在已经想明白了，是我把事情看得太严重。其实说到底，你我的婚约不过一纸空文，并不妨碍我对沈阁主以身相许。放心，你没有对他以身相许的机会。宁王，你想怎样？不怎样，只不过你记住，这一生你只能是我的。原本以为我自己有一双前世练就的火眼金睛，可现在才知道，原来我一点都不了解男人，比如沈醉欢，比如蓝夜云。哼，失眠也会传染吗？大半夜的转什么圈？王爷，你回来了，怎么样？跟王妃解释清楚了吗？没有，回去睡觉。哎呀，我哪睡得着啊？你不是专门去找王妃解释的吗？怎么会没有？不准跟来，回去睡觉。哎呀，怎么回事嘛？说好了去跟王妃解释清楚，怎么看起来好像闹得更严重了？怪不得你喜欢大半夜踢我的房门，原来真的很爽。哎，被你发现了，那以后只好比谁的动作更快，看到底是我踢你，还是你踢我。拒绝楚寒征的以身相许。哼，我就知道你是为这个来的，我拒绝不了啊。你也知道，剪发一旦成为事实，红鬼去。楚寒征不知道，我知道，剪发虽然已经是事实，但是只要你亲笔写下一纸断绝书，你二人从此便永无瓜葛。呵呵，但你也知道，写断绝书是有条件的，除非楚寒征犯有七出之条，否则写了也无效。这个难不倒你。总之一句话，写不写？我若不写呢？我明白，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开出你的条件。呵呵呵，没有条件，我就是不写。你别逼我，我就是要逼你。怎么样？你到底想怎么样？这一点我早就告诉过你了。一开始我就说过，我看中了你家王妃，而且不会手下留情。我想怎样还用说吗？朋友妻不可欺。呵呵，我欺了怎样？你想杀我？先手下留情。这样吧，我给你一个选择的机会，要楚寒征还是要我？你说什么？我问你，要他还是要我？要楚寒征，我走；要我，放弃楚寒征。你明知道你对我而言有多重要，却仍然要为了楚寒征将你我之间逼到如此绝境吗？我觉得他值得呀。呵呵，你若觉得不值，要我弃他不就好了？说吧，怎么选？我两个都要。哦，为什么不试试说要楚寒征？或许我见你为了他能够舍弃天下，一感动便会留下了。你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而我手中的赌注太少，赢面太低，我不能冒险。我不能为了楚寒征舍弃凤还巢计划，同样不能为了天下舍弃楚寒征。所以你和他两个我都要。但你可知道，你的选择太贪心了。哼，天下间的好事未必都能归于你一个人。我知道，但我仍然必须两个都要，因为无论舍弃哪一个，后果都是我无法承受的。我若是不答应呢？哼，可以，你有这个自由。记住，以后凤还巢计划就拜托你了。你疯了？好好的玩什么自断心脉？我没疯，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知道个屁！还说什么凤还巢计划拜托给我？你如果一命呜呼了，凤还巢计划就胎死腹中了，还拜托什么？那可未必。失爵公子精彩绝艳，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就算没有了我，也照样可以把凤还巢计划进行下去。你再说，信不信我死给你看？蓝夜云，我警告你，以后少在我面前玩这种鬼把戏，否则我饶不了你。是你先要玩的，我当然要奉陪到底。而且我看得出来，不把我这条小命玩完，你是不会罢休的。还说我看你才是个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伤得那么重，就别在那儿笑了，赶紧回去运功疗伤。你去哪里？哼，靖远侯府。不过放心，不是去跟你的王妃拜堂的，我去拒绝她的以身相许。刚才我如果不阻止，你真的会自断心脉而死吗？不会。这么说你根本就是在吓唬我。不是我不会死，而是你不会让我死，所以我尽管对自己下死手，因为你一定会阻止。就是说我还是上了你的当啊！姜果然还是老的辣。不，只能说你还不如我狠，而且我对自己比对你更狠。好吧，这一次我认命。不过下一次还有下一次。怎么，你以为我会那么容易放弃吗？我说过，你会被我折磨得很惨的。小子，你最好祈祷不要有把柄落在我的手里，否则我让你不死也要脱3层皮。不过幸好这一关总算是过去了，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出来。王爷，你可真下得去手，那可是你自己的命啊。不下狠手，
怎么能够逼退沈醉欢？你以为他像你那么心慈手软，好糊弄吗？啥？说我好糊弄？算了，看在你身受重伤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不过这次牺牲虽然大了点，却总算把王妃抢回来了。王爷，你真的没事吗？没事，不过我不是说过不许跟着我吗？我没跟着你啊，我是等你走了之后自己过来的。行了，回去休息。如此佳人彻夜难眠，是为新欢还是为旧爱？夫君深夜到访，实在是辛苦了，快请坐。哈哈哈，有个性，我喜欢。只是夫君刚刚做完开颅手术，无意太过劳累，要多多休息才是。你怎么？我说的不对吗？我有哪些地方做的不对，请夫君尽管说出来，我会改的。罢了罢了，你们两个一个来硬的，一个来软的，存心要逼死我是不是？来硬的？你说宁王？哼，想知道？不想。那么你一定会后悔的哟。那我想知道。你，哈哈，早就听说女人善变，可你这也太善变了吧？这不叫善变，只是善于听劝，听人劝，吃饱饭。这是个好习惯，要保持下去。告诉你，蓝夜云为了让我拒绝你的以身相许，不惜自断心脉。这又何必？我又不是他的谁。你太在意这句话，才会失去最基本的判断力。想必你也看得出来，蓝夜云是要做大事的人，我对他的大事至关重要。你如果把我赶走，所有的一切都将会功亏一篑。不着急，这么严重？就是这么严重，而且我不妨告诉你，蓝夜云要做的那件大事，不是为了他自己，甚至不是为了你，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千千万万无数的人。这件事一旦失败，后果根本不堪设想。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吧？蓝夜云那句话，根本没有你认为的那种意思。是吗？是不是不要问我，要问你自己。你可知道，如果不是我阻止的快，他现在就是一具尸体。他现在怎么样？呵呵，还活着，不过受了重伤，非要休养一段时间不可了。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你不是想……我当然想，但我不能因此就逼他死，因为蓝夜云也不是我能伤得起的。他到底是谁？你会知道的，你也会知道，你赶走我为何令他如此紧张。但是无论如何，他宁死也不肯放弃你。你总该相信他对你的心。沈阁主，我不明白你做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分明不是对我有情。怎见得我不是？我就是看上你了。不过这次看在蓝夜云不惜自裁的份上，我先罢手，下次可就未必了。这是你想要的东西，有了它，所谓以身相许就全盘作废。告辞。这场闹剧总算彻底结束。怎么样，断绝书有没有送给王妃？你怎么知道我去送断绝书的？苍墨说的。哎呀，不说这些，我问你有没有送到？送到了，可惜啊，白白浪费了一个大好的机会，否则这会儿说不定我就抱得美人归了。是很可惜，可惜王爷差点就把你的脑袋揪下来，抱回一条命就不错了，你还想抱得美人归？我看你小美人想疯了吧？不就是说，更可惜的是你不是什么美人，否则整天面对着你也可以稍稍缓解我的饥渴呀。整个一男人婆，哎呀！你说我不是美人，这我承认，天底下不是谁都能像王妃那样清丽脱俗的，可你凭什么说我是男人 ？No， 你瞧瞧，身上女人该有的零件，我哪一样少了？我没胸吗？我没腰吗？我没……嘿，这句话说对了，你有。认识你这么久，总算见你诚实了一回。没错，你有胸，而且还是相当凶，凶的就像个男人婆。我杀了你！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你说你有胸，我都承认了，干嘛还要杀我？你还说，真要伤到了你，别怪我以下犯上。好晕。阁主，你怎么样？来，我扶你到床上躺一下。我这会儿可是跑不了了，怎么不杀呀？还乱说！你到底怎么样？要不要我去请王妃来看看？我没事儿，休息一下就好了。那你快睡吧，我在这儿守着你，有什么状况也好随时照应着。不用，你回去歇着吧，有事我会叫你的。可是……不用可是，我自己的身体自己心里有数，回去歇着。凤魂饮说不定随时都需要我们，必须养精蓄锐。玉凝眸就是那晚密室中的神秘女子。那好，我先回去了，有什么不舒服随时叫我。阁主，以后你不会再去招惹王妃了吧？她是王爷的人，我不想看到你因为她受到任何伤害，不想看到你因为她伤害到王爷，也不希望你因为王爷伤害到王妃，毕竟她是无辜的。那么在我们3个人之中，你最不希望谁受到伤害？我。谁？你。为什么？我以为你会说是蓝夜云。因为你们3个人之中，你最容易受到伤害。哼，怎见得？王爷一身系天下之安危，
特殊的身份早就造就了他超过常人的承受力，对他的身份而言却是利大于弊。至于王妃，我虽与他并无深交，但却看得出他同样并非池中物，他的承受力与王爷恐怕有一拼。唯独你怎样？你表面看起来游戏人间，游遍花丛，仿佛对什么都不在乎，其实那正是因为你对伤害没有足够的承受力。其实说到底，朋友、兄弟、女人，谁的背叛你都承受不起，同样的伤害只能令王爷和王妃心痛，却足以令你崩溃。沈醉欢没有说话，不是不想说，而是根本说不出，因为这番话在他心中造成了怎样的震撼，恐怕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强迫自己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的你好像有多了解我一样，而且你未免也太小瞧我了吧？跟蓝叶云相比，会有那么差劲吗？我知道你不会承认的，那就当我没有说过。总之啊，你若不想害人害己，到时候后悔莫及，就不要再去招惹王妃，真的。我偏要去招惹她，你管得着吗？你的内伤没事了吧？没事。这还真像是你会做出来的事，无论逼人还是逼己，都不留余地。就是要不留余地，才能置之死地而后生。我那天那几句话没有你想象的那种意思。这一点我已经想明白了。我虽然不知道你要做的大事究竟是什么，但也能想象得到，因为身份特殊，你所要考虑的必定更多。是我不该太矫情。与矫情无关。如果换作是你突然对我说出那样的话，恐怕我比你还要炸毛。总之，不管怎样，我当时只是一门心思的为自己考虑，完全没有为你想过。是我不对。我并不是要指责你，因为从这件事情本身来说，你并没有错。我只是想告诉你，我那天骂你，其实不是为了骂你，是……我知道你是骂给沈阁主听的，他对你的大事至关重要，你怕他生我的气，干脆抢先骂我几句。如此一来，他当然就不好意思再对我怎么样了。对沈阁主那样的人，你用这样的方式逼退他，恐怕比求情讨饶更有用。如果是这样，那说明你是真的明白我了。怪我当时没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但我也是被沈阁主的不按常理出牌搅乱了理智，想必你是不会介意的。不会，我说过换作是我，只会比你更加炸毛。既如此，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以后我们该怎样还是怎样。我没有想过让你受到任何伤害，但是你知道我身份特殊，所以我不敢保证以后会永远顺风顺水。没有哪个人的一生是真正顺风顺水的。不错，我喜欢平淡，但这并不代表我没有承受风雨的能力。其实我可以承受任何大起大落，只要值得。那么相信我，值得。什么值得？我值得，我会让你知道，我值得你为我承受任何大起大落。那么我拭目以待。不过在那之前，你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我是否值得？我不用考虑，这一生我要定你了。所以现在我其实有些后悔。后悔？后悔什么？你被高阳浩设计那天，我不该枉做什么君子，不如趁早把你变成我的人，你便不会再怀疑我了。后悔是吗？可惜晚了，这个世上没得后悔药买。我觉得还不算晚，如果我现在想要你，你逃不开。试试看。安以卫拦下王妃。王妃请回。让开。王妃，不要让属下为难。王爷的心狠手辣，冷酷无情，如果咱们不能将王妃请回去，下场一定会很惨的。有多惨？惨不堪言，咱们会被王爷抓起来打屁股，打得屁股开花，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行了，蓝夜云，你耍赖。强项，本王就是看准了你嘴软心硬，有本事你走你的。你们说王爷舍得打我吗？当然舍不得，无论王妃做了什么，王爷都舍不得动你一根指头的。咱们虽然不够聪明，至少这一点还知道。我不像王爷那么心狠手辣，冷酷无情。不如你们跟我一起走呗。真的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反正无论我做了什么，王爷都舍不得动我一根指头。天塌下来，不是还有我顶着吗？那还等什么？走呀！反了你们了，都给本王回来！韩正，皇上有旨，命你即刻入宫为皇后娘娘瞧病。皇后还来这一套？你倒是快点呀！宫里来的人就在外面等着，个个急得脸都变了。皇后怎么了？不清楚，皇上只是让你以最快的速度进宫，若有半分耽搁，后果由靖远侯府承担。这么不讲理。好。哼，太子倒真是记吃不记打，这么快就故技重施了。我看未必，他胆子再大，估计还不敢假传圣旨，说不定皇后真的有恙，去看看再说。如果是真的，抗旨不遵，自然不可取。这样，咱们先护着王妃进宫，我再去告诉王爷一声，让他暗中照应。楚姑娘，快跟奴婢来，皇上已经等您很久了。好痛啊！
臣妾。楚寒征来了没有？快，再派人去请。臣女参见皇上。先别多礼，众御医都已经束手无策，唯你有起死回生的本事，快看看皇后怎么样了。臣女只是略通岐黄之术，还只是无师自学，怎敢妄称起死回生？何况皇后娘娘凤体金贵，臣女怕是……不必谦虚，朕知道你医术高明，前日你一出手便救活了秦若素母女，皇后贵为国母，难道还不值得你出手吗？你若能够医好皇后的病，朕重重忧伤。个人病况不同，也是要靠一些运气的。皇上既对臣女寄予厚望，臣女尽力便是。迅速启动体内的电子芯片，扫描结果皮破裂。怎么样？情况如何？臣女能救皇后娘娘，皇上若不放心，只管在外面守着。皇后娘娘若有半分差池，臣女为她偿命。好，那就交给你了。父皇，儿臣说的没错吧？若不是儿臣想到楚寒征，母后就……皇后如果能够平安，你自是大功一件。真是想不到，偌大一个太医院，竟然败给了一个自学成才的黄毛丫头。是不是最近的日子过得太舒坦，都忘了自己该做什么了？臣等不敢。不敢？哼！先是秦若素，后是皇后，哪一次你们不是束手无策？结果呢？楚寒征手到病除，真要你们还有什么用？皇上久等了，幸好皇后娘娘已无恙，只是需要静心休养一段时间。好，你果然不负朕望，朕必定重重有赏。臣女不敢，唯有尽力而已。皇后娘娘既已无恙，请皇上恩准臣女回府洗浴更衣。父皇，如今你可相信了吧？楚寒征的确有起死回生的本事，一个像他这样的人却不能够收为己用，未免太可惜了吧？你想说什么？儿臣是想说，若是再遇到这种危急情况，楚寒征又恰巧不在近处，岂不是……宁王府距离皇宫并不远，朕随时都可以召楚寒征入宫，你多虑了。那可未必听呀，父皇，你也知道蓝夜云最爱游山玩水，万一他们成亲之后，他又游性大发，带着楚寒征畅游天下怎么办？到时候可就鞭长莫及了。有道理。那依你之见呢？楚寒征若成了儿臣的人，岂不就万事大吉了？如此一来，就等于父皇母后身边多了一位神医。说来说去，你还是不肯死心。朕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楚寒征只能是蓝夜云的人，这一点不可能改变。可是为什么他本来就是儿臣的太子妃？谁让你一纸休书与他解除了婚约？总之这件事情没得商量，你给朕趁早死了这条心。父皇真是莫名其妙，不是巴不得蓝夜云早死了，怎么就认定他们是一对了？我就偏不信这个邪。殿下，属下意外听到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本宫不想听。是关于宁王的，而且十分重要。谁？蓝夜云？是，方才属下在这边等候殿下，看到太医院那帮御医走了过来，因为不想多说话，便躲到了暗处。谁知正好听到胡太医跟刘太医说了几句悄悄话。真的？太好了，本宫要马上禀报父皇。那么楚寒征就……本宫有很重要的事，若是耽搁了，你担当得起吗？殿下恕罪，皇上说今日谁都不见，无论多重要的事情都要明天再说。父皇，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重要，若是耽误了，您可就错失了一个天天期盼的大好机会了。什么重要的事？分明依然对楚寒征念念不忘，想要朕重新赐婚罢了。当然，朕承认如今的楚寒征的确是天下无双的美人，且医术高明，错过着实可惜。但谁让他是……就凭这一点，哪怕他再好1000倍10000倍，也只能是蓝夜云的王妃。父皇，儿臣有重要的事情禀报。如果还是为了楚寒征，免开尊口，明天就是灵气大赛的日子，朕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忙得很。不是的，是关于蓝夜云的。好，怎么了？父皇，昨日儿臣的护卫游泽安无意中听到胡太医与刘太医悄声交谈了几句。说了什么？父皇，原来蓝夜云患有极为严重的心疾，根本已经不久于人世了。你说什么？当真？千真万确。如果朕没有记错，蓝夜云今年刚好25岁。是啊，父皇，如果楚寒征不插手，他就没有几天好活了。可是万一……父皇，您倒是快呀！再耽搁下去，可就更加来不及了。快什么？当然是阻止楚寒征，解除他们的婚约，把楚寒征弄进宫来，不让他有机会给蓝夜云治疗心疾。你怎么知道还来得及？如果楚寒征真的可以，蓝夜云又怎会放过这个大好的机会？说不定他早就恢复如初了。
可恶，父皇这事做的也太欠考虑了，明知蓝夜云留不得，为何还要将救星送到他的面前？那是大祭司占卜的结果，并非朕的意思。何况楚寒征一直是你的王妃，你也经常出入靖远侯府，为何竟然不曾发现他医术过人？儿臣见他总是疯疯癫癫，战战兢兢，哪里想到他居然……如今想来，必是他恶意欺瞒，简直其心可诛。高林诺暂时不曾开口，片刻后却突然起身，疾步离开了御书房。今日是楚寒征入宫为皇后复诊的日子。臣女参见皇上，太子殿下。唉，早走一步就好了。免礼，楚寒征，皇后状况如何？皇上放心，皇后娘娘恢复得极好，用不了多久便会康复的。很好，朕倒是想不到你年纪轻轻便医术超群，居然到了起死回生的地步，不知师从何人啊？回皇上，臣女貌丑又不能习武，简直一无是处，谁肯收臣女为徒？臣女也是被逼得走投无路，才试着自学医术，幻想着有朝一日能够治好脸上的肿块，倒也不曾想到会有机会为皇后娘娘效力。哦，自学医术，靖远侯竟然没有发现你是学医的天才，他这个做父亲的真是太失职了。皇上谬赞，臣女愧不敢当。其实臣女所有的兄弟姐妹看到臣女自学医术都是嗤之以鼻，完全不屑一顾，认为臣女只是在浪费时间。臣女当时想着不蒸馒头还要争口气呢，一定要学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瞧瞧。好，有志气，如今你容貌已复，与宁王真是一对郎才女貌的佳人了。多谢皇上谬赞，臣女不敢当。楚寒征，你医术既然如此高明，为何一直隐瞒于本宫？臣女何曾隐瞒过殿下？臣女独居后院时，殿下虽只来过几次，却早已看到阁楼内满是药材医书。即便殿下写下休书之前，臣女也是再三恳求，告诉殿下，臣女一直在自学医术，只为恢复容貌，不给殿下丢脸。殿下都忘了吗？你，哼！好了，此事的确是你不对，不过事实证明，那只是因为你并非楚寒征的真命天子，解除婚约是早晚的事。又闲谈几句，楚寒征便告辞而出。大祭司好悠闲，想必还不知道已有重大变故发生。皇上请坐。不知皇上所说的重大变故是？大祭司无所不能，世事未卜先知。若非信了你的占卜结果，朕不会将楚寒征配给蓝夜云。但如今你如何解释楚寒征居然是蓝夜云的救星？救星？哼，正是救星。大祭司有通天彻地之能，却不曾算出蓝夜云原来患有足以致命的心疾。若非赐婚之举让他们有机会相识，蓝夜云或许早已死于心疾。楚寒征不是他的救星是什么？皇上，我虽然精于占卜，看的却只是一个人的命盘星格、未来运势。至于此人是患有心疾还是医术盖世，命盘星格上是不会显现的。这个朕当然知道。即使如此，难道连楚寒征是蓝夜云的救星还是生死劫，你都会看错？这一点我不会看错。楚寒征的确是蓝夜云的生死劫，至少他们的命盘星格是如此显示的。是吗？那么你如何解释如今的状况？我解释不了。一个人的命盘并非是永远不变的，或许变故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命盘显示楚寒征仍是蓝夜云的生死劫。若有新的变故，及时告诉朕。是。还有，想个隐秘些的法子，朕要知道蓝夜云的心疾是否已经痊愈。好，你的命盘星格越来越奇特了，我真的不明白你究竟是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以前在宁王府的时候，他出现过这种情况吗？不知道啊，他总是跟王爷在一起，咱们很少见到他的。唉，是啊，不过你们看，小白在瞧什么？干嘛总是盯着同一个方向不动？哎，也是哦，难道他思春了？会不会他的小情人不，小情狐就在那个方向？小情狐，这个说法新鲜。哎，不过你别说哈，还真的有这个可能。我瞧着这个方向是咱们王府，小白不会在宁王府的某个角落金屋藏娇了吧？你到底怎么了呀？该不会是想家了吧？还是想你的旧主人？啾啾啾！真的，你想家了，想回宁王府？早说嘛，这还不简单？走，我现在就送你回去住几天。宁王，你来了。冒昧打扰，不好意思啊。小白好像病了，我问他是否想你，他居然点头，我便将他带回来了。
你瞧瞧是怎么回事？这么有良心，哼！可你走的时候，他不是高兴的很吗？居然还会想我。嗷！啾啾！嗷！这不是欢蹦乱跳的。说，你有什么阴谋诡计？嗷！啾啾！他刚才真的有气无力，好像病得很严重。不信你问蓝风。不过说也奇怪，这会儿看起来的确没什么事了。难道他故意吓唬我？你该不会真的有什么阴谋诡计，骗我将你带回来？究竟想干什么？啾！嗖的窜出了窗口。喂，你！我看啊，叫蓝风他们说着了，你根本就是来跟你的小情狐幽会的。坐吧，或许他是真的有什么事，忙完了就会来找你。不是生病就好，就怕我不会养灵虫，再把好好一只灵狐养完蛋了，多对不起你啊！放心，他命硬着呢，就算我们都完蛋了，他一样活得好好的。别乱说，什么完蛋不完蛋，也不知道忌讳这些。嫁衣做好了吗？没收到，可能还要过几日。我特意关照过韩一阳，他不敢误事，安心等着就好。普天之下，只有你才真正配得上他亲自做的嫁衣。其实我们只是为了弄清楚皇上赐婚的目的，何须浪费云锦绸这等奇珍，未免太暴殄天物了。弄清皇上的目的只是顺便，我要娶你，这是因为我愿意娶你，想要你做我的王妃。可是当初我们不是这样说的。怎么，你不愿嫁？你怕我心疾未愈，剧毒未解，会害你一过门就成了寡妇。如今的你虽有瑕疵，却是瑕不掩瑜，早晚会美玉无瑕，绝对不是短命的瑕。我只是觉得，我可能不知道如何做一个合格的妻子。我也不知道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丈夫，所以没关系，一起学。我建议你再考虑考虑，免得将来后悔莫及。不需要，就算将来你会后悔，我也不会。不过说起来，你医术之高明有目共睹，那我的心急……怎么，你终于肯开口了吗？我说过，其实我可以帮你的，只要你开口，我就绝对不会让你失望。宁王，你别动，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立刻把脸上的表情收回去。可是你的心急复发了，怎么？哼，是被人强行引发的，所以有人在暗处监视着我们，千万不要露出任何破绽。什么药物那么厉害，居然可以引发你的心急？不是药物，是黑巫术，足以令我心脏爆裂而死。这么狠，大祭司，为什么？还不肯定，但是不管怎样，我患有心悸之事，恐怕已经不像我认为的那么秘密了，否则不会被对方打得一个措手不及。如何应对？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黑巫术？怎样才能破解？我破解不了，我患有心悸之事，之所以一直瞒得滴水不漏，就是担心有人利用黑巫术置我于死地。如果真落到这种境地，我只能束手待毙，因为那唯一的破解之法，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会。也就是说，你知道这种黑巫术，告诉我是什么？锁心术。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是我的索命符，可是千方万法，却没有想到还是要死在锁心术之下。不会，你不会死。若是别的黑巫术，我还真就束手无策，但若是锁心术，我可以帮你。你说什么？你可以帮我？是，我可以，我修炼的灵力正好可以压制锁心术，你不会死。可你刚才说有人在暗中监视，哎，快想想，我如何才能不被人怀疑的把灵力输入你的体内？我有办法了，只不过要委屈你一下。吻我。不委屈，我求之不得。宁王。我在，记住，你是我吻过的第一个女人，也是最后一个。怎样，好些了吗？不够，还要。你故意的是不是？明明已经没事了，我救了你的命，你居然肆意轻薄。普天之下，我只轻薄你一个人。记着，你的唇上已经烙下了我的烙印，今生今世，你只属于我一个人。男女之间最重的是誓言，最轻的也是誓言，所以我从来不需要誓言，更不希望你把救命之恩当作男女之情。这世间不是只有你一个聪明人，是感激还是男女之情，我分得出来。我也看得出来你现在很迷茫，不过没关系，跟着我，我可以带你走出一片你喜欢的天地。我对和你的未来没有信心。我给你，相信我，赌一次。我说过你的赌注远比你认为的多，而我最大的赌注已经快要输给你了。是什么？冷漠。遇见你之前，冷漠是我最大的武器，可是现在却已经渐渐被你融化。难道你没有发现大多数时候我所谓的冷漠已经只是一层伪装吗？好像是有那么回事。这么说来，我的赢面岂不是大得多了？才知道吗？我现在只希望你能够手下留情，到最后赢我一点就够了。不要让我输得太体无完肤。好，那我就来试试看，跟你赌这一次。快看，楚家大小姐好美啊！
岂止是好美，根本就是仙女下凡。原来她果然已经恢复容貌了。天哪，这简直是世间最美的女子。是啊，我看靖远侯府其他所有小姐加起来，恐怕也比不上她的1/1000。今日的她一身白色带浅色花纹的衣裙，浅薄庸俗，只会靠一张脸招摇撞骗，其实还不是个毫无灵力的废物。那可未必，别忘了人家可是神医，是有真本事的。说什么招摇撞骗，什么神医啊，包时运还差不多。哼，学了几手三脚猫的医术就敢到处卖弄，万一把人给治死了，保他吃不了兜着走。寒生啊，你不用理他，反正他已是宁王妃，对你造不成什么威胁。你只要在一会儿的大赛中拔得头筹，管他是神医还是废物。哼，我理他，笑话。找什么呢，阿征？阿征叫得这么亲热。你叫我什么？阿征，有什么问题吗？没事，你这么叫我，跟你也不是很熟，你这么叫我还真有些不习惯。跟我不熟，跟我不熟，我们3番2次深夜幽会，跟我不熟，咱们3番2次同床共枕，跟我不熟，所以你抓着我吻个不停，跟我不熟你停。好，我跟你熟行了吧？这种话也能到处嚷嚷，若是让别人听了去，你这一世英名还要不要了？我要一世英名干什么？要你就够了。我从来不知道，原来宁王不止霸者无双，说情话的本事也是天下无双。这话一出口，恐怕是个女人都会心甘情愿地投入你的怀里。原来你不是女人啊？否则怎不见你投到我怀里，情话说了一箩筐，不但不见你有半点感动，反而给我一句跟我不熟。我那不过是随口一说，用得着如此不依不饶吗？还有啊，你刚才说反了，昨夜是你抓着我吻个不停。怎么觉得不公平？那就给你吻回去，而且不用抓，我不会跑。好了，不开玩笑了。今日的灵气大赛如此隆重，你怎么如此清闲？皇上没有派些差事给你做吗？有皇城禁军呢，我是来瞧热闹的。找谁？沈阁主啊，他不是最喜欢热闹吗？不会没来吧？猜对了，他的确没来。他对灵气大赛没有丝毫兴趣，还在宁王府睡大觉。怎么几日不见又想他了？是啊，一日不见如隔3秋，几日不见该是隔了多少日月啊？想什么想？幸亏他的指点，我才消除了对你的误会，还没有好好谢谢他呢。谢？我不揍他是轻的，这一切麻烦原本就是他惹出来的，自然应该由他负责摆平。现在知道耍威风了，当初还不是以命相挟，才逼得人家送来了一纸断绝书。苍墨叫我，你先玩，我一会儿再来找你。你忙你的，我可以照顾自己。那是，你的本事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吗？我得仰仗你的保护。只不过在他离开这个角落的时候，完全不曾注意到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方才的一切。那就是宁王妃，果然貌可倾城，气质过人。年约23、24的她，眉目俊朗，英气不凡，正是当今右丞相欧阳通之子欧阳润冰，的确风仪无双。难怪连性子冷漠的宁王都动了心。娥皇宫中的女子年约17、18岁，柳眉大眼，肤色白皙，正是欧阳润冰的妹妹欧阳润雪。怎么可能？你也说宁王性情冷漠，岂曾见他对什么女子动过心？我可是亲眼所见，方才2人打打闹闹，说说笑笑，亲热得很呢。做戏罢了，宁王是故意做给皇上看的，好让皇上以为他已经真正接受了这门婚事。大哥，你还当我是3岁的小孩子吗？我虽然不如你聪明，但是做戏还是真情流露，我还是分得出来。你想多了，宁王不会的。当然我承认，楚寒征的确与众不同，这就够了。从未动心不是因为他无心，只是因为那个足以让他动心的人一直不曾出现，而现在终于出现了。公子有礼了。原来是宁王妃，在下有礼了。还未请教公子高姓大名？不敢，在下姓荣，荣誉了。那就错不了了。凡是人鱼部落之人，无论男女，都以荣为姓。原来是荣公子，若我所料不差，荣公子应该是来自海外人鱼部落。正是，想必在下的发色露了行迹。不过这样说起来，宁王妃对人鱼部落似乎十分了解。不敢，只是略有耳闻。我的一位亲人与人鱼部落颇有些渊源，所以看到公子便觉得十分亲切。原来如此，如此说来，宁王妃与人鱼部落岂不是也有一些渊源？难怪在下一看到王妃，同样觉得十分亲切。灵气大赛马上开始，不过去瞧热闹吗？宁王，不打扰2位了，在下先走一步。得，问不成了。要开始了吗？那走吧。在聊什么？看你们聊得那么投机，是不是我打扰你的好事了？是啊。怎么了？什么事那么为难？没事，我只是有些事情想请教荣公子，但还没来得及说。我去把他抓过来，你可以问个够，
其实也没那么要紧，以后再说吧。众位爱卿，为确保今日灵气大赛公平公正，朕特意请大祭司前来观战，并做出最终的裁决。各位不妨拿出浑身解数，也好让大家一饱眼福。臣女欧阳润雪天资努钝，也未能有缘得到什么高级灵气，因此夺魁是万万不敢奢望的，只能算是抛砖引玉，以助雅兴，还望皇上恕罪。过谦了，开始吧。此鼎名为金蚕鼎，最大的特点便是若将丹药放置其中加热，体积会立刻增至原先的2倍，药效同样跟着翻倍。现在我便为众位演示一番。说着，他将一颗早就准备好的丹药放在了鼎片刻后，一股宜人的清香之气迅速弥漫开来。各位请看，果然是好宝贝，好。皇上君临天下，早已见惯了奇珍异宝，区区金蚕鼎自然入不得法眼。不过有了它，有时也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臣女愿献给皇上，以示我丞相府忠君之心。既是宝物，朕怎能夺人所爱？还是皇上，臣女资质驽钝，再好的丹药也无救了。皇上若是不弃，将它赐给有缘人也是好的。既如此，朕就成全你这番心意，找机会将它赐给有缘人。没意思，若是如此，那些真正有好宝贝的根本不可能来参加这个大赛，参加完了宝贝就没了，傻呀。真正算得上宝贝的本就不多，自然不会轻易示人。为什么每次有人上台，皇上总是有意无意的注意大祭司？你也注意到了？原来你也看到了，你想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不过至少到现在为止，大祭司并没有太特别的反应。但愿不要出什么事才好。儿臣给父皇请安。公主胡闹，还不快下去！父皇，儿臣没有胡闹，儿臣是来参加灵气大赛的，请父皇恩准。准什么准？快退下！不要，儿臣就要参加。儿臣为这灵气大赛准备了好久，还请父皇恩准。你玉蝶啊玉蝶，你实在是太天真了。莫说朕不可能让你夺魁，就算你真的拔得头筹，蓝夜云也不会答应娶你的。皇上息怒，公主也是少年人心性，喜欢热闹。反正今日的比试也是以开心为主，何不让公主展示一番，以助雅兴？皇上，众位姑娘各展本事，争奇斗艳，想必公主早已记了，请皇上恩准。也罢，既有2位爱卿说情，朕准了便是。只不过朕先提醒你一句，若是当众出了丑，你可怪不得任何人。是，多谢父皇，请父皇放心，儿臣一定不会让你和大家失望的。蓝夜云，你觉悟吧，你是我的，任何人都休想抢走。只要我这宝贝展示出来，看谁能与之争锋。到时我就请父皇为我们赐婚，等我成了宁王妃，看我怎么收拾你，好报你派刺客如我之仇。还有，本宫要把楚寒征碎尸万段，丢出去喂狗。各位，这件宝贝名为玉净瓶，可净化人体内的污垢，令人延年益寿，百病不生。现在本宫就为大家演示一番。平日藏得那么严实，这死丫头是怎么找到的？稍安勿躁。安什么安？如今所有人都知道玉净瓶就在宫中，朕这日子还想过得安生吗？谁说那是玉净瓶？分明是公主被人所骗，上了当。哦，你的意思是？只需稍等片刻，这污水便会清澈如山泉，请各位拭目以待。各位看好了，瓶中倒出的将是清澈如山泉的水。什么？这怎么可能？不会的，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绝对不会的。还不死心吗？早就劝你不要胡闹，免得当众出丑，你偏不听。父皇，儿臣没有胡闹，这玉净瓶……什么玉净瓶？你分明是被人骗了。那等人间至宝，就凭你这点本事还得不到？快退下吧！不，这是真的。父皇，这瓶子是真的，是儿臣从……够了！朕早已把丑话说在前头，是你一意孤行，如今又愿得谁来？来人，送公主回去歇息。不要，我不走！父皇，儿臣没有骗人，那真的是玉净瓶，儿臣不走，儿臣要夺魁，儿臣要指宁王为驸马。皇上，稍安勿躁。高凌诺的失态也仅仅是刹那。俗话说，好戏压轴，楚二小姐最后一个上场，想必得到了什么奇珍异宝吧？臣女不敢，只不过日前刚刚在风月洞天得到了一件灵器，请皇上御览。还魂血珠？皇上英明，正是还魂血珠。
臣女能得到他，也只是凭了几分运气。以臣女的身份和资质，是万万没有资格拥有他的。事已掩饰之后，臣女便将他献给皇上。宝物本无主，唯有缘人能得之。你既然得到了他，足见跟他也算有缘，这便掩饰一番吧。片刻之后，原本静悄悄的枯枝正迅速变得饱满滋润，如同来到了令他苏醒的春天。果然是人间至宝。想不到楚二小姐才是真正的真人不露相，佩服佩服。臣女不敢托皇上洪福，臣女只是侥幸罢了。女子赛已经结束，大祭司刚刚做出裁决，认为当由楚寒生拔得头筹，不知众位爱卿可有异议？臣等没有异议，皇上英明。楚寒生，你既已夺魁，朕当遵守诺言，尽力满足你的要求。不知你可有什么心愿？快，要朕成全。太子妃说你要做太子妃，快呀！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父皇英明，儿臣遵旨。好，此事就这么定了。楚爱卿，上次的意外之后，朕原本以为咱们这亲家是做不成了，想不到居然还有这样一桩好姻缘在等着我们。看来你我两家的姻缘也是上天注定的。承蒙皇上抬爱，臣愧不敢当。小女资质驽钝，的确配不上太子殿下，不如楚爱卿太谦了。朕早已说过，无论谁拔得头筹，朕都会成全他的心愿。难道你要朕做个言而无信的昏君吗？臣不敢。既如此，臣叩谢皇上天恩，万岁万岁万万岁。楚寒生，你先退下吧。待灵旗大赛结束，赐婚的圣旨立刻便会送到靖远侯府。寒生，你是太子妃了，你是太子妃了！好好，太好了！我就说，就算靖远侯府有一个人是大富大贵、母仪天下之命，那个人也一定是你。如今怎样？你闭嘴，小心传到皇上的耳中，惹来滔天大祸。老爷，你也听到了，皇上已经当众为寒生和太子殿下赐婚，这回太子妃是跑不了了，咱们的女儿才是真真正正的富贵命啊！寒生若真是那样的富贵命还好，怕就怕他像寒笛一样。这下看那个丫头还有什么好得意的？寒生，如今你是君，他是臣，不必再跟他客气，知道吗？娘，你这是什么话？不管我是不是太子妃，他总是我大姐，礼数是不可废的。听听，你一个做长辈的，还不如寒生知道好歹。做人就要像寒征一样，时时刻刻不忘低调，否则早晚惹祸上身。我越来越觉得他们似乎在等一个人，而这个恐怕才是他们举办这场灵气大赛真正的目的。难道楚寒生就是他们要等的人？如果是，那么综合一切迹象来看，他们等的这个人恐怕不是为了给他荣华富贵，而是……难道楚寒迪的今日就是楚寒生的明日？启禀皇上，公主她……怎么了？皇上，公主回去之后一直不肯安静，此刻更是要悬梁自尽。什么？这丫头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不用理她，随她去。是，可是皇上，公主她看起来似乎不像是吓唬人，不但把所有宫女都赶了出来，而且反锁了房门，奴才是担心公主会出什么意外。父皇，你还来干什么？就让你这个不成器的女儿死了算了。你还知道你不成器？玉蝶，你也知道今日的灵气大赛非常重要，容不得半点差错。儿臣知道重要，所以儿臣并没有捣乱呀。儿臣是想，只要拔得头筹，就可以指蓝夜云为驸马，到那个时候他就无法拒绝了。玉蝶，你这个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怎么你以为凭蓝夜云和楚寒征如今的关系，你失身之时蓝夜云会不知道吗？杀千刀的楚寒征，儿臣一定要将他剁成肉酱喂狗。这些狠话留着以后再说。你也不想想，如果你真的拔得头筹，指蓝夜云为驸马，他无法拒绝之下，万一当众将这件事情掀出来，你还能活吗？他敢，他要敢乱说一个字，儿臣把他怎么样？剁成肉酱，跟楚寒征一起丢出去喂狗吗？相信父皇，他真的敢。这天底下，父皇还真想不出有什么事情是他不敢做的。可恶，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让儿臣嫁给他为妃了吗？儿臣不甘心，儿臣一定要嫁给他。玉蝶，你年纪还小，原本这些事情朕不想让你知道，只想让你快快乐乐的生活。可是现在你对蓝夜云居然有这么深的执念，父皇就不得不对你说实话了。父皇，你要跟儿臣说什么？朕要让你彻底绝了对蓝夜云的念想。玉蝶，听朕说，其实蓝夜云他根本……声音瞬间低了下去，简直已经如同耳语。
什么？原来是这样！父皇，你说的是真的吗？朕为什么要骗你？你可是朕的女儿，所以你现在明白朕为什么不同意让你做宁王妃了吧？儿臣明白了，儿臣终于明白了。既然如此，这宁王妃自然就做不得了。你明白了就好。朕早就说过，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朕都可以为你选一个好驸马，让你荣华富贵一辈子享用不尽，何必硬要往火坑里跳呢？都怪儿臣没能早一点明白父皇的良苦用心，还给父皇添了这么多麻烦，儿臣真是罪该万死。说什么罪该万死，也怪朕没有保护好你，才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不过你放心，那都是以前了，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趁着今日灵气大赛，御花园里来了不少皇亲国戚以及富家子弟，不如瞧瞧有没有喜欢的，朕可以立刻指他为驸马。对呀，这倒是个不错的机会，说不定真的可以找到能够替代蓝夜云的人呢。是，多谢父皇。不过儿臣刚刚在灵气大赛上出了那么大的丑，会不会被人笑话？谁敢？就说你是被人所骗，上了恶人的当，谅也没有人敢在背后说三道四。好，那就这么定了。父皇，我们去御花园吧。玉蝶，朕刚才跟你说的一切可都是天大的机密，对任何人都不准透露半个字，知道吗？否则可就麻烦了。父皇，你放心吧，儿臣虽然年纪小，但事情轻重还是分得出来的。那就好，记住，永远不能告诉任何人。大祭司，定数真的不可以改变吗？定数的确不可改变，能够改变的并不叫定数。既如此，那个所谓的预言就不是定数，朕一定可以改变它。我从来不认为那两个人会在今日出现，所以楚寒征的出现真的很让我意外。他真的会是我们要找的人吗？难道是因为封印的存在导致他体质还未恢复的缘故，所以我丝毫感觉不到他体内那封足了600年的王族之血？但愿我不曾弄错。仓木，是主子有什么吩咐？明白了吗？明白，放心吧，我去就来。不过主子，你快进去吧，有人在等你。这么晚了，谁还会在等我？王爷，您终于回来了，叫绿曼好等啊。奴婢冒昧打扰，还请王爷恕罪。不过王爷最近是否公务太过繁忙？小姐已经许久不曾接到王爷的任何消息了。本王以前曾经给过他任何消息吗？呵呵，王爷这话说的太过绝情了吧？您可别忘了，小姐是为了谁才心甘情愿的过着不见天日的日子的。小姐受了那么多的苦，就是期盼着有朝一日王爷能风风光光的把她接回来，让她好好享受本该属于她的一切。蓝夜云更是没有了开口的兴致，她干脆起身甩手而去。王爷，请恕奴婢大胆，原本听说王爷居然对皇上指婚的王妃另眼相看，小姐还不相信，这才派奴才来破除那些谣言。可是王爷如今对小姐居然这个样子，莫非谣言根本不是谣言？本王如今对她的样子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总之，小姐的意思是，请王爷不要忘记他为王爷所做的一切，不要做对不起他的事，尤其不能继续与楚寒征纠缠不清，否则……说到这里，他猛然住了口，不是不想说下去，便见蓝夜云衣袖一挥，他只觉得一股大力涌来，整个身体以腾云驾雾般向后倒飞而出。你这一下是教你学个乖，在本王面前没有你指手画脚的份，不只是你，就连他都不配。还有，你不配提阿征的名字。你敢杀我？本王要杀你易如反掌，但是你还配不上本王的双手沾上血腥。回去告诉你的主子，他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本王，本王丝毫也不欠他，所以本王要做什么还轮不到他来过问。还有，以后宁王府的任何地方都不准出现他的东西，否则这就是下场。你3个数之内从本王面前消失，否则你便是第2个。1。你好狠啊！虚空一掌将他拍飞。我一向都是这么狠的，你现在才知道吗？不过话又说回来，自从认识了阿征之后，我都觉得我不知不觉变得心软了。你就偷笑去吧。王爷，这样不太好吧？万一把他给激怒了，再把事情的真相抖出来。他没有那个胆子，就算有我也不怕。你了解我，无论谁，如果威胁到了凤还巢计划，我都不会手下留情。你要的东西没有惊动他。嘿嘿，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不过王爷，他真的是……稍等，不是他。真的太好了！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看这位二小姐有些不顺眼，还想如果真的是她，那就太膈应了。既然不是她就好。不过既然她不是，高林诺为什么还要选她为太子妃呢？只有2个解释。第一，
高林诺要他，其实有别的用处。第二，他得到的信息有误，以为楚寒生就是他要找的人，但其实不是。我虽然看他不顺眼，但是眼见着他被高林诺如此利用，又觉得他其实挺可怜的。他这也算是自作孽不可活。看在阿正的面子上，我会在可能的时候给他一些提示。至于能不能够抓住机会，就看他自己了。只能如此了。不知道凤魂影中的女子什么时候才能露出真面目？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占据一定的主动了。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一定会出现的。利用，没错，就是利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乌马帝国所有的一切，朕都可以随意利用。来人！皇上，立刻将这个人带到朕的面前。皇上，人已带到。让他进来。你退下吧。参见皇上，不知皇上召见奴才，有何吩咐？免礼。这些年你一直在尽心尽力地替朕训练黑蛇，辛苦了。多谢皇上谬赞，这些都是奴才的分内事，不敢不尽心。其实以你的才华，就算放眼整个乌马帝国，也是数一数二的，却只能在终年不见天日的地下训练场训练黑蛇，想必很有些不甘心吧？从奴才来到这个世界上，身份就已注定了，就算再不甘心，也只能认命。如今奴才不求其他，只求尽心尽力训练好黑蛇，端好皇上给的这个饭碗，也就是了。朕最欣赏的就是你这一点，有什么说什么。不过朕今夜召你前来是想告诉你，如果朕给你一个获得自由的机会，不知你可愿意把握？不知皇上此言何意？朕知道你们这些人最想要的就是自由，不过你也知道，朕不可能放你们所有人自由。但念在这些年你替朕训练出了那么优秀的一支队伍，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朕愿意给你一个机会，获得自由身。不知皇上所说的机会是？只要你帮朕做一件事情，朕就放你自由。上前来。高林诺便轻声低语了几句。如何？奴才没有把握，但是如果皇上真的愿意给奴才这个机会，奴才愿意试一试。朕当然愿意给你这个机会，否则何必跟你说这么多？不过你不想知道朕为什么要这样做吗？皇上是一国之君，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为了乌马帝国，奴才没有资格过问。想不到你居然能够想到这一点，朕很是欣慰。不错，无论朕做什么都是为了乌马帝国的江山，只要能够江山永固，朕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如果这件事情成功，朕一定遵守诺言，放你自由。但如果失败，奴才即刻自裁，绝不会露出任何破绽，尤其不会有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跟皇上有关。你既然知道这件事情必须冒着极大的风险，甚至有可能赔上性命，那不需要再考虑考虑吗？这些年为了训练黑蛇，奴才的身体已经大损，渐渐觉得力不从心。如果能够把握这个机会获得自由，或许还可以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安静的等死，总好过立即而死之后被扔到乱坟岗，为了野狗。好，既然如此，那就祝你成功。自由，无论这件事情成功与否，乱坟岗的野狗都在等着你。第二天一早，皇上的圣旨便传到了靖远侯府，声明立楚寒生为太子妃之一，待选出其他的太子妃之后，然后择吉日与太子完婚。老爷，这下你可放心了吧？咱们的女儿做太子妃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虽然不能太过铺张浪费，但好歹是出阁的大事儿，该操办的还是要操办一下的。那是自然，既然是我的女儿，嫁妆并不能太寒酸。除了血带留下的一切，库房里的东西你看着置办吧，总要体体面面、风风光光的才行。你就忘不了那个贱人？是，老爷放心，我有分寸的。切，很值得高兴吗？不过是太子妃之一而已，而且99%是个侧妃，还不是要被正妃压在头上，成为人家的使唤丫头？韩笑，你乱说什么？就算是太子妃之一，又怎见的一定是侧妃？就算是侧妃，也是太子妃，谁敢随意使唤？太子敢，太子正妃也敢。何况我已经听公主说了，正妃的人选早已内定好了，可惜呀，不是二姐。你，公主怎能决定这种大事？分明是一派胡言。随你喽。几天之后，皇上与皇后便会在大殿上为太子选妃，是不是？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你死丫头，给我回来！我让你再散布谣言，小心烂舌头！
行了，喊什么也不怕下人听见笑话。何况他说的也不是谣言，太子选妃之日是快到了，韩生也从来不是唯一的太子妃。可什么？不必再多说。总之入宫之后，韩生必须安分守己，不要被人抓住了把柄就好。哼，老爷爷真是的，这种天大的喜事临门，他居然还拉着一张脸，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你也知道，爹一向偏爱大姐，说不定还在怪我抢了大姐的太子妃之位。胡说，太子妃之位本来就是你的，什么抢不抢？在你没有成为太子妃之前，太子殿下已经与他解除了婚约，岂不就说明他根本没有做太子妃的命吗？唉，好了好了，不说他了，走，我们到库房给你准备嫁妆去，喜欢什么尽管拿走。你说什么？太子请二妹入宫赏花？可不是，刚才我去厨房的时候，听到二小姐的侍女在那儿到处跟人炫耀，说太子对大小姐如何情深意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什么的，简直恶心死了。不必跟来，我有重要的事情。唉，说到底还是个嘴硬心软的，嘴上说什么都不管，心里还是放不下。不过就凭二小姐的脾气，你肯定是自讨没趣的。爹，听说太子要请二妹入宫赏花。是有那么回事。楚寒生兴奋得不得了，此刻正在梳妆打扮呢。可是我觉得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你说太子会不会有其他的目的？说实话，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到现在还有些不敢相信。韩正，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那倒没有，不过我觉得小心一些总是好的。这是我刚刚炼成的丹药，让二妹带在身边，便可百毒不侵。什么？你说太子殿下会？那倒不是，昨天的灵气大赛上你也看到了，想要成为太子妃的人也不知有多少。当皇上宣布二妹夺魁时，他们更是嫉妒得要死。万一有人趁此机会对二妹不利，这倒是。不过你为何不亲手交给他，好让他明白你是真心为他好的？还是算了吧。你也知道，二妹一直对我误会颇深。我若把这丹药给他，他一定会骂我不安好心，故意诅咒他，或者意图挑拨他与太子殿下的关系之类。所以只好辛苦爹走这一趟了。还有，千万不要说这丹药是我的。真是委屈你了。不过不要灰心，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你的心意的。我看悬，我跟他们的八字不合，恐怕这辈子都没有和睦相处的时候了。爹，你找我？这个你带着。这是什么？丹药，将它带在身边，可保百毒不侵。爹，你乱说什么？什么百毒不侵？是太子殿下请我去赏花。我知道，我说的不是太子殿下。你也知道人心险恶，又有那么多人妒忌你成了太子妃。我是怕万一有人趁此机会对你不利，防范一些总是好的。没有那个必要。我想普天之下还没有人敢在太子殿下面前动什么猫腻。时候不早了，我该走了。韩生，你可别不识好人心，到时候真的吃了亏，可就后悔莫及了。听话，把这个丹药带上。爹，你这不是诅咒我吗？太子殿下好好的请我入宫赏花，这原本是一件极为雅致的事，你偏偏在这里毒啊毒的说个不停，是不是诚心要破坏我跟太子殿下的好事啊？难道你真的认为是我抢了大姐的太子妃之位，所以……怪不得韩正不肯亲自来给你送丹药，原来你真的如此不识好歹。糟了，韩正不是说过千万不要把这点说出来吗？什么？你说这丹药是大姐的？我就知道一定是她。她害死了三妹还嫌不够，现在又要来害我，我是不会让她得逞的。我跟太子殿下一定会百年好合，百子千孙。我不但要做太子妃，将来还要成为皇后、太后，我要永远压在她的头上，让她抬不起头来，一辈子只能匍匐在我的脚下。哼！这可怎么办？事情居然被我办砸了，现在只好希望上天保佑，她真的不会出事。臣女参见太子殿下。不必客气，坐吧。此处没有别人，不必如此拘谨。本宫就是有些话想跟你聊聊。是，太子殿下请吩咐。本宫，好吧，我方才已经说过了，就是想跟你随便聊聊，说什么吩咐不吩咐的。来，先喝杯茶，这是朝廷贡品，味道很不错的。果然奇香无比，好茶。原来你也是品茶的行家。臣女不敢，不过略有研究，哪里敢与太子殿下相比。昨日灵气大赛你拔得头筹，父皇遵守诺言，成全了你的心愿。正是因为父皇有言在先，我也不曾表示反对。但是殿下，别慌，听我把话说完。我这样说并不是告诉你我现在要反对，
而是你也知道，之前我和韩迪情投意合，彼此倾心。我原本以为她会是我未来的太子妃。是，臣女知道，若是韩迪还在，臣女原本也不敢痴心妄想。别这么说，是我从未有过痴心妄想能够得到你的垂青。所以我想告诉你，父皇成全了你的心愿，但是短时间之内，我的心里恐怕还会有韩迪的存在。就算必须忘了他，我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我想问问你，你愿意等我吗？如果你愿意，我会让自己尽快把韩迪忘掉，好全心全意地对你。当然，如果你觉得这样对你不公平，我也可以禀明父皇，取消这门婚事，你也好去找真正值得你托付一生的人。我把这个主动权交给你。太子殿下重情重义，臣女万分佩服，所以臣女想不出这天下还有谁比太子殿下更值得托付终身。当然，如果殿下觉得臣女根本不够资格做太子妃，臣女也不敢厚着脸皮。这是什么话？论才华，论品性，论出身，论相貌，你哪一点没有资格做太子妃了？我也只是怕你会在意我跟韩迪之事，才跟你说了几句掏心掏肺的话。你如果再如此误会我，我可要生气了。是，殿下请息怒，臣女不敢了。请殿下放心，臣女并不是那么不懂事的人，不会在意这些的。何况太子殿下是这样的身份，便注定了不会属于哪一个女人。臣女只求能在殿下身边伺候，也就心满意足了。我究竟何德何能，居然能够得到你这样的好女子相伴？你放心，只要你是真心对我，我也绝对不会负你。臣女对天发誓，对殿下绝对是真心的，否则我叫天打。不许胡说！原本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情。既然你不在意，我总算可以放心了。我一定会尽快择吉日与你完婚。殿下，臣女听说您几日后便要金殿选妃。你知道了，不错，是有那么回事。不过那是父皇和母后的意思，说我已经到了适婚之龄，选妃之事不能再拖。不过你放心，无论怎么选，你也已经是父皇钦定的太子妃，这一点不会改变。臣女听说殿下要选出1名正妃，2名侧妃。寒舍，这里没有外人，我便跟你说几句知心话。说是让我自己选妃，其实说到底，正妃和侧妃的人选都是由父皇和母后指定的，大多数时候我只能接受，拒绝不得。譬如本次选妃，其实人选他们都已经商议好了，不过走个过场而已。商议好了？这……是啊，不过不怕偷偷告诉你，立杜应灵为正妃只是父皇母后的意思，其实从我本心来说，并不想这样做。杜应灵，左丞相杜如良的女儿。怎么了？可是哪里不舒服？啊，没有，多谢殿下关心。只是看到殿下不开心，臣女也帮不上忙，十分内疚。瞧你说的，这又不是你的责任。不过说起来，像你这么懂事的女孩子，如今可真是不多见了。又闲聊片刻，高元浩便命人将她送了回去，完全不曾察觉到任何异常。你对付女人果然有一套，朕都佩服得很呢。参见父皇。不是儿臣的手段有多高，而是儿臣遇到的都是一些愚蠢的女人，很好对付。吩咐你的事情都做好了吗？是。不过父皇，您确定大祭司给的药没有什么问题吗？儿臣刚才握住他的手的时候，似乎没有感觉到他有大祭司说的那种反应。什么？你确定？或许是那种反应本身就很轻微，儿臣又是第一次感觉，所以不小心忽略了。你先回宫，朕去找大祭司。本宫真是越来越佩服自己的演技了。真以为本宫这辈子没见过女人，这太子妃就非要从你靖远侯府选了吗？笑话，本宫想要的那个人的确在靖远侯府，只不过却不是你这个白痴。皇上，大祭司，你确定给的药没有任何问题吗？可是元昊方才跟朕说，楚寒生并没有你说的那种反应。什么？确定没有吗？至少元昊没有感觉到，所以朕才来问问，是不是那种反应极其轻微，很容易忽略？不可能，正常情况下，那种反应十分明显，只要两人肌肤相处，就一定能够感觉到，从而说明召唤术已经开始生效。既然太子殿下没有感觉到，那就只有一个解释。什么解释？我们找错了人。这怎么可能？是你说楚寒生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我只是说天之镜对他有反应，如今看来，只怕另有原因。还有什么原因能让天之镜对一个毫无关系的人有反应？
比如他上台不久之前，可能与我们真正要找的人有过某种接触，所以身上才会沾染了他的气息，导致天之镜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是吗？这是我能想到的唯一而且是最大的可能。皇上也知道，在这件事上，天之镜就算再神奇，也只不过能在咒语的帮助下感应到皇族后裔的血脉。如果楚寒生真的曾经跟我们要找的人接触过，天之镜对他就可能生出反应。有道理，也就是说，昨天的灵气大赛上，他的确出现过，只不过并不曾上台。这个未必，有可能是在他入宫之前就跟那个人有过接触。若是如此，那就麻烦了。茫茫人海，让朕到哪里去找？这件事本身就是大海捞针，我原本也没有想到会如此顺利，原来真的没那么容易。可以确定楚寒生真的不是吗？不需要再用其他的方法加以验证？已经没有必要了，如果皇上不放心，再验证一次也无不可。哼，天之镜不是能够预知过去未来吗？为何不能直接告诉我们那个人究竟在哪里？皇上应该还记得我曾经说过，冥冥之中一直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守护着那个人，他的力量虽然看不到摸不着，却强大的令人无法想象。区区天之镜根本奈何不得他，所以皇上要我在灵气大赛上尝试着将他找出来时，我根本就不曾抱任何希望。就算后来天之镜对楚寒生有反应，我仍然有所怀疑，想不到那竟然真的是事实。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根本找不到那个人，只能坐以待毙？除非我们能够知道那股守护他的神秘力量究竟来自何处，该如何才能消灭，这样我们的机会就会大得多。如何才能知道？凭我的本事绝对做不到，或许皇上可以请六合巫师试一试，毕竟他们个个都有通天彻地之能。他们至少在这件事上，他们比我有更大的把握。只要他们能够打破守护那个人的这股神秘的力量，乌马帝国就还有希望。尊者，尊者你在哪里？求你赐剑！乌马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再也等不下去了。尊者，求你赐剑！空荡荡的萨罗白塔内，只能听到回声一阵阵响起，却没有任何回应。尊者，你听见了吗？请你赐剑，或者请尊者赐教，该如何才能帮乌马帝国度过这一劫？等了许久，依然没有任何回应。高林诺终于瘫倒在了台阶上，只觉一阵从未有过的绝望涌了上来。不知过了多久，他才慢慢爬起身来。尽管万般不甘，到底还是一步一步地回身而去。所谓尊者，并不是想见就能见到的。不见就不见，朕就不相信除了尊者就没有其他的法子可以让乌马帝国江山永固，千秋万世。当初我高氏一族打下这片江山的时候，又何曾得到过尊者的帮助？更何况大祭司说的没错，我们不是还有六合巫师吗？他们的力量也不见得在尊者之下。一切皆有定数，凡事强求不来，该出现的一定会出现，该消失的也必须消失。我说，咱们不过是要决定一下谁陪王爷去靖远侯府找王妃做手术，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非要大白天的躲到这个地方来吗？谁说这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明明就是不能被任何人知道，当然要躲到这里来秘密商议。好，你对我错，依我说，当然是由我陪王爷去，平常就是我跟在王爷身边的，即便被人看到了，也不会有任何人起疑。再说，我对王爷的一切都非常熟悉，照顾起来也更加得心应手。不行，当然是我去。别忘了，我出身医学世家，自问医术还算不错，有我从旁照应，叶云不是更可以放心吗？还是我去吧，我去。白少峰，我虽然不精通医道，但如果留在这里等待，实在不放心，还不得活活急死？要不我去。不管怎么说，王妃都是个女子，若你们一个大老爷们站在一旁，她或许会感到不自在。我去，还是我去？都别吵了，这件事情没得商量，我去。哼，凭什么没得商量？呵呵，凭在这些人里，我功夫最好。既然是陪蓝夜云去靖远侯府，当然是为了确保手术过程中不出现任何意外。功夫若是不行，
自保都成问题，说什么保护他们？哎，谁说你功夫最好了？就是，何况要确保手术过程不出意外，还需要多好的功夫？不就是说，王爷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连暗影卫都不打算用？别吵！要我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打一架，谁赢了谁去。王爷，您别生气，其实他们这都是关心你。别人是关心我知道，不过你家这位主子可就很难说了。啊？他有什么难说的？如果不是关心你，何必费那么大劲啊？哼，你确定他不是为了去看我的好戏？哈哈哈哈，还是我的老乡好了解我。不过可惜你已经没得选择，这一趟注定是我陪你走。你真的确定这样就可以吗？这天光大亮的，万一有人突然闯进来，至少总该派些暗影卫在暗中照看这些吧。相信我，真的不用。就算真的有人闯进来，他也不会看到任何他不该看到的东西。所以接下来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用理会，只管做你的手术就是。你究竟有什么杀手锏这么厉害？喝了这碗麻醉剂之后，你就会陷入昏迷。照理来说是不可能使用摄魂术的。那你……我说过了，秘密。如果你想知道的话，等我醒了就告诉你。我要实在想知道，就必须全力把你治好呗。你一直表现得这么淡定，我还以为真的丝毫不担心，原来也知道紧张啊。你就尽情的笑吧，我最狼狈的一面只有你一个人有机会看到，所以才不愿让暗影卫留在附近守护。还有我也能看到。那没关系，你最狼狈的一面我也看到了，脑袋锃光瓦亮。哼，总有一天我也要扒光你的脑袋。好了好了，任何人遇到这种事都难免会有些紧张，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不过我可以对天发誓，你这心急我有十足的把握，你绝对不会有事的。就算真的有什么意外，黄泉路上你也不会是一个人。这还用你说？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上得了天堂，你陪我；我若只能下地狱，也会拽着你一起。如果我真的过不了这一关，也不会把这么好的你留给别人。我也不会要别人，所以与其和你去阴间做什么鬼夫妻，我宁愿和你一起享受这世上的阳光。喝了它，我保证用不了多久便还你一个活蹦乱跳的蓝夜云。阿哲，刚才我是开玩笑的，如果我真的过不了这一关，那也不是你的责任。我只愿你好好的活下去，好好的，只要来世等着我就好。还有，如果我能再醒过来，我希望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你。相信我，我真的可以。像你这么好的男人，我都还没来得及好好享用，怎么舍得把你送给爷们？放心，我保证你醒来之后看到的第一个人是我。哼！确定麻醉达到了最佳效果，他不再耽搁。怎么不敢看？不是，我答应蓝夜云只留下守护，但是不会看你手术的过程，就像当初我不愿让任何人看到你为我治病的过程一样。了解，辛苦了。呵呵，等你的好消息，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其实你与宁王并不像表面那么剑拔弩张吧？谁知就在手术进行到最紧要的关头时，却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了夏薇的声音：“太子殿下，您怎么会到这里来？”什么？高元浩？哼，本宫要到什么地方去，还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吗？让开，本宫有事要跟楚寒征说。请殿下恕罪，今日小姐并不在府中，一大早就出去了。是吗？横竖本宫也没什么要事，就进去等她好了。殿下，这不太合适吧？小姐临走之前就已经说过，可能要在外面耽误很长时间，今日会不会回来还不知道。殿下不如改日再来。大胆！你是什么身份？居然敢挡本宫的路！再不让开，杀无赦！请殿下恕罪，不是奴婢胆敢无礼冒犯，而是小姐真的不在房中。啊！殿下不要！原来真的不在。是，小姐真的出去了。殿下若有什么吩咐，不妨告诉奴婢，等小姐回来之后，奴婢会尽快转达的。本宫不是说过了吗？今日就在这里等她，她什么时候回来，本宫都等得下去。别怕，绝对没问题。殿下果真要在这里等小姐吗？那奴婢去给您倒茶。算了，既然她不在，本宫改日再来。我可以回头了吗？已经做完了，而且很成功。哎呀，已经穿好衣服了，我还没有看到她被扒光的样子呢。你现在可以扒光了，看个够。算了，趁人之危并非君子所为。怎么样？你好像很累的样子。不是好像，是真的很累。说实话，我已经累得头昏眼花了。现在看你都是两个脑袋的。快回去休息，这里交给我。不过你要先告诉我需要注意些什么。楚寒征详细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
怎么还不醒？我捏他鼻子好几次了，一直没反应。没醒是因为没到醒的时候，你捏他鼻子有什么用？也不怕憋死他。我以为捏捏鼻子醒得快。谁告诉你的？真是天才。圣阁主，这里交给我了。你行吗？我看我还是留下比较好，也好有个照应。再说如此良辰美景，又有如此佳人相伴，我怎么舍得离开？你再说几句这样的话，说不定他就气得醒过来了。我看不止哦。说不定醒过来也会再被我气昏过去。啾啾，放心吧，他已经没事了，很快就会醒过来的。楚寒征完全没有注意到小白的一只小爪子轻轻地从他的刀口上掠了过去，那一瞬间有一道淡淡的金光迅速渗入了刀口，眨眼消失无踪。你这也恢复得太快了吧？瞧你这脸蛋红扑扑的，简直比我还要滋润得多。难道我配的药物就神奇到这种地步？我就不说那是我的功劳。对了，昨天我不是来找阿征给我做手术，是在做梦吗？你的梦中可有我？你可知道你这个样子，让我只想好好疼爱珍惜，今生今世再也不要分开。你已经醒了，感觉怎么样？好些了吗？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没有，浑身都舒服得很，而且我很高兴，因为我醒来之后看到的第一个人是你。不只是我，还有小白，他可是衣不解带的守了你整整一夜呢。知道了，我会给你记一功的。说也奇怪，你这恢复的也太快了吧？正常情况下，做完这种大规模的手术，少说也得躺他几天几夜才能恢复一些元气。可你这刚刚过了一夜，怎么就基本上行动无碍了？刀口不痛吗？说实话，真的不怎么痛，就是隐隐觉得与别处不大一样而已。难道这不是因为你配置的药物比较神奇吗？当然也有药物的作用，但是算了，恢复得快总是一件好事，说不定是因为你体质好，灵力修为又比较高，一般人当然比不了啦。阿哲，现在我这条命是你的了，无论你什么时候想要，随时开口。我要你的命干什么？我只要你好好活着就好。不只是我的命，连我的人都已经是你的了，这总该有用了吧？不许说不要，否则我死给你看。你可别，好不容易才把你救活，说什么死不死的？你想让我白费功夫啊？不想，那你到底要不要我？还记得我曾经说过的话吗？你天生不俗，早晚有一天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凭我哪里要得起你？我也说过，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完美。如果你看到我真实的一面，必定不会再说这样的话。但是无论怎样，我这一生只能是你的，不管我变成什么样，是人是神，或者是妖是魔，你都不能不要。你这不是强买强卖吗？因为我对你亦如是，无论将来你变成什么样子，都只能是我的。如果真的出现了不堪面对的一幕，就算你不在乎，恐怕也架不住世人的飞短流长。我可以，阿正，我只要你，这一点我很确定，我也只能是你的。如果你不要，我也不要，所以你要不要？你都已经规定好答案了，我还能怎么说？我要听你亲口说出来，说你要我。刀呢？我要死。别吓唬我，我要。我不要，如此不甘不愿，要来何用？刀给我。我真的要，对天发誓。发誓没用，换一种方式，让我相信你是真心。什么方式啊？吻我。刚才你没醒的时候，我吻了你，你可一向都是不吃亏的，不想讨回来吗？念在你刚刚捡回一条命，我可以让你一次。可正是因为刚刚死里逃生，所以我想第一个告诉你我的喜悦，也想第一时间感觉到你的味道，让我知道你还在我的身边。阿正，我承认现在我还不像你期盼的那样爱你，但是至少我爱你已经胜过爱我自己。给我一点时间，我会做得更好。但是在那之前，至少你得让我知道我有那个资格。你想要怎样的资格？至少让我知道你是真的需要我，想要我，那样我就可以告诉自己，我有资格对你好，更有资格将你一辈子留在身边。你若没有，还有谁有？我已经相信你是真的想要我。为什么？因为刚才你的心跳得好快，这至少说明我已终于让你不再心如止水。但是你要明白，或许我爱你比你爱我还要少得多。我不在乎，情之一字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公平，最先沦陷的那一个注定要付出的更多。阿正，我不怕为你付出，我只是不想让我的付出落得一个死无全尸的下场。死无全尸又如何？情到深处无怨尤。不过你不必担心，
我不是那么不知好歹的女人。记住，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不管我变成什么样子，是人是妖，是神是鬼，你都不可以放弃我，知道吗？这话你说过一次了，我怎么觉得似乎话中有话？难道你还有什么事情？你会明白的，不过不是现在。累不累？要不要躺下休息？不用，我很好，我现在浑身舒畅，与人大战300回合都没有问题。厉害啊！对了，昨天我给你做手术时，太子突然闯了进来，就完全看不到我们，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我说过的，等我醒了之后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阿征，那不是摄魂术，而是隐身结界。隐身结界？你还会如此高端的法术啊？隐身结界非同一般，我也是刚刚能够制造成功没多久，但是只要我们处在隐身结界里，即便有人跟我们面对面，也绝对看不到任何东西。真的呀？我原先一直以为隐身是传说中的东西，想不到，太令人难以置信了。如果是600年前，或许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姑娘，我来自几千年之后，连这个时代都没搞清楚，何况是600年前。没什么，我是想说，我会制造隐身结界之事，知道的人很少，你要替我保密。知道。可惜不能把这件事情昭告天下，否则我真想看看高林洛父子的脸色究竟有多么好看。他们会知道的，不过不是现在。记住了，嘴上的封条都给我贴牢，谁若是捅了娄子，我饶不了谁。对了，我听说过几天太子就要金殿选妃了，你家那位妹妹没怎么样吧？倒还算安稳。我想他也知道这件事，他根本做不了主，就算闹个天翻地覆也没用，反而容易连到手的也失去。算他识相。说起来他也挺可怜的，白白搭上了一件稀世奇珍，到头来不过换了一个侧妃当当，而且太子根本就没拿他当回事儿。唉，真不知这太子妃究竟有什么好当的，竟令这么多人都趋之若鹜。没办法，那是一步登天最好的机会，当然要玩命试一试了。何况你以为普天下的女子都像你一样不认权位只认人吗？谁说的？我可是看中了宁王妃头顶的光环有多么耀眼，才会赖在宁王身边的，不行吗？你以为我会相信啊？虽然王爷此刻是名满天下的宁王，但如果有朝一日他一无所有了，至少还有你，反之亦然。那只是你说的，也是我说的，就算你真的失去了整个天下，至少还有我。那你呢？我怎么了？天下和楚寒征，你选哪个？或者说，让你拿整个天下去换楚寒征，你换不换？天都快亮了，回去歇着。我要你回答我，换或者不换。如果没有人跟我分享，我要天下何用？我要你正面回答，换还是不换？不换。呵呵，好，记住你的话，而且你最好保证那不是一句漂亮的空话，否则我不会白白错过一个大好的机会。放心，你想要的机会不会出现。等事实摆在眼前，我倒要看一看你能否像今日一样潇洒。醉欢，你这是干什么？别忘了叶云是什么身份。你，没事，他狂得起。我是什么身份不必理会，只要有足够的资本，尽管狂，任何人都一样。没错，有本事尽管狂，但是如果出了龙的逆鳞，也只好自己收尸。我早已有这个觉悟，走了。苍墨等人也不再耽搁，很快便结伴离开了。在想什么？一脸纠结。大丈夫有所必为，有所不为。我并不是你生命的全部，在你的一生中，总有一些东西比我更重要，所以不该舍弃的不能舍。我知道，但是至少天下和你，我舍天下。别这样，我受不起。受得起，阿哲，我这句话经得起事实的考验。虽然我不敢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舍弃你，但是你记住，如果真的到了必须舍弃你的时候，必定是我先舍弃了自己。你不要再说了好吗？我要输了。你的意思是已经准备为我动心了？唉，何须准备？若要动心，根本不需要什么铺垫，更不需要多少时间做准备，只需一刹那，一切便都注定了。怎么了？没事，终于赢了这场豪赌，我正在想如何欢庆我的胜利。早了点吧，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不过话又说回来，沈阁主为什么总是针对你？莫非他对你真的有些余量情节？什么余量情节？躺下，我讲给你听。余量情节说的是，宁王，我刚才说错了什么？为什么你的反应那么奇怪？阿哲，为什么你说的话跟沈醉欢如此相似？这说明你们心有灵犀，还是……哼，老爷，你到底想怎么样？难道寒生做个太子妃真的让你那么不高兴吗？你想哪儿去了？寒生也是我的女儿，她有了好归宿，我自然高兴。可我半分也看不出来，每次太子殿下前来，
你都不冷不热，半点笑容都没有。万一殿下因此怪到寒生头上，你这不是……没有的事。我不是对寒生有意见，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起寒笛，生怕悲剧重。老爷，我看你也中了寒生那死丫头的毒了，整天就知道疑神疑鬼，巴不得寒生出事。我告诉你，不可能。寒生不是寒笛，寒笛福薄，但是寒生不会，他生来就是大富大贵、母仪天下的命。该死，该死，一个个都该死！寒生是太子妃，是皇后，谁也改变不了，谁也不能改变。唉，我觉得靖远侯很不欢迎我，是不是对这门婚事不满意？没有的事，殿下多心了。皇上赐婚乃是天大的恩宠，我们一家感恩戴德都来不及，怎会有半点慢待？是吗？那为何每次我来的时候，他都是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是不是在怪我居然那么快就忘记了寒笛，另娶他人？殿下真的多虑了，父亲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是担心臣女不够资格做太子妃，会辜负了皇上和殿下的一番心意。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此刻我心里舒服多了。臣女说的都是真心话。连真心话都告诉我了，怎么还臣女臣女的？是不是我也要满嘴本宫才行啊？都快成一家人了，还这么见外怎么行？是臣女，我不敢了，请殿下恕罪。好了，你先回去歇着，我该走了。啊，殿下这就走了吗？也好，恭送殿下。妈的，浪费时间，果然是个没用的废物。小姐，太子来了。这个杀千刀的混蛋怎么这么阴魂不散？我来，我可以让他魂飞魄散，灰飞烟灭。别乱动，你的残云冷月诀好歹举世无双，用在他身上太侮辱这门绝技了。你先吃，我去看看他想干什么。有我在，他什么都做不了。我知道，即便你不在这里，凭他的本事也做不了什么。乖乖吃，我去就来。参见太子殿下，不知殿下驾临寒舍有何指教？楚寒遮，你谁的？我的。殿下前来究竟有何分？你当本宫是白痴吗？这东西分明是男子所用，你一个云英未嫁的女子。臣女是云英未嫁，但已有了未婚夫。他送臣女些珠玉首饰，不知犯了哪条王法。哼，怎么蓝夜云来过了？前些日子来过，这些天不见踪影。本宫就说不可能。实话告诉你，每年的这个时候，蓝夜云都会消失几天的。为什么？看来他不敢告诉你，或者根本不愿告诉你。很简单，因为阿依莲。什么意思？哼，这都不懂。阿依莲才是蓝夜云唯一爱过的女人，却最终死于非命。蓝夜云对她旧情难忘，所以每年到了阿依莲丧命的前后几天，她都会一个人躲起来待几天，好好的思念思念她。哦，原来是这样。你有没有听清楚本宫在说什么？蓝夜云心里根本就没有你，她爱的是阿依莲，娶你不过是皇命难违。即便将来你成了宁王妃，也只是一个可怜的摆设，甚至连摆设都不如。感情的事本就勉强不得，没有就没有吧，得不到他的心，得到他的人也不错。你再完美又如何？他根本就不把你放在眼里。瞧你也不是愚蠢的女人，难道不知道强扭的瓜不甜的道理吗？你既然知道，还一个劲的纠缠什么？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不甜就不甜，反正比没瓜强，只要有的吃，我不在乎。还能说得更恶俗一点吗？这又何必？既然明知不甜，为何不干脆换一个甜一些的？臣女认为没有那个必要，毕竟天下间这样完美的男子并不多，拿来撑撑门面足够了，甜不甜的也没多要紧。怎么，他比本宫这个一国太子还要完美吗？除了太子这个身份，你根本什么都不是。太子乃人中龙凤，其实我等凡夫俗子可比。楚寒遮，本宫也不跟你兜圈子了。你品性不俗，本宫很满意。既然蓝夜云根本不可能接受你，不如你回到本宫身边。殿下这是什么话？臣女已是宁王妃，这且不说，殿下更是刚刚被皇上赐婚，二妹寒生才是殿下所要的。本宫要她干什么？她又不是本宫真正喜欢的人，只不过是父皇早已有言在先，不愿朝令夕改，只好给他一个交代罢了。臣女这宁王妃也是皇上金口玉言，御笔清风，同样皇命难违。何况太子人中龙凤，臣女自知高攀不上。皇命难违，那就不妨先将生米煮成熟饭，到时候皇命不改也得改。他因猛地纵身扑上，竟然结结实实地将楚寒遮搂在了怀中。然而就在他想要不动声色的反击时，高元浩却突然停下了所有的动作，跟着猛地转身仓皇而去。
怎么了？难道是蓝夜云动了手脚？不是我，当然我是要出手的，不过还没有来得及。那他这是怎么了？总不是看到了你？当然不是，他没那个本事。不过他居然对你起了这样的心思，不可饶恕，杀无赦。起什么心思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本事不够，什么都是枉然。你还在恢复期，不宜动怒。至于太子，他刚才的反应实在太奇怪了，到底怎么了？哼，我想到了，他必定发现自己已经不是个男人。哼，活该自作自受。若不是为了二妹，真想像你说的那样，让她一辈子成为废人算了。这我不管，为了你，我要让她一辈子成废人。阿哲，阿依莲，我知道，你当我跟太子一样没脑子吗？你忘了吗？当初我就曾经说过，你跟阿依莲之间根本没有那种生死相依的感情，这件事一定另有内情。我就知道他这些小伎俩瞒不过你，不过还是想着说清楚比较好。没有那个必要，太子说的话要是可信，猪都能上树了。别多说了，好好休息吧。不休息了，我要走了。那么急，回府中有事吗？没什么，不过我快受不了了。受不了了？是不是刀口恢复的不好，痛还是痒，或者有其他的感觉？不，刀口没问题，是另一个地方难受。哪里？我看看。阿哲，你不是真的那么迟钝吧？我是个正常的男人，夜夜美人在怀，我却只能看不能动。你知不知道，我的自制力已经快要决堤了？不是吧？宁王一向冷酷无情，不近女色，何况这几天我瞧你一直心如止水。心如止水？好，我就让你看一看什么叫做心如止水。你别气，我没有其他的意思，更不是轻薄你，我只想让你知道，在你面前心如止水这4个字完全不值一提。我并不是不想要你，只是不想强迫你。是吗？是不是试试看？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尤其是你这种状况，要绝对禁止房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说不定还会赔上性命。为你死，我心甘情愿。谢谢，这话说得很动听，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好好的活着。不要！这是你求人的态度。别这样好不好？我真的不想。这还差不多，记着，该服软时别犹豫，否则后果十分严重。服软就服软，反正是你，又不丢人。向你服软，我也不丢人。谁让你是我唯一的债主？所以以后如果抓住了机会，尽管要挟我。我会记住的，并且不会客气。不过，你确定现在就要回去吗？不需要再留下多休养几天？不用，我已经没事了。如果真的有什么不适，我立刻回来找你就是了。那好吧，过几天我去瞧瞧你的恢复状况。阿哲，如果刚才我强要了你，你会怎样？你不会的，你不是说过吗？一定会让我心甘情愿的委身。不过，若是强迫了我，你会怎样？娶你，生死不离不弃。可是阿哲，我不会强迫你。是吗？可是之前你说过不会放手。我不会放手，但也不会强迫你。我会把你留在我的身边，直到你心甘情愿为止。多谢青睐，路上小心。蓝夜云，本宫要将你碎尸万段！不，错过阳回，让你生生世世不得超生！启禀殿下，皇上宣您立刻御书房见驾，不得有误。儿臣参见父皇。元昊，怎么样了？儿臣刚刚试过了，的确没有反应，所以大祭司说的对，我们恐怕真的找错了人。可恶，居然真的不是，害得朕空欢喜一场。元昊，你怎么了？怎么脸色那么难看？没什么，儿臣也是在想，既然这个人不对，那么他究竟在哪里？他究竟在哪里？连大祭司都不知道，事情恐怕有些麻烦。接下来楚寒生之事，你打算如何处理？儿臣是想着，既然他不是我们要找的人，便没有必要做这个太子妃了。原本他也不够资格做太子妃，朕要听的不是这句废话，试问你打算如何处理？哼，请父皇放心，儿臣自有办法。什么办法？马上就是太子妃大选了，儿臣会好好利用这件事情做文章，到时候就算出了什么事儿，也不会有人怀疑到儿臣和父皇身上。一切小心，重要的是不能让靖远侯看出任何破绽，必须处理得干净麻利。是，儿臣知道。高林诺挥了挥手，示意他退下。不是，原来真的不是，你到底在哪里？朕要怎样才能把你找出来，好让你魂飞魄散？不孝子孙高林诺参见巫师大人。吾等已经沉睡了600年，而为何将吾等唤醒，打扰吾等的冥想？林诺不敢。不是林诺胆敢搅扰大人的冥想，只是乌马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万望大人赐教，该如何度过眼前的危机，以保五马帝国的江山，千秋万世。生死存亡，当年吾等历尽艰辛，才让五马族执掌天下，尔等竟如此无能，只区600年便守不住这万里江山了。大人教训的是凌诺无能，请大人指点凌诺一条明路，凌诺必定肝脑涂地，万死不辞。等候吾等的指示。哼，说什么六合巫师有通天彻地之能，朕看也不过尔尔。不过为了五马帝国的江山不落入凤族之手，希望你们别真的那么没用。最可恨的是这6个死老头子始终不肯透露长生不死的秘诀，还说什么所有人都长生不死，有违天道，简直是一派胡言。不过就是怕越来越多的人修炼成神，会威胁到他们的地位罢了。冥想，有那些功夫冥想，不如出来将所有凤族人消灭干净，永绝后患。到那个时候，朕才懒得打搅你们冥想。找我有事吗？王爷，不必客气。苍墨说你们已经几次传言要我前来一见，到底什么事？我们，背着我做了什么好事？没有，只是有个人想见你。我要见的人自己会去见，多事。珠帘一挑，一个年轻女子已自内室而出。王爷新欢在侧，就把我这旧爱踩在脚下了吗？你来干什么？王爷，你好狠的心！我为你不见天日，牵肠挂肚，生不如死，你却背着我另结新欢，甚至将绿曼打伤，完全不顾我们之间的情分。我跟你之间什么时候有过情分？绿曼侮辱阿征，本就死不足惜，留他一命已经是天大的恩赐，无需多说。你，阿征，叫得好亲热啊！绿曼不过是为我说了几句公道话，哪里就该死了。看来王爷是真的决心做个忘恩负义、始乱终弃的小人了。依莲，王爷面前怎可如此无礼，还不快快赔罪？我忘了谁的恩，负了谁的义。哼，我与你之间从无半分男女之情，我又使的什么乱，中的什么气？要指责我，你还不配。你，王爷，你真的太狠了！如果你还记得你的身份，就该记得我为你做出了多大的牺牲。如果你还记得我的身份，就该知道，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天经地义，就算因此死无全尸，也没有资格索要任何回馈。何况你除了每日吃吃睡睡，根本什么都没做。就算做了，也不是为了我不欠你分毫。你怎能这样说？我为了你。我说过了，你不是为了我。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我。至于是为了谁，你我都心知肚明。如果你不想做，可以立刻退出。依莲，听话，快别任性了。王爷无论做什么都是为了大局，为了我们所有人的未来，那不也正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目的吗？既然都是为了自己，受些委屈也是应该的。哼，说得倒轻巧，感情整日不见天日的人不是你好不好？何况你确定王爷这样做是为了什么大局吗？我看他根本就是色迷心窍，早就忘记了自己该做的是什么了。依莲，我觉得你的确有些不像话了。别忘了王爷他是什么身份，岂容你这般轻慢，还不快向王爷赔罪？赔罪？我何罪之有？如果他还是从前的王爷，我为他做什么都心甘情愿。可是现在你们看，他居然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女人身上，甚至连我们之间多年的情分都弃之不顾。你我之间从来没有任何情分，别再让我听到这样的话，否则别怪我出手无情。你好，你很好。现在我终于明白了，原来绿曼说你已经移情别恋，连魂魄都被勾走了，我还不相信。想不到今日一见，你果然如此绝情绝义。王爷，你变了，我知道是楚寒正那个贱人。我说过，不只是吕曼，就算是你，也不得有任何一个字辱及阿征，否则杀无赦。依莲，怎么样？没事吧？你也真是的，无论怎样，不该对王爷如此无礼。好，很好，你既如此无情，那就休怪我无义。我对你从来如此无情，是你偏偏自作多情，如今自取其辱，你又怨得谁来？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鱼死网破，大家谁都别想活。把你这句话解释清楚。王爷一向聪明绝顶，怎么会不明白？只要你不逼我，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是你逼得我走投无路，我才不得不……你想怎么样？你敢杀我？什么？等你有命从这里走出去再说。你
敢？你真的要杀我？你……王爷息怒，我看伊莲并非是存心冒犯，只是一时情绪失控才会如此。万望王爷念在他是你我同族的份上，饶过他这一次。我念着他是你我同族，他可曾念过？你应该还记得，当初就说过这个女人靠不住，难当大人，是你一力担保，说她一定能够完成任务。如今这个后果，你可担待得起？请王爷恕罪。原本当初大哥也是觉得伊莲太过年轻，怕她经受不住这些大风大浪，想要另选他人。可是伊莲反复央求，说要为同族尽一份绵薄之力，大哥是念在他这份心意上才答应下来的。何况伊莲原本并不是这个样子，她只不过是因爱生恨才会……我不问过程，只看结果。当初是什么情形，我也不想过问。我只知道任何人威胁到凤还朝计划，都别想活。既然这个纰漏是因你而起，那么不只是他，就连你欧阳一家满门都要为他陪葬。不要，王爷息怒。我们也知道，王爷一身系天下之安危，凤还朝计划也容不得任何闪失。但我欧阳一家一向忠心耿耿，从未有过任何不轨之心，还望王爷明察。伊莲，你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向王爷求情？难道你真的要看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才甘心吗？你真的敢？还不快闭上嘴！我们全家都待你不薄，你没有必要为了一己之私把我们全都害死吧。王爷，我再也不敢了。我刚才是开玩笑的。可是我没有开玩笑，不管你是不是真心悔改，冒险都不是我的做法。从今天起，你将不能言，不能动，直到凤还朝计划取得成功。我把它交给你们了，想必你们知道应该怎么做。是。我早就跟你说过，王爷是不可能被你威胁的，你为什么不听？何况你既然知道他的身份，居然还妄图独占他，是过了那么久不见天日的生活，傻了吗？别怕，虽然你现在无法动弹，但王爷说不定只是一时气愤，等他气消了，我们再替你求求情，或许他会放开你的。阿依莲想要点头，却是力不从心，只好拼命地眨着眼睛。好，我知道了，你不用急，有机会我一定会替你求情的。看来这次王爷对楚寒征是懂真格的了。所谓龙有逆鳞，触之必怒，楚寒征就是他的逆鳞，你以后千万小心，不要触及这一点。哎，看，是楚寒生来了，他就好了。最次也是太子侧妃，今日前来就是看热闹的，不像咱们。是啊，能成为太子侧妃也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我看我今日根本就不该来。那可未必，瞧你俏得跟一朵花似的，我倒觉得你机会比我大得多，我才是彻底没戏了呢。有什么办法呀？谁让咱没得到还魂血珠那样的宝贝呢？不费吹灰之力就攀上了太子这根高枝，可不就是还魂血珠可是真正的宝贝，说不定看在这宝贝的面子上，皇上和太子会立她为正妃呢。试问谁不愿永葆青春啊？哟，这不是太子妃当了吗？大伙还愣着干什么？倒是赶快行礼呀！杜小姐客气了，我只不过是凭了几分运气，又承蒙皇上和太子殿下不弃，才有机会在殿下面前伺候。说什么行不行礼？哼，倒是杜小姐落落大方、端庄有礼，才是真正的太子妃之相呢。你敢对本小姐无礼？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不敢，我只是说杜小姐落落大方、端庄有礼，不知杜小姐觉得何处不妥？你，哼，撑死了不过是个侧妃，你神气什么？等大选结束之后，本小姐有的是好果子给你吃。你要给谁好果子吃？参见太子殿下。免礼，都起来吧。怎么样，你没事吧？多谢太子殿下关心，臣女没事。没事就好，大选还要再等一会儿才会开始，先坐下歇歇吧。殿下，您来的正好，您都不知道这个女人方才有多么过分，她居然对我无礼。对你无礼？可是本宫好像听到寒生说你落落大方、端庄有礼，这也叫对你无礼吗？殿下，你可不要被这个女人的外表给骗了，她根本就是笑里藏刀，不安好心。这叫什么话？你与寒生从未有过任何来往，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如何知道？便在这里信口雌黄，真是可笑至极。我与这个女人虽然没有任何来往，但是她宁愿拼着赔上还魂血珠如此稀世珍宝，也要不择手段的留在殿下身边，难道还不能说明她根本包藏祸心吗？殿下，臣女没有，臣女只是……本宫自然知道，何须你说？若照你这么说，明明得到了还魂血珠这等稀世珍宝，却舍不得献给皇家，而要自己独吞，便不是包藏祸心了。
殿下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提醒殿下，这个女人韩生是什么样的人，本宫比你清楚，不需要你来提醒。太子妃大选马上就要开始，你最好安分一些，否则别怪本宫没有事先提醒你。好你个太子，你敢威胁我？你当左丞相府是摆在那里好看的吗？总有一天我会让你知道，你这太子能不能当得顺顺利利，还要看我左丞相府的意思。大选马上就要开始，本宫先过去了，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当然你也放心，在本宫眼皮子底下还没有人敢任性妄为，否则本宫也会给他家好果子尝尝的。是啊，多谢太子殿下关心，恭送太子殿下。楚寒生，你有种，居然将太子殿下魅惑成了这个样子！告诉你，总有一天我要在殿下面前揭穿你的真面目。杜小姐真的误会了，我在得到还魂血珠之后，真的只是认为如此稀世珍宝只有皇上和太子殿下才有资格拥有，所谓包藏祸心，真的是太冤枉我了。你闭嘴！这话你哄别人可以，哄不了我。我不是太子殿下，你这副楚楚可怜的鬼样子骗不了我。而且你给我听清楚了，这辈子你都没资格做太子正妃。哼，那可未必。臣女参见皇上万岁，皇后娘娘千岁。各位姑娘辛苦了，今日邀各位姑娘入宫，乃是为了给元昊选出太子妃。现在便请各位姑娘依次上前来。蓝皇后要众人依次上前，除了要亲自检视每一个女子的步态、风韵、气质等等之外，还会亲自问一些问题，看她们应对是否得体，各自绞尽脑汁地回答着蓝皇后的提问。元昊，这位姑娘的表现，方才你都已经看到了，相信你已经知道该如何做出决定。去吧。楚寒生，你给本小姐等着，不把你折磨得生不如死，本小姐就不姓杜。你元昊，选妃之事非同小可，你可要慎重考虑，千万不要出任何差错。虽然看到了楚寒生眼中的泪光，他却依然咬了咬牙，来到杜应灵的面前，将那根玉如意递了过去。哼，本小姐就说有我左丞相府在，就算太子也得对我忍让3分，敢不立我为正妃，休想！多谢皇上皇后娘娘恩典，多谢太子殿下。你等着，等本小姐真正成了你的太子妃，看你还敢不敢如此待本小姐。不必多礼，快起来吧。元昊，这就去选出你的2位侧妃吧。多谢太子殿下，臣女不胜荣幸。正妃侧妃不过是个名分罢了，本宫心里到底对谁好，你知道是不是？殿下，您快别哭了，虽然梨花带雨美不胜收，我见犹怜，但本宫还是希望看到你笑。是，多谢太子殿下，是臣女不懂事，还请太子殿下见谅。太好了，只要殿下是真心对我好，我倒也不必太过于计较是正妃还是侧妃。就像殿下说的，那不过是个名分，殿下心里有谁才是最重要的。这个贱人居然敢魅惑太子殿下，本小姐饶不了你！闹，有本事你倒是闹啊，最好闹得不可收拾，我看你这正妃还怎么做。高元昊已经将另一枚玉佩送到了户部尚书之女的手中，至此太子选妃大典算是圆满结束。楚寒生，你给本小姐站住！不知杜小姐有何吩咐？哼，楚寒生，你不错呀，这才几天的功夫，居然就让太子殿下为你神魂颠倒了。不敢，杜小姐言重了。我与太子殿下虽然更熟络一些，但却发乎情，止乎礼，绝无半分逾矩之处。杜小姐若是不信，可亲自去问太子殿下。闭嘴！太子殿下哪里与你熟络了？你少往自己脸上贴金！本小姐警告你，你只是区区侧妃，本小姐才是太子正妃。你若敢对本小姐有半分不敬，本小姐有的是法子让你生不如死。杜小姐这话是不是说的太过分了？从一开始到现在，我何曾对杜小姐有过半分不敬？分明是杜小姐你得寸进尺，若是被外人看到了，还以为堂堂左丞相府如此没有家教。你敢乱说，我打死你！杜小姐，你这又是何必呢？我从未想过与你争什么，我也知道我没资格让太子殿下对我好。闭嘴！少给本小姐装出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本小姐撕烂你这张狐妹子的脸，看太子殿下还能对你好到哪里去。杜应灵，你想干什么？怎么样，没事吧？臣女没事，多谢太子殿下。太子殿下，你这是何意？分明是这个女人对我不敬，你却不由分说护着她，规矩何在啊？你跟本宫说规矩，无缘无故便在宫中撒泼打人，这就叫有规矩了。哪
哪里是无缘无故？是这个女人太过嚣张。哼，她嚣张？你们两个到底是谁嚣张？不用本宫告诉你吧。你们，走，本宫送你回家。是，多谢太子殿下。不过殿下公务繁忙，还是走吧。说什么公务繁忙？再说送你回家，又能够耽误多少功夫了？不看着你平安回到家中，本宫也无法安心做事。楚寒生，你别得意，别以为装出这副楚楚可怜的样子，欺瞒过太子殿下，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有本小姐在，你休想！太子殿下，臣女真的没有。我知道，而且你记住，他得到的是太子正妃的名号，而你得到的是太子殿下。殿下，您走吧。贱人，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我要把你碎尸万段！我要把你挫骨扬灰！我要让你生生世世不得超生！小姐，不要喊了，被别人听到了会惹麻烦。滚！本小姐好害怕吗？早晚有一天，本小姐要让这个贱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水塘，你平常鬼点子最多，快帮本小姐想一想，怎样才能教训教训那个贱人。小姐，她可是靖远侯的女儿，而且你也看到了，太子殿下如今对她那么好。放屁！殿下对她哪里好了？殿下只不过是被她那副楚楚可怜的嘴脸给蒙蔽了。本小姐就是要撕破她的伪装，让她露出真面目。快说，究竟有没有办法？想不出办法，你也给本小姐滚得远远的。是，奴婢会好好想的。楚寒生，你是谁？你想干什么？不必害怕，本尊乃是为示警而来。示警？本尊？你是萨罗白塔内的尊者？本尊屈指算来，你命盘星格与普通人无异，并非母仪天下之相。若再执迷，只会害人害己，切记切记。哼，尊者，您开什么玩笑？我这太子妃可是皇上亲自指定的，我若不是母仪天下之命，怎会如此？世事无常，人心难测，莫要被一时的诱惑蒙蔽了双眼。高陵诺指你为太子妃，乃是另有所图，皆因你不该命绝于此，本尊才特意与你梦中相见，略加指点。你若不听本尊良言相劝，最终只会后悔莫及。多谢尊者提醒，只是我这太子妃乃皇上亲自指定，不敢抗旨不遵。既如此，你好自为之。是梦，原来是梦，太好了。不是，你胡说！我是太子妃，这一点不会改变。皇上立我为太子妃，当然是因为只有我有资格。说什么另有目的？你胡说！什么尊者，什么玄真道长，全都是一派胡言。你们若真有那么神通广大，怎么不直接把楚寒征扶上太子妃的宝座？哼，我才是太子妃，我是。为了阿征，我已经仁至义尽。你既然定要自寻死路，那就怪不得任何人了。小姐，你不舒服？怎么脸色这么难看？没有，怎么了？太子殿下派人来说是请小姐去游湖，马车已经在外面等着了。你怎么不早说？老爷，您现在可以相信太子殿下的真心了吧？不几天的功夫，他已经约寒生出去游玩好几次了，八成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呢。真心自然最好，我这几个女儿之中，也总算有一个能够找到好归宿的。那是，也不看看咱们寒生比其他的姐妹强多了，注定是要母仪要大富大贵的。小姐，怎么样？奴婢看到楚二小姐上了太子殿下派来的马车，一路往烈焰湖的方向去了。可恶，该死的贱人！太子更可恶，说什么公务繁忙，分明就是去跟那个贱人幽会。好你个高元昊，我请你去烈焰湖赏荷你不去，转过脸就跟那个小贱人游玩去了。你如此不给我左丞相府面子，小心我告诉父亲，让你连太子都做不成。小姐，我们回府吗？回府？本小姐是那么容易打发的人吗？走，去烈焰湖赏荷。怎么样？坐在这里看看风景，闻闻荷花的清香，是不是什么烦恼都没有了？还真是呢。瞧着满池的荷花，清雅不俗，与殿下的气质正好相配。呵，平常瞧你也不爱多说话，想不到小嘴还挺甜的。要我说，美人如花，与你相配才是真的。殿下过奖了，我哪算什么美人呢？你不算美人，那还有谁算？瞧瞧，小脸这么一红，倒是越发明艳了。哎，那不是太子殿下的船吗？
果然气派。不用说，里面坐着的一定是楚二小姐了。可不就是嘛！这一阵子经常见她与太子出双入对，真是只羡鸳鸯不羡仙呐。是啊是啊，楚二小姐好福气。哼，这帮人就爱乱嚼舌根。看本宫。殿下不要，他们并不曾说错，我的确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呢。能得到你这样的知己，是我几辈子才修来的福气。怎么了？没事，多谢殿下，就是可能穿的薄了些，一阵风吹过，有些冷。你呀，就是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好点了吗？好多了，多谢殿下。什么人胆敢惊扰太子殿下？快闪开，否则格杀勿论！敢对本小姐无礼，你才格杀勿论！滚开！本小姐要见太子殿下。杜应灵，你非要来破坏我的好事是不是？可惜太子殿下就是看不上你，你再死缠烂打也没用。杜应灵，这个讨厌的女人！来人，开船！急什么？哟，果然是太子殿下。太子说今日公务繁忙，我还以为看错了呢。原来你们在干什么？杜小姐不要误会，我们什么都没做。你这个不要脸的贱人，居然敢如此魅惑太子殿下，本小姐岂能容你？你，杜小姐，请你说话客气些，我明明什么都没做，你还敢狡辩？杜应灵，你太过分了！本宫与寒生好好的游湖赏荷，关你什么事？即便我们真的做了什么，你也无权过问，还不快走！好啊，你们居然真的！你这个狐妹子，贱人，我要杀了你，免得你继续祸害太子殿下！贱人，你还敢跟本小姐动手？不想活了？我也不想，是你太过分了。杜小姐，你何苦逼人太甚？我根本无心与你为敌。闭嘴，贱人！本小姐不给你立立规矩，你就不知道谁是正妃，谁是侧妃。殿下，我要到湖里去。什么？要到湖里去？杜小姐，手下留情啊！你真的误会了。寒生，你这个狠毒的女人！寒生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本宫饶不了你。寒生，不要怕，我来了，你不会有事的。救命！殿下救我！来了，我来了，没事了，我来了。你敢打我？你竟然为了这个贱人打我！你简直太过分了！贱人，你跟本小姐去死！去死！小姐，不要叫了。如果让别人知道是你把楚儿小姐推下水的，那又怎么样？是我把她推下去的，我巴不得杀了她。像这种狐媚惑主的贱人，死有余辜，早就该死了。寒生，你怎么样？怎么样了？殿下放心，我没事，害得殿下落水，我实在是罪过不轻。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来人，开船立刻回宫。宣太医，你立刻给本宫离开。寒生若是没事倒还罢，他如果有个好歹，本宫绝对不会放过你。殿下，你太过分了，分明是这个女人。来人，把她赶下去，赶不走她，就提头来见。你们敢这样对我，我一定要告诉父亲，让他将你们碎尸万段。太子殿下，我一定要告诉父亲，你给我等着，你会后悔的。哼，开船，立刻以最快的速度回宫。元昊，究竟怎么回事？应灵是你的正妃，你怎可对她动手？父皇容禀，他若非将儿臣逼得太狠，儿臣又怎会对他动手？今日儿臣与寒生共同游湖赏荷，原本是一大雅事，可是他却突然莫名其妙地跑来胡搅蛮缠，还将寒生推入了湖中。若非儿臣抢救得快，寒生恐怕就……儿臣也是真的急了，才会打了他一巴掌，请父皇明察。哦，原来还有这种事情。杜爱卿，你看这……我哪里胡搅蛮缠了？分明是这个贱人勾引你在船上做出了苟且之事，我怕他继续狐媚惑主，才想教训他的。住口！本宫与寒生只是游湖赏荷而已，哪里做什么苟且之事了？你如果再敢胡言乱语污蔑本宫，本宫绝不轻饶。本来就是，还怕说吗？这个不要脸的贱人居然敢勾引你，我岂能容他？杜应灵，你给本宫看清楚，本宫与寒生之间清清白白，哪里来的苟且之事？你敢再乱说一个字试试？寒生已经是本宫的侧妃，本宫拉了他的手，是什么天大的罪过吗？糊涂！你越是这样闹，太子不是越不待见你吗？依朕看，这件事情就是个误会，不如……难道就这样算了不成？杜应灵无缘无故将寒生推下水，害得他受了那么大的惊吓。如果就这么算了，如何向靖远侯府交代？什么无缘无故？哪里是无缘无故？再说我哪里推他下水了？
分明是他自己笨，不小心掉下去的，跟我有什么关系？事情究竟如何？当时很多人亲眼所见，你以为你抵赖得了吗？如此心胸狭隘、心狠手辣、毫无容人之量，哪里做得了本宫的正妃？父皇母后，儿臣认为这件事情还需要重新商议。快答应，快答应！你敢？我是王妃，谁敢跟我抢？我看你是太子，怕是不想做了。闭嘴！你这混账东西！皇上皇后面前也敢胡说八道，活得不耐烦了吗？再敢多说一个字，我割了你的舌头！皇上恕罪，太子殿下恕罪，都怪臣教女无方，臣罪该万死。杜爱卿言重了，应灵少不更事，再加上也是因为太在乎元昊，才会口不择言，朕不会计较的。是小女该死，老臣该死，请皇上赐罪。杜爱卿不必如此，快起来吧！应灵年少不懂事，好好教导也就是了。元昊，此事你也有责任，既然都是你的妃子，你自当一碗水端平，熹妃就惹不出这些事情来了。儿臣也想一碗水端平，可是父皇，您看看他的样子，这碗水让儿臣如何端得平？他但凡有寒生一半乖巧懂事，儿臣也不至于这样对他。孽女，你闭嘴！就凭你刚才敢胡说八道，皇上就算杀了你也不为过，还不快滚回去，面壁思过！皇上恕罪，请容臣将这个孽女带回去，好生教训。倘若不能将她教好，这太子正妃咱们也没脸做了。应灵还年轻，做事难免不够周全，咱们慢慢教她也就是了。是，臣告退。哼，一群白痴！你要咱们配合你演戏，咱们可都做了，所以你最好确定不会出什么纰漏。是啊，元昊，你真的确定这样可以吗？万一被楚寒生看出破绽，你可就麻烦大了。放心吧，母后，楚寒生就是个白痴，现在还以为儿臣真的对他一往情深了呢，他是什么破绽都发现不了的。说实话，本宫倒是觉得咱们这样对付一个女子有些不太地道，她毕竟是无辜的。哼，什么无辜？谁让她骗了咱们，害得咱们白白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和精力，这是她应该付出的代价。何况母后看不出来吗？这个女人一门心思的就是想成为太子妃，那副势利的嘴脸简直让人恶心。话不是这么说的，一个女子谁不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归宿？她这种想法倒也无可厚非。元昊，不然你就将她娶进东宫，还让她做你的侧妃算了。你若实在不喜欢，大不了将她搁在一旁，未必一定要。儿臣不要，儿臣现在对靖远侯府的女人倒足了胃口，看到她们就想吐。唉，你呀，这还不都是你自己惹出来的事吗？皇后倒也不必如此，自古以来成大事者不拘小节，为了咱们乌马帝国，牺牲个把人算什么？只要能够保证将这件事情做得漂亮一些，就依着元昊吧，他也该多多锻炼锻炼了。父皇放心吧，这件事情我早就已经策划好了，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倒是杜应灵这个贱人，居然敢说出那样的话，简直是找死！儿臣这太子要不要做下去，难道还能是他说了算吗？笑话！现在杜应灵根本不把儿臣放在眼里，将来还不一定如何无法无天呢。父皇，难道咱们就这样继续忍让下去吗？暂时来说还不能动他，你也知道，乌马帝国如今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正是用人之际。何况如果这一关真的过不去，也就没有必要再计较这些了。不会的，一定能够渡过去。乌马帝国将千秋万世，我们高氏一族也会生生世世永掌涅槃大陆。不错，一定会渡过去的。所以只要过了定数所说的时间，要怎么做，还不是咱们说了算了。至于杜如良这个死老头子，到时候本宫要将你们父女二人碎尸万段，看你们还如何骑在本宫的头上嚣张跋扈。传言越演越烈，已经有人言之凿凿地说，楚寒生已经成为了太子正妃，将来会母仪天下。果真有人这样说？可不，说的有鼻子有眼。若不是知道太子是个什么东西，连我都险些相信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小姐，您说太子会不会真的对二小姐动了真心啊？所以才……不可能。你以为太子做这一切是对二妹好吗？依我看，他分明是在帮二妹树敌。树敌？为什么？暂时还不确定，我只是有这样一种直觉，我总觉得这一切他都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而杜应灵只不过是被他利用了罢了。会不会他也看杜应灵不顺眼，所以故意利用二小姐来气杜应灵，好打击打击他的嚣张气焰？有这个可能。你这丫头果然聪明。不及某人，这不都是您教的吗？不过这样一来，二小姐可就有些惨了。太子岂不是也在利用她啊？
啊，对了，小姐今日不是要去宁王府为王爷复查，这就走吗？走吧。这么等不及，我正要去找你呢。我也正要去找你，走，回你的清雅居。脸色那么臭，怎么了？该不会又是沈阁主把你气的？就你聪明，那小子越来越过分了，大半夜踢我房门我忍了，如今连午觉都不让我睡安生，硬说他不困，让我陪他过几招。所以你就逃出来了？我这叫避其锋芒，去你那里睡一觉，他若敢追来，毒他个四脚朝天。那可是你的老相好，你舍得？狼烟云还未答话，突然听到一阵喧哗。不要啊，公公，再想想办法吧。是啊，一定有办法的，好歹是一条人命啊，公公，求求你了。够了，不是咱家不肯救，是根本救不得了。再说这也算一条人命，都给咱家让开点儿，否则跟他一起死。哎呦，原来是王爷啊！怎么回事？启禀王爷，这小子重病，老奴正要将他丢出去。我来看看。哎呀，见过您王妃，王妃有所不知，不是咱们不肯救，而是御医已经瞧过，说无论如何救不活了。宁王，退开！快照做！别碰我，我是麒麟奴，会污了你的手。原来这才是有病不治的真正原因。你来了，别乱动，怎么回事？真是多亏了大小姐，否则我死定了。哼，假仁假义，恶心！告诉过你多少次，不要被乌马族人的小恩小惠收买，否则……不是的，大小姐是真心。你知道什么是真心？乌马族人哪有真心？你如果再这么幼稚下去，早晚死无葬身之地。事已至此，你先留在这里休养一阵也好。不过记住，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少年低低应了声是，黑影便瞬间消失。你来了，别乱动，怎么回事？真是多亏了大小姐，否则我死定了。哼，假仁假义，恶心！告诉过你多少次，不要被乌马族人的小恩小惠收买，否则……不是的，大小姐是真心。你知道什么是真心？乌马族人哪有真心？你如果再这么幼稚下去，早晚死无葬身之地。事已至此，你先留在这里休养一阵也好。不过记住，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少年低低应了声是，黑影便瞬间消失。一日一早，醒了，感觉如何？好多了，多谢大小姐救命之恩。哎，躺着吧。你叫什么名字？若尘，麒麟奴，卑微若尘土，救命之恩容当厚报。我必须离开，否则会连累大小姐被人耻笑。我好怕吗？只管安心留下。我既然救了你，就必须救到底。大小姐宅心仁厚，我感激不尽。可是我救你是我愿意，不是怜悯和施舍。若尘，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铸就了你的身份，但你至少应该告诉自己，你是个人，不是天生的奴才。麒麟族人世代为奴，我不就是天生的奴才吗？如果每个人都像大小姐这样想，或许麒麟奴还有出头之日。可惜你若要走，我不拦着，但你这个样子回去，你以为他们还会留下你？你若愿意留在我身边，或者等你身体恢复再回去。大小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受不起。不为什么，就当我们有缘。昨日我若不出门，或许你早已被丢出去，一命呜呼了。既然有缘救了你一命，总不能再看你重入火海。多谢大小姐收留。先坐吧。若尘，你的父母呢？早就死了。麒麟奴很少能够活过40岁，大多数都是在30岁左右便一命呜呼了。为什么？因为麒麟奴不是人，我们只是炼药、试药的器具，练功的靶子，泄欲的工具，怎么可能长寿得了？那你们若是有了喜欢的人，他们会成全你们的婚事吗？婚事？看来大小姐对我们的事情并不了解。麒麟奴是不存在婚事这回事的，主人们会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的男女，让他们像畜生一样进行交配，好产下后代，分别用作不同的用途。什么意思啊？很简单啊，他们会选择耐药性特别强的男女交配，生下的后代便用作炼药、试药的器具；身体特别强壮的配对，后代便用作练功的靶子；容貌特别俊美的后代往往更胜一筹，便被送往京城最大的销金窟，醉梦瑶池供人淫乐。够了，这帮畜生！嘘，大小姐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如果被人听到，会惹麻烦的。为了一个麒麟奴，不值得。麒麟一族就一直承受着这样的折磨。平心而论，凤族统治天下时，我们只是普通的奴仆，真正沦落到猪狗不如的地步，是从600年前乌马族夺得天下之后。说实话，大小姐还是第一个为麒麟奴鸣不平的人，若尘感激不尽。只可惜我们麒麟一族的先人不够聪明，否则若是像凤族一般及早臣服于龙族，也不至于沦落为奴，
或者至少像人鱼族一样避居海外，如今也逍遥自在。你也知道人鱼族？当然知道。当年我们麒麟族的栖息地与人鱼族隔海相望，距离并不遥远，彼此之间通商、通婚，相处十分和睦。那是几千年前的事了吧？这么多年过去了，人鱼族可还在原来的栖息地？在的，人鱼族的栖息地十分隐秘，而且一向不问世事，所以虽然麒麟奴可以准确带路，历代帝王也不愿多生是非去招惹他们。明安郡你应该知道吧？那么人鱼族的栖息地在明安郡的哪个方向？正南。大小姐，您问这个做什么？不必误会，我没有恶意，闲聊几句罢了。你身体还虚，等你康复了，我有的是事情要你做。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不会也喝多了吧？你不过喝了一小口而已。不知道，但应该不会。好热，好难受。难受？快，我先扶你到床上躺一会儿。怎么样？要不要叫太医？我要。你怎么样？没事吧？快给我。太子殿下不是说只有几句话要跟寒生说吗？怎么去了那么久？不会有什么意外吧？这不是好事吗？老爷，不好了，太子殿下来了。你说什么？太子殿下来了？他不是还没走吗？是啊，可是那边又有一个太子殿下来了。靖远侯夫人，本宫有礼了。你怎么？是啊，是本宫。怎么了？你是太子殿下？靖远侯，你这是什么话？不是本宫还能是谁？本宫知道你一向对本宫有些不满，但是……不，太子殿下误会了，臣怎敢对殿下不满？只是府中已经有了一位太子殿下了。你说什么？什么人胆敢冒犯本宫？本宫绝对饶不了他，还不让他快点滚出来！他说有些话要单独跟楚寒生说，已经好一会儿了。不好，要出事！侯爷，你也太大意了。殿下无论去什么地方，属下一定是在身边伺候的。您刚才不会也看到属下了吧？何方鼠辈胆敢冒充本宫？还不快过来领死！给本宫出来，否则……你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无耻小人，居然敢冒充本宫，欺负本宫的太子妃，你找死！殿下小心，让属下来。不，他敢欺负太子妃，本宫要亲手宰了他！殿下快退，有毒！就在众人闪身躲避的瞬间，此人已猛地穿窗而出。殿下，你怎么样？没事吧？本宫没事，不过可惜让他给逃了。子安，立刻宣派人手，务必将他抓回来。本宫要将他碎尸万段。不要！寒生，别怕，没事了，已经没事了。不要，走开！你走开！你是假的，你不是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刚才陪着我，你是假的，你走开！寒生，你冷静一些，我才是真正的太子。刚才逃走的那个人是假的，否则他为何不敢留下来与我当面对质？不，你是假的，你是假的！寒生呐，到底是哪个杀千刀的混蛋，居然敢这样害你？这简直没天理呀！女儿，我可怜的女儿啊！天哪，这可怎么办？到底是谁如此狠心，竟然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一定是那些不甘心寒生成为太子妃的人，他们见自己做不成太子妃，便想出了如此卑鄙的阴谋，想害的寒生也失去资格。一定是他们！楚寒征，是他，一定是他害了我，我要找他报仇！楚寒征怎么扯到他身上去了？寒生，你冷静一些，不要冲动。屁话，你让我怎么冷静？冲着亲生母亲破口大骂起来。让开！我要去报仇，我要去杀了那个贱人！殿下，我……你不用说，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错，可是……楚寒征，我不会放过你！原本我就一直不敢相信我会有那么好的福气，想不到终究还是冤梦难圆，想不到……不过你怎知一定是楚寒征？须知我早就想来找你了，可是杜影灵突然跑到东宫缠着我不放，我好不容易才摆脱他的纠缠赶了过来，如今想来莫不是他在故意拖延时间？楚寒生根本不按他写好的剧本来演，瞪着双眼继续尖叫。不，一定是楚寒征，就是他早就不甘心我抢了他的太子妃之位，才会设计害我。是他，就是他！果然是白痴。寒生，事情还没有查清楚，还是不要轻易下结论，否则如果害得你们姐妹反目成仇，那不是……
我先走了，你好生歇着吧。楚寒正，我要杀了你！让开！你们这两个狗奴才！我要杀了这个贱人！蓝风眉头一皱，一道指锋急射而出，已将楚寒生的身体定在了原地。王妃，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二妹究竟怎么了？你少装蒜！你把我害成这个样子，我一定要杀了你！害成这个样子，难道是皇上和太子终于动手了？看来你终究没把宁王的事情当回事。爹，发生什么事了？你别装糊涂，明明是你！够了！此事分明另有主谋，你二人却一再胡说八道，到底是何居心？爹，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该不会是太子？你怎么知道事情跟太子有关？就在刚才不久，不知是谁假冒太子，毁了寒生的清白，又正好被随后赶至的太子发现，结果……真的，他们居然真的动手了。可是这也太狠了吧，这岂不是把楚寒生的一生都毁了吗？高元浩，你真该下18层地狱，永世不得超生。看你们的样子，那个假冒太子的人是不曾抓住了。让他跑了，否则我一定可以问出他到底是受了谁的指使，要来害我的女儿。我就说当初他们选寒生为太子妃另有目的，想必如今发现寒生已经没有了利用价值，才想用这样的法子摆脱他。这就是皇室中人，这就是本该为天下表率的皇帝和太子，可他们为了一己之私，竟然如此草菅人命，视百姓如蝼蚁。这样的君王要来何用？难怪近些年来各地的起义暴动此起彼伏。涅槃大陆是到了该改朝换代的时候了。楚寒征，你为什么要害我？是你口口声声说你已经有了宁王，不会再稀罕什么太子妃，我还以为你说的都是真的，想不到你居然如此口是心非，道貌岸然，蛇蝎心肠，居然把亲生妹妹往火坑里推。我变成这个样子，你高兴了是不是？可是你以为太子殿下看到你这真面目之后，还会选你做太子妃吗？不是我，你说的没错，我根本从来不稀罕做什么太子妃，又怎么会害你？这件事另有蹊跷，分明是无需狡辩，我知道是你。我做不成太子妃，你可以从中捞到最大的好处。你就是仗着如今已经恢复容貌，又神医无敌，所以只要将我们这些绊脚石一块一块的铲除，太子妃就非你莫属了。我再说一遍，我对做太子妃没有丝毫兴趣，你变成这个样子也不是我害的，你有时间在这里胡攀乱咬，倒不如赶紧去把幕后主谋找出来，报仇雪恨。蓝风，解了他的穴道吧。谁要你假惺惺？我要跟你不死不休，拿命来吧！蓝风眉头一皱，立刻就要出手，谁知就在此时，楚寒生突然脚步一顿，哇的一声鲜血狂喷，居然是漆黑的颜色，有毒！楚寒生中了毒啊！寒生，让我看看，我怀疑他，滚开！你敢过来？你休想再害我的女儿，赶紧滚，否则我跟你同归于尽！可是他，滚！你给我滚！不许你碰我的女儿！算了，韩正，你先歇着，我找太医来给他瞧一瞧就是。你们倒是快说话呀！光摇头有什么用？寒生他到底怎么了？夫人，请恕我等无能，实在是看不出二小姐究竟身患何疾，只能看出她的身体如今是极为虚弱，而且体内的元气正在慢慢流失。流失？那会怎么样？倘若能找出病因，固本培元，阻止元气继续流失，二小姐自然无恙。否则元气若是没了，二小姐就……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想法子留住她的元气呀！请夫人恕罪，找不出病因，我等不敢贸然下药，否则容易适得其反。你们这帮废物！到了这个时候，你到底还想不想让寒生活命？我当然想，我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啊！她若是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怎么活？既然如此，你就应该知道怎么做。你是说，或许只有他才可以救寒生，如果连他都没有办法，那才真的……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呀？本来就是他把寒生害成这个样子，他怎么会真心救寒生？好，那你就继续在这里哭吧。真不知道韩征究竟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们，让你们如此不遗余力的冤枉他。实话告诉你，就算此刻你肯去请韩征，他也未必肯来。不过你既然愿意，就在这里等着寒生咽气好了。好，既如此，我就相信老爷一次。快派人去叫楚寒征来。二妹怎么样了？怎么样？你还不知道吗？
贺兰柳脱口而出：“少在这里！”闭嘴，站到一边去！韩正，辛苦你了。快看看韩生是怎么回事，太医都说根本看不出他究竟得了什么病，无法下手医治。爹，二妹根本不是生病，而是中毒。什么中毒？不错，是中毒。这种剧毒可以慢慢散掉二妹的灵力，并令她体内的元气在不知不觉当中流失，最后萎靡而死，并且看不出任何破绽。即便再有经验的仵作，也只会认为她是身体虚弱而亡。太狠了，太狠了，真是太狠了！那这种剧毒，你可知道怎么解？我知道，只不过解药的配置需要一定的时间。现在我先把二妹体内的剧毒压制住，然后抓紧时间搜集药材配置解药。慢着，二娘，怎么了？那是什么东西？这药丸虽然不能解二妹所中剧毒，却可以保证剧毒不再继续扩散，为配置解药争取一定的时间。当然，二娘的担心我也明白，所以药丸我放在这里，要不要给二妹服用，请自行斟酌。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哼，我若是韩征，根本连来都不会来。哎呀，你若韩生有个三长两短，我绝不罢休。这话说得对，二妹若真的有个好歹，的确不能放过幕后主谋，最好将他找出来，打个灰飞烟灭，让他永世不得超生。哼，别以为你说这样的话就会消除你本身的嫌疑，除了你，没有人会做出这样的事。这个局布置得如此拙劣，只要是有脑子的人都会想尽办法去找出幕后主谋，而不是蠢兮兮的在这里自相残杀。你说谁蠢兮兮？你闭嘴！韩征说的没错，你是聪明不到哪里去。从事情发生到现在，你除了在这里哭哭啼啼、胡乱栽赃之外，还做过什么有用的事吗？我们，你们……韩生，你醒了，觉得怎么样？有没有好受一些？觉得浑身无力，好难受。你太累了，只要好好休息一下就会好的，别担心。他怎么在这里？给我滚！好，念在你经历非常，我不跟你计较。咱宰相肚里能撑船，行了吧？哼，韩生，你怎能如此不知好歹？如果不是韩征救你，恐怕你早就毒发身亡了。我才不要他救！你说什么毒发身亡？我中了毒？没错，你被人所害，身中剧毒。除了韩征，旁人甚至根本看不出这一点。不过别担心，他已经将你体内的剧毒暂时压制住，回去配置解药了。事实这不是明摆着吗？这一切都是他策划的，他下的毒，当然只有他能解，却在这里假惺惺的装好人。爹，你不要被他给骗了，快去杀了他，给我报仇！简直是胡说八道！亏你还是我的女儿，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忘恩负义、不知好歹的人。如果真的是他下的毒，他又何必再来救你？当然是为了装好人，为了撇清他的嫌疑。反正他把我害成这个样子，我已经做不成太子妃了，他还要我的命有何用？倒不如让我活着比死了更难受。他不是可以更得意，还可以顺便展示一下他无人可敌的医术，何乐而不为？疯了！你们一个个都疯了！韩征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们？你们简直是不可理喻！既如此，这毒也不用解了，就让你毒发身亡，免得韩征枉担了这个虚名。你才疯了！最疯的就是你！楚寒征如此心狠手辣、蛇蝎心肠，你却视而不见，处处偏袒，你才疯了！别喊了，已经走远了。不管是为了装好人，还是为了显示他的医术，楚寒征都已经答应替你解毒，这一点倒是暂时不必多担心。现在最重要的是想想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什么怎么办？我还有什么必要考虑接下来吗？这太子妃我是做不成了，而且莫名其妙的施身给了一个陌生人，已经注定成为世人的笑柄。我还解什么毒？我干脆死了算了。不能死！你若是就这么死了，岂不才让楚寒征真正得了意了吗？告诉你，你应该好好活着，让楚寒征那个贱人去死。你说的不错，就算要死，我也要拉上一个垫背的，我要让他死得最惨最惨，比我惨100倍。这就对了，他百般害你，不过就是为了做太子妃，咱们就偏偏让他连命都保不住。只有将他碎尸万段，才能解你我的心头之恨。阿征，宁王，你路过？没良心的，我来看你怎么样？还撑得住吗？没问题，就算撑不住，不是还有你吗？这话我爱听，但你别光说不练，一出事我就接到消息了，怎么不见你来找我？还有啊，这么久跑到哪里去了？原本是想随便走走，却没留神儿，溜达到了萨罗白塔，我就干脆进去转了转，结果遇到了谁？不知道，
一个很神秘的男子。他说在等人，想必也是有事求见尊者。是个什么样的男子？很美，比你还要美。我是说那个，跟你一样美。说重点。没了，就是说了几句话而已。他说我命盘奇特，性格异于常人什么的。我问他是谁，他又不说，只说还会再见面。再想想。真的没什么了，就是一个九星高手嘛，气质倒是出尘脱俗，穿一身淡金色的衣衫，在水池边坐着。水池淡金色衣衫，难道你知道他是谁？不知道，或者说不能确定。算了，你想说的时候呢，自然会告诉我。不确定之前，我不想误导你的判断，否则只会适得其反。二妹的事你都知道了？差不多。高氏父子的心够狠，说下手就下手了。不过我倒是不太明白，楚寒生怎么就一口咬定你是主谋了？他一直以为我想重新成为太子妃，在他眼里，高元昊就是一块香饽饽，人人都想上去咬一口。殊不知，那就是一滩臭狗屎，我躲都躲不及。那我呢？你是天上的明月，可望不可及。天上的明月都为你坠落凡间了，你还不知足？没啊，我很知足。知足你不给爷笑一个？不笑，那也给你笑一个。鉴定完毕，牙齿又白又健康，封你为护牙小能手。这就对了，阿哲，其实你也应该多笑笑的，否则更加暴殄天物。我也想笑啊，而且只有在你面前我才笑得出来。可是只要一想到府中那个烂摊子，我就……阿哲，其实你不必如此。靖远侯府那些人只是你的亲人，不是你的负担。没有人认为你应该把每个人的人生都背在身上，除非你想活活累死。我知道，可如你所说，他们毕竟是我的亲人，看他们落到这步田地，我这心里……对了，想必你已经听说了，高元昊打算让杜应灵来做替罪羊。我已经知道了。参见太子殿下。楚寒征，你可知罪？臣女不知，请殿下明示。好，本宫就明示给你听。你谋害太子妃，罪无可恕，本宫现在就可以将你拿下问罪。二妹说的吧，无凭无据，殿下又英明神武，岂会被这些胡言乱语欺蒙？本宫原也不相信你会做出这种事，但是楚寒生亲口指证，本宫便不能坐视不理。他说你给他下了剧毒，意图害他性命。事情败露之后，又假装好心配着解药，好消除自身的怀疑，可有此事？毒是你下的，你还好意思来这一套？小心我砸扁你的猪头！臣女冤枉，正在配制解药是真，毒却不是臣女下的，请殿下明察。不是你。可是楚寒生再三声明，因为是你下的毒，所以只有你知道那是什么毒，也只有你会解。本宫问你，究竟是什么毒那么厉害？跟姐拼演技是吧？行，姐就陪你练练。不瞒殿下，这种剧毒名叫了无痕，凡中毒之人皆会渐渐萎靡而亡，根本看不出丝毫破绽。了无痕？本宫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剧毒？难怪如此厉害。这倒并不奇怪，据臣女所知，这种剧毒乃是千年宫廷古方，如今已经渐渐绝迹，很少有人知道了。已经渐渐绝迹的剧毒你都会解，难怪楚寒生会怀疑下毒的人是你。而且本宫也觉得你的嫌疑的确最大。听殿下的意思，臣女这黑锅是背定了？那可未必，宁王不能帮你洗清冤枉，有人能啊。他说的话楚寒生不会相信，那么本宫说的话呢？殿下是说愿意帮臣女查出真相，那臣女就多谢了。先别急着说谢，此处没有外人，本宫就直说了。蓝夜云喜欢护短，本宫也一向只护着自己人，若是跟本宫非亲非故，本宫何必劳心费力？果然，我就知道你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若是如此，臣女就只能自求多福了。如果二妹一定要误会臣女，那也是没办法的事。你何必这么死心眼儿，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你可知道这个麻烦如果不解决，你将永无宁日。就凭你能够解决已经失传的千年宫廷古方剧毒，本宫就有理由将你列为重点嫌疑。无所谓，清者自清，事情到底是谁做的，谁心中有数。最好啊，让那个幕后主谋断子绝孙，死无葬身之地。闭嘴！你胡说八道什么？找死是不是？小心本宫将你拿下，乱棍打死！殿下，你怎么了？臣女只是在诅咒那个幕后主谋而已，您发这么大的火干什么？那个主谋把二妹害成这个样子，难道不应该断子绝孙吗？总之，你给我闭嘴！别以为你这样说，本宫就不会怀疑你了。本宫言尽于此，何去何从？你最好仔细掂量一下，本宫随时等着你的答复。哼！刚才我还真不是有心戳你的痛处，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了。不过我倒是没想到，到了这种时候你还不肯死心。
还指望着跟我再续前缘吗？做梦也没有这么做的。儿臣参见父皇。起来吧，有事吗？父皇，事情恐怕有些不妙。您不是说没有人知道了无痕这种剧毒吗？可是楚寒生不但知道，还能解。你说什么？这怎么可能？楚寒征不是医术超群吗？什么时候成了用毒高手？这个儿臣就不知道了。儿臣越来越觉得这个楚寒征绝对不简单。他从前那副卑微怯懦的样子，一定是故意装出来的，用以掩盖他的真实面目和不可告人的目的。不可告人的目的？你指什么？既然是不可告人，他当然不会轻易说出口。但是儿臣越来越觉得，大祭司的占卜可能已经出现了无法预知的变数。你的意思是大祭司的占卜结果有误？楚寒征其实并不是蓝夜云的生死劫？这个儿臣不敢妄言。不过儿臣记得大祭司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命盘星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或许经过了这些时间，已经发生了变化，也未可知。若是如此，我们该怎么办？是否要请大祭司重新占卜一番，看看是否有破解之道？儿臣是觉得，像楚寒征这样的人，要么为我所用，要么彻底毁掉，否则终究会成为最大的祸患。不错，不过现在为我所用已经不可能，那就只能……父皇莫急，那可未必。楚寒征医术过人，又精于用毒，杀掉实在可惜，还是先尽量将他收回，实在不行再永绝后患。倒是可以试试，等朕想想办法再说。你先退下吧。你怎么还在这里？那我应该在哪里？你少得意！你设局害我，太子殿下绝对不会放过你，他会为我报仇的，你就等着身首异处吧。终有一日，你会知道设局害你的人究竟是谁。如今多说无益，这是解药，滚！谁稀罕你的解药？不吃拉倒，等着毒发身亡吧。你等等，服下解药之后，寒生就会恢复正常，性命无忧，但灵力全失，此生无法再习武。什么？这是没办法的事。如果当初二妹听爹的话，带上那枚解毒药，灵力便不会大损，休养一阵即可恢复。只可惜你害了我，我不会放过你，是你害了我。来，寒生，先把解药吃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哪里还有青山？我什么都没了。太子殿下明明答应帮我报仇，可是那个贱人居然还好好的。你别急呀，太子总得搜集一些证据，才能让楚寒征无可抵赖吧？否则还有什么证据？我就是证据。我看太子分明是被那个贱人的美色所惑，早已把我丢到脑后了。你才知道吗？从你失身的那一刻起，就注定是这样的结果了。天花，先把解药服下去，至少留下一条命，你才能想办法报仇啊！报仇？对，报仇。没人替我报仇，我自己报。娘，趁着天黑，你去把黑鹫给我叫来。你找那个麒麟奴干什么？楚寒征自甘下界，与麒麟奴搅和不清，你可不能学他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平常待他也算不薄，如今到了替我出力的时候了。快去，站在这里就好，不许再往前。见过二小姐。黑鹫，本小姐平日待你如何？二小姐的恩情，黑鹫感激。二小姐如果有需要，请只管吩咐，黑鹫必定倾尽全力。很好，你应该还记得当初本小姐是因为什么才准许你摆脱那些最下贱的工作，将你当作秘密武器留在了身边。是，黑鹫记得。记得就好。那么你听着，本小姐现在要你除掉一个人。是，不知二小姐说的人是？楚寒生冷笑，3个字缓缓地从牙缝中挤了出来。王妃，小姐，你怎么了？是麒麟族的黑魔法，别慌，我可以。大小姐，您觉得怎么样？已经没事了，儿臣辛苦你了。不辛苦，我这条命是大小姐给的，就算魏大小姐死了，又说这样的话。是，我不敢了。不过大小姐府中应该有擅长黑魔法的麒麟奴，您可要千万小心，有第一次，说不定就会有第二次。太过分了，麒麟奴绝不敢做这样的事，他一定是受人指使。真不知是谁如此心狠手辣。哼，是谁如此心狠手辣？还用说吗？别忘了，如今谁最恨王妃？二小姐，可恶！这下好了，看来我们姐妹俩是不死不休了。怕他呀？倒是不怕，但他毕竟也是被人蒙骗，不好下重手。我没关系，我可以。
不然这件事情王妃你别管了，我给他点教训。你可别，这件事我自有分寸，你们都别管了。若尘，你脸色不太好，没事吧？大小姐放心，我没事。我听说麒麟族的黑魔法是很厉害的，别的虽然不曾体验过，至少方才我这脑袋痛得仿佛要裂开一样。想不到你居然还会破解，看来你比他厉害得多。厉害的多不敢说，只是凑巧罢了。只是黑魔法一破，大小姐您可以安然无恙，这个施法的人却会遭到重创。不知道小姐能否念在他也是受人指使，可以从轻发落。放心吧，我不会为难他的，他也只是受命于人，身不由己罢了。多谢大小姐，如果每一个乌马族人都能像大小姐这样宅心仁厚，麒麟奴便不会落得如此悲惨的境地了。他们白日做梦，指望他们有人性，不如指望天下红雨比较快。若尘，你说累了，赶紧回去歇着吧。啊，怎么了？怎么回事？有人破解了我的黑魔法。什么？破解了又怎么样？是不是已经无效了？黑魔法已破，对楚寒征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可恶！那就重新开始，或者再用更厉害的黑魔法对付他。快呀！我一定要让他死得惨不堪言。不，没用的，这已经是我会的最高级别的黑魔法，却还是被人破解。再施展什么都是徒劳。没用的东西，果然是些下贱的奴才，根本指望不上。既然你如此没用，我还留着你干什么？从现在开始，你给我滚回去，继续做那些下贱的工作。滚！是谁？到底是谁破解了我的黑魔法？这种黑魔法级别相当高，除非是才有可能破解。如果他真的出现了，麒麟族就有救了。只可惜，贱人，你还真是命硬，怎么都整不死。可我不会善罢甘休的，你给我等着，给我等着！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我是太子妃，我是大富大贵，母仪天下的命。依莲，听我的劝，吃一些吧。你都已经3天不吃东西了，照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我哥已经去请过好几次了，至于王爷会不会来，谁都不知道。我们也勉强不了他呀。你告诉他，我再也不敢了，求他饶了我。我知道，我哥就是这样说的，但你总得耐心些。如果你不吃东西，真的饿死了，万一王爷又肯原谅你了，岂不是得不偿失了？王爷，哎呀，你别急，王爷来了就好了。是谁说要出人命的？王爷，依莲已经连续3天滴水未沾，我怕他。我错了，王爷，我再也不敢了，求求你放了我，求求你放了我，求求你！我应该说过，不管你是否真心悔过，冒险都不是我的作风。为了凤还巢计划，我一向都是宁错杀不放过。我真的不敢了。只要王爷放了我，我立刻回原先的藏身之处，绝对不离开半步。王爷若是信不过，可派人日夜监视。我若再有半点不轨之心，叫我死无藏身之地。你确定？确定，我确定。这些日子我早已想明白了，只要能像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我宁愿什么都不要，否则活着比死了更痛苦。好，我再信你一次，趁着夜深人静，你立刻离开。如果被我发现你有任何不轨企图，我会直接将你格杀。你若有不服，到了阴曹地府再去喊冤吧。多谢王爷不杀之恩，我这便离开，从此再也不敢痴心妄想。去吧，好自为之。我去给他准备些衣物和盘缠。王爷，真的可以吗？万一他怀恨在心，去向皇上告密。目前来说，他还不敢。毕竟凤还巢计划如果暴露，他的父母族人也难逃一死。当日所谓的鱼死网破，不过是一时冲动。如今冷静下来，相信他应该知道轻重。但愿吧，我会派人跟着他，绝不会让他乱来。辛苦了。别，这件事情本就是我惹出来，你不要我的命，我就该烧高香了。现在我是真的后悔，当初为何没有听你的话，把一莲拖进了凤还巢计划，否则今日这份麻烦就省下了。这件事我也有责任，如果一开始我就看出他的目标是我，就绝不会让他加入。王爷，你对王妃，她已经是我的人，而且这一生除了她，我不会再有别的女人。什么？你确定？别忘了你的身份。我确定，不管我是什么身份，这一点不会改变，所以我才不能给阿依莲任何希望，让她趁早死心。我明白了，你放心吧，我也会提醒其他人，让她不要痴心妄想的。明白就好，我先走了。等一下，王爷，有件事我不知该如何启口说。是，日前皇上曾派人到府上来，说太子马上就要大婚，等他举行完大婚仪式，便该轮到公主了。他要为你赐婚。是，皇上说公主对我倾心，所以想把她许配给我。那你怎么说？一开始当然是拒绝。我跟传旨的内侍说，公主一直倾心于宁王，我自问无论哪一方面都比不上她。
不够资格娶公主为妻。结果内侍便说，公主原先倾心于宁王不假，但是看到宁王跟宁王妃恩恩爱爱，她也愿意成人之美，选择退出。而后又发现我是什么人中龙凤，所以才赐婚于我。然后呢，你答应了？怎么可能？我说过可以娶任何人，就是不能够娶乌马皇室的人，所以便说现在还年轻，想尽全力报效家国，暂时不考虑娶妻。内侍见我态度坚决，便说回去请示皇上，稍后再说。先这样拖着他，如果一切都来得及，这根本不是问题。如果来不及，我会娶她。为了凤还巢计划，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如今不过是提前告诉你一声，如果将来我娶了高雨蝶，你不要太吃惊，因为我的心始终是你的。无论如何，我不会让你娶高雨蝶，她配不上你。王爷，既然心都是我的了，人当然也是我的。既如此，我不护着谁护着？安心些，我走了。能跟着这样的主子，三生有幸啊！谁不懂得珍惜，就是天底下最大的傻瓜。明白了吧？王爷已经知道你在门外，刚才的话就是说给你听的。他的心里只有王妃一个人。我不像依莲，从未想过独占王爷。没有区别。从前没有王妃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你是有希望的，因为王爷对你的印象一直相当不错，还曾几次夸你识大体、顾大局，是个不多见的好女子。不过现在，你如果不想跟依莲一样趁早抽身，抽身容易，可是心……算了吧，润雪，不是你的，终究不会属于你，再执着也是徒劳。我是不是也该像依莲一样，找个地方远远的躲起来，再也不见他的面，如此便不会再想他了。这又何必？连王爷都对你赞不绝口，焉知那个真正值得你托付终生的人没有在前面不远处等着你？阿征，宁王有事？去把宫战叫来。怎么？别告诉我他已经走了。那倒没有，只不过这些天我不止一次的请他过来用餐，他却连面都不露。若尘是怕他驳了你的面子，就说我要见他，来不来随他。不知宁王有何吩咐？你居然肯来，我还以为别人的面子可以不给，宁王的面子是一定要给的。我虽然不过是一个下贱的麒麟奴，这点常识还有。我什么时候才能修炼到这样的级别？除了阿征和宫战，其他人都退下吧。我可以保证接下来的话只有我们3个人能够听到。宫战，你知不知道我这样做是什么意思？这说明，如果这个世上还有一个人值得宁王全心全意的信赖，那个人非王妃莫属。这话我爱听，不过我真正想告诉你的并不是这个。请宁王明示。以你的聪明绝顶，还用得着我明示吗？蛇王，我原先也没有指望能够瞒你多久，却仍然未曾想到，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你揭穿了身份，不愧是宁王。蛇王什么来的？傀儡军团首席教头，经他训练出来的军队杀伤力极强，所向披靡，无人可敌。这支军团代号黑蛇，他便是蛇王。哼，见不得光的东西，当不起宁王的赞誉。只不过我的身份一向极为隐秘，宁王到底是如何查到的？我有我的方法，不便相告。你处心积虑地掩藏自己的身份，又不惜使用苦肉计，骗阿征将你带回了靖远侯府，到底有什么目的？你可以不说，不过你的目的最好离阿征远一点。我这一生在乎的人本来就不多，阿征是最重要的一个。你如果敢对他有任何企图，我会让你后悔出现在我的面前。怎么，你不相信？我不怀疑，我知道我可以怀疑一切，但是这句话我只能选择相信，所以我正在庆幸，因为我的目的的确不是王妃。那最好。既如此，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说出你的目的，或者我自己去查。不过你要知道，你自己说和被我查出来性质完全不同，后果可能天差地别。别的事或许如此，不过就我的目的而言，说出来或者被你查出来，后果没有任何不同。如果你身份败露，也就意味着行动失败。你以为皇上会放过你？你怎么知道是皇上？我查到不久之前的一天深夜，皇上曾经秘密传召于你，之后你便突然从傀儡军团消失，然后又出现在醉梦瑶池。不要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巧合。何况你若是私自叛逃，皇上早已下令搜捕，怎会如此平静？果然是宁王，只是傀儡军团乃是皇上直接指挥的军队，内中所有的一切都是机密。宁王对此为何如此熟悉？只要是已经有2个人知道的事情，就都不算真正的秘密。所以对我而言，除非是只有皇上自己知道的事情，否则都不是秘密。我佩服宁王的勇气，还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只是宁王不怕这话传到皇上的耳中，须知伴君如伴虎，从来帝王都多疑。第一，你今天有没有命走出这里，决定权在我的手中。第二，即便你有机会把这句话传到皇上面前，在没有真凭实据证明我有不轨之心之前，他不会轻举妄动。何以见得？就凭你手中握着100万骁勇善战的帝王军？帝王军只是归我统帅，但是在本质上，他们却是忠于皇上的，所以皇上不会轻易动手，不是因为帝王军，而是因为我。难怪世人常说，但求拥有宁王一人，即便100万帝王军也不换。就凭宁王的本事，如果真的两军对垒，恐怕在100万人中取帝王的首级也不在话下。这也就怪不得皇上容不下你。我懂了，原来你的目的是我。宁王，
宁王，你受了皇上的委派来刺杀宁王，还要我做你的帮凶？那么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送回醉梦瑶池，并且直接送到那些变态公子哥的床上？你怎么很生气？你觉得这种羞辱很难忍受是不是？可你知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在乎的人原本也不多，宁王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你居然想通过我的手把你这把刀送到他的面前，你知不知道这种羞辱对我而言更无法忍受？我说过没有求你救我。你阿征，稍安勿躁。你在来之前应该想到过，这件事情成功的把握并不大，为什么还要来？哼，你太看得起我了。这件事情不是成功的把握不大，而是半点把握都没有，我只是没得选择。哦，事到如今，我就直说了吧。皇上以放我自由为条件，让我来行刺于你。我虽然知道根本没有可能成功，却不得不答应下来。因为我如果拒绝，他会立刻将我格杀，绝不会让我有机会告诉你他已经下定决心将你除掉，不管我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这是他的行事作风。当然，即便我答应了，也不代表已经消除了他所有的疑心。所以我很清楚，无论我杀不杀得了你，我的下场都是死路一条。你既然全都知道，为什么还要来趟这趟浑水？莫非你没有想过就此远走高飞？哼，黄泉梦与了无痕一样，同属千年宫廷古风剧毒。他若是远走高飞，用不了多久就会死在这剧毒之下。王妃果然是用毒高手。过奖，这种剧毒平日隐藏的极深，根本不容易察觉，除非在接近月圆之夜时才会显露出一些痕迹。这几天你一直不曾露面，我倒真的没有看出来。刚才一眼看到你，我才发觉你居然中了这种剧毒，只是还没来得及问。是啊，再过2天就是中秋了。也就是说，这件事情你答应是死，不答应也是死，杀得了我是死，杀不了我也是死，远走高飞还是个死。呵，应该说，从皇上找上我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是个死人了。回到刚才的问题，你既然知道横竖都是死路一条，为什么还要来？难道就是为了多活几天？不过存着几分痴心妄想罢了。王妃既然可以解了无痕，我想试试她能否解黄泉梦。如果剧毒能解，我自然可以远走高飞。不过现在事情败露，我没话说，要杀便杀，不愿脏了手，便让我死于剧毒。这么说，你根本没想过行刺宁王？怎么行刺？7星灵力杀9星高手，开玩笑也没有这么开的。既然知道你根本不是宁王的对手，皇上为什么还要逼你前来？黑魔法，我擅长麒麟族的黑魔法，可以对付灵力修为比我高的人。不过9星高手还没有试过，皇上也不过是抱着万一的指望，反正事情失败，顶多死一个麒麟奴。你决定就好，我没意见。这就叫心有灵犀。我帮你解黄泉梦之后，你远走高飞，这笔账一笔勾销，怎么样？你肯放过我？我记得刚才你好像恨不得剁了我，还要把我送回醉梦瑶池给那些公子哥。我刚才有些激动，因为我宁愿你的目标是我。不过你也是身不由己，我帮你解毒，咱们两相抵消，你就当我那几句话没有说过。怎么不肯？总不至于让我跪下给你磕头道歉吧？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听闻宁王冷酷无情，心狠手辣，我只是有些不敢相信他会轻易放过我。所以你应该庆幸我现在有了阿征，心肠早就软了。如果是以前，你现在就是一具尸体。如果你们真的愿意成交，好，耐心等几日，我会尽快把解药配出来。之后你最好立刻离开京城，走得远远的。我会的，那种人间炼狱，我一天都不想多待。不过我也不会欠你这个人情，以后你若有差遣，我无有不应。先回去歇着吧，解药配好了我会找你。他的话可信吗？暂时没有可疑之处，我看得出来，他的确没有想过杀我，倒很有自知之明。这么说，他真的只是为了让我给他解毒？难怪他只是设计接近我，而不曾在你身上动脑筋。何况他肯定很清楚，我虽然好骗，你却精得跟鬼一样，趁早不要自取其辱。你才鬼！其实你比谁都聪明，他只不过是抓住了你总是同情心泛滥这个弱点罢了。尤其对麒麟奴，你更是恨不得见一个救一个。我若是做了皇上，第一件事就是废除麒麟奴制度，众生平等，谁也不比谁高贵，凭什么他们就要受尽屈辱，猪狗不如？是啊，我也这么想。真的，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不过话又说回来，当今皇上残暴不仁，为达目的不惜草菅人命，哪里还有半点人君的风范？倒是你啊，怎么看都比他更有帝王之相。慎言，本来皇上就对我诸多猜忌，这话如果被他听到，说不准你没有过门变成未亡人了。我明白了，原来公战说皇上容不下你，就是因为这个，他怕你取他而代之。皇上对我的猜忌由来已久，只不过我战功赫赫，他又一直没有真凭实据，才无法明目张胆地对我下手。何况我又有免死金牌，若非谋逆之罪，他更是动不得我。难怪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不过有他这样的皇帝和高元昊这样的太子，百姓注定水深火热，早就该被人取代了。天下本无主，得民心者得天下。阿哲，你真是让我刮目相看，身为女子居然说得出如此有见解的话。
先不说这些，皇上既然已经开始对你下手，你打算怎么办？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万一……放心，我不会永远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如今的情形只是暂时的，应该用不了多久，我就会……怎样？再等等，阿哲，再给我一点时间，早晚有一天我会把我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你。到那时，记住你的承诺。哪句承诺？你是我的，不管将来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不能不要。不管到时候你看到的我是不是如你的意，记住不要放弃我，否则我会很难过。这个女子是凤族的救星，但同时她也是王爷的生死劫。也就是说，王妃虽然是凤族的救星，但却是王爷的生死劫。破解这个生死劫的办法，就是王爷不能对这个女子动心。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王爷已经对王妃动了心。所以凤族或许能够得救，但是王爷死定了。不会的，或许还有其他的法子可以破解这个生死劫，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王爷和王妃那么聪明，他们一定会找到的，一定会。这件事情不许告诉阿正，记住，一个字都不许说。可是王爷，没有可是，我说过个人生死事小，凤族事大。只要凤还巢计划能够成功，我可以付出任何代价，取舍之间就这么简单。不过我突然想到，你想到破解生死劫的法子了？哼，哪有那么容易？我是说我突然想到，高林诺为什么为我和阿正赐婚了？应该就是因为林苍月已经占卜出阿正是我的生死劫，所以他以为可以用这样的法子除掉我。林苍月是谁？大祭司。原来大祭司的名字叫林苍月，这不是重点好不好？那他应该没有占卜出王妃同时也是凤族的救星吧？否则皇上恐怕早就想办法除掉他了。那是自然，一时占卜不出，不代表永远占卜不出，所以我们的动作必须要快。可是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只知道王妃是凤族的救星，但她将如何拯救凤族，我们根本是毫无头绪。倒也不是毫无头绪，据我所知，凤魂影当中的这个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凤族的救星，是因为他可以带领我们破解六合封印。如何破解？不知道，或许只有阿正本人知道。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告诉王妃，因为我无论怎么看都觉得她根本不知道凤族的事儿。我也这样认为，而且恐怕王妃根本就不知道她是凤族的救星吧，这一点毋庸置疑。所以该如何告诉她也是一个问题。如果她根本无法接受自己的身份，或者说根本不相信我所说的一切，那就糟糕了。我觉得不会，王妃既然是凤族的救星，那就说明她是如假包换的凤族人。何况她一直对高林诺的残暴统治心怀不满，还曾经说过天下早该易主了这样的话。既如此，想必她不会抵触自己的身份。有道理。既如此，我会尽快找个机会把一切都告诉阿正。凤还巢计划不能再继续拖延了。原来王妃真的已经是8星高手。既如此，根本用不着咱们保护好不好？咱们还要仰仗王妃保护呢，真是太丢脸了。虽然知道你们一定不肯说，不过我还是要问，是谁派你们来的？王妃，您这样实在太仁慈了，不如让我们把他带回去交给王爷，王爷有的是手段，让他们说实话。王妃如果够仁慈，趁早杀了我们，我们毕竟也是受命于人，身不由己，而且此番前来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王妃何必要在我们临死之前横加羞辱？受命于人，身不由己这一点我相信，只不过既然已经威胁到了我的安全，我总有权利知道是谁想要对我不利吧。何况你既然知道已经必死无疑，说与不说有什么区别呢？当然有区别，如果我们能够保守秘密，即便死在这里，我们的家人也可以得到妥善的安置，反之他们将死得比我们更惨。若是如此，那就没有办法了，我只能把你们交给宁王。王妃这又何必？咱们冒犯王妃确实该死，但咱们的家人是无辜的。王妃身为医者，一向以治病救人为己任，难道忍心看着他们无辜枉死吗？哼，他们无辜？不错，他们是无辜。那我呢？我就该死吗？我以治病救人为己任，就得任由你们乱刀砍死，不得反抗，更不准问问到底是谁想要我的命。我没话说，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不公平，谁也无可奈何。王妃就把我们交给宁王吧。给我这些大男人有什么用？我又没有断袖之癖。你怎么来了？这边的事情刚刚结束，你没那么快收到消息吧？我原本有很重要的事情跟你说，这才深夜前来，凑巧碰到罢了。出什么事了？王妃被这些人行刺，幸好他们已经被王妃制住，但是一直不肯说出幕后主谋。属下正想请王爷前来帮忙，您逼供的手段无人能及。最绝的是，即便令人浑身骨头寸断，经脉尽毁，却还能够留着一口气，而且清晰地感受着那种生死不如的折磨。你们可以走了。不知宁王这是何意？要是有人冒犯王妃，宁王定会让他生不如死。可是为何以最快的速度从本王面前消失？否则难保本王不会后悔。你没事吧？没事，对方还不知道我已拥有8星灵力，派来的都是些不太入流的刺客。不过他们回去之后必定会说出这件事。这你放心，他们没有机会说。为什么？难道你方才并不仅仅是要给他们解穴？我有那么仁慈吗？至少有一点他们说的很对，谁如果意图伤害你，我必定要他生不如死。算算时间，
他们不过刚刚离得开靖远侯府，灵力就会全部散掉，变成废人。不止如此，他们之前全部的记忆也会跟着丧失，根本没有时间回到他们主子的面前。这太可怜了吧。心软是你最大的弱点，须知在这个世界，弱肉强食是唯一的生存法则。不过话又说回来，你既然如此轻易的放他们走，是不是因为已经知道幕后主谋了？高林诺。皇上，你怎么知道？从某一个角度看过去，这些刺客的瞳孔是绿色的，这就表明他们是高林诺豢养的秘密死士。为了控制他们，让他们死心塌地的效忠，高林诺常年给他们服用一种慢性剧毒，毒素渐渐在他们体内积累下来，瞳孔就会变成绿色。我倒没有注意到，想不到你也是用毒高手。我对用毒几乎一窍不通，只是对高林诺的一切比较了解罢了。那么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好端端的，皇上为什么突然想要我的命？我也正在奇怪，莫非又是大祭司？是高林诺突然发现你的存在对他而言会造成什么威胁？没那么夸张吧，我只不过是会几手医术而已，怎么就对他造成威胁了？不管怎么说，他既然已经对你下手，不达目的绝不会罢休。你留在此处已经极不安全，还是立刻跟我回宁王府吧。总之你跟我走，我会详细的告诉你。而且这件事情你不想知道也不行，因为那本来就是你应该知道的，也是逃避不了的。哎，别急，就算要走也得跟我爹说一声吧。再说我若是就这么走了，皇上会不会一怒之下迁怒整个靖远侯府？靖远侯府这边我会派人盯着，一旦发现高林诺真的对他们下手，就先把人送到安全的地方再说。这已经严重到这样的地步了吗？我怎么觉得好像要变天了？这涅槃大陆恐怕是要到了变天的时候了。那好吧，听你的安排，我去收拾一些必要的东西，你负责跟我爹解释清楚。皇上，属下已经找到了几个派出去执行任务的死士，但是事情有些不对劲儿。快说。是，综合各方面的特征来看，他们的确是那些死士无疑，但是奇怪的是，他们已经灵力全失，而且脑子都出现了问题，不但一问三不知，甚至不记得自己姓甚名谁，就仿佛所有的记忆都消失了一样。有这种事？只好将找到的几人都带了回来。大胆，见了朕还不下跪？什么朕？启禀皇上，这几个人不但记忆尽失，而且什么都不知道，还不如一个3岁孩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谁干的？至少在整个京城，恐怕只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本事。宁王。是。蓝夜云啊，蓝夜云，你还真是我乌马帝国的克星。不行，就算你灵力修为再高深都好，楚寒征必须除掉。既然武力不行，那朕就想别的办法好了。殿下，滚开！本宫要睡觉。睡觉？睡个屁！要睡也是咱们两个一起睡。洞房花烛之夜，你自己睡得跟死猪一样算什么？太子殿下，你觉悟吧！过了今夜，咱们就是有名有实的夫妻了。你不仁，就别怪我不义。何况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两个人的将来，你也怪不得我，是不是？啊？怎么会？走吧。杜应灵想必已经发现事情的真相了。如果他熟知蝶双飞的药性，接下来一定会回左丞相府跟杜如良说明此事。不过对杜如良而言，这件事情处理起来将会十分棘手。棘手那是一定的，毕竟他们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说不定会以为高元昊从此就变成废人了。不过话又说回来，高元昊不是不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怎么还会喝得烂醉如泥呢？他就不怕出现什么变故？或许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只不过最近烦心事太多，一不小心就喝醉了。这倒也是。说实话，我现在觉得高元昊有几分可怜了。你呀，还是心太软。须知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你只要想想他是如何对付你那2个妹妹的，就不觉得他可怜了。不错，他根本就是死有余辜。所以你还难受什么？反正杜应灵也不是什么善茬，就让他们斗智斗勇去吧。本宫只想知道元昊究竟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如初，他该用些什么药？说呀，你说呀！皇后娘娘饶命！不是臣不敢尽力，而是太子殿下这样真的……不会的，元昊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元昊，怎么了？你要跟母后说什么？高元昊的呼吸已经越来越弱，就像风中的残烛，随时都有可能熄灭。母后，现在恐怕只有楚寒征能救儿臣。对呀，楚寒征的医术天下无敌，他一定可以救元昊的。来人，立刻前往靖远侯府，请楚寒征入宫，快！皇后娘娘恕罪，楚寒征怕是来不了了。什么？本宫有请，他居然也敢摆架子，不想活了是不是？不，皇后娘娘有所不知，不是楚寒征不肯来，而是9月初8，黄道吉日，宜嫁娶。
好了没？王爷的花轿快到了。就是，快让我们看看新娘子吧。王爷如果看到王妃此刻的样子，绝对会美得3天3夜睡不着觉。我看至少7天7夜。你们两个给我差不多一些，夸得我汗毛直竖。就是，哼，快出去看看花轿到了没有？今儿个是大日子，可不能耽误了事。快看！宁王的花轿到了！哇，果然气派，不亚于皇子大婚啦。那可不，宁王是谁？若是气派差了，都对不起他那花容月貌。哈哈哈，这话说差了，是宁王妃花容月貌，宁王那叫玉树临风。对，侯爷辛苦了。不敢，宁王请。阿哲，我来接你了，跟我回家可好？我怎么到了这一刻，你还有所怀疑吗？阿哲，记得我们打的赌吗？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赢了，因为我先为你动了心，并且不怕被你伤。你如此待我，我为何要伤你？宁愿伤我自己。记住，如果你少了一根头发，只能说明我已经遍体鳞伤，除了心里记着你，别的再不能做。带我走，云，今生今世，天堂地狱，我陪你闯。等的就是你这句话。走，我们回家。汉哲，你能得到宁王如此对待，我也为你高兴，为你高兴。哼，肉麻，明知道前2夜的异变都是这丫头引起的，居然还不怕死。闭嘴，疯了你！再胡说八道1个字，我饶不了你。我说的本来就是。你再说。夫人累了，来人送夫人回房休息，不必再招呼客人了。夫人，请。你们。吉时已到，新人拜堂喽！阿哲，准备好了吗？一拜天地。话音刚落，负责守卫的苍漠已疾步而来。王爷，御林军统领袁沧海带领大批御林军前来，正包围整座宁王府。理由呢？捉拿王妃，说是王妃谋逆作乱，罪不容诛，必须立刻拿下。大喜的日子，居然如此触本姑娘的眉头。高林诺，小心本姑娘活剐了你！拦住他们，不许任何人踏进府门1步。是。王爷，人已经被拦在门外，但是袁沧海说了，谋逆的只是王妃一人，与王爷无关。念在王爷并不知情，只要将王妃交出去，宁王府上下必定不会有任何人被牵连。倒要去看看我是如何谋逆作乱的。阿哲，我刚刚怎么跟你说的？如果你少了1根头发，必定是因为我已经什么都做不了。我知道，但你若懂我，就该知道这也是我要说的话。他们既然是冲我来的，我怎能让你涉险？你已经是我的人了，冲你来的和冲我来的有区别吗？没有区别，一起去看看不就好了？袁沧海，你意欲何为？末将见过宁王。不是，本统领乃是本统领乃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前来捉拿楚寒征，还请宁王行个方便。你要捉拿本王的爱妃，还要本王行方便，你觉得可能吗？实话告诉你，本统领乃是奉了皇上的旨意前来捉拿楚寒征，他包藏祸心，犯上谋逆，罪不容诛，还请宁王不要一时糊涂，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犯上谋逆，这种话只是信口一说，恐怕难以服众吧？至少也该拿出一些像样的真凭实据。看来宁王还不知情，楚寒征其实是凤族余孽，潜伏在京城，就是为了对皇上不利，意图颠覆我乌马帝国的江山。如此罪大恶极之人，皇上岂能坐视不理？无凭无据，皇上怎能信口雌黄？宁王，本统领劝你说话还是客气些，小心皇上治你个大不敬之罪。须知楚寒征是凤族余孽之事，乃是大祭司费尽心力占卜出来的，绝对不会有错。你最好立刻将楚寒征交出来，否则便跟楚寒征同罪。大祭司林苍月，果然是你，我就知道，即便是大祭司也不能信口雌黄。据本王所知，日前大祭司因为一场意外遭遇重创，短时间内根本无法操控天之镜，他又如何占卜得出这样的结果？此乃皇上和大祭司亲口所说，难道还能有假？好你个高林诺，为了除掉我，你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连凤族余孽这样的话都掰得出来，你是有多恨不得让我身首异处啊？宁王，本统领知道你手中有免死金牌，但你别忘了，你的免死金牌对谋逆之罪可是无效的。皇上也说了，倘若你执迷不悟，便跟楚寒征同罪，所以你最好考虑清楚。袁统领说的有道理，你的免死金牌金贵着呢，可不能浪费在不该出现的地方。再说，我是不是什么凤族余孽还有待查证，便入宫见皇上一面，或许就能把误会解释清楚了。阿哲，听话，你明白我的意思。不把事情弄清楚之前，我想皇上不会让我有事的。你就在家里乖乖等着我，只要你们都没事，我不就放心了吗？好，你去吧。蓝夜云，你这是我的事，你不许插手。我才懒得插手你的事，我警告你放开我，你听到没有？对不起，我不能。
宁王果然是识时务的俊杰，本统领一定会禀告皇上，你并非是楚寒征的同谋。来人，将楚寒征拿下！还不放手？你要跟我入洞房吗？答应我，现在不要去救阿征，我就放手。哼，我为什么要听你的？你放开！答应我，我不。罪欢，不要冲动。难道你不知道王爷这样做是为了你的安全吗？不只是为了你，更是为了我们所有人，为了整个凤还巢计划。哼，没有了楚姑娘，还说什么凤还巢？我们这群大男人居然要牺牲一个小姑娘来保护自己，真是好有脸呢！安允卫，是。王爷，立刻率人秘密赶往靖远侯府，不管采用什么方法，以最快的速度将靖远侯等一干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不得有误。来人，王爷，立刻疏散府中所有人，沿着地底密道推到安全的地方。没有我的命令，不准轻举妄动，一切以保住性命为要。快去！阿征的意思你还不明白吗？其实说穿了，不过像上次一样，他要先利用自己的落网稳住高元昊等一干人，好给我时间解决掉后顾之忧。什么？原来关心则乱在你这里也有适用的时候。不管你是单纯为了阿征，还是为了我们两个，我都应该谢谢你。其实阿征是怕高林诺接下来会对靖远侯府和宁王府下手，才会主动的跟着袁沧海离开，好给我们时间先把那些人转移。而接下来才真正是我们跟高林诺生死对决的时刻。但你又怎能确定高林诺他们伤害不到楚姑娘呢？可以确定，因为阿征已经是9星高手，灵力修为甚至在我之上。不过事不宜迟，迟则生变。现在我必须去把阿征救出来。至于你们，我去！还有我！你们废话少说！你以为我们是为了救你吗？我们是为了楚姑娘，是为了凤还巢计划。实话告诉你，把楚姑娘救出来之后，我必定要跟你公平竞争，看看到底最后谁能够抱得美人归。乐意奉陪，不过你是没有胜算的。各位更衣，上战场。楚寒征，你瞒得朕好苦。皇上的话，臣女听不懂，只是请皇上明鉴，前2日的天火和走兽异变与臣女无关。这个时候还要狡辩，你觉得有意义吗？别的不说，昨夜有人亲眼看到那些见人就伤的蛇虫走兽，居然都乖乖的臣服于你，向你屈膝跪拜，你还有何话说？还有，若非你所为，他们为何独独避开了靖远侯府，直冲皇宫而来？你们分明是想除掉朕，夺了朕的江山，好让凤族重新执掌天下。如此罪大恶极，简直死有余辜。凤族跟臣女有什么关系？臣女实在听不懂。够了，不要以为朕是白痴。说，凤王后裔在何处？凤族后裔那是什么？你还装蒜？不过也无妨，朕早就知道你不会乖乖招供的，因为你们还指望着他谋逆作乱，夺我江山，是不是？可惜你们没机会了，朕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凤王后裔在何处？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一派胡言！你不知道谁知道？若再不说，朕便挑断你的手筋脚筋，然后挖了你的眼睛，割了你的鼻子、耳朵、舌头，让你尝尝那是怎样销魂蚀骨的滋味。说，云，你到底好了没有？这么长的时间应该足够了吧？你的办事效率我一向信得过。怎么还指望蓝夜云来救你？不妨告诉你，朕如今就怕他不来，只要他敢来，就是谋逆大罪，死有余辜。朕保证他来得去不得。难道高林诺有什么杀手锏对付云乐？他怎会说得如此笃定，仿佛云已经是他的囊中之物一样？怎么，你不信？是不是觉得朕根本对付不了蓝夜云？若是以前，朕或许真的找不到可以除掉他的人。不过现在，唉，皇上，不是臣女不肯说，而是真的不知道说什么。朕不是傻子，朕再问你最后一次，凤王后裔在何处？再不说，朕先挖了你的眼睛。臣女不知道。朕就先要你一只右眼。啊，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高林诺事先在这里下了什么剧毒，早已无声无息的化掉了我的灵力？我命休矣！启禀皇后娘娘，今日原本是楚寒征与蓝夜云的大婚之日，但就在方才，皇上说楚寒征逆谋作乱，已经派御林军将他拿下，直接押赴刑场斩首示众了。什么？什么时候斩首示众不好？怎么偏偏这个时候？不行不行，快，你去禀告皇上，说太子性命垂危，非楚寒征不能救，让他暂缓行刑，快！不行，本宫还是亲自去一趟，务必让皇上暂时留下楚寒征一条命。你们几个照顾好太子殿下，若有任何差池，尔等性命不保。皇上，快救人呐！无论如何，元昊的命最重要，要处决楚寒征，也不急在这一时半刻。元昊重病，不是有太医照料吗？皇后去找他们，
找过了，臣妾全都找过了，可是他们全都束手无策。元昊眼看就要，若非走投无路，臣妾又怎会如此冒失的闯进来？皇上，快救救元昊吧，他真的快不行了。大祭司，若让楚寒征回去救人之后再带回来，是否来得及？来不来得及姑且不论，楚寒征既然知道他自己必死，皇上以为他会答应。不错，朕也是这个意思。皇后，不是朕不答应，而是楚寒征谋逆作乱，他怎会救元昊呢？还是回去找太医。皇上，太医救不了元昊，臣妾也是走投无路了呀。皇上，元昊可是您的亲生儿子，又是乌马帝国的太子，更是臣妾唯一的希望。他若是出了事，臣妾可怎么活？求皇上救救元昊！朕不是说了吗？并非不肯救。楚寒征乃封后后裔，与乌马帝国有不共戴天之称，他怎会好心救元昊？什么皇后后裔？这怎么可能？哎，快看，有人飞起来了！话音未落，7道人影已从天而降。这7人俱都一身黑衣，却说不出的潇洒俊逸，震撼人心。皇上，求求你，无论如何先放开楚寒征，让他去救救元昊吧。元昊真的要撑不住了呀！来人，请皇后娘娘回宫，小心伺候。皇上，皇上，你怎能如此狠心？那可是你的亲生儿子！皇上不要，求求你，皇上！宁王，你此时出现在刑场，意欲何为？须知楚寒征乃凤族余孽，阴谋作乱。皇上快看！那团金色的光晕便陡然化成了一只振翅欲飞的凤，他便是凤，凤便是他。啊，怎么会这样？原来蓝夜云就是凤王后裔。是的，蓝夜云是你自己要来送死，那就怪不得朕了。不错，就是他。原来蓝夜云就是凤王后裔。如此说来，当初皇上赐婚，他之所以肯答应，难道是因为早已得知楚寒征就是凤后后裔？一只几乎一模一样的凰正从楚寒征的身后振翅而起，眨眼间，这一凤一凰便缠绕到了一起，仿佛一对生死不离不弃的夫妻。错不了了，他们就是凤王与凤后的后裔。只要将这2个人彻底消灭，乌马帝国便可江山永固，千秋万世。好，很好。原来是这样吗？若是如此，只怕那个定数就更加不可改变了。蓝夜云，你好大的胆子！身为凤族余孽，你居然还敢现身，不怕朕将你拿下，挫骨扬灰？我与你之间没什么好说的。阿征，下来吧。你以为他还下得来吗？阿征，你想不到吧？一向精明的你也有失算的时候。你既然已经现身，留着他也就无用了。来人，杀！一声令下，便见无数支燃烧的长剑瞬间从4面8方射向了楚寒征。阿征，你怎么了？楚寒征的外表看起来并不曾受到任何伤害，只是无法动弹，而且口不能言，并且不住地拼命摇头。云，快走！你快走，这里有古怪。然而诡异的一幕就在此时发生了，他却突然感到丹田之中骤然变得空空荡荡，所有的灵力居然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令他刹那间变成了一个毫无灵力的普通人。这蓝夜云，情况有些不妙啊！这刑场周围有古怪，我们的灵力根本无法完全施展，恐怕就要抵挡不住了。我的灵力已经完全消失，带阿征走。啊，糟了！难道今天竟是有来无回？小心！沈阁主，我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你啊！怎么样？有没有很感动？感动到想要以身相许？不要这样，不能为了救我就牺牲你们任何一个人，否则即便我能活命，又于心何安？最快，你怎么样了？能让喜怒从来不形于色的宁王变脸色，我的本事不小啊！为什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废话什么？快救出楚寒征，带着他走，快点！啊！你的眼睛，阿征，你怎么样？阿征，阿征，参谋，
接住！蓝月云毫不犹豫地扑入火焰之中。可惜灵力已经莫名其妙的失踪，他根本打不开铁链，只得发疯一般踢着脚下的柴堆。火焰依然在楚寒征身上熊熊地燃烧着，但是无论火焰如何狂烧，却始终不曾在他的身上留下任何疤痕，甚至连熏黑的痕迹都没有。天哪，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原主的身体有什么特异功能吗？居然不怕火烧！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烧死这些该死的凤族余孽，就是我高氏一族的乌马帝国将千秋万世！他以一把抱住还在不断吐血的蓝夜云，振翅飞上了九霄。凤族人的羽翼，皇上快退！楚寒征已经召唤出了羽翼，八荒六合阵已经压制不住他了。不可能，朕不相信！几千年来，根本没有哪个凤族人能够成功的召唤出体内的羽翼，不可能，不可能！的确令人难以置信，但不可否认，这是事实啊！皇上，快退！楚寒征往这边来了，若是被他羽翼上射出的金光击中，必死无疑啊！紧盯着他的眼睛充满了杀气。幸亏就在此时，大祭司猛一用力，一把按下了座位旁的机关，两人便一起瞬间消失。阿征，竟然可以！阿征，他们都走了，我们先去看看苍墨他们。阿征，快，你累了，我们先下去休息，好不好？醉魂受了伤，你不想去看看他吗？他可是为了救你才被打伤的。云，是我们下去好不好？这上面风好大，我怕你着凉。好痛！哎，怎么样了？你们怎么也来了？先离开这里再说。哼，可恶，功亏一篑。哎，我说什么来着？定数是不可以改变的，为什么你就是不肯相信呢？大祭司，你能确定八荒六合阵对蓝夜云他们起效了吗？是，当时皇上也看到了。锁住楚寒征的铁链并非多么奇特的材质，凭蓝夜云的灵力修为居然束手无策，自然是因为八荒六合阵封印了他的力量。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计划是天衣无缝的，原本也可以消灭那些凤族余孽，但是谁都没有想到楚寒征竟然可以召唤出凤族羽翼，既如此，八荒六合阵对他便完全无效了。可是这怎么可能呢？凤族封印未解，他的体质尚未恢复，怎么可能召唤出羽翼？皇上恕罪，我不知道六合封印是六合巫师所布，守护封印也不是历任大祭司的责任。但是毫无疑问，封印的确未解。楚寒征究竟为何恢复了凤族人的体质，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我想就连宁王都不明所以。涅槃大陆是我高氏一族的，这一点不会改变，不会。不会，你嚷什么？你以为嚷的声音越高，乌马帝国的江山就越稳固吗？来人！是，皇上有何吩咐？蓝夜云、楚寒征阴谋作乱，罪不容恕，即刻命袁沧海带领御林军全力追杀，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得有误。是。皇上是想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果然是大祭司。御林军乃是明着抓捕逃犯，好吸引蓝夜云的注意力，让他们疏于防备。至于暗地里，当然宁王府和靖远侯府，朕也不会放过。来人！是。带人查抄宁王府和靖远侯府，见人就杀，务必斩草除根。是。启禀皇上，皇后娘娘派人来报，说是太子殿下不好了。什么？唉，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否则不但得不到所求，还会连原本拥有的也失去。元昊，你不能走啊！你走了母后怎么办？元昊，你醒醒！元昊，你这……皇上，你终于肯来了吗？你看看元昊，他死了，他已经死了，你不肯救他，他死了。不可能，这元昊怎么会？怎么会？当然会。皇上，你好狠心呐！元昊是死在你手里的，你害死了我们的儿子。
你好狠心呐！元昊是朕的儿子，朕怎么会害他？如果让楚寒征来，元昊不会死。可是你不肯，你满意了。说，元昊为何会如此？回皇上，殿下是纵欲过度，才会伤了身体。结果当真只是如此？是，殿下一向那个喜好女色，皇后娘娘也曾多次劝说，他却结果天长日久，这慢慢损耗之下，终至无法挽回。这个孽子！既如此，此事不得再提。记住，告诉所有太医，太子殿下是突患心病，这才暴病而亡，其他的一个字都不准多说，听到了吗？是，下去吧。这阿征，觉得怎样？云，我很好，可是这是什么地方？我们的一处秘密基地，放心吧，绝对安全。高令诺一时半刻找不到这里来。那放心，他们也安全。我已经派人将靖远侯府和宁王府的所有人秘密转移，跟我们不在一起，但同样绝对安全。你们都没事，太好了。不对，沈阁主呢？还有你也受伤了，怎么样？没事了吧？我怎么会有事呢？好歹是9星高手呢。醉欢虽然比我差了点，不过……把话说清楚，我哪儿比你差了？沈阁主，你也没事了吗？不过那闪电那么厉害，你们肯定受伤不轻，可曾运功疗伤？哼，用你说，当然要疗伤。你都已经感动的要以身相许了。我什么时候这样说过？阿征，你现在真的没事了吗？那你还记不记得之前发生了什么？我当然记得。为什么我会飞？为什么我会长出翅膀？我的翅膀去哪儿了？怎么现在什么都摸不到？那叫羽翼，别翅膀，翅膀都说个不停了，容易让人想起鸡翅膀。所以我饿了。那么阿征，现在我要把所有的一切全都告诉你，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你会生出一双羽翼了。好，说真的，你再不告诉我实情，我简直快要疯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龙族和六合巫师都已修炼成神，这是真的吗？他们真的已经超越生死，不生不灭，可以随意穿梭于任何时空？故老相传，的确如此。但龙族之人和六合巫师究竟是什么样子，至少当时恐怕是没有人曾亲眼见过。那就是真假未知了。高凌诺将我带回宫中时，曾经逼问我凤王后裔在何处，也就是说，今年是600年实现的最后一年。没错，也算高凌诺倒霉。轮到他成为皇帝时，竟然正好赶到了这个时刻，他当然不甘心，想尽办法要打破定数。而最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消灭凤王与皇后的后裔，永绝后患。你的意思是说，高凌诺认为我就是皇后后裔？不是他认为，而是你本来就是。我是皇后后裔？开什么玩笑？没开玩笑，你真的是。否则你以为高凌诺为何数次想要你的命呢？我是皇后后裔，我怎么不知道？我哪里像？你们怎么看出来的？别看了，如果看到你就知道你是皇后的后裔，你早不知投胎转世多少回了。那你们又是如何知道的？你说。凤魂引，当日我去风月洞天寻找凤魂引，就是因为它可以指出凤族的救星，也就是皇后后裔，而他指出的救星正是你。原来如此，但你又如何知道凤魂引能做到这一点？凤族仅存的上古典籍中有记载，详细内容现在没时间说。总之，只要找到凤魂引，便可以找到凤族的救星，在600年时限到来之时，夺回凤族的天下。王妃，飞天军团来了，所有破天雷都已经准备就绪，快！高原烈，你终于还是来了，这次我倒要看一看，是你的大铁鸟厉害，还是我的破天雷更胜一筹？王妃造的玩意儿到底行不行啊？这可是在茫茫的大海上，万一船被炸沉了，咱们可就全都掉到海里喂鱼了。蓝夜云、楚寒征，这次我看你们往哪里逃！快了，再近一些，只要再近一些，就可以发射火器，炸飞这帮凤族余孽。高原烈，今日就是向你讨还血债的时刻，准备放！不等高原烈等人反应过来，便听到爆炸声震耳欲聋。飞在最前面的8架铁翼神鹰瞬间4分5裂，带着火焰的残骸如流星一般落入了海中。成功！哥几个，乘胜追击，绝不能让他们发射火器，否则咱们就完蛋了。连绵不绝的爆炸声中，又是8架铁翼神鹰中招。啊，这是！主人小心，情况不妙，是否先行返回，避其锋芒？
我这不是在做梦吗？主人小心！主人，撤吧！对方的攻击太厉害，若再不走，恐怕会全军覆没。主人，你的身上着火了，快！撤！哈哈哈！高原烈夹着尾巴逃走了，王妃好厉害！原本我还怕这玩意儿对付不了铁翼神鹰，想不到居然如此威武。原本一直以为飞天军团天下无敌，谁知今日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打回了老家，痛快啊，痛快！总之，只要有了这玩意儿，以后就再也不必害怕高原烈的飞天军团了。没有了这个杀手锏，看他们还怎么继续猖狂下去。总之有这些破天雷在，铁翼神鹰制造的速度绝对比不过被我们消灭的速度。接下来不必多说，全力赶往人鱼部落的栖息地。父皇，事情恐怕大大的不妙。你说什么？不妙？是，儿臣出师不利，请父皇责罚。你先起来，告诉朕，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启禀父皇，原本事情一切顺利，可是……混蛋！怎么可能？不可能！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厉害的武器？不可能！儿臣也着实难以相信，可是事实就是如此。不过儿臣在撤退之时，隐约听到那些东西似乎是楚寒征制造出来的。楚寒征，又是他！难怪大祭司说他是凤族的救星，事情全都坏在他的手里了。总有一日，朕要将他碎尸万段，挫骨扬灰。袁立，是不是飞天军团也拿他们毫无办法了？至少现在还不行，除非铁翼神鹰的性能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至少在射程方面要比对方远，否则一切免谈。即便勉强出征，会是一模一样的结果。那你能否做到？儿臣会试一试，不过请父皇先有个心理准备，一定会耽误比较多的时间。最后能否成功，儿臣如今也不敢下断言。如此，那你快去吧。若是等蓝夜云他们破除了封印，即便有飞天军团，恐怕也没用了。儿臣告退。你来找我有什么用？我早就说过那是定数，是不可改变的。大祭司，快看那边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东之封印已经被破除了？大祭司，你这算什么意思？皇上恕罪，我已经什么都做不了了。你说什么？难道东之封印真的……不，还没有。不过那是早晚的事。如今他们只是解开了掩盖东之封印的结界，但他们既然连这一点都能做到，破除封印恐怕也只是时机问题。不，朕不相信，朕绝不接受。没有人能够破除封印，没有人。这天下永远是朕的，永远是我乌马族人的。大祭司，该如何才能阻止他们？说，快说！皇上，您忘了吗？六合封印是六合巫师的杰作，跟我没有关系啊。哼，朕现在真的很怀疑，要你这个大祭司究竟有什么用？不是我没用，只不过我再有用，也不可能跟天相争。无论你在做什么，结果都是不可改变的。觉悟吧。皇上，不能再继续杀下去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是啊，皇上，这种所谓的滴血检验法根本是毫无道理，被杀者有很多并非凤族余孽，求皇上不要再继续杀下去了。是啊，皇上，臣的岳父一家明明都是如假包换的乌马族人，但就是因为滴血检验时颜色不对，竟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求皇上明察。求皇上明察。臣也是一样，臣的先祖自600年前便跟随乌马帝国的开国皇帝共同打下江山，传至今日已有几十代。可是臣刚刚得到消息，在外地为官的长孙竟然也被滴血检验法认定为凤族余孽，当场斩首示众了。求皇上开恩明察，臣冤枉呐！皇上就算不为了臣的，也该为乌马帝国的江山想想。像这般不分青红皂白的杀下去，必定会寒了百姓的心。到时不只是凤族人，恐怕就连咱们乌马族人也会对皇上生出不满之心，从而……大胆！生出不满之心又如何？朕看谁敢造次！以朕看来，生出不满之心的恐怕不是那些普通百姓，而是你们吧。臣等不敢。不敢？朕看你们的胆子大得很呢。朕这样做也是无奈之举，是为了保住乌马帝国的江山。
只有保住这片江山，百姓们才有好日子过。否则，一旦被那帮凤族余孽得逞，咱们就全都成亡国奴了。到了那个时候，就算能够保住性命，也得忍辱偷生，还不如死了痛快。就算他们的确无辜，也算是为国献身，肆意光荣。行了行了，朕会酌情处理，下去吧。我认为我们必须换一种方法了。前2次我们也不知道封印到底在哪里，不过我想来想去，发现都是因为某种原因必须寻找另外一样东西，结果却误打误撞的找到了封印。据我推测，这次肯定也是这样。若说在这沙漠之中，唯一值得我们寻找的只有血晶石了，难道我们必须先寻找血晶石，才能够顺便发现封印吗？好像要变天了，你们看，那边阴得很厉害。不等众人反应过来，一股狂风突然席卷而来。快，进帐篷，几人一组，不许单独行动。然而就在此时，狂风突然变得更加猛烈，但闻周围惊呼声此起彼伏，那些功力较浅的人竟然已经被狂风吹到了半空。晕，情况有些不妙，风这么大，那些帐篷恐怕……所有人听令，手拉手聚集在一起，快！又是一股猛烈的狂风骤然席卷而来，竟然瞬间将两人分开。阿征，阿征能力修为在我之上，应该不会有事的。他不会有事。阿征，阿征，你在哪里？听到了吗？阿征，救救我！阿征，阿征，阿征，是你吗？别怕，我来了。快，救救我！阿征，啊，你不是楚寒征。那女子看上去不过17、18岁，尽管在这狂风之中，她却只穿着轻薄的红色纱衣。先生，快救救我！你，先生救我！求求你了，快救救我！只要你救了我，我会报答你的，怎样报答都可以。求你救救我吧！多谢先生，先生真是个好人啊！对不起，先生，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用的力道太大了，先生，你救了我，我说过会报答你的，怎样报答都可以。现在你来吧，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来吧，来呀，快来！哼，你到底是什么人？先生，你这是怎么了？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而已。你用这一招骗了不少人了吧？说，世人所谓的吸血狂魔，是不是就是你？吸血狂魔？先生，你在说什么呀？你瞧我这样子，跟吸血狂魔沾得上半点关系吗？少在我面前搔首弄姿，我看吸血狂魔分明就是你。不愧是冥王，见识了。眨眼之间，他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云，阿征，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你跑到哪里去了？云，刚才真是太奇怪了。云，刚才我一直就在你的面前，不停地叫你，可是你却完全没有任何反应。什么？有这种事？刚才你站在哪里？怎么我完全没有看到你，更没有听到你的声音？所以才奇怪，简直让我觉得我就像在做梦一样。刚才我正在找你，明明看到你向我跑了过来，可是你却好像完全看不到我，只顾着地上的那个女子。你看到她了？这么说，刚才发生的一切你都看到了？是，我也不知道那个女子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但你却只看得到她，完全不理会我。然后我就看到你把她救了出来，然后又被她扑倒，直到你把她打走。总之，我全都看到了。怎么会这样？你看得到我，我却看不到你。难道有人在我们中间制造了结界，将我们隔绝开来了？原来是结界，那就比较容易解释了，害得我还以为见到鬼了，差点吓个半死。阿哲，虽然我看不到你，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但你既然能够看到我，难道就没有想要上前来阻止吗？我有啊，看到你安然无恙，我当然高兴得要命。然后又看到那个女子对你好像有不良企图，我当然想要过来阻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要我向前跑，你们就会跟着后退，我停住，你们也停住。总之，我们之间的距离完全不能有任何变化。那种感觉真是太恐怖了啊！对了，刚才那个女子是谁啊？她想对你干什么？别的我倒没看出来，只是觉得她真是个天生的尤物，恐怕没有几个男人能够抵挡她的魅力吧。哼，什么尤物不尤物？她能让别的男人上当，不过是靠了能够催情的药物罢了。而且我怀疑她根本就是……一句话还未说完，眨眼之间，膝盖以下已经完全陷了下去。云，我在，别怕，我陪着你。云，真儿，你醒了，放心吧，这里很安全，你绝对不会有事的。真儿，
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来说有些突然，可是……你是谁？还有，你不能这样叫我。呵，没关系的，我不怪你，毕竟我们刚刚见面，你会有些不适应也是正常的。很快你就会知道，只有我才能这样叫你。是你把我带到这里来的，云呢？为什么还要问他呢？真儿，我们才是同一种人，只有我才能够跟你在一起。你是我的，明白吗？我想你是认错人了，我是有丈夫的人，怎么能是你的？你救了我，我十分感激，以后会报答你的。不过还请告知，云究竟在哪里？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是我的，只有我才能做你的丈夫。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你那么多年，等得我都快发疯了，知道吗？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我敢肯定，你一定认错了人。你既然知道我的名字，总该知道我就是宁王妃，我的丈夫是宁王蓝夜云。我知道你曾经以为蓝夜云是你的丈夫，其实那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你跟他根本不是同一类人，你们是不能在一起的。只有我才能够做你的丈夫。够了，请你不要再说这样的话。如果你不知道他在哪里，那我必须去找他了。告辞。真儿，你再这样我可要生气了。我等了你那么多年，你竟然要走，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等你等得多辛苦？这位先生，你冷静一些。我想你真的是认错人了。我没有认错，我不会认错。真儿，你的身体里流着和我同样的血，我们是来自同一个世界的人，我怎么会认错呢？你知道吗？我好高兴，因为从今天开始有你陪着我，我再也不会孤单了。过去那些年，我简直要被寂寞折磨得发疯了。我一直在等你的出现，我甚至常常在想，只要你肯早一天，哪怕是早一刻出现，哪怕让我拿10年、20年的性命去换，我都是愿意的呢。这位先生，你反复强调我们才是同一类人，那么请问我们是哪一类人？是凤族人？是乌马族人？还是……当然不是，我们怎么会跟他们为伍呢？告诉你，我们来自涅槃大陆上最高贵、最伟大的种族。可是到底是什么种族？我似乎有些忘记了。不过没关系，只要你陪着我，我会慢慢想起来的。到了那个时候，我就把一切都告诉你。既如此，那就多谢先生的救命之恩。我要去找云了，告辞。不准去，真儿。我虽然疼你爱你，但我仍然无法忍受你如此在乎别的男子，所以我不介意再说一遍，你是我的，只有我能做你的丈夫，你听到了吗？你要干什么？放心吧，真儿，无论如何，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的。相反，我不但会好好的疼爱你、保护你，还会把你想要的一切都给你。无论你想要什么，只要告诉我，我一定会帮你拿到的。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你放了我和云。只要你陪着我，我还要别人做什么？当然这一点由不得你选择。从今天开始，你必须跟我在一起。不过我刚才的话可不只是说说而已，只要是你需要的，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我让你们再见一面，最后一面，就当是跟他道个别，然后我就把他送走，从此这里就是我们的天地了。这位先生，你听我说，我叫莫如玉，你可以叫我玉郎或者阿玉。阿征，云，你没事就好了，我好担心你。我也是，还有你这是……莫公子封了我的穴道，除此之外，我什么事都没有，不必担心。宁王助手，他的穴道你解不开。的确如此，他用的手法非常怪异，至少你和我都解不开。阁下究竟是谁？将我夫妻2人带到此处，意欲何为？不是的，宁王，你和真儿是不能做夫妻的，真儿是我的人，我们才能在一起。你看来不把话说清楚，你们是不会明白的。宁王，真儿，你们先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说。你就不怕我们跑了？宁王跑不跑，我是不在乎的，但是我好不容易才等到了你，一刻都不想再跟你分开，所以你是跑不了的。云，我也一样，他把我们俩的灵力都封住了。先坐吧，此处可是在沙地之下，或者说，这是不是一座地下宫殿？不错，宁王好聪明。过奖，如果没有猜错，你就是昨天晚上曾经靠近过我们帐篷的那个人。是我，不过宁王不要误会，我只是去找真儿的，并没有丝毫恶意。阿征是我的妻子，我现在以她的丈夫的身份告诉你，你没有资格这样称呼她。不，恰恰相反，没有资格这样称呼她的是你，宁王。或许你还不知道，我跟真儿才是同一类人，你跟他是不能在一起，更不可能做夫妻的。我是凤王后裔，阿征是皇后后裔，我跟他都是如假包换的凤族人，怎么会不是同一类人？你休得再胡说八道！不，宁王，你真的误会了，皇后后裔并不是真儿的真实身份，那只是一个很普通的巧合罢了。我已经在这座地下宫殿里等了很多年，就是为了等待真儿的出现，她是属于我的，你明白吗？我再说一遍，阿征是我的妻子，你如果再如此纠缠，我不在乎为我自己和阿征的尊严而战。宁王，我已经把真相告诉了你，你怎么还是如此执迷不悟？你和真儿不是同一类人，你们不能在一起。你如果要强求，早晚会性命不保的，你明白吗？难道他跟楚寒征
真的不是同一类人，注定不能在一起吗？你终于明白了是吗？宁王，我很感谢你照顾了真儿那么久，现在她已经回到了我的身边，我会好好报答你的，所以我决定……执迷不悟的人是你，我跟云彼此倾心，早已拜了天地，是如假包换的夫妻了。我跟你才不是同一类人，你若要强求，恐怕不会有好结果。唉，要我怎么说你才会明白？哦，对了，或许这样你们就会相信，真儿真的是我一直在等的人，我们来自同一个伟大的种族。你的眼睛怎么样？这下相信了吗？什么意思啊？他的眼睛可以冒绿光，就说明跟我是同一类人，我的眼睛又不是绿的。真儿，原来你还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呢？照理来说，你应该已经发现了这一点才对啊。不过没关系，可能是因为还没有机会，以后你一定会看到的。看到什么？我的眼睛也会嗖嗖的冒绿光？你可别告诉我，我们都是来自北方的狼族。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所谓伟大的种族又是什么？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了，可是莫公子说这一点他似乎有些忘记了。是真的，我没有骗你，真儿，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你很多很多年，时间久到，所以让我忘记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而这些事情，我是想等你来到我身边之后，再全部告诉你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不小心忘记了。不过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会想起来的。好了，现在我们已经把话说清楚了，真儿，从今天开始你就留在我的身边，我也会遵守我的诺言，无论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而且一定是最好的。好啊，我什么都不要，只要跟云在一起。对我来说，云就是最好的。既然你什么都会给我，想必这一点你也不会拒绝吧？真儿，你是一定要惹我生气不可吗？恐怕是的。听清楚了，我楚寒征的丈夫只有一个，那就是蓝夜云，所以我一定会跟他一起离开，要么你让开，要么你杀了我。记住先杀我，我要在前面去阴曹地府给阿征探路。为什么不相信我？我才是你的丈夫。真儿，我为了等你，忍受着几乎让我发疯的寂寞，到头来你居然这样对我，你怎么可以这样狠心？你知不知道，我几乎就要等不下去了，我真的很想一死以求解脱，就要不再承受等你却等不来的折磨。可是今天我们终于见面了，你却……你受伤了？不是受伤，真儿，你那是什么表情？怎么你觉得血晶石？如果不说，想必你根本猜不出，所谓的血晶石其实就是我的血而已。什么？你的血可以成为石头？可以，只要加入一点特制的药粉，待其自然风干之后，便可成为石头。真儿，你也知道，我们的血本身就是稀世奇珍，具有世人难以想象的神奇功效。你是说我的血也有这么神奇？我们的血虽然有神奇的功效，对我们自己却同样弥足珍贵，即便损失一滴，也会令我们元气大伤。我怎么会舍得让你痛苦？放心，我会慢慢好起来的。你把自己的血炮制成血晶石，目的何在？因为真儿迟迟没有出现，我太寂寞了呀，所以便想出了这个办法，好让这荒凉的大沙漠多一些人气。还有，因为我修习的内功与众不同，每隔一段时间必须吸食一些活人的新鲜血液，来消除反噬之力。这么说，所谓吸血狂魔就是你？是我，但我不是吸血狂魔，我需要新鲜血液，但是不到万不得已，又不愿伤害无辜，便用自己的鲜血做成血晶石，吸引世人前来。等那些寻宝者进入沙漠深处之后，我便选择几人为目标，先是刮起狂风，然后在漫天黄沙之中用美女对那些人进行考验。如果来者是正人君子，寻找血晶石也是为了用于正途，我便放过他，并让他得偿所愿。但如果来者是心术不正的好色之徒，那么不但拿不到血晶石，反而会被我吸食了血液。是你，你就是那个陷入沙坑中的女子。哼，宁王果然聪明过人，不愧是凤王后裔。不错，那个人就是我。因为我需要的血液并不多，大多数人当然没有机会看到我，只能空手而回。阁下的易容术的确是前无古人，佩服。其实严格说起来，那并不能算是易容术，而是一种幻术。我便可以在一瞬间控制他的心神，令他的眼睛产生幻觉，把我看成一个绝世美女。啊，是了，原来我也中了你的幻术。可奇怪的是，我跟云明明近在咫尺，为什么他却完全看不到我？莫非你用了结界？那不是结界，是空间法术。你的意思是说，我跟云不在同一个空间内？真儿，你好聪明，果然只有你才配让我等那么多年，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不错，当时虽然你能够看得到宁王，但是你们两个却处在互相平行的两个空间之内。当然，也正是因为我在空间上做了一些手脚，所以你才能够看得到宁王，而他却看不到你。云，你听到他在说什么吗？我不是在做梦，对不对？而且我也没有听错，是不是？不是做梦，也没有听错。我们面前是一个能够随意操纵空间的高手，原本我以为空间法术根本是不存在的，现在看来恐怕我错了。我建议你以后不要再随意杀人，否则罪孽太过深重。
我听你的，真儿，你这么关心我，我好高兴，所以以后一定不会再这样做了。还有，只要有了你，内功的反噬之力根本不足为惧，你就完全可以帮我化解。你的意思是？放心，当然不是吸你的血，我不是说过吗？舍不得你受苦。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来自同一个种族，体质相同，你的身体所带的气息就是消除反噬之力的良药。身体？难道他的意思是通过行夫妻之事？你在生气？为什么？真儿，我哪句话说错了吗？他的眼神怎么那么无辜，那么干净？难道是我想多了？你故意让阿正能够看到我，恐怕也是另有目的吧？对，阿正一直误会你是他的良人，我怕他一时之间仍旧执迷不悟，所以本想让他看到你经受不住其他美女的诱惑。不过很显然，我这招用错了。我心中只有阿正一人，无论任何法术对我来说都不会有效，所以我才说不愧是宁王。这一招既然无效，我便将你们都吸入了这个地下宫殿，干脆把一切挑明。宁王，真儿只能跟我在一起，你如果要强行带她走，那么不止你性命不保，也会害了她。你相信我吧。现在你的选择可以有2个：第一，杀了我们；第二，放了我们。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想再听。真儿，你好吧，我不怪你，毕竟在这之前你并不知道我的存在，我可以给你一些时间去接受。而且只要你留在我的身边，我不但会把你想要的都给你，还可以帮你完成你一直在做的事情，包括救回宁王的命。你说什么？你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你也知道云他……我知道，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没有我的帮助，你是破除不了西之封印的。你知道西之封印在哪里，还知道如何破除？那你快说，在哪里？从今天开始，你会好好留在我身边的，是不是？莫公子，封印之事关系着凤族的生死存亡，你……与我无关，我只要你。实话告诉你，我能破除西之封印，是因为一直以来它都是由我莫氏一族负责守护的。不过为了你，我可以背弃先祖，但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那就是在我的守护之下，你如果只靠自己，是绝对破不了封印的。还有，我不但可以帮你破除西之封印，也可以告诉你哪里有卧血残。卧血残？虽然我认为这件事情根本没有考虑的必要，不过我还是愿意给你一些时间，好让你能够接受我。所以我现在可以先送你们出去，等你考虑好了再告诉我吧。莫公子，封印之事的确关系着……我什么都不要听。真儿，如果我肯破除西之封印，那么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你。这个你拿好，如果你考虑清楚了，只需要将它点燃，无论你隔得多远，我都可以立刻知道。王爷、王妃，你们终于醒了。阿正，你怎么样？很好，你呢？我的功力也已经恢复了，你应该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你们是怎么找到我们的？还说呢，我们都快急疯了。昨天那场风实在是太大了，几乎把所有人都给吹散了。等大风停了之后，我们便发射出事先准备好的信号，很快就比较幸运的重新聚集到了一起，却偏偏少了你们2个。于是我们立刻到处找你们。就在刚才，我们发现你们俩就躺在这边的沙地上。阿正，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西之封印的，根本不用受莫如玉的要挟。莫如玉是谁？这一整夜你们俩到底跑哪去了？莫非有什么奇遇吗？唉，真被你猜着了。这一夜，我们的确有一番你们意想不到的奇遇。他将他在地底宫殿内的一切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楚姑娘，你确定你刚才说的这一切都是你们的亲身经历，而不是你的一场梦？我也希望是一场梦啊，可惜它偏偏就是活生生的事实。这个就是证明。涅槃大陆上究竟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一号人物？我怎么感觉他似乎比六合巫师还要神通广大的多？没错，竟然连空间都能够随意操纵，他简直已经不是人，是神了。可是六合封印是六合巫师设置的，他又是西之封印的守护者，是不是说明他跟六合巫师是一路人？别是六合巫师的传承者吧？除了他们，我也想不出还有谁能这么厉害。很有可能，不过他的胆子也够大的，竟然要为了王妃背叛六合巫师。有那么容易吗？别忘了，六合巫师是神，他们一直在关注着这一切，会那么容易的让莫如玉背叛他们吗？是神又怎么样？之前他们不是也一直在关注着这一切吗？不也没有阻止我们破除前2处封印？如果莫如玉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们是不是就有理由相信，如果他不肯帮忙，我们绝对无法破除西之封印？恐怕是的。既然西之封印是由莫如玉负责守护的，那么他会不会就在莫如玉的地下宫殿里，或者至少他的宫殿里有什么关键性的东西？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他的地下宫殿到底在哪里，即便知道，恐怕也没有办法偷偷摸摸潜进去寻找。莫如玉的本事比你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唉，为了王妃，她都是什么都舍得。姑娘哎，你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没看到王爷的脸已经黑如锅底了吗？现在我倒觉得当务之急是弄清楚莫如玉所说的一切究竟是真是假。有一点我觉得嫌疑最大，他既然口口声声说和楚姑娘是同一类人，为什么说不出你们究竟是来自哪个种族？难道你们不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破绽吗？
没错，我也是这样认为，所以故意编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出来，好用这种卑鄙的手段得到王妃。如果他真的只是想得到我，在我昏迷的时候，他有无数的机会，为什么要等到我清醒之后，费那么大的力气跟我说那么多看起来漏洞百出的话？这个或许他并不只是想图一时之欢，而是更愿意跟你长相厮守呢，所以必须想办法让你心甘情愿的留下。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他的眼神虽然有些迷茫，可不像是在撒谎。王妃，你怎么还替他说话？要我看，他就是个疯子。不，阿征说的对，他对阿征那份执念应该不是假的。对于他究竟是来自什么种族这一点，他应该的确是忘记了，而不是故意隐瞒。这就是为什么阿征觉得他的眼神里有些迷茫的原因。如果没有猜错，应该是因为他的记忆受到了一些破坏。好吧，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怎么办？莫如玉说了，在他的守护之下，我们没可能自己破除西之封印，先离开沙漠再说。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们所带的食物和水都已经在昨天那场大风中丢得差不多了，必须先回洛雅镇。也好，回去再慢慢商量。你相信莫如玉并没有说谎，是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谎言。单从他们的眼睛都能泛起绿芒这一点，便足以说明他们很可能的确来自同一个种族，这一点我信。但我知道阿征是我的人，他不是莫如玉的。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就算他们来自同一个种族，莫如玉为什么如此肯定楚姑娘就是他的妻子？难道这个种族只剩下他们2个人了不成？如果能够知道莫如玉究竟来自什么种族就好了，她的力量实在强大的可怕，恐怕连六合巫师都难望其项背。你说楚姑娘会不会为了你向莫如玉妥协？你发现了什么？暂时还没有，我就是担心她会为了卧雪残和破除封印而选择牺牲她自己。你也知道，为了你她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不管有多疯狂。好，我会看着她的。不是发誓要拿回你的天下？如果我的天下要拿阿征去换，这样的天下我宁可不要。或者说我想要天下是为了阿征，如果赢得了天下却又输了他，还有什么意义？哼，你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王者，我承认。不过那又怎么样？是上天赋予了我凤王后裔的身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只有阿征。怎么，只闻闻香味就饱了？说吧，到底想怎么样？王爷，现在谁还有心思吃东西啊？这次的情况不比从前，我们明明知道封印在哪里，就是够不着，你说怎么办？谁说我们够不着？原来你有办法了。别告诉我你想拿王妃去换封印和卧雪残，我宁愿不要凤族夺回天下，也不会接受莫如玉的条件。那就好，那就好。所以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吃饱饭，睡觉。云说的对，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吃饱饭，睡好觉。其实我觉得我们似乎太相信莫如玉的话了。他说破除不了，我们就连尝试都放弃了吗？如果他是故意危言耸听呢？或者只是他以为我们破除不了，其实那只是因为他还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本事呢。阿征，莫如玉给你的盒子呢？这里，怎么了？哎呀，云，你这是干什么？万一有用处？没有万一，我们用不到它。阿征，我刚才的话你也听到了，我宁愿破除不了封印，也不会接受莫如玉的条件。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是凤族……如果天意让凤族重夺天下，莫如玉便不足为惧；反之，那就说明乌马族气数未尽，强求不来。话是这么说，但是万一莫如玉就是破除西之封印必须通过的考验呢？那我们就不能轻易放弃。我没说过要放弃，破除西之封印未必一定要接受莫如玉的条件，我们可以靠自己去完成。阿征，答应我不去找莫如玉，否则我保证凤还朝计划将会就此终止。要不要这么绝？要，对付你不绝不行，否则你蹬鼻子上脸。我哪有那么不知好歹？怎么没有？你自己算算，从开始到现在，你已经不顾我的警告，孤身涉险多少次了？每次都想狠狠地教训你一顿，可是每次你那么一撒娇耍赖，就舍不得了。你不是说过吗？对付你，撒娇耍赖远比威胁更有效。我当然不能浪费。少得寸进尺，这次我就跟你玩绝的。你如果敢去找莫如玉，我保证凤还朝计划立刻终止，听到没有？可是我觉得吧……听到没有？听到了。然后呢？只是听到吗？我保证绝对不会去找他，行了吧？早点休息，明天再想办法找封印。轻轻地起了身，他小心地从衣裙内取出了一根黑色的香。早就料到蓝夜云不会让他留下那个盒子，所以他提前藏起了一只。对不起，我只是保证绝不会去找莫如玉，但没有保证他不会来找我，是不是？你肯为了我舍弃凤还朝计划，我为什么不能为了你舍弃我自己？不多时，一缕袅袅的青烟便顺着窗口缓缓飘了出去。我提议再探沙漠，只要能找到莫如玉的地下宫殿，或许就会有关于西之封印的线索。你们不是说莫如玉的地下宫殿很难找吗？是啊，你们还说即便找到了，我们也不是莫如玉的对手。试试总没坏处，万一可以呢？何况我们若是继续坐在这里，
根本连万一的指望都没有。可以试试，无论如何，的确比坐在这里大眼瞪小眼强。啊，萧揽月跑哪里去了？该不会这就跟魔君遭遇上了吧？姐姐，放心吧，我平常好事做的太多，老天爷不会那么对我的。怎么现在才回来？要打探消息啊，姐姐，你们大概已经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吧？当然知道了，这下麻烦大了。不过你的本事也不小，能不能教我们几招去对付魔君啊？姐姐，你怕他做什么呢？他虽然号称魔君，不过就是寿命比普通人长一点，灵力修为比普通人深一点，外加懂一点黑魔法罢了，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难对付。嘿嘿，听起来有些难以相信是不是？好吧，那我这样说，魔君厉害无比，有通天彻地之能，听起来就让人心惊肉跳。然后呢，你们在这里恐惧担忧，能改变什么吗？什么都改变不了，所以还是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尽早找到并且破除天地封印。还是的呀，魔君寿命再长也有生老病死的时候，他灵力修为再深厚，总不能真的把这天地翻过来。他会黑魔法，宁王还精通乌马族的黑巫术，同时更精通凤族法术的一些不传之秘呢。咱哪一点比他差了？何况姐姐已经恢复了凤族体质，更能够召唤出体内的羽翼，夫妻同心，还其利断金呢。怕他个啥？好，现在我倒是迫不及待的想看一看，这位魔君究竟是何方神圣，到底有没有生着三头六臂？儿臣参见。免礼，元力，这两位是？父皇，他们就是您最想见的人啊！哦，你是说？父皇，请容儿臣来介绍一下，这位便是魔君大人，这位则是大人的公子少君大人。二位，这便是我的父皇。很好，看来事情已经成了。蓝夜云、楚寒征，你们的末日到了，朕要让你们死得惨不堪言。何况这两人既然在这里出现，那就没什么好怕的了。凌诺见过魔君大人，见过少君。皇上客气了，本尊有礼。俊阳见过皇上。免礼，快，二位快请坐。皇上似乎很失望。魔君大人说的哪里话？朕只是没有想到，此生果真有缘见得大人真言，一时过分惊喜，这才失了礼数，还望大人海涵。是啊，魔君大人不要误会，父皇只是没有想到，能够呼风唤雨，有通天彻地之能的魔君，竟然如此年轻俊美，风度翩翩。大人千万不要介意，皇上这是在夸本尊，本尊怎会介意？有通天彻地之能不敢说，对付区几个凤族人对本尊而言还是小菜一碟。这么说，元烈已经将事情经过都禀告大人了，但不知他所说的一切是否也是皇上的意思。这个自然，只要将那帮凤族余孽彻底消灭，朕立刻将西北方那片陆地送给大人，你我共享天下。何况人魔条约已经缔结成功，就算我们想反悔，也承担不起后果。如此甚好，那帮凤族人就交给本尊了。多谢大人，只是今日天色已晚，请大人先去歇息，明日咱们再商讨一下下一步的行动。听说了吗？哥舒俊阳叛逃，魔族绝杀令重现人间。什么？哥舒俊阳叛逃？为什么？为了你。我？你是说他不愿与我为敌，所以……差不多。外面已经传遍了，说哥舒俊阳不希望魔族跟凤族的战争再继续下去，同时更不能忘情于你，所以偷偷叛逃，至今下落不明。真的假的？他居然能为了凤族做到这个份上？恐怕是真的。据负责伺候他的侍女说，他曾经几次流露出希望魔族不要再插手凤族跟乌马族之间的事情的意思，只不过哥舒天根本听不进去。哥舒天真的会杀了哥舒俊阳吗？不是说虎毒不食子吗？这一点在哥舒天身上恐怕行不通。反正我十分相信哥舒天绝对下得了这个狠手。那我们只好祈祷哥舒俊阳不要落入他爹手中了，他最好赶紧远走高飞。恐怕很难，哥舒天神通广大，连我们的行踪都了若指掌，何况是他的亲儿子。哥舒俊阳毕竟救过我们的命，现在更是为了我们才被千里追杀，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不然呢？难不成你还想收留他，帮他对付哥舒天？你真看得起我？我要是对付得了哥舒天，还用躲在这里生啃干粮？做戏罢了。要我说，这根本就是哥舒俊阳的诡计。你是说苦肉计？没错，他就是故意做给你看的，让你知道他为了你什么都肯做，甚至不惜背叛魔族，这样他就可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了。他就是想让你对他心存感激，然后当你看到他为了你不惜背叛魔族，怎会无动于衷？只要你一感动，他的第一步便成功了。若是如此，他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大了点？尽快回来，免得夜长梦多。我没事儿，不过记住，任何人不准打扰阿正。
若是有任何差错，我唯你是问。放心吧，若有差错，我这颗脑袋送给你。其实蓝夜云此去并没有太重要的事，只不过昨晚楚寒征曾经叮嘱，如果他果真碰巧在今日早上修炼到紧要关头，便让他负责把药物和饮食送到联络站给哥舒俊阳。宁王，楚姑娘呢？阿征今天有事，暂时来不了。坐吧，我帮你换药。楚姑娘不是很在乎你吗？她居然放心让你一个人前来。在乎当然是在乎的，只不过她有什么不放心的？她不知道你是我们之间的障碍吗？只有除掉了你，我们才能永远在一起。你的灵力能骗过聪明绝顶、天下无双的宁王，我真的很开心。真是对不住了，为了楚姑娘，我只能这样做。你骗了我们，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总之，我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只不过没想到机会居然来得这么容易。宁王，很抱歉，今日你只怕有来无回。哼，就凭你，再加上我呢？父王，辛苦了，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只不过，请父王记得答应我的事情。放心，我记着呢。阿征，难道你我只能来世再相见了？那还等什么？动手吧！除了凤王后裔，天下便尽归父王之手。蓝夜云，受死吧！不过可惜，无论你如何负隅顽抗，今日还是难逃一死。昆仑锁，葛书天终于开始动用黑魔法了。可是不对呀，他正跟我交手，根本无法凝神静气。啊，是葛书俊阳！葛书俊阳，你骗得我好苦！原来你不止灵力未失，而且同样是使用黑魔法的高手。蓝夜云，你的死期到了！凤王后裔，我呸！不过是一滩烂泥。数声脆响，蓝夜云的小腿骨竟被他生生踩断。葛书天仿佛踩上了瘾，右脚一抬一落，又将蓝夜云的左小腿骨踩断成数节，不停地咬牙咒骂：“去死！给本尊去死！凤王后裔，呸！敢封印本尊是不是？本尊就让你尝尝魔君的厉害，怎么样？啊？不错吧？有本事起来呀！起来封印本尊啊！啊！起来呀！起来呀！葛书天，我记住你了。如果这次我大难不死，必要将你彻底消灭。父王，够了，我们该走了。接下来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慌什么？要保证他彻底变成废人，再无恢复的可能。父王，这就够彻底了。如今他全身的筋脉和骨头都已经寸寸断裂不说，灵力更是全部被你废除。就算你不杀他，也支撑不了几个时辰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如果把他玩死了，还怎么把楚寒征引来？好，就让你再多活片刻。走。阿征，千万不要来。虽然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空间法术终于修炼成功了。云，哎呀，吓死我了！王妃，你云呢？他出去了。是啊，说是有点事情，很快就会回来。不过算起来，好像耽误了很长时间了。哎呀，姐姐，你这是有事？这是怎么了？火烧眉毛的，可能出事了。谁？叶云。当然希望是我多心了，但是他已经离开了近1个时辰，无论如何该回来了。若不是受他托付守着王妃，我早就想出去看看了。我去看看，一切小心。楚寒征，你果然来了，还好没有令本尊失望。葛书天，我就知道是你。云，阿征，回去。你觉得可能吗？夫妻本是同林鸟，要走一起走，要死一起死。本尊就是喜欢看到这样的戏码，都愿意为了对方牺牲自己，是不是？好，本尊就成全你们。楚寒征，你想不想让蓝夜云留下这口气？阿征，不要上他的当，我已经中了断筋裂骨手。闭嘴！现在还轮不到你说话。你骗了我，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是不是？不，我想要你不是假的。哼，就凭你还不配要我？是吗？不配就不配吧，只要能够得到你就好。废话少说，楚寒征，本尊再问你一遍，你想不想让蓝夜云留下这口气？不管云变成什么样子，我一定会救他。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好，本尊就喜欢你这种聪明人。本尊的条件很简单，只要你自废灵力，本尊就饶你们一命，如何呀？自废灵力？不错，
你也知道，本尊想要的不过是这涅槃大陆，要你们的命有何用？只要确保你们已经对本尊君临天下，造不成任何威胁，留你们一命又有何妨？哼，你当我是傻子？自废灵力之后，我和云的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死。哼，本尊既然这样说了，就一定会遵守承诺。你马上自废灵力，否则本尊就挑断他的手筋脚筋。虽然蓝夜云全身筋脉尽断，不过挑断他手筋脚筋时的场面也一定会十分精彩的，就看你愿不愿意亲自欣赏一下了。好，既然你不肯听本尊良言相劝，本尊就先给你点见面礼瞧瞧。蓝夜云右手的手筋已被他生生挑断。糟了，父王，他要召唤出羽翼了。哼，放心吧，他召唤不出来的。你忘了吗？这里我已经布下了强大的黑魔法阵。好痛啊！都死了，让我死了吧！凤王后裔又怎样？皇后后裔又怎样？啊！能召唤羽翼又怎样？到头来还不是一样又落在本尊的手中，任本尊处置。楚寒征，你去死吧！父皇，你答应过把楚寒征给我的。放心，我记得。只不过你别忘了，它可不是温顺的猫，而是一只母老虎。你最好先把它的齿牙打断。否则不定哪一天他就会把你连皮带骨的吞下去，到了那个时候，你可不要怪我这做父王的没有事先提醒你。放心吧，父王，我知道。不过先前我还担心这黑魔法阵对付不了楚寒征的羽翼，现在看来我的担心倒是多余了。既然如此，还等什么？赶快趁此机会把这两人彻底消灭，咱们便可以高枕无忧了。皇上要如何消灭蓝夜云我不管，不过楚寒征我是要定了。公子这又何必？所谓养虎为患，你若留下他一条命，必定后患无穷。这天底下美女多的是，任公子享用，何必一定要在这一棵树上？天下美女再多，我也只要楚寒征一个。何况皇上放心就是，我有的是办法可以让他毫无反抗之力，只能乖乖留在我的身边。可是没有可是，皇上如果实在担心，不妨先去杀了蓝夜云，至于楚寒征就交给我了。阿征，你走，快走！算我求你！今天你们两个都是有来无回。可舒天，姐姐，你怎么样？我没事，快去救云，他怕是支撑不住了。王爷，很好，你们这帮凤族余孽终于都出现了吗？大人，公子，快将这帮人彻底消灭！只要他们完蛋了，天地封印就永远别想打开了。放心吧，本尊连蓝夜云和楚寒征都收拾得了，何况是这些虾兵蟹将。哼，俊阳，这几个小兵小卒就交给你了，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去吧，父王放心吧，我会让他们死得十分精彩的。一片错愕之中，楚寒征幻化而成的那只凰在天空中振翅飞舞，鸣声尖锐。不好，快躲开！父王快走，咱们不是他的对手！啊！俊阳，王妃，快让开！姐姐现在已经不认识你们了，小心被他误伤。怎么办？我看王妃好像疯了一样。他到底怎么回事啊？葛书天他们已经走了呀，为什么还不变回原来的样子？是啊，萧公子，王妃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有没有办法让她赶快变回去？现在只能靠宁王了。我能做什么？你应该知道啊，姐姐纵然忘记了一切，难道会忘记你吗？别忘了，她可是因为你才变成这个样子的。如果感应到你的爱，她的本性就会回归的。把我送到她的身边。阿征，不要怕，已经没事了。阿征，没事了，已经没事了。你快一点好不好？是我呀，你仔细看看，是我。我知道你不想让我受到伤害，我知道你是为我担心，所以才会这么生气，是不是？可是我现在已经没事了，所以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乖。王妃，你快点醒来吧，否则王爷就要被你活活整死了呀！很好，就是这样。宁王，姐姐已经渐渐感应到你的声音了，她应该会恢复正常的。再加把劲。我知道你不会忘记我的，是不是？你就算忘记了一切，也不会忘记我，因为从过去到现在，我一直是你最爱的人，你也是我最爱的人。我是爱你的，一直都爱着你。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记起我的，阿征，是你最爱的云。我知道你会回到我身边的，你会回来的，是吗？云，
对不起。王爷、王妃，别喊，快带上他们，先回大本营。你快救他，我求求你了。能救他的不是我，是你啊。你说什么？我能救他？是啊，你能救他，否则我们为何一直在这里等着呀？不就是等你醒过来吗？但这怎么可能呢？你也知道，晕中了魔族的断筋裂骨手，只靠灵力根本不可能救活的。我虽然医术还算不错，对这种黑魔法却毫无办法。靠你的医术当然不行，只不过你别忘了，如今你体内的已经不是普通的灵力，而是神力了。神力？时间紧迫，现在来不及多说，先把宁王的命抢回来。好，你教我该怎么做？很简单，把你体内的神力缓缓地输入宁王的体内，等他的身体慢慢吸收之后，断裂的筋脉和骨头就会慢慢愈合。真的？真的，神力与灵力的不同就在这里。现在不说这些，总之照我的话做，宁王的筋脉和骨头都可以尽复旧观，而且容貌也会恢复如初的。什么？连容貌也可以恢复？那么他身上的伤痕？当然没问题了，连经脉都能够尽复旧观呢。好，我马上就开始。首先我要怎么做？是不是先让云做起来？就跟向他体内输入灵力是一样的，不需要别人帮忙。各位出去等着吧。云，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的。我说过，救不了你，我就跟你一起死。闭上眼睛，什么都不要想，只需要缓缓地将灵力输入宁王的体内，可以了。云，没事的，他经脉和骨头刚刚恢复，没那么快醒过来。揽月，云真的已经完全恢复了吗？相信我，是真的。就算你看不到他的筋脉和骨头，难道看不到他的脸吗？怎么样了？放心吧，云已经没事了。太好了，太好了！王，控制所有人，反抗者杀无赦。是，上。满朝文武早就已经在认清形势的情况下放弃了抵抗。王，京城包括皇宫中的局势都已经在我们的控制之中，请王放心。你还有什么话说？朕不服，朕不甘心。这天下是乌马帝国的，是朕的，朕不会让你们夺走，朕不会。怎么，你以为到了这个时候，这一点还由得你来做主吗？是由不得朕做主，不过朕也说了，就算死，要死在这王座上，谁也休想夺走朕的皇位。你们要杀要剐，尽管下手。总之，朕是不会离开这皇位的。你这又何必呢？少废话，朕一句都不想听。有本事你来杀朕，杀呀，你杀呀！罪欢，先将他拿下，我要在天下人面前历数他的罪行，让他死得心服口服。你们以为朕真的一败涂地了吗？不，还没有，朕还没有输，咱们的较量还没有结束呢。你们给朕等着。云，怎么了？没什么。阿哲，这天下终于回到凤族人的手中了，你当局守宫。什么守宫不守宫的，这可是所有人的功劳。不过现在我们刚刚夺回天下，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接下来你可就有的忙了。你，丫头，你该回来了。你可知道我已经等了你多少年？为了等你，我熬过了多少日升日落？你看，熬得我头发都白了。唉，你看，我就知道你不会相信。不过没关系，你很快就会想起一切，到时候就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了。我的头好痛。丫头，忍一忍就好了，这是你回到我身边必须经过的洗礼。等一切结束之后，你便真正做回了自己，成为如假包换的妖皇了。我不是妖皇，我不是妖皇，我是皇后，我是云的皇后。你错了，你不是皇后，你是妖皇，你是我的人，相信我，你很快就会变成真正的你。不，真儿是我的，谁也别想把它抢走。大胆，还不给我退在一旁！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而且任务完成的不错，所以我会赏你的，放心吧。你说什么？我忘了，你的记忆还被我封着呢。好吧，我很快就帮你恢复记忆，你就会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很好，丫头，现在你知道自己是谁了吧？我回来了。没错，你终于回来了，
你终于真正的回来了。现在的这个你，才是真正的你。你始终是我的人，你就是妖皇。不错，我就是妖皇。方才男子射入他体内的那2道黑色光芒，彻底将他体内隐藏的本性激发了出来。走吧，分离了那么多年，我还有好多的话要跟你说呢。跟我来吧，我会告诉你所有的一切。九环，你确定吗？就是这里？当然是这里了，你在这里等着，我进去看看。一起。现在来不及多说了，先救王妃要紧。走。糟了，难道王妃被妖凤抓走了？你说什么妖凤？那不是……这怎么可能？我也希望不可能，但是这次恐怕是真的糟了。叶云，我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阿珍啊，不要让我问第3次，否则……叶云，你千万冷静，不是我们不肯告诉你，而是王妃她恐怕是……怎样？事实已经造成，你急也没用，不如冷静下来再说。到底怎么回事？你……首先，姐姐还活着，而且目前绝对没有性命之忧，更不曾受伤或者吃什么苦头，受什么折磨，所以这一点你可以放心。缱绻泉水得来不易，你体内的邪性也还没有完全去除。坐下吧，别浪费了姐姐的一番努力。我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那么先让沈阁主告诉你缱绻泉水是怎么来的。叶云，我对不起你，是我没有保护好王妃。你说什么？妖凤？这怎么可能？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也绝对不会相信妖凤居然真的出现了。其实倒也并不奇怪，别忘了我们早就猜到阿征可能来自凤族的分支。没错，你是早就猜到了，否则他不会既是凤凰神又有一双绿色的眼睛。那不是我说的，是揽月说的。那个时候你说时机未到，让我不要考虑那么多。那现在呢？时机到了吗？还用说吗？姐姐都已经成为妖皇了，所以时机当然也就到了。你说什么？妖皇？阿征？妖皇。宁王，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不管是乌马帝国还是歌书天父子，都不是你和姐姐真正的对手。属于你们的历练，从这一刻才正式开始。告诉我所有的一切。也是时候告诉你所有的一切了。我就是不明白，阿征为什么会成为妖皇？他不是如假包换的皇后后裔吗？不错，姐姐是皇后后裔，但同时她体内又有凤族分支的血统，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一出生就带有妖皇体质。什么？这怎么可能？龙神已经将被黑化的凤族人恢复正常，那些无法恢复的都封印在魍魉空间。阿征怎么会一出生就带有妖皇体质？这个就是妖凤的杰作了。当年看到龙神出手，他便知道自己恐怕逃不过这一劫，但是又不甘心就此被永远封印，便在千钧一发之际，将自己修习多年而得的内丹随手抛出。这内丹会在机缘到来之时，认定一名女子为主人，使其成为妖皇，有朝一日便可打开魍魉空间，令妖凤恢复自由身。现在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那个被妖凤的内丹选中的女子就是姐姐。魍魉空间内有缱绻泉水之事，是莫如玉告诉阿征的。这么说，莫如玉也是妖凤的人。说得对，莫如玉还真就是妖凤的人。她之所以出现在大沙漠之中，唯一的目的就是等待姐姐，好在合适的机会指引她打开魍魉空间。早就看出她有问题，却想不到，不，有问题的不是她。她虽然指引着姐姐打开了魍魉空间，但是实际上她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所有这一切都是妖凤一手策划的。对了，她的记忆被人强行封印了一部分，难道那个人就是妖凤？就是她。那她的体质也已经被黑化了吗？那倒没有。其实莫如玉原本就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凤族人，因为妖凤需要一个在适当的时机帮她指引姐姐打开魍魉空间的人，所以就选中了莫如玉，并且通过意念封存了她的记忆，又将她带到大沙漠中的那个地下宫殿里，告诉莫如玉，她唯一的任务就是等待姐姐的出现。但因为莫如玉修习的就是妖凤修习的那种内功心法，所以不可避免的带有一些邪性，她才会同样出现双眼发绿的现象。若是如此，大沙漠中那个地下宫殿又是何人修建的？莫非也是妖凤吗？就是他。在妖凤失踪的那些年里，他不是需要一个极为隐秘的地方来修习邪功，好以雪前耻吗？便秘密修建了那座地下宫殿。我绝不会允许阿征嫁给端木俊的。他们的大婚仪式什么时候举行？我必须前去阻止。后天，端木俊说他已经等了王妃1000年，一刻都不想再继续等下去了，所以大婚仪式必须尽快举行，而后两人便可共享天下。后天，很好，我会准时出席他们的大婚仪式的。会不会这根本就是一个陷阱？端木俊知道，只要你一听说王妃要嫁给别人，就一定会赶去阻止，所以早就布好了天罗地网，请君入瓮，好把你彻底消灭，免得你再阻碍他们一统天下的大业。会？那你还去？因为你说他们在筹备大婚仪式，我就知道事情是你说的这样，而且这个法子一定是阿征想出来的。
而他之所以用这个法子，就是因为他知道，我虽然明知道这是一个陷阱，却一定会出现。哼，本来你就不是王妃的对手，何况他们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以逸待劳。我看恐怕你还见不到王妃的面就……要我说呀，你还是不要去了。这一趟，我非去不可。不管怎样，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阿哲成为整个涅槃大陆的罪人。娘子，辛苦了。吉时已到，新人拜堂，礼成送入洞房。哼，你果然来了。你知道我一定会来的。我当然知道你一定会来，否则我也不会用这样的法子。你的嫁衣只能为我而穿，所以你做出这样的事情，我很生气。到了这种时候还说这样的话，你觉得有意思吗？我是妖皇，不是你的皇后了。从此之后，我的嫁衣再不会为你而穿。那只是因为你弄丢了自己，阿哲，你找不到自己了。不过没关系，有我在，我会把你找回来的。你错了，过去我才是弄丢了自己。不过我还是很佩服你的，明知道这是一个死局，却依然心甘情愿地前来送死。不过可惜，你是凤王，我是妖皇，我们注定是势不两立。凤族与妖皇的确势不两立，但是并不包括你我。阿哲，问问自己的心，你真的已经完完全全的放弃我了吗？还真是个多情种呢。不过可惜，你这腔深情注定给错了人。看看来生还有没有希望吧。阿哲，你真的要杀我？我一直不愿意相信你真的已经彻底被端木君黑化了。就算你的体质已经改变，但我永远记得你说过的那句话，种在骨子里的东西是不会改变的。我更愿意相信一个人的心是不会那么容易被改变的。你的心里真的已经没有我了吗？说得对，种在骨子里的东西的确是不会改变的。我骨子里就是妖皇，你以为凭你这几句甜言蜜语就可以改变吗？够了，我把你引到这里来，不是为了听你废话的，受死吧！不把你找回来，我不能死。你以为今天你还逃得了吗？不妨告诉你，今天的一切不仅仅是个局，杀了你之后，我就会跟俊成为真正的夫妻。今天就是我们的洞房花烛，而你的命就是我送给俊的大婚贺礼。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拿命来吧！我无话可说。既然无话可说，那就乖乖下地狱去吧。居然不痛，原来这就是死亡的感觉吗？好像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恐怖和难以接受。至少死了之后，果然就没有了任何痛苦，可以彻底解脱了。耶，时机刚刚好，姐姐，差不多就得了，别太过分哦。我好啦，不用说，我明白。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你如果累了，就先睡一觉。睡一觉？拜托，浑身上下痛得我连昏都昏不过去，还睡一觉？一团金黄色的光芒便缓缓地将蓝夜云包裹了起来。我就知道，这天上地下，如果还有一个人能坏我的事，非你莫属。嘿嘿，这个时候我当然要来坏你的事了，要不然你将来一定会后悔死的。哼，可笑！蓝夜云是我们妖凤一统天下最大的障碍，我好不容易要将它除去，却坏在了你的手里。要说后悔，我现在只是后悔下手太慢了。刚才我若是少说几句废话，再快一点。不能哦，不怕告诉你，我是一路跟着宁王到这里来的，而且一直守在旁边，所以不管你的动作有多快，都始终会慢我这一步。至少今天宁王的命不会断送在你的手里。什么？你刚才一直都在？我现在来不及跟你多说了。不过姐姐，你也不用着急，我们很快就会再见面的。把人给我放下！等金光消失，萧揽月和蓝夜云竟然已经完全不见了踪影。呵呵，还不醒来？想偷懒吗？尊者，不就是我吗？不然你以为是谁？哎，我的伤怎么？不用看了，已经全都好了。是尊者用他的神力救了你，你已经没事了。醉欢，你们怎么会在这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宁王不必心急，我特意把他们6位请到这里来，就是因为一切终于到了揭开真相的时候了。这里是？当然是萨罗白塔，大哥已经用他的神力把你的内外伤全都治好了。大哥？你说的大哥难道就是我喽？不好意思，瞒了各位那么久，其实我就是揽月的大哥。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宁王心中应该早就有一个大致的猜测了吧？何况刚才我已经说了，是大哥用他的神力救了你。这么说我没有猜错，你们其实就是守护涅槃大陆的龙神。没错，我们就是守护涅槃大陆的龙神。我们去萨罗白塔，蓝夜云是被萧揽月带走的，既然不在宁王府，就一定在萨罗白塔。你也知道萨罗白塔内住的是谁？要去也是我去，
怎能让你去冒险？你还是回宫中等我。不行，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冒险。何况萨罗白塔内居住的究竟是不是龙神还不一定，不过是我们的猜测罢了，去看看再说。不管是不是，他们都绝对不好对付，你还是回去等我。那就一起去，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是不是龙神。就算是，我也想知道龙神有没有传说中那么天下无敌。哼，想让一个女人为了你不顾一切，这不是很容易吗？阿哲，你是在找我吗？你的伤都好了，不过你下手还真是狠呐，只差一点点，我这条命就断送在你的手里了。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哼，既然侥幸捡回了一条命，就该夹着尾巴躲起来偷笑，还跑到这里来送死。我不是来送死的，是来找阿征的。我跟你无话可说，而且我说过，我们已经是敌人，不死不休。你既然主动找上门来，那就别怪我下手更无情了，拿命来吧。不要急着杀我，阿哲，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呢。说了跟你无话可说。追，别让蓝夜云跑了。怎么越看越觉得蓝夜云不像是要跟楚寒征交手，反而是故意将他引开。萨罗白塔，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当然是为了找回原本的你。这就是原本的我，不必白费功夫。别以为有萧揽月撑腰，我就怕了你。放开我！你要干什么？不是说过了吗？我要把你找回来。我不要听这些。还有，你对我做了什么？为什么我幻化不出真身？放心吧，没事的。阿哲，今天这里就是我们的洞房。你说什么？你要搞什么鬼？告诉你，我要嫁的人只能是俊。错，你要嫁的人只能是我。阿哲，今晚就是我们的洞房花烛之夜，过了今夜，你就会明白一切的。你放我走，我饶你一命。现在无论你对我说什么做什么，我都不会怪你的。我知道你是身不由己，阿哲，我很抱歉，我们的洞房花烛只能这样凑合一下了。事出非常，相信你是不会怪我的。闭嘴闭嘴，我不听。谁要跟你洞房，我警告你，立刻放我走，否则俊是不会放过你的。没关系的，阿哲，只要过了今夜，你就会明白一切。你敢碰我，你这个混蛋！后面的话便被蓝夜云用温热柔软的双唇堵了回去。于是下一刻，一个满怀愤怒，一个满怀绝望，这对最奇怪的夫妻终于彻底融为了一体。对楚寒征而言，当蜕变成蝶那一刻，不可避免的疼痛终于袭来时，他突然感到心底深处掠过了一种极为奇怪的感觉，令他在这一瞬间彻底忘记了端木俊究竟是什么东西。反倒是蓝夜云那张俊美无双的脸突然无比清晰地浮现在了脑海中。告诉你，现在父王与皇后已经成为真正的夫妻，你连我们皇后一根头发都休想沾到，还不快滚！丫头，你可千万不能出事，否则我拿什么去对付蓝夜云，对付龙神？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白塔内居住的果然是龙神，蓝夜云和楚寒征在此处洞房花烛，显然就是经过他们默许的。只是为什么？到底其中有什么样的用意？端木俊，你且去吧，上天有好生之德，不到万不得已，我也不愿大开杀戒。果然是你，果然是你，好，好，很好。哼，来的威风，去的稀松。所谓妖风也不过如此嘛！你现在得意了？如果不是尊者和揽月，你以为我们真的对付得了端木俊吗？这叫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万事万物都有它的克星，就连妖风也不例外。只不过它的克星恰好不是我们罢了。是啊，妖凤的克星其实恰恰是他认为的救星。等妖凤的克星觉醒，也就意味着蓝夜云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当楚寒征慢慢睁开眼睛，他觉得自己似乎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但是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想不起来究竟梦到了些什么。阿哲，你要好好活下去，知道吗？无论天上地下，我都始终守护着你，你永远不会是一个人，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云，你在哪里？揽月，原来这里是萨罗白塔，我怎么会在这里？那是因为你忘记了一些事。没错，我正要问你这个，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云呢？
他怎么样了？他体内麒麟血的邪性消除了没有？他没有变成杀人狂魔吧？这件事情说来话长，沉住气，我从头到尾说给你听。说什么？自己的性命？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换回你的本性之后，宁王便耗尽了精元，怕是活不成了。活不成？活不成。相信你刚才应该正在想，所谓的洞房花烛怎么如此莫名其妙？其实那不过是宁王净化你的体质，换回你的本性的一种手段罢了，而且是唯一的手段。所以现在你终于找回了原本的你，而宁王……为什么会这样？既然如此，我宁愿不要找回自己，我宁愿不要。是。我知道，可是如果不换回你的本性，整个涅槃大陆就会遭遇灭顶之灾，所以宁王必须这样做，牺牲他一个，换回整个涅槃大陆的平安。用他的话说，这笔买卖非做不可。我要见云。你确定吗？虽然宁王现在还有最后一口气，但已经陷入昏迷，随时都有可能。你确定你受得了？我确定，我要见云。那好。云，我来了。我知道你一直在等我，你不会有事的。我知道。蓝月，告诉我，我要怎样才能救他？告诉我，不管付出任何代价，我都在所不惜，哪怕用我的命去换他的命，也无所谓。对不起，姐姐，我没有办法。不，你有办法，你一定有办法的。你是龙神，你一定有办法的。求求你帮帮我，他不能有事，他不能死，我可以去死，真的，你救救他。真的对不起，我没有办法。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你那么神通广大。别逼他，他真的没有办法。那就请尊者救救他，尊者一定可以的。我不瞒你，你有一个不算是机会的机会。不过就算我告诉了你，恐怕也于事无补。尊者请讲，只要有机会，我都会拼死尝试。我先问你，蓝夜云拼着自己的命不要，换回你的本性，是为了什么？为了让我不再继续黑化凤族人的体质，不再继续为祸涅槃大陆。当然最重要的是，为了让我彻底净化端木俊等人的体质，并杜绝他们再次黑化的可能，为涅槃大陆永远除掉这个后顾之忧。看来揽月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跟你说清楚了。那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要想净化端木俊等人的体质，并且永远杜绝他们再次黑化的可能，你必须用尽你身为凤凰神所有的神力。所以完成这个任务之后，你就会变成跟原先一模一样的普通人，从此之后再也不能召唤羽翼，更不能幻化真身，你的寿命也会跟普通人一样，最多100余年而已。这个我不在乎，我本来也没有想过要做什么凤凰神。我说过，只要能跟云在一起，哪怕一天，也可以是一辈子。若是只剩下我一个人，就算能活千年万年，又有什么意义？你说出这样的话，倒也不枉蓝夜云拼了性命不要，同样用他作为凤凰神的神力救了你。所以现在他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一样，变成了普通人，只不过后果比你要严重一些，基本上连命都要搭上。那就请尊者赐教，你方才所说的那个不算机会的机会是指？很简单呀，蓝夜云的神力可以救你，你的神力当然也可以救他，因为你们都是凤凰神。事情当然不会如此简单，所以真相是，你身为凤凰神的神力是有限的，所以端木俊和蓝夜云你只能救一个，就看你选择救谁。如果我救了云，你是不是真的没有办法净化端木俊的体质？是，这一点只有你能做到，我能做的只是将他们重新封印。可是一旦有机会，他们还会出现，残害无辜。也就是说，我根本没得选择。果然，这只是一个不算机会的机会，说说罢了。那么你的决定是？云，你放心吧，我和你生不能同寝，那就死同穴。大人，怎么样？有消息了吗？到处都打听不到王后的消息，不过根据我们的人禀报，王后很有可能仍旧在萨罗白塔内。可恶，丫头留在萨罗白塔内的时间越长，出现变故的可能性就越大。
恐怕大人的意思是说，龙神会让他恢复本性。可大人不是说过，王后是大人的内丹选中的人，就算是龙神，也不可能净化他已经被黑化的体质吗？话是这样说没错，但是蓝夜云故意将丫头引到萨罗白塔，必定另有所图。我担心。担心什么？担心我吗？丫头，你回来了，怎么样？没事吧？不错，我回来了，而且是真正的回来了。你是谁？你不是丫头。当然不是，我是楚寒征，凤凰神楚寒征。不妨告诉你，从这一刻起，你对我的黑化已经彻底失败，我已经不再是妖皇。什么？你是谁？是谁坏了我的好事？好事？如果真的是好事，是会得到上天必有的。可惜你坏事做尽，天地不容。今天就是你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的时候。你要干什么？你敢？你不是很喜欢改变别人的体质吗？今天我就要改变一下你的体质，让你尝尝是什么样的滋味。来人！来人！大人，我们怕是不行了，好难受。大人，不要管我们了，你快走，你恐怕不是王后的对手，快走！给我住手！可恶！端木俊，收起你那些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这涅槃大陆永远不会成为妖凤的天下。你不错，就是我。怎样？哼，还有，接下来轮到你了，还不出手？等我再被他黑化呀！急什么？这不就要出手了吗？很抱歉，姐姐说的对，从今以后这涅槃大陆再也不可能是妖凤的天下。这二人联手，普天之下谁人能挡？哼，怎么样？完成了吗？放心吧，姐姐，所有人，尤其是端木俊的体质已经被彻底净化，而且以后再也不可能被任何方式黑化了。就算他再练多少年邪功都没用。那就好，既如此，我的使命就算是完成了。不过，等他们清醒之后，他们会完全不记得从前的事情，就像一个出生的婴儿一样，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不过你放心，这些事情交给我了，我会安排的。那好，辛苦你了。你知道吗？相同的话，我也曾经问过蓝夜云，告诉他有一次向我求助的机会，除了寻找黄界之外，你们两个都会有一次生死劫。若向我求助，我便可帮你们度过生死劫。问他作何选择，当时他的选择是你，就像你把向我求助的机会留给他一样。你们两个的选择没有让我失望，也在无形中为你们两人都留下了一线生机。原本蓝夜云因为你这个生死劫必死无疑，你也要从此承受永世挚爱的痛苦。不过因为你们消除了妖凤之祸，我可以救回蓝夜云一条命，所以你们必须接受接下来这个考验。当然，如果你自认绝对通不过，方才的一切就当我没说，你们便给蓝夜云准备后事。我只要云没事，所以无论什么样的考验我都经得起，请尊者千万救云一命。既如此，废话不多说，其实这个考验说起来很简单，我救蓝夜云一命，但会同时抹去他所有关于你的记忆，就当他的生命中从来没有你这个人。那不行，尊者，请恕我多嘴，您救了叶云，却要剥夺他一生的幸福，这……最欢莫及，听尊者把话说完。不错，我还没有说完。我既然有心成全你们两人，自然不会只是如此而已。抹去蓝夜云的记忆之后，我会把你封印在另一个空间，但是你的记忆不会有任何缺失，你会跟现在一模一样。接下来属于你们的考验就开始了，时限3年，通得过，你二人双宿双栖，只限鸳鸯不限仙，通不过，你二人都会死。请尊者恕我愚笨，我完全没有听懂这所谓的考验究竟是……哎呀，糟糕，忘了说明白最重要的一点，抹去蓝夜云的记忆，并将你封印在另一个空间之后，蓝夜云会彻底忘记你，也绝对看不到你，但你会记得关于他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也能每时每刻看到他，只不过不能相见，更无法相认。那么怎样才算是通过了考验？呵呵，打开空间之门。我所在的那个空间之门？是，不过虽然你曾经练成过空间法术，但如今你已经不是凤凰神，我设置的空间你是打不开的。这么说，空间之门只能由云负责打开？聪明，只要他能够打开空间之门，你们便算是通过了考验。但在3年时限到来之时，空间之门仍然封闭，你就会死。
蓝夜云也会一命呜呼。那我可不可以请问，云既然不记得所有的一切，是不是也不会记得我还在等待着他的拯救？是，3年之内没有任何人提醒他去打开什么空间之门，他根本不会知道还有这样一个任务在等着他。呵呵，不必妄动心思，届时我同样会抹去你们关于楚寒征的所有记忆，你们是没有机会提醒蓝夜云的。王爷，有争气啊！既然云不知道这个任务的存在，他又如何完成？或者说，空间之门究竟要用什么才能打开？一个吻。哈？一个吻。只要蓝夜云在不记得你、看不到你、也不知道这个任务的前提下，穿过空间的阻隔吻上你的唇，空间之门就会打开。不但你会得救，他也会瞬间恢复全部的记忆，属于你们的考验便彻底结束了。原来打开空间之门的钥匙是云的一个吻。尊者，你是不是故意耍我的？云既然看不到我，又不记得我，更不知道这个任务的存在，又凭什么会无缘无故地吻上我的唇？这根本说不通啊！凭我能抹去他关于你的记忆，却抹不去他骨子里对你的那份执着。到时候他的记忆虽然缺失，但是潜意识中他会始终本能地在寻找，虽然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在寻找什么。云，我很期待你的吻落在我的唇上，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的。云没事了，对不对？相信我，我好歹是龙神。好，那就开始吧。下一刻便看到尊者的双手轻轻一圈一画，然后楚寒征便从众人面前缓缓地消失了。就这么没了？别说的那么血腥，只不过是被我送到了另外一个空间。接下来就轮到你们了，从现在开始，你们所有关于他的记忆都会全部消失，除非蓝夜云在规定的时间之内打开空间之门，你们的记忆才会跟着恢复。等一下，那我们其他的记忆呢？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只是所有关于楚寒征的记忆会暂时消失，免得你们在背后给我捣乱，在不恰当的时机提醒蓝夜云去完成他打开空间之门的任务。3年之后7月7日的子时是最后的时限，希望你们不会让我失望。怎么样，皇上答应了吗？皇上说了，我再敢跟他提封后立妃的事情，他就弄180个女人塞到我的王府里，让我好好享受。蓝夜云登基之后，立刻封6人为6部之王，并分别赐下府地，所以如今他们已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开国功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哪个皇帝登基之后不是广选美女充实后宫，好为皇家开枝散叶的？怎么皇上对此就如此排斥呢？该不会真的像大家猜测的那样，他不喜欢女色吧？别乱说啊，小心皇上治你个大不敬之罪。不过话又说回来，这事儿是有些奇怪，就算皇上眼光高了些，一般的庸脂俗粉入不了他的眼，可咱们堂堂凤王朝人杰地灵，难道连一个像样些的美女都找不出来吗？罢了，反正以后我是不敢再去劝他了，要去你们去吧，否则我实在不敢想象，皇上如果真的弄180个女人塞到我的府里，会是一副怎样的情景。你们知道他是说到做到的。那有什么不好？弄180个女人放在王府里，你可以天天左拥右抱，夜夜美女环绕，美得很啊。就算夫人有点意见，你也完全可以说这是皇上的命令，抗旨不遵是要杀头的，那他也就没什么话好说了。哼，闭上你的臭嘴！你要是惹得柠檬生了气，动了胎气，我可跟你没完！怎么又有了？看什么呢你们？瞧人家醉欢，第2个娃都快出世了，皇上这媳妇儿还没着落呢，这可怎么办呀？御书房内早把众人的对话听在耳中的蓝夜云不由微微笑了笑，由衷的替沈醉欢高兴。不过他很清楚自己没有任何问题，无论多么美丽或者气质如何绝佳的女子，都无法让他的心荡起丝毫涟漪。3年来他勤政爱民，自问是一个好皇帝，明里暗里听到百姓对他的肯定和赞扬，他也十分满足。可是每当夜深人静，他却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似乎弄丢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东西，而且不知究竟丢在了何处。又下雨了吗？今天是7月初3了吧？都连续下了3天了，还没有停歇的意思。可就在此时，他突然感到心底掠过一抹极为奇怪的感觉，让他强烈地感觉到这个房间里似乎并不只有他一个人，不是被敌人盯上的感觉。这一瞬间，他反而觉得心头微微一震，竟像是许久以来一直在寻找的东西终于要出现了一般。
对着虚空中的某一处缓缓地抬起了手，仿佛正抚摸着情人柔滑的脸。片刻后，他动作一顿，不解地轻轻摇头，没有，什么都没有，面前只是一团空气。窗外的雨突然大了起来，无端令他心底那股哀伤越发浓烈起来。如果蓝夜云知道这冰凉的雨水其实是楚寒征悲伤的泪，他就会知道心底为什么始终弥漫着一层哀伤。自从被龙神封印在另一个空间，到今日已经3年了，几天后的7月初7就是最后的期限。可是蓝夜云却仍然不曾打开空间之门，他果然每时每刻都能看到蓝夜云，可惜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虽近在咫尺，却碰不到摸不着。眼看着3年时限将至，事情依然没有丝毫进展，累积的相思和痛苦终于化作了这场绵延不尽的秋雨，苦涩冰凉。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这场泪雨终于触及到了蓝夜云心底深处最隐秘的角落，令他循着本能慢慢地走进了楚寒征。他甚至不知道，方才抬手抚摸的一瞬间，他已经准确地轻触到了楚寒征的脸。楚寒征不由自主地狂喜万分，以为所有的痛苦终于到了结束的时候。然而可惜，打开空间之门的钥匙是他的唇，而不是手，所以他完全感觉不到任何异常。极端的喜悦带来的是极端的失望。云，难道今生今世你我注定有缘无分，至死都无法再见面了吗？捣蛋鬼，你又沉不住气了是不是？刚才如果不是我阻止你，你是不是打算直接替他打开时空之门？嘿嘿，我才没有呢，我只是替姐姐来看望皇上的。哼，真的？当然是真的啦，放心吧大哥，我已经长大了，我知道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所以我更知道，如果我这个时候伸手，根本不是在帮他们，只会害了他们的。你知道就好，而且你刚才应该也看到了，其实不用你出手相助，蓝夜云也已经开始感应到楚寒征的存在了，只不过火候还差一点点。怕只怕这一点点，就让他们前功尽弃啊！距离最后的时限只有4天了。说实话，我还真有些担心。天意不可违，就算你再担心，这件事情绝对不能插手。走吧，看他们自己的了。皇上加油哦！启禀皇上，麒麟王奉诏前来觐见。让他进来。臣参见皇上。呵呵，辛苦了。不过你听到接下来这个好消息之后，就会觉得再辛苦也是值得的。难道是封印之事有眉目了？不错，经过朕3年来的反复研究，终于找到了破除麒麟族封印的法子。真的有法子了？君无戏言，朕此番请你前来，就是为了把破除麒麟族封印的法子告诉你。从此之后，你们便可真正恢复自由身，再也不是所谓的麒麟奴了。多谢皇上，皇上待我麒麟族有天高地厚之恩，我等世世代代绝不敢忘，必定永远忠于皇上，绝不会有任何不轨之心，否则虐落的比原先诸葛不如更悲惨的下场。朕相信你，所以不必说这样的话。毕竟身为麒麟王，你应该知道怎样做对麒麟族才是最好的，不需要任何人来提醒。皇上放心，臣知道。破除封印的法子，朕已经详详细细的写在了这上面，你且拿去。如果有看不懂的地方，可以随时前来问朕。如果一切顺利，封印破除之后，你马上入宫来见朕。是，臣知道了。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吗？去吧，破除封印之后再来见朕。皇上，再过2天就是七夕佳节了，不如趁此机会热闹热闹，怎么样？怎么个热闹法？当然是人越多越热闹了。不如皇上下旨，命文武百官以及他们的女儿，我是说女眷，入宫参加七夕盛会，咱们热热闹闹的过个节，怎么样？你们要办什么七夕盛会，朕没有意见，只不过朕有2个条件。好，皇上请讲。第一，只准文武百官进宫，不许带家眷。第二，你们自己去玩，朕不参加。那还有什么用？咱们办这七夕盛会是为了让皇上看看有没有心仪的女子，说不定……皇上息怒，宁某他……你们的意思朕明白，可是朕真的对任何人都不感兴趣，你们还是不要瞎折腾了。原本这也算是皇上的家事，臣等不该干涉，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立后之事也关系到国之未来。皇上如果不早早立后，诞下子嗣，恐怕民心不稳呐。
这一点朕何尝不知，但是朕实在不想勉强自己去接近任何女子。不过你们不必怀疑，朕不好男色，正常的很。臣等不敢。呵，朕知道私底下有不少人在这样说，不过清者自清，随他们去吧。朕在想，或许只是因为朕的姻缘还不曾到来，所以只管耐心等候就是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天哪！救救我吧！快要子时了吗？当然，面前除了空气，依然什么都没有。可是蓝夜云却并不曾像往常那样立刻就放弃，接着轻轻闭上了双眼，仿佛循着一种神奇的本能，他上身微微前倾，便突然感到唇上传来一股并不陌生的温热、柔软和芬芳。于是这一刻，他泪如泉涌。时间仿佛定格在了这一刻。恭喜你，云，你成功打开了空间之门。阿遮，我很高兴，在最后的时刻，你终于记起了我。从今以后，我再不会忘记你，再不会离开你，阿遮。我也是。阿遮，我想……不要了，你……我要啊！我已经等了那么多年了，我一刻都不想再等了。阿遮，你是我的，永远是我的，我要。母后，母后，什么鬼？夫君，想不到吧？不知不觉中，你都已经当爹了，而且还是2个孩子的爹。来，叫父皇。父皇，父皇。哎，好孩子，只不过你们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什么从哪里冒出来的？当然是我生的啦。那次你我洞房花烛之后不久，我虽然被封印在了另一个空间，却很快便发现自己有了身孕，并且顺利的把孩子生了下来，才发现原来是一对双生子。这2年来一直都是娘亲帮我把他们带大的，现在终于可以跟你这个父皇见面了。原来朕这么厉害，不但一次就中招，而且还一中就是2个。可惜是2个男娃娃，若是1男1女就好了。不过没关系，我们还年轻，接着生，下次最好1胎，再生2个小公主，那就太完美了。你当我是猪啊？还一窝一窝的生。好了，今天到此为止，快带他们去休息吧，我还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呢。不嘛，我要找母后。姥姥，我要找母后。乖，时候不早了，咱们先去睡觉觉，明天再来找母后，好不好啊？阿遮，我们来生小公主，好不好？哎呀，不要了，我不要可不行哦。一下子就多了2个儿子出来，我当然高兴，但是遗憾的是，我并没有亲眼看到他们的出生和成长，想想该有多遗憾。所以这一次无论如何不能错过了。哎，乖乖的，我们来生小公主。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本书到此正文完结。